我家当初定的明明是你家大姑娘，临到头你就想要二姑娘替嫁，哼，贼心肝的！你们这是明摆着欺负人！萧家主母徐正香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对面的妇人喊：“你以为我想这样？要不是你家太穷，我家青青也不至于躲起来。二姑娘怎么了？总归是娶一个回去，你们老萧家不吃亏。放你娘的臭狗屁！要不是你家叶青青从小有个福星的名声，我们会花50两银子定亲。你出去打听打听，整个小荡村谁家嫁女儿能收到50两银子的彩礼呀？啊，有这个钱都能娶2房媳妇了。好家伙，50两呢！这叶家生了个好女儿，怕不是要当成金疙瘩卖？”村里的人一边看着热闹，一边窃窃私语。李正也赶了过来，看场面混乱不堪，他连忙开口劝道：“叶家嫂子，要我看，你就让叶青青赶紧回来吧。这婚书可是过了县衙衙门的，你们想赖也赖不掉。”我这命苦啊！好好的一个女儿，说不见就不见了，你们还逼着我要人，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啊！围观众人议论纷纷，混乱中，萧木看见一个穿着嫁衣的瘦小身影贴着墙根往外跑，便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没多一会儿，一个村民火急火燎地跑了进来：“不好了，不好了！叶家二姑娘跳河了！”这句话就像一道咒语，让在场的人都止住了声音。熟悉叶家的人都知道，叶洛心是个可怜人，他爹出身举人，娶的是京中大户人家的小姐。想当年，这在他们小荡村可是蝎子粑粑独一份的荣耀。可惜好景不长，在叶洛心7岁的时候，他爹娘出了意外，在去京城的路上被山匪所杀。叶洛心也受了惊吓，从那以后不再开口说话。大伯叶大成收养了这个侄女，并过继了他父亲名下的2处商铺和1处宅院。一个过路的和尚偶然见到叶洛心，说此女乃极贵之命，只是如今一魂离体，难以为继，等将来魂魄归位，将会福气绵泽，造福天下。因为这句话，叶大成将叶洛心认为女儿，夫妻2人更是盼着叶洛心的福气能早日降临，让他们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谁想叶洛心在新家住了不到半年，叶大成就染上了好赌的毛病，不仅输光了2处商铺和宅院，连自己在当铺里的活计也一并丢了。邹氏将所有的不顺都归到了叶洛心身上，那个野和尚一定是胡说八道，这哪里是极富贵之命，这明明是个丧门星。打那以后，他没事就打骂叶洛心出气，骂他先克死父母，又害得他倾家荡产，这种祸害就应该早点去投胎。如今叶洛心跳河自尽，众人纷纷摇头叹息，却见萧木从外面径直走了进来。他腿长步子大，几步就跨进门里，肩上还扛着一个人。扯个被子来，快！邹氏愣着不动，萧木的弟弟萧景反应最快，他跑到房间里面扯出一条花被铺在了堂屋的桌子上。萧木把肩上的人小心翼翼放下，将被子4角折起来，将人裹在了里面。被子里面裹的正是刚刚跳河的叶洛心，他面色苍白。邹氏缓过神来，伸手就去抢被子。哪个不长眼的，把我家新做的棉被拿出来了？这可是我用10斤新棉花做的，我还没舍得盖，怎么能给这个小贱蹄子用？话没说完，邹氏就感受到萧木飞刀一样的眼色，讪讪道：“这新被子这么用可惜了。他刚才呛了水，赶紧找个大夫过来看一下。”我家二姐现在可是你们萧家的人了，要叫大夫也是你们萧家去叫，没道理嫁出去的女儿还让娘家花钱看病的。哼，我看你是吊死鬼插花，死不要脸！徐正香指着邹氏骂道：“我们得了你家要偷换新娘子的信儿就赶过来了，你家二姐和我家老二一没定亲，二没拜堂，怎么就成了我们萧家的人了？”切，我家二姐是没和你家定亲，可是你家老二刚才对我家姐儿又是搂又是抱的，这肌肤之亲都有了，你还想抵赖不成？哼，你别含血喷人！徐正香气得鼻子都歪了。我家木哥那是为了救他，救他怎么了？可你家老二毁了我们洛心的清白，大家可都是亲眼看见的。刚才就是你家老二把我女儿抱进来的，你还想抵赖？呸！你个挨千刀的黑心贼！你家的丧门星没地儿安排，就想往我萧家塞？你做梦吧你！徐正香早就听闻了叶洛心灾星的名声，所以坚决反对换他进门。这会儿见邹氏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憋了一上午的火气，终于再也控制不住，他直接上手，啪啪2巴掌打在邹氏的脸上。老娘今天就跟你同归于尽，也不能让你这个小人得逞！邹氏也不含糊，上去就想薅对方的头发，却被萧木给挡住了。萧木没有看他，而是面向徐正香，神态坚定：“娘，这姑娘我娶了。”徐正香愣住，什么就娶了？这明明是叶家的阴谋！他萧家男人个个身强力壮，受这个窝囊气。可萧木又一次坚持道：“娘，我不娶叶青青了，就娶叶洛心。”李正原本在一旁干着急，听见萧木的话，立刻来了精神。对，叶洛心这姑娘多好，长得好看又心地善良，虽然命苦了点，可是个过日子的好孩子。那娶二姐和大姐可不能是一样的彩礼钱，叶家得退还我25两银子。我们叶家的姑娘就这个价，我家二姐儿虽说瘦了点，可你看看那身板，一看就是好生养的。更何况她亲爹可是举人，按理来说你得多给我家5两银子。邹氏说的正起劲儿，却被一道利落的声音打断了：“不想退钱就签卖身契。”什么卖身契？叶洛心的卖身契，把他卖给我，以后这人就是我萧家的，和你们叶家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呀呀！
你们这是欺负我们叶家没人啊！我叶家是嫁姑娘，可没人说过要卖姑娘。闭嘴！叶洛心我可以带走，钱也不需要你退，但是我要叶洛心的卖身契。你如果不同意，那就按照婚书所写，我娶叶青青为妻，就算掘地3尺，我也能把人挖出来。看萧木的样子，想多要几两银子也是不可能了。于是趁着李正在场，邹氏很痛快地签下了卖身契。萧家人也带着叶洛心离开了小徐正香，憋着一肚子气，带着小儿子和其他亲戚回村。萧木则背着叶洛心直接去了县城的医馆。医馆的刘大夫是个实诚人，萧木因为时不时过来买药材，与刘大夫就更熟络一些。当得知这是萧木新娶的娘子时，刘大夫难免感叹了一番。等他给叶洛心诊了脉，眉头的川字纹更是皱得能夹死只苍蝇。此女子身子太弱，想要醒来不难，只是要养好却得费些功夫。我先给你开15副药，喝完了再过来看。萧木应下，去外面雇了一辆牛车，拉着人和药一起回青山村。牛车颠簸到半路的时候，叶洛心终于醒了过来。他睁眼先是看到了一个宽大的背影，像小山一样挡住了他的视线。正有些纳闷，一连串不属于自己的记忆就涌进脑海，他竟然穿越了。在25岁这年，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撒手人寰之后，临死前护士小姐姐问他有什么愿望，他便一直念叨着想要去乡下种田，想要过贴近大自然的生活，不然自己的植物学就白学了。没想到一闭眼，这个愿望就实现了。你醒了？这是要去哪里？我家，你娘把你许配给我了。我刚才带你去医馆看病，抓了药，现在要回家去。他说着话，目光却一直落在叶洛心鼻尖的小痣上。娶亲这件事，萧木也是听从父母的意思。家里3个儿子，父亲萧长河一直偏心他，就连亲事也是精挑细选的。算命的说，萧木命里带煞，要找个有福气的姑娘才能镇得住。萧长河经过多方打听，听说小荡村有个姑娘是福星，这才花了大价的彩礼将婚事定了下来。萧木原本对亲事没什么想法，可今天叶洛心跳河将人救起的时候，看见了他鼻尖的那颗小痣，不知怎么的就想起了小时候在家中看到的那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小女孩软软糯糯，一直追着自己叫哥哥，看见他被罚跪，还偷偷给他塞了2个肉包子。哥哥快吃吧，不过我再给你拿。稚嫩软糯的声音飘忽悠远，而那个小女孩也在很多年前成为了一缕孤魂。你的卖身契，你娘也给我了，以后你就和叶家没什么关系了。听见自己被卖掉，叶洛心嘴角浮现一丝笑容，一穿越就从邹氏那个疯子手下逃掉了，简直不要太幸运。牛车一直将人送到家门口，2个人前后下了车，叶洛心就跟在萧木身后，亦步亦趋地进了院。院子里来吃喜酒的人早就散了场，只有李正和村里几个亲戚坐在一起喝茶。看到2个人进了院，众人都停下手中动作看了过来。叶洛心被盯得心里发麻，低头盯着脚尖，一动不敢动。萧木的嫂子杨凤走了过来，她手中拿着一个红盖头，一把盖在了叶洛心脑袋上，然后带着人往堂屋里面走，边走边小声说：今天这亲事虽然办得不顺利，但过场还是要走一下的。一会儿你们2个给爹娘磕了头，拜了天地，这亲事就算是成了。你也别太委屈，日子毕竟是自己过的，只要2个人一条心，肯定能越来越好。叶洛心有些紧张，小声的嗯了一声。没多一会儿，萧长河和徐正香都走了进来，宾相用唱腔一样的语调喊出：一拜天地，2拜高堂，夫妻对拜。3个流程之后，杨凤又走了上来，将叶洛心搀回了早就收拾好的喜房。二弟说你身子虚，今天又着了凉啊，这是我给你找的新衣服，你身上那身应该还没干，赶紧换下来，然后到床上去歇着，我去给你做碗面。嫂子，我不饿，不用麻烦了。折腾一天了，哪有不饿的？况且你晚上还得喝药，吃了饭才能吃药呢。那里面能不能加个鸡蛋？行，怎么不行呢？杨凤笑着答应，又风风火火走了出去。外面又开了2桌酒席，用的都是白天剩下的食材。为了今天的婚事，萧家也算是花了血本，光是买肉就花了2两银子，再加上给叶家的彩礼钱和置办东西的钱，花了足足70多两。萧长河为了办得体面，先是找村长借了10两银子，后来又让徐正香回娘家借了10两银子。现在新娘是接回来了，可这钱花的实在是窝囊。男人那桌还在天南海北的聊着天，到了女人这桌上，徐正香实在是没有心思招呼他们，只是有一口没一口的边吃菜边发呆。李翠花看徐正香的样子，忍不住偷偷的高兴。李翠花是萧长水的妻子，也就是萧长河和徐正香的嫂子。萧家兄弟4人，老3和老410年前就去了别的州府，只有老大和老2留在青山村。3年前，李翠花的儿子萧俊考中了秀才，在县里的学馆谋了个教书的差事。李翠花的身子就仿佛跟着
长高了半截。从那以后，在村里就只拿鼻孔看人。身为秀才他娘，李翠花心安理得地认为萧长河一家都得巴结自己，偏偏这一家人都不吃那套。今天看徐正香吃瘪，李翠花是打心眼里高兴。弟妹呀，儿子成亲这大喜的日子，我看你怎么不高兴呢？我可听说了，你家娶回来这个儿媳妇儿是个丧门星，你们以后可得小心着点。什么丧门星不丧门星的，不知道别瞎说。我怎么不知道？那叶家的事儿我早就打听明白了。你这个儿媳妇儿命硬得很呐，从小就克死了他的爹娘。他爹娘死了，那是他爹娘命不好，跟一个孩子有什么关系啊？哼，你家儿媳妇倒是命好，家里还开着油房，我也没看你跟着沾什么光啊。看你这话说的，徐正香一句话就戳到了李翠花的痛处。她这个儿媳妇出身倒是挺好，就是瞧不起他们家人。结婚3年，她统共也就见过3回面。我儿子在学堂里忙着教书，哪有时间回来？不过每次回来的时候，人家小两口又是买鸡又是买酒，酒可大方了。上次他爹说想尝尝天上飞的，儿媳妇儿还说改天去弄只大雁来尝尝鲜呢。上次你说的是去年的事儿了吧？去年怎么了？你别管是去年还是前年，反正这事儿早晚都能兑现。你家呢？你儿媳妇儿能给你弄来大雁吗？他的话音刚落，院墙处突然发出扑通扑通2声重物落地的声音。萧景跑过去查看，眨眼功夫又跑了回来，2只手上还各拎着一只长了毛的东西。他神色激动，边跑边喊：爹娘，你们看，我捡了2只大雁。徐正香和李翠花俩人愣住了，众人也顾不上吃饭了，全都停下了碗筷，哗啦一下将萧景围住。哎呦，快拎过来给我看看！萧景献宝一样的将东西呈上去。萧长河一看，这可不就是大雁吗？没吃过雁肉，但是见过雁飞呀，这毛色，这长相，可不就是天上那摸不着的大雁？老哥，你看，这还真是。他又将大雁递给李正，李正神色肃然，将大雁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发现2只大雁翅膀的位置都带着伤，应该是飞不动了才会从天上掉落下来。可在自家院子里白捡大雁这种事儿，他活了50多岁还是头一次见。长河老弟，这大雁好呀！李正颤抖着手将大雁还给萧长河。我听说有钱人家定亲纳彩的时候都送大雁，寓意一对新人不离不弃，白头到老。如今这一双大雁自己送上门，长河，你家老二这婚事是天作之合呀！是啊是啊，这种事儿我老头子也是第一次见，谁说不是呢？在场众人纷纷点头。娶妃成行，只成烈也；明嫁娶之礼，长幼之有序，不相逾越也。人群中孔夫子的声音响起：大雁人心，最懂长幼有序，礼让谦恭。如此吉兆，依老夫看，此女大吉。孔夫子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村民对他十分敬重。这一番话说完，叶落心在大家心中的形象立刻就变得不一样了。哼，听见没？我这儿媳妇是福星，福星。新房里，叶落心端端正正坐在床边，新房里收拾得很干净，连窗纸都是新换的，床幔特意用的大红色，红色的被褥上面撒着一把花生红枣。院子里说话的声音影影绰绰传进屋里，叶落心竖起耳朵努力分辨，还是不太能听清外面在说什么。他有些紧张，毕竟没谈恋爱就结婚，这属于盲婚哑嫁，他身无分文，卖身契又在人家手上，以后的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房门吱呀一声响了起来，杨凤端着一碗面条走了进来。二弟在外面陪客人喝酒呢，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快，你先把这碗面吃了，垫垫肚子。见叶落心不动，杨凤又把碗往前推了推。你快吃，一会儿该凉了，我去外面看看还有什么要帮忙的。等杨凤走出房间，叶落心小心翼翼地把那碗面端了起来。他拿起筷子，挑起2根面条，放到嘴里慢慢地咀嚼。本还想矜持一下的胃，这下彻底控制不住了。没多一会儿，一碗面条就见了底。他捧起碗，小心翼翼地把已经变得温热的汤一口一口喝掉，连汤底的2根碎面也没有放过。吃完之后，他终于满足地叹谓了一声，好久没有吃得这么畅快过了。前一世他因为身体不好，胃口很差，这一世原主只有爹娘在的时候才能敞开肚子放心大胆的吃饭。可是那些记忆太过久远，久远的像梦一样。既来之则安之。叶落心安慰自己，萧家虽然穷了点，但对自己还不错，以后总能想到赚钱的办法。想着想着，他便靠着床边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房门又响了一声。叶落心想要睁开眼，却觉得眼皮沉重，怎么也睁不开。怎么坐在这里睡？先起来把药喝了再睡吧。听见萧木的声音，叶落心一个机灵就醒了过来。你回来了。他捧起碗，发现药汁已经没那么热了，
就一口气全都喝了下去。刚刚放下碗，萧木就把桌上的红枣推了过来，有些不自然地说：要苦吃这个去苦气。农家人起得都比较早，叶洛心醒来的时候，身边的人已经不见了，床上没有一丝残留的热气，应该是起了很久了。叶洛心赶紧起来穿好衣服，虽然不懂这边的规矩，可是他决定先勤快一点。他跑到院子里，发现厨房里面已经有炊烟升了起来，徐正香和杨凤都在里面忙活。娘，大嫂。叶洛心有些不好意思地站在门口，徐正香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倒是杨凤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这边不用帮忙，你洗漱完就过来帮忙端菜。好。有了流程，叶洛心就不那么无措了。洗漱之后，他就往厨房这边来。你来端这个。杨凤指了指2盘菜，一盘是昨天剩下的席面上的菜，另外一盘是刚炒好的水芹菜。叶洛心端着2盘菜去了堂屋，杨凤和徐正香也紧随其后。男人陆陆续续都走了进来，看样子是早起下田干了一会儿农活。他们洗干净了手脸，往堂屋来。杨凤给每人都盛了一碗糙米粥，大家都不说话，坐下来开始吃饭。叶洛心学着大家的样子，从笸箩里拿了一个馒头，就着稀粥慢慢的吃。昨天吃得好睡得好，今天感觉身体轻便了不少。喝了几口粥，碗里突然多了2块猪肉和1筷子炒芹菜。叶洛心歪了歪头，是萧木给他夹的。萧木没有看他，也没有说话，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喝着碗里的粥。叶洛心有一点高兴，这个男人好像没有看起来那么凶。萧景最先吃完了饭，擦了擦嘴：娘，今天晚上吃大雁吗？昨天捡到的那2只。提到大雁，徐正香有些不自然地看了看叶洛心。本来他觉得叶洛心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可现在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此女大吉。吃什么吃啊？2只大雁贵的嘞，今天让你二哥拿去县城，顺便卖了。吃过饭，萧长河分配了今天的任务，萧松、徐正香还有杨凤跟他一起下地，萧木去衙门改婚书，顺便卖大雁，萧景去学堂。至于叶洛心，暂时留在家里养病。我也能干活。你这个小身板下地能干多少活啊？在家好好养着吧，免得回头病重了还得多花钱。咱们家人手多，不差你一个，听你娘的，在家里养着吧。你留在家里吧，仓房里有晒草药的扁筐，一会儿太阳出来，你把筐都搬到院子里，里面的草药再晒2天就干了。好。我们中午不回来吃饭，你要是饿了就自己热2个馒头吃，厨房缸里有咸菜啊，盖帘下的盆里还有昨天剩下的肉菜，你想吃就热一下。杨凤也嘱咐道。好。没一会儿，家里人全都走了，热闹的院子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太阳还没出来，叶洛心先去厨房把早上用过的碗筷洗了，给他煮的药已经放凉了，他端起药碗几口就喝了个干净。田间路上，萧长河对徐正香说：一会儿老二去把婚书改过来，那洛心丫头可就成了咱家真正的儿媳妇了。这事儿没有回旋余地，你也别再想其他的了。哼，我想什么？我之前就是觉得叶家欺人太甚，咽不下这口气。再说，不是你专门挑的儿媳妇吗？对方说换就换，你就不难受？昨天老二和我说了，让咱们别为难他。我是想给他选个好媳妇儿，可也得尊重他的意思，毕竟他可是……萧长河有半句话没有说出来，徐正香却听明白了。我也不是那不能容人的。再说，昨天夫子不是说了吗？这丫头是有福之人，只要她好好过日子，我没话说。你办事儿，我哪有不放心的？哎，这些年咱们家多亏了你，日子好不容易好过一点，这又欠了20两的外债，少不得还得再紧一紧，争取明年年底前把债都还上。提起外债，徐正香的眉头又皱了起来。哎，20两银子呢，就算卖了秋粮，也顶多能剩下10两。老二家的还得看病抓药，老三还要读书。老二能挖到一些贵点的药材还好说，不然呢，真得勒紧裤腰带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且走着看吧。萧长河安慰老伴，说话间就到了地头，正是农忙季节，村里人早早都来到了地里。和离得近的打过招呼后，萧家几人也不再说话，每人2垄地，闷头就开始干了起来。晌午过后，萧木从县衙赶了回来，他刚进院子，就看见叶洛心正在细心地收拾晾晒的草药，阳光照在他的脸上，被细密的汗珠折射出几点光晕，将两鬓细小的绒毛都映得清楚起来。几颗汗珠慢慢滚到一起，沿着眉梢和脸颊一路向下，顺着白皙的脖颈往更深处流去。萧木忽然觉得今天的太阳太大，晒得人浑身燥热，他有些不自然地咳嗽了2声，然后抬腿继续往里走。叶洛心抬头看见萧木之后，赶紧站起身来：“你回来了。”萧木没有多话，目光倒是盯在叶洛心的手上，没有离开。我是看到川芎里面混着木香，便想着把木香挑出来。你认识草药？不太认识。叶洛心立刻意识到自己漏了破绽，原主不应该认识草药的。小时候娘教过我只记得一点。萧木心中有数，能准确地认出川芎和木香，恐怕不只是认识一点而已。你既然认识，就把木香都挑出来，单独放到一个扁筐里。
你。这次是徐正香帮着晒的草药，把木香和川芎混到了一起。他原本想着等晾干了自己找时间挑出来，现在有了叶落心，他倒是省去了很多麻烦。想到这里，他又不由得多看了叶落心几眼。叶落心低头抬筐，结果动作太猛，他只觉得眼前一黑，就要向前栽倒。萧木赶紧扔掉手中的东西，上前2步将人给接住了。完了，不会摔个大马趴吧？太丢人了！没想到下一刻，他的身子就落到了一个宽大的怀抱中，搂着他的臂膊十分有力，稳健的心跳就停在耳边，让他不自觉地红了脸。眩晕感散去后，叶落心赶紧站了起来，解释道：“我就是蹲得太久了，有些头晕。不着急跳，回屋歇着吧。”叶落心站在原地没有动，萧木看向他，见他盯着地上的自己刚刚扔下的东西，过去将袋子捡了起来，心虚的往身后藏了藏。没什么，都是家里用的。哦，叶落心点头，他刚刚只是看到了一个漂亮的木钗，多看了几眼而已。萧木把东西送进堂屋，转身出来，看见叶落心还站在院子里。我去河边起地龙，你要和我一起去吗？听见这话，叶落心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去！2个人一前一后来到河边，走到萧木下地龙的地方，他让叶落心站在岸边，自己则脱了鞋袜，卷起裤腿走到河中央。他循着记号找到压住地龙绳子的石头，抬起地龙的顶端，很快便将一条用竹篾编成的地龙往岸上拖去。萧木回到岸上，找了一处平地，抬起地龙的中间部分，将地龙口朝下，先头出来了几条巴掌长的小鱼和几只小虾。叶落心赶紧伸手去捡，正捡得高兴，一条又黑又长的鳝鱼像是蛇一样滑了出来，落在地上还不断扭动，吓了叶落心一跳。紧接着2条、3条、4条，等萧木停下动作时，地上已经有了8条胳膊一样长度的大鳝鱼。萧木一时也被今天的收获给惊住了，他从去年开始在河里下地龙，还从来没有捉到过这么长的鳝鱼，更别说一次捉8条了。拿来的竹篓显然不够装，快回家取一个大点的竹篓。好。叶落心心中兴奋，脚步便迈得飞快。萧木低头抓鱼，再抬头时，那个柔柔弱弱的小女人就不见了身影。没多一会儿，他就背着家里的大背篓跑了回来。趁叶落心回去的功夫，萧木已经把鳝鱼又都抓回了地笼。这次他让叶落心扶着背篓，他自己则将地笼的口对准背篓，直接倒了进去。哗啦，一道重物落地的声音响起，8条鳝鱼都滑进背篓，几乎将背篓装了个半满。萧木折了几把野蒿，用蒿梗将背篓的口封住，同时也掩盖住了里面的东西。其余的小鱼小虾则被萧木装进了小竹篓中。他重新下水，安放好地笼，自己背起大背篓，让叶落心拿着小竹篓，2个人满载而归。刚走进院子里，刚好萧长河也带着其他人回来了。看见2个人手里的东西，萧松先开口问道：“起地龙去了，怎么还顺便割了猪草？这种野蒿味太大，猪不吃，不是猪草。”萧木放下背篓：“是好东西啊，什么好东西？”杨凤凑上来看，当他看见萧木拨开野蒿，露出里面的鳝鱼时，忍不住大叫了一声：“我的个亲娘哎！喊什么喊？叫魂呢？娘！哎呀，真是好东西！哎呀，这是从哪里弄的？地笼里起的，就咱们那河里还有这好东西呢。”萧松也凑了上来：“真的是河里抓的，这还有一些小的。”好，鳝鱼可是大补的好东西，这都多少年没吃过了。今天晚上咱们改善改善，吃鳝鱼面。一听说吃鳝鱼面，连萧长河都高兴起来。这个好，你娘做的鳝鱼面那可是一绝。商店好了晚饭，男人们继续去后面的山上干活，女人们则留在家里做饭。不知道是不是受心情影响，叶落心觉得徐正香今天对自己的态度都好了一些。你会拾到鱼吗？徐正香问他。叶落心有些不好意思，他以前也收拾过鱼，但鳝鱼这种滑不溜手的还真没碰过。看他的面色，徐正香就知道他不会，于是挥手道：“那你先去把药熬上，再给缸里添上水，把剩下的鱼放进去养2天。”好。叶落心答应下来。打水的间隙，他看见徐正香拿一把刀把鱼肚子划开，把里面的东西都掏了出来，然后把鱼洗干净，切成几段。鳝鱼很滑，一个个扭曲着身体想要逃跑，但是徐正香动作十分干脆，手起刀落，丝毫不拖泥带水。杨凤在屋里和好了面，出来的时候就看见叶落心正傻站着看切鱼。累了就坐着歇一会儿。嫂子，叶落心有些不好意思，好像自己偷懒被人当场抓到了一样。娘就是怕你尴尬，给你找点活干，没指望你干多少。娘的脾气是大了点，但人可好，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叶落心重重点头，他哪有不明白的？这个家是徐正香做主，如果徐正香不允许，杨凤昨天也不会给自己送面条。这几年年景不好，河里的鱼都被抓得差不多了，萧家也是难得吃一次鳝鱼面。晚上萧景放学回来，循着香味看见了锅里的鳝鱼面，高兴的在原地蹦了2圈，被徐正香拿筷子敲了一下脑袋，这才放下书香去洗手。面条爽滑弹牙，汤汁浓郁鲜香，大家吃的都很尽兴。叶落心被带动着也吃了2碗面条。晚饭过后，叶落心和杨凤一起收拾了桌子，刷了碗，然后回到自己的屋里洗澡。洗完澡出来时，萧木还没有回屋。叶落心坐在桌子旁边擦头发，忽然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个木簪，簪子用淡黄色的木料雕刻而成，簪体光滑，雕工细致，顶端一朵梨花徐
栩栩如生。他觉得有些眼熟，这不就是自己白天在地上看到的那个簪子吗？原来萧木真的是买给自己的。叶洛心轻轻抚摸着花瓣上的纹路，心中又多了几分欣喜。他以前很喜欢汉服，还曾经买了一个柜子专门放置那些配饰，可他现在觉得手中的这根簪子是最漂亮的，因为这是他在这个世界得到的第一份礼物。跃上柳梢时，萧木从外面走了进来，他进门先朝桌子上看了看，见木簪已经被收了起来，就知道叶洛心已经看到了。可萧木不回来，他也不想先睡，便从床头拿了一本《左传》，坐在床边看。听见门响，他立刻放下书站了起来。我就随便看一下。想看就看，不过你竟然识字。萧木比较意外，其实也不认得多少，小时候爹和娘教了我一些，这么多年不看都忘得差不多了。他这也不算撒谎，原主的爹和娘在他小时候确实教过他识字的。听说叶洛心父母离世的时候，他也只有7岁，7岁的孩子，父母已经开始给他启蒙，应该也是打算把他培养成大家闺秀的。只是可惜造化弄人。萧木在心中感叹了一下，看向叶洛心的眼神变得更加温柔。你想看什么书就和我说，老三那里有不少，要是有不懂的还可以让老三教你。听了萧木的话，叶洛心微微点头应下。他现在算半个文盲，有时间是得好好学一下。农家过得都很节俭，平日里不能点灯就尽量不点灯。萧木见叶洛心有些困了，就让他先上床休息，自己则熄了灯，摸黑去洗澡。今天的月亮很大，等到萧木洗完澡出来的时候，月光正好透过窗棂照在床上，流光如雪，衬得叶洛心的侧脸也如同白雪一样晶莹。今天白天，萧木就发现了叶洛心的皮肤很白，如果脸颊和脖颈都这么白的话，那么身上……想到这里，萧木的喉结不觉得滚动了一下。他躺到叶洛心的身边，闻着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若有若无的香味，觉得有些心浮气躁。他身子不好，况且自己还不喜欢他，不能压抑住脑子里的想法。萧木开口对身旁的人说道：“我明天要去山里，估摸着得小半个月能回来。你的药要是吃完了，记得和娘说，让她带你再去医馆看一下。”听说萧木要走，叶洛心倒是不吃惊，他知道萧木是靠跑山谋生活的，一年大概得有半年多的时间都在山上。按理来说，我应该陪你回门之后再走，可是你和叶家的关系已经没有关系了。叶洛心翻了个身，面对着萧木抢答：“他们不是把我卖了？”好，那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叶洛心点头，眼睛亮晶晶的。这一夜，萧木睡得都不太安稳。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的时候，他便起来了。徐正香昨天晚上已经烙了20张饼，又用竹筒装了2个竹筒的咸菜，把这些都和萧木常用的工具装在了一起。娘，我自己来就行了，你再回去睡会儿。山崖陡峭，路上小心些，爬不上去的地方不要勉强。夜里睡觉也警醒着点儿，钱不是一时就能挣得完的。知道了，娘。正准备走的时候，叶洛心也起来了。既然起了，去送送你男人。叶洛心看萧木背后背着竹篓，身上挎着布袋，头上戴着草帽，手里还拿着一根光滑的木棍。路上小心。叶洛心送萧木到门口。我在家等你回来。叶洛心小声道，尽管声音不大，可是萧木听得很清楚。这声回答比刚才更响更坚定。回去吧。说完，萧木头也不回的上了路。虽然是已经走了很多遍的路，可是他觉得今天的路格外平坦，心情也更加舒畅。叶洛心一直站在门口，直到萧木身影消失，才转回头往厨房走。今天也不用你下地，你一会儿吃完饭把鸡和猪都喂一下，然后再把昨天草药拿出来晒一晒。知道了，娘。干完这些，我再去割一筐猪草。叶洛心主动给自己揽活，徐正香听了挺高兴。行，你自己掂量着干，别累到了。我知道了，娘。去田里的路上，徐正香对萧长河说：“老二家的挺懂事，今天早上知道起来送人呢。老二的眼光毒得很，他相中的人应该不会错的。这孩子就是身体弱了点儿，要是搁3年前，保准能很快养过来。现在，萧长河叹了口气，3年前，萧木第一次跑山就挖了一棵何首乌，卖了50多两银子。萧家用这笔银子修了房子，又给老大萧松娶了媳妇儿。本以为这种机缘还多的是，可是3年过去了，萧木再也没挖到那么值钱的东西。嗨，那就慢慢养呗，还能怎么办？现在外债压身，家里的鸡蛋我都舍不得给老三吃，能多卖点钱就多卖点。后天镇上不是有集市吗？听到这个，萧长河突然问：“你去集市上看看，要是有合适的鸡苗，再买2只。咱家现在2只鸡，总共也下不了几个蛋。”我倒是想多养，可是去年那5只都没有活，白瞎了我40文钱。去年和今年又不一样，总不能不养了不是？萧长河拍了板，转眼就到了赶集的这天。早上，徐正香破天荒的没有起太早，而是等太阳露头了才起来。叶洛心在杨凤的帮助下准备了一顿早饭。今天都不下地，你们俩陪我一起去集市上把攒下的鸡蛋卖了，顺便再买几只鸡苗回来。好的，娘。杨凤最喜欢去集市，早上做饭的时候就跟叶洛心念叨了好几次。如今听徐正香一说，便回屋去换衣服。叶洛心没有什么新衣服，只有嫁衣和当初杨凤给的一套衣服。她倒是想把杨凤的衣服还回去，可是实在是没有换洗的，只想着以后日子过好了还杨凤一套新的。市集在10里外的青树镇。
诊。每到这个日子，村口就会有拉脚的牛车。徐正香跟车夫讲了价，3个人一共给5个铜板。集市上十分热闹，周围村子的人只要家里有点存货的，都想拿到集市上换点东西。画好的摊位都会收摊位费，不想交摊位费的，就在外围的路边蹲着，把东西摆出来，也会有人来问价。徐正香他们来的还算早，在路边找了个显眼的位置就蹲了下来。这次一共拿来了40个鸡蛋，按照集市上的价格，2个鸡蛋能卖3文钱，这一筐就能卖60文钱。可一直蹲到晌午，只来了1个主顾，要了10个鸡蛋，篮子里还剩下30个。徐正香有些着急，这30个鸡蛋要是卖不出去，他们还得带回去，半个月后再来，这鸡蛋就不新鲜了。叶洛心也没想到卖个鸡蛋能这么费劲，他本来还想着看看人流量，自己琢磨个合适的小生意做，可他站了半天，发现最大的问题不是人流量，而是乡下人都没有钱，没有钱，有再多的人都没有用。娘，我们要不然换个位置吧。换位置有什么用啊？赶集的人来来往往的，在哪里都一样。我看镇上的人好像都是从西边过来的，有一些人过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提着鸡蛋了，咱们挪到西边去，没准能卖得快一些。徐正香对此并不赞同，可看着篮子里的鸡蛋，他打算死马当做活马医，好歹试一试。3个人往西边一路走过去，快走到头时，正好一个卖菜的农民收拾摊位离开，3人就占了他的位置。没多一会儿，就有一个老太太走过来，看他们筐里的鸡蛋。徐正香连忙招呼着：“大姐，要买鸡蛋吗？咱们这个鸡蛋可新鲜了，都是最近刚下的。多少钱一个？”老太太问。3文钱2个。你给我算便宜点，这些我全要了。全要了。大姐，一看你就是有眼光的，咱们这个鸡蛋可都是老母鸡下的，个顶个的大，有的还是双黄蛋，这个价格已经是最便宜的了。你要是全都要了，我白送你一个，你看行吗？老太太也是相中了筐里的鸡蛋。那你送我2个，我全都买下来。白搭2个鸡蛋有些心疼，可是能一次性卖出去也是好的。徐正香答应下来，数了数，筐里一共30个鸡蛋，送出去2个，那就是28个，2个鸡蛋3文钱，28个那是多少钱呢？一共是40文，给你拿着吧。老太太先算了出来，递了钱就想拿鸡蛋走。大娘，这个数不对。怎么不对了？娘说送你2个鸡蛋，那剩下应该是28个，2个3文钱。我们把这些鸡蛋分成14堆，一堆3文钱，应该是42文钱。对，我儿媳妇说的对，大姐，一共是42文。老太太本来以为他们几个乡下妇人不会算账，能占点便宜就占点便宜，可没想到这个小媳妇算得这么明白，便宜没占着，顿时有些不高兴了。我看你们这些鸡蛋也没有多新鲜，3文钱2个，有些贵了。大娘，您放心，我们也是经常来集市上卖鸡蛋的，东西保证好。大娘，您是有眼光的，要不也不能一眼看住我们的鸡蛋。您看这气度不凡，一定是大户人家吧？其实你们大户人家也不在乎1文2文的，图的就是好吃。您尽管放心，我们的鸡蛋绝对新鲜。老太太被奉承的开心，心中的那点不快也就消失了。行了，42文就42文，你给我装起来吧。杨凤和叶洛心一个一个的把鸡蛋放进去，徐正香也收了铜板，数好了放进荷包里。等到老太太一走，3个人相视一笑，高兴的收了摊。今天收摊早，老二媳妇又帮着追回了2文钱。走，娘给你们2个买油饼吃去。太好了，他来集市上最大的兴趣就是改善伙食。每次徐正香心情好，都能买点好吃的解解馋。有一个卖油饼的大锅正冒着烟，油饼4文钱一个，有脸那么大。徐正香买了一个饼，让老板给切成2半，给2个儿媳妇1人1半。娘，给你先吃。杨凤将油饼递到了徐正香的嘴边，徐正香咬了一大口下去，很香。叶楼仙也把自己的撕下一大块。娘，你吃吧，我不饿，剩下的你们吃吧。 3个人边吃边逛，逛着逛着，走在前面的徐正香脚步忽然停了下来。叶洛心没留神，差点踩上了他的鞋跟。娘，你怎么不走了？他揉了揉被撞的头，向前看去，也立刻知道了原因。对面邹氏带着叶青青正朝这边走过来。徐正香看见邹氏就气不打一处来，可当着叶洛心的面，他不想再说那些难听的话，便扭过头不打算理这娘俩。谁知对面的邹氏却主动凑了上来。哟，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这不是我亲家母吗？还有我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怎么嫁了人连自己的娘都不认识了？这还是叶洛心第一次正式的见邹氏母女二人。叶青青一身绸衣，打扮得像是养尊处优的大小姐。邹氏小个不高，眉间2道深深的竖纹，看样子像是大小姐身边的老妈子。谁是你亲家母啊？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别忘了，成亲那天你女儿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你这是还惦记我宝贝女儿呢呀？我们青青那可是有大福气的，将来是要做官太太，吃香喝辣的，哪能跟你站在街头啃着4文钱一张的油饼？就你们家那落魄货！
能娶到二丫头这种灾星就已经烧高香了。不过我得提醒你，让你家老二上山小心些，别被狼给叼走了。呸！放你娘的狗屁！徐正香双手叉腰，我看你才是嘴上没德，命也贱，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你那德行，还想养出官太太？哼！集市上人来人往，走过路过的听见一耳朵吵架，就都停住脚步，围上来凑个热闹。娘，叶青青使劲扯邹氏的袖子，她那天之所以逃婚，是因为她早就暗中勾搭上了许家的小儿子。许公子出身富贵，又在刻苦读书，将来要是考上了功名，自己可就是货真价实的官家夫人。这么好的前途摆在眼前，她自然不能嫁给萧母去受苦。娘，我们赶紧走吧。哼，你自己没那个本事，倒也不用嫉妒我。要不是我这没良心的女儿嫁到你家，我看你一眼都嫌脏了眼睛。我娘是苏如玉，你不是我娘。一直没有说话的叶洛心突然开口道：“这么多年，这是叶洛心第一次反驳他，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好你个小贱蹄子！这么多年，我供你吃，供你喝，就算是条狗，也养出感情来了。要不是你，我们家早就发达了。转身你就不认人了。我看你不仅是个丧门星，还是个白眼狼。骂完，他就抬起手，准备像以前一样扇叶洛心几个巴掌。徐正香这个人一向护短，自己家的孩子自己怎么打骂都可以，别人动一根手指头都不行。看邹氏抬手，他一把攥住了邹氏的手腕。哼，你敢动一个试试？你是不是忘了，你已经将洛心卖给我家了？现在他是我家人，那还不是你儿子逼的？好好的，我怎么会卖女儿？看周围人都伸长了脖子，看得津津有味。徐正香用力甩掉邹氏的胳膊，把他推了个趔趄，面向周围人道：“大家伙都听听，青天白日的，我们一个破落户，哪来的本事逼迫他们这富贵人家？还不是他家耍无赖，非要把姑娘卖给我。我当初买这个丫头，可是花了50两银子呢。50两？这么贵？这家人还真敢狮子大开口。就是，要我说，就是为了这么多钱吧，那可是50两呢。”叶洛心皮肤雪白，五官精致，特别是一双眼睛明亮干净，不笑的时候眼睫也带着弯弯的弧度，就是身材瘦小，一看就是常年吃不饱饭。这样的姑娘，就算比一般人家的女子漂亮些，在人牙子手里顶多也就卖个10几两，这农户家肯定是吃了亏了。众人的窃窃私语一句一句的传到两人耳朵中。徐正香趁热打铁：“现在这年景，就算是日子过得苦了点，可谁家就舍得卖女儿了？还不是因为不是自己生的，隔着肚皮。原来不是自己生的呀，怪不得会卖呢。大伯娘。”叶洛心对着邹氏突然跪了下来，把众人都看得一愣。大伯娘，你养了我这么大，心儿对您感激不尽，只是这些年心儿吃不饱睡不好，尽心尽力的照顾大伯一家，父亲留下的产业当初也全数交由大伯打理，心儿一分都不带走，这些也算是还了大伯一家的养育之情。如今你们既然将我卖掉，恕心儿以后就不能再伺候在大伯娘左右，求大伯娘手下留情，不要再打我了。面对叶洛心明着感激实际指责的话，邹氏一时找不到反驳的话。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叶记绸缎庄？那可是我这个儿媳妇的亲爹开的铺子。多年前他亲爹亲娘出了事儿，他大伯就接手了人家的铺子和孩子。这么多年过去了，铺子花没了，孩子也被他们两个黑心干的给卖了。哎，要是这孩子的亲娘泉下有知，看见自己的女儿落得这么个下场，还不知道会哭成什么样呢。人心就是这样，在不关乎自己利益的时候，正义感总是比较强。徐正香寥寥几句话就勾出了一副富贵人家托孤，结果亲戚占了钱财又虐待孤女的故事。这家人还真是没良心啊！叶记绸缎庄我也听说过，当初生意很好的，里面的绸缎花样十分好看，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销声匿迹了，原来是出了这样的事儿。这一家人心真黑。就是收了人家那么多钱财，竟然还把人家女儿给卖了，这也太猪狗不如了。你们别听他胡说，这些年要不是我，这丫头早就饿死了。那你到底收没收人家的银子？就是啊，光那个绸缎庄恐怕也得有上千两银子了吧，养个姑娘而已，能花几个钱？这要是把钱给我，我肯定得把姑娘养得溜光水滑的，哪能养得这么瘦？真惨呐！就是啊，你们看他自己家的女儿倒是身材标致，穿的也好，原来用的都是别人的钱，简直是猪狗不如。邹氏本想好好恶心一下徐正香，实在没想到事情是这个走向。叶青青快被他娘给气死了，好好的逛个集市，他娘非得找这不痛快，要是让许公子知道了，肯定会嫌弃自己。想到这里，他也顾不得邹氏了，猛地一转身钻出人群，快步离开了这里。邹氏怕叶青青走远了，也顾不得和徐正香吵架，一转身灰溜溜的逃走了。看见邹氏落荒而逃，徐正香总算是出了胸中那口恶气。杨凤赶紧伸手把叶洛心扶了起来。叶洛心转身问道：“娘，你怎么知道我家以前的事？都是老二打听到讲给我听的，他怕我觉得你是个灾星，特意去打听了这些消息告诉
我。嗨，他也真是的，那个邹氏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连这点事儿都拎不清吗？徐正香说的正义凛然，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对叶洛心态度是转变，是因为成婚当天掉落的那2只大雁。他的话又让叶洛心想起了那个离家多日的男人，已经第12天了。叶洛心突然发现，原来自从他离开，自己一直在默默地算着日子，手里没多少钱。徐正香本来不打算买新衣服的，况且杨凤和叶洛心都是儿媳妇，虽然叶洛心是新婚，但是杨凤这些年一直都很听话，总不能偏了这个或者是相亲了那个。可是刚才邹氏竟然嘲笑他们穿的寒酸，哼，他徐正香就是少吃一口也不能让人小瞧了去。抱着这样的想法，娘，我不用买衣服，家里还有3、4套呢，都没破。娘，我也不用，我说买就买。徐正香的倔脾气也上来了，不过成衣买不起，他带着2个媳妇到了旁边的布庄，布庄里料子花样也很新，不过好看的大多不便宜。老板娘看他们3个挑了半天都没打定主意要买，就知道这是钱不充裕的主顾。她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块淡青色的料子，对徐正香说，客官，要不要看看我这块料子啊？这块料子质量好，颜色也艳丽，就是花样老了点，但是便宜啊，这不到20尺的料子，给我200文就成。200文？徐正香在心里算了一下，200正好是一件成衣的价格，他自己做的话，这些料子做2套衣服还能有剩余，怎么算都划得来。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个料子，已经算是很便宜的了。你要是嫌弃花样老，这样我这里有些碎布头，这一堆算你5文钱，回去拼上点，不就好看了吗？徐正香看了看所谓的碎布头，其实都有巴掌那么宽，回去那个鞋底子是足够用的。那我就只要这些吧，这些碎布头可拼不成一件衣服。没事儿，我买来有别的用处。徐正香最后拍了板，老板娘脸色不那么好看了，大单的生意没有做成，最后就卖了点破布。不过苍蝇腿也是肉，能卖5文是5文。他把碎布头装到一起，全都卖给了这3个人。徐正香拎着老板娘给装好的布料，又带着2个儿媳妇去买了8只鸡苗和1小袋糙米，就坐着车往回赶。哎呀，衣服没钱买，可一人给那个鞋底子还是不成问题的。这堆碎布里头有不少好料子，可以弄2双好看的鞋面。今天运气还真不错。回去的路上，徐正香想，只是他没想到家里这会儿有更好的消息在等着他。他们3个回了家，叶洛心一眼就发现院子里多了东西。是萧木回来了吗？等走进堂屋一看，果不其然，不仅萧木回来了，就连萧松和萧长河都在屋里。他们3个正围在一起，不知道在看什么。你们3个干什么呢？围在一起叽叽咕咕，神神秘秘，是不是老二又得了什么宝贝呀？嘘，什么呀？徐正香很少看见萧长河这副模样，立刻降低了声音，轻手轻脚凑上去看。杨凤也紧随其后，叶洛心不敢上前，就站在门口张望。正好看见萧木抬起头，眼中含着笑意，比平时清冷的面容不知道生动了多少。过来。叶洛心轻抬脚步，怀着满满的好奇走了过去。等他走近，你看，他低下头，就见竹篓里铺了厚厚的苔藓，苔藓上面一颗比指头粗的类似人形的植物躺在那里，他身子白白的，头上顶着几片绿叶。哎呀，这是人参呐！到底是徐正香见识多，一眼就看出了那个人形植物是什么。人参。叶洛心不由得又多看了几眼，以前在书本上倒是经常见到，也吃过切片的、打粉的，还有晒干装在盒子里的，这还是第一次见这么鲜活的。哎呀，这玩意儿老值钱了吧？杨凤瞪大了眼睛。以前师傅挖到了差不多大小的，卖了50两银子。那这个岂不是也……杨凤捂住嘴巴，没有继续说下去。不止这一颗，下面还有一颗。萧木说着，翻开一层苔藓，下面竟然还躺着一颗差不多大小的人参。老头子，哎呀，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娘，是真的，真是人参！快闭嘴，小点声。对，小声点，不能让别人听到。快把这背篓放到仓房里锁起来。话音刚落，他又改了主意。不行，放在仓房里我也不放心，这玩意儿就得摆在我眼前才行。行了，别瞎忙活了，就拿到我屋墙角里放着，留不了。听见老两口都这么说了，萧木只好把东西拿进了父母的屋里。徐正香要一直盯着人参，最后晚饭还是叶洛心和杨凤做的。今天高兴，萧长河说把之前养着的鳝鱼全都炖了吃，庆祝一下。萧景回来时见自家大门紧闭，里面还上着锁，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使劲的拍门喊人。当他见到那一盆鱼的时候，总算明白了，家里难得吃得这么好，是不能让别人占了便宜去。不过吃饭的时候，萧景总觉得家里的气氛很怪。首先是他那个一向身体强健的娘，竟然说身子不舒服，不想吃饭。然后就是剩下的这些人，他们一个个高兴的好像捡到了宝，特别是大嫂，光捧着一碗糙米饭在那啃，连鳝鱼都没尝一口，也不知道傻乐个什么。
么？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哪有的事，小孩子别问那么多，趁着天还没黑，吃饭了就读书去。不对，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对劲儿，你们肯定有事情瞒着我。萧景今年只有13岁，萧长河怕他沉不住气到外面炫耀，早就和其他人说好了，先不告诉他。所谓财不外露，这种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咱家能有什么大事？快读书去，家里还指望着你考秀才呢。事出反常必有妖，萧景满腹疑惑，可没一个人肯给他解释，只好满腹狐疑的回了屋。晚上，萧长河和徐正香睡不着，还借着月光盯着眼前的竹篓。孩子他爹，有了这2颗参，咱们可就能还上外债了。不光能还上外债，还能攒上一笔。之前你不说要垒个大点的鸡窝吗？这回我给你弄个双层的，养上它10几20只。萧长河看着自己媳妇，也跟着高兴。他爹，之前小荡村的人都说老二媳妇是什么丧门星，可是你看看，自从他进了门，咱家都发生了多少好事了。前些日子的鳝鱼，这都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儿，你说哪有那么巧的？我看孔先生说的没错，咱们这个媳妇就是个福星。萧长河十分赞同自己老伴的说法。我都说了嘛，咱们老二的眼睛最毒，他看上的人那绝对不带差的。那大雁是随便什么地方都掉的吗？肯定不能啊！你等着吧，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听见萧长河这么说，徐正香心中更美了。之前还觉得那50两银子亏了，现在看看简直是赚翻了。早知道这样，再多花50两，他也是愿意的。2个人越聊越高兴，等睡着的时候，都已经是下半夜了。另外一边，萧木和叶洛心的房间里，晚饭后还是叶洛心先洗了澡。等萧木洗完澡出来的时候，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因为没看清，他一下子撞到了墙边的桌角上，哗啦一声响。叶洛心先是吓了一跳，等看到萧木气急败坏的表情，不知道怎么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桌子好硬啊，疼。声音里带着些委屈。撞到哪里了？要不要紧？不知道，就是疼得很，应该没什么事吧。快来，我帮你看一下，到底伤到哪儿了？他上下打量，这里。萧木指着自己的后腰，这儿吗？叶洛心顿了一下，要是胳膊腿受伤了还好说，伤在腰部，想检查萧木就得脱衣服。他从来没有见过男子的身子，这种事情光想着就让人面红耳赤。要不你还是自己看吧，这个地方我看不到。叶洛心安慰自己，自家男人看一眼就看一眼，应该也没什么吧。那你把衣服掀起来，我给你看看。萧木没有迟疑，干脆利落地脱掉上衣，露出了上半身健硕的肌肉。萧木的身体比一般的农家人都要强壮，可是他的身材却很好，宽肩窄腰，背脊挺直，仿佛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连腰间都没有一丝赘肉。叶洛心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又赶紧闭上了眼睛。可萧木那结实的肌肉和健美的轮廓，就仿佛刻进了他脑中一样，挥之不去。好像没什么事。真的没事吗？可我还是觉得很疼，你要不要再仔细看一下？叶洛心不得已睁开眼睛瞄了一眼，又快速闭上。没事。好吧，那我穿上衣服了。听出了萧木语气里的笑意，叶洛心突然意识到他是故意的。他睁开眼睛，你干嘛要故意吓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本来是疼的，可是一看就没那么疼了。叶洛心哪里受过这样的撩拨，脸顿时更红了。行了，睡觉吧，明天卖了参，我带你去抓药。萧木替他解围，叶洛心这才意识到，原来不光是他记着日子，萧木出门在外也一直记着他吃药的日子呢。他的药刚好要吃完了，他也就回来了。分开了10几天，两人之间的距离倒好像是拉近了不少。他们1里1外躺在床上，隔着的距离比之前近了一些。一夜无话。第2天早上，徐正香亲自下厨，做了稠稠的玉米糊糊，里面放了粗盐和青菜叶。吃饱后，萧木背着竹篓，在萧松的陪同下一起去了县城。萧木常年卖草药，早就有熟悉的药铺，他也不到处打听，直接带着2颗参就去了许家药铺。好久都没看见你来了，这次有没有挖到好东西？家里的药材都晒干了，不过刚得的好东西也是有的。萧松把身上背着的药材放了下来，许年是一伙计带着他去过秤检查，自己则一直盯着萧木手中的那个背篓上。萧木把背篓放到桌上，轻轻掀起盖在上面的苔藓，让里面的人参露了一个头。掌柜一看人参头顶的炉头，外面人多眼杂的，你把这个拿着，咱们2个进去看。徐掌柜就带着萧木走进了药铺的里间。许年没用萧木动手，他小心翼翼地把人参拿出来，端详了一下身形，然后仔细数着炉头。不错不错，这颗参看着不太大，却是50多年的老参了。许年摸着山羊胡问萧木，你想要多少钱？我也是第一次挖到这么大的参，许叔说多少就是多少。这参虽不到100年，入药用却也足够了。正好朱府的李掌柜前些日子还问我有没有这等好东西，你也不容易，我就给你60两，你看怎么样？那就按照许叔说的来，不过我下面还有1颗，许叔一起给看看。还有1颗？许年有些吃惊。
你这个小子为什么不早说？这颗人参比上面的还要小一点，看年头也没有第一颗的年头长。徐掌柜把2颗放在一起看了一下，这2颗虽然一大一小，但是形状互补，放到一起倒是可以凑成一对夫妻参，肯定有人喜欢。你小子也是好运气。这样，这颗我也给你凑个整数，给你50两，一共110两。萧木听完喜从心来，这一下子收入110两，能还了外债不说，至少1年之内不愁吃喝了。那就谢谢徐叔了。哎呀，咱们2个客气什么？你记得以后得了好东西，第一往我这里来就行了。那是肯定的。2个人边说边起身，徐年到了外面，让伙计给萧木结账，110两银子，他要了10锭10两的银子，剩下的10两要了一些碎银子和铜板，其他草药卖的1两1000银子也都要了铜板。哥2个也不多说话，背好银子去街上买了1袋米1袋面，又买了一些猪肉，就雇了车往家里走。今天徐正香和萧长河只干了半天的活，就从地里回来了。他们等在家里，迫切的想知道昨天的2颗参能卖多少钱。萧木把10锭银子摆在2人面前，娘，这是卖参的100两银子，20两还债，剩下的你们放好。好。徐正香笑的嘴都合不拢了。剩下的2两银子我就自己留着了。如今萧木成了家，手里自然要存些银子。行，你一下子交这么多钱，娘也都给你记着，你要是想用了再和我要。都交代好了，兄弟2个就各自回屋了。萧木回到房间，便把自己兜里的钱全都掏了出来。他身上没有荷包，银子都塞在怀里，掏出来的时候哗啦啦撒了一床。这么多钱啊！还有100两都给了娘，我特意换了2串铜板给你，用起来也方便。放在我这里啊？叶落心不敢相信。对，放在你这里，我留1-2块碎银子身上就行。可这都是你赚的呀，这不是我的。可是我爹的钱就都是放在娘那里的。叶落心心里一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对呀，她现在是萧木的媳妇呢，媳妇管钱也是应该的。她不再矫情，起身去后屋找了个废弃的坛子，将坛子刷得干干净净，才把这些钱都放了进去。现在没有好的营生，这些钱不用随便乱用，将来也许要靠这些钱翻身的。下午我带你去抓药，这次有钱了，先抓上1个月的，差不多能吃到我下次回来。这么快又要上山了吗？叶落心觉得心里有些空落落的。师傅种的药快成熟了，我得去山上守着，免得被山上的动物给糟蹋了。那这次要走多久？差不多1个月。哦，叶落心心情低落的垂下头，脑子里的一个念头却越来越强烈。萧木说的是去山上守着，而不是四处走。如果守着的话，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和他一起到山上去？土里刨食终归收入有限，以他现在的情况，不了解当地风俗和饮食习惯，没有知根知底的人脉资源，不如去山上看一看，没准儿有意外的收获呢。他觉得这个念头有点荒唐，可越想越觉得可行。抓完药回来，徐正香已经用新买的面烙了饼，还把猪五花煮成色泽鲜润的酱肉。为了吃得尽兴，徐正香又拿出2个鸡蛋与晒干的蘑菇一起打了半锅的蛋花蘑菇汤。萧景放学回来就被家里的伙食吓了一跳。娘，今天怎么吃夹肉饼还有鸡蛋汤？咱家挖到宝了。吃你的饭，饭都堵不住你的嘴。哎呀，快吃，吃完嫂子再给你卷1张饼，多放点肉。见众人一副你别看我什么都不知道的表情，萧景知道自己也问不出来什么，干脆不再好奇，埋头干饭。只要家里能天天吃上这东西，他可以什么都不知道。第2天，萧长河和萧松正常下地，其他人都留在了家里。萧木需要好好休息，吃完了早饭就继续回屋补眠。徐正香则带着2个儿媳妇给他准备上山所需的东西。杨凤知道萧木上山辛苦，给家里交的钱也多，所以平时婆婆偏向着萧木，她从来也不计较。这次走的时间长，得多带点吃的，饼做多了也存不住，就烙上15张，再给他带半袋米半袋面啊，还有衣服，上次穿的那件都刮破了，还得做出2件来。娘，上次剩的料子还有，衣服我来做，还有鞋也得多带1双，山上路滑得准备出来，袜子多带几双。细细的想了一堆东西，徐正香又开始发愁。哎，这次要进山1个多月，以前可从来都没走过这么久。你说他一个大男人，到时候吃饭都成问题。哎呀，我这个心呐，实在是放不下。娘，要不这次我和木狼一起上山吧？那可不行。徐正香被他吓了一跳，立即否决道：哎呀，山路难行，你去了可跟不上男人的脚步。再说那山上豺狼虎豹什么都有，万一遇上了，就你这小身板啊，都不够给人家塞牙缝的。娘，木狼说这次是去山上守着，我和他一起走，就是上山的时候慢了点，等到了地方不就不用到处跑了吗？徐正香愣了一下，是这个理儿。他不会做饭，等饼子吃完了肯定饥一顿饱一顿的，下山的时候指不定饿成什么样呢。我去了还能照顾他一下。这一
一点说到了徐正香的心坎上，他可不就是担心这个。可是叶洛心身体还没养过来，这要是去山上转一圈，亏得更厉害了，那可怎么弄啊？我觉得还是不行，你跟着上山，怕是老二也不会答应。徐正香思来想去，还是没给做这个主。等下午萧木起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件事和萧木说了。萧木也挺意外，叶洛心竟然有这种想法。还是算了，山上风大，夜里也凉，我怕他遭不住。我能行，我从小洗衣做饭，去山上挖野菜、捡蘑菇，也都干过，不是一点苦都吃不得。再说这段时间喝药，我的身体也好多了。看叶洛心清澈的眼神里透着那股倔强又坚定的神情，萧木忽然觉得很有意思。他以前还是小瞧他了。带你去也行，但是说好了，万一觉得苦，可不能哭鼻子。我才不会。被萧木这么一调侃，叶洛心又脸红了起来。徐正香的一颗心也总算落了地。真能行吗？没事，有我呢。事情就这么敲定了下来。想到那深山里可能藏着各种野果、野菜和没被人发现的药材，叶洛心有抑制不住的兴奋。去了山上，发财的机会就多了，一下子多了个人去山上，要准备的东西也多了起来。2个人的衣服、鞋子、袜子，还有吃的用的都要准备。现在多了叶洛心，萧木还打算带上一床被子。看着这么多的东西要买，明天咱们一起去县城。第二天，萧木和家里的3个女人一起去了县城。赶车的刘二看见娘几个，调侃道：萧家嫂子最近是发财了呀，怎么3天2头的往县里跑？小门小户的，哪里来的发财？我家新娶了儿媳妇，还不得置办点东西啊？刘二听了徐正香的话，把目光挪向叶洛心。萧家这个小媳妇倒是比刚来的时候圆润了一些。萧木察觉到了他的目光，立刻上前将人挡在了自己身后。刘二不敢惹萧木，只扬了扬鞭，催着众人上车。萧木这次进城要买的东西不少，山上蛇虫鼠蚁多，他得把驱虫的药给备足了。此外，他还打算买一把新的匕首和一些尖钉。徐正香与他的目标不同，到了县城之后，他们便分开行动。娘3个先是去了布庄买了布，紧接着又去棉花商铺买了一大包棉花。做鞋子用的时间太长，徐正香干脆咬咬牙，给萧木和叶洛心一人买了一双新布鞋，穿的都置办齐了。他又去粮店买了半袋精米和半袋白面。几个人拿着这么多东西走不动，干脆就坐到粮店不远处等着萧木来接。没过多久，萧木就从集市另外一头走了过来。看看，我儿子就算在这清河县城，那都是模样，都是出类拔萃的，都是娘厉害，才生出这么好看的孩子。要是将来我的孩子也能像他二叔这么高就好了。杨凤说完这话，想起自己成婚3年都没有子嗣，又有些难过起来。叶洛心抿着嘴看着萧木的方向，那个男人神情从容，目光坦荡，虽说出身农家，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孤傲姿态，显得那么与众不同。现在这个男人是属于他的，都是娘生的好。那可不。徐正香得意应下，2个儿媳妇都没有发现他眼中闪过的一丝别样的神色。萧木腿长步子大，很快就来到了几个人的身边。东西都买的差不多了，我们去铺子里吃点东西，然后回家。哎呀，花那个钱干嘛？路边随便买2个馒头吃就行。杨凤嘴快地说道。徐正香也没有在外面吃饭的习惯，可他想的比杨凤多。儿子带着新婚的小媳妇儿在外面解解馋，自己这个当娘的也不能驳了儿子的面子。更何况萧木刚刚挣了那么大一笔银子，吃个饭算什么？去吧，带你媳妇儿吃点好的。路边有一家小店，萧木就带着几个人走了进去。小二很热情，连忙将几个人引向一张大桌。客官想吃什么？你这里什么最好吃？客官一看就没来过咱们店里，我们夫妻2个在这开店也有10多年了，主要就是卖的虾仁小馄饨，里面包的是新鲜虾仁，汤头用的是老母鸡吊的清汤，保准你吃了一次还想再吃。虾仁馄饨倒是很合叶洛心的胃口，4个人1人1碗馄饨。萧木又要了2样店里的小菜，菜上的很快，4个人火速吃光了馄饨，又喝光了馄饨汤，2盘小菜却没动几口。老板，把这2个小菜给我装起来带走，另外再多加1份酱牛肉。家里还有3个男人没有吃到，干脆带回去大家一起吃。2份肉菜拿回家，一家人吃得小心翼翼，恨不得咬一口肉能救下半个饼子。别省着了，现在天气热，放到明天没准就坏了。萧景这才把一大块酱牛肉炫到嘴里，眯着眼睛细细品味着。二哥，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肉了。叶洛心看着他那陶醉的样子，心里动了动。做酱肉的话，他也在行的。时间过得飞快，3天后进山的东西全都准备好了，萧木和叶洛心也准备上山了。这天全家都起了个大早，就连一向不起早的萧景都爬起来给哥哥嫂子送行。二哥，嫂子身体不好，你别走太快了，把嫂子给累着。二嫂要是坚持不住，你就先把她送回来，
什么都没有身体重要。小三啊！萧景看着二哥不耐烦的脸，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是把你们先生的啰嗦劲儿学了个10成10。我自己的媳妇儿，我自己会照顾。你回自己屋看书去，读书。我每天都在读书，你们等着吧。明年县试，我肯定能拿到前3甲。行，你要是拿到前3甲，我就给你买你一直都很喜欢的端溪宴。真的？萧景闻言眼前一亮，还是算了。那个砚台有2两银子一个呢，我买很多粮食了，我用别的砚台也是一样的。你要是真能考得好，二哥一定说话算话。说话间，饭吃完了，东西也收拾妥当了。萧木背起大背篓，叶落心背着烙好的大饼和咸菜，在众人的注视下，迎着晨光向山上走去。山上的路确实难走，刚到山脚下的时候还行，越往上走，路就越陡峭，稍不留意就会滑上一跤。太阳还没有照到树林里，树叶上、草丛上的露水都还没干，打在身上很快就湿透了。萧木在前面开路，尽量将伸到路上的树枝扯到一边，让叶落心能好走一些。不过用处不大，走了不到1个时辰，叶落心已经气喘吁吁。正好前面有一块平整的大石板，萧木放下背篓，拿出一个垫子，让叶落心坐到石板上休息。累吗？要是受不住，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不回，再往上走可就不能回头了。我可没那么容易放弃。好，再走上2个时辰就能到落脚的地方。今天我们就在那里休息。山上还有落脚的地方？叶落心有些惊讶，他一直以为跑山人就是走到哪里歇到哪里，随遇而安的。有，我们跑山的一走就是10天半个月，怎么能没有个落脚的地方？不过是临时休息用的，等你到了就知道了。又走了大半天，叶落心果然看到一个在山间矗立的小木屋。这是你准备的？不是，是上一个住客。萧木放下背篓，把东西靠在墙角。上一个住客？叶落心不明白，萧木又接过他手中的东西，安置好，耐心解释道：这是我们跑山人的规矩，大家风里来雨里去的，在山上不安全，所以才建了这么一个木屋，走过路过的跑山人都可进来休息。这里的水和粮食也可以随便用，就是有一点，用过的东西必须及时给补上，所以这里水常年都是满的，那一点粮食也经常换新的。大家上山方便的时候也会带一点锅呀碗啊，慢慢的这里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原来如此啊，一行有一行的门道，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又怎么敢相信这深山里还有这种地方？下一个落脚点太远，今天就睡在这里。萧木说着，将背篓里的防虫药找出来，沿着房子周围撒了一圈，又熟门熟路的找来柴火烧上水。叶落心也不闲着，趁着这个功夫把带来的东西倒腾一些出来。他拿出一把精米下锅，准备熬上2碗粥，又在锅上架个帘子热饼，然后把徐正香给装好的咸菜疙瘩拿出来，切成小块，稍微拌了一下，一顿简单的饭就做好了。明天我们再走上1天，后天差不多就能到了。等到了地方，我给你弄点好吃的解解馋。好。叶落心高兴的点了点头。山上日短，还没等太阳彻底落山，就已经暗了下来。走了1天，2个人都有些累了。山上风凉，你就将就擦一把身子吧，我去外面看一看。叶落心知道他是想化解自己的尴尬，但是他现在有更尴尬的事情要做。等一下，叶落心憋红了脸，我想方便一下，可是外面天黑，我有些害怕。不用怕，我陪你去。可是我……叶落心不知道怎么说，他肯定是希望萧木陪着的。你要是怕，我就离得近一些。不用，你远远站着就好。月黑风高，心中的恐惧战胜了羞涩，他急急忙忙解决完，跑回了屋里。萧木站在门外等他擦完身子，换好了衣服才进屋。刚才我看了一下月亮，明天应该是个好天气。叶落心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干脆背过身去。紧接着他听见一声轻笑，还有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回过头就见萧木已经脱掉了上衣，在用水擦拭上半身。这个男人一定知道自己的身材有多好。萧木擦完，他这才反应过来，立刻转身用被子盖住已经红透的脸。叶落心钻进去后，身上的香味就被蒸腾了出来。萧木掀开被子准备上床的时候，闻到的就是这个味道。他感觉身体里有一股燥热的气息在四处游走。叶落心的身子还是小小的缩成一团，他躺下来，轻轻的靠过去，等手臂终于轻轻贴上叶落心的后背时，原来只要这样轻轻的碰一下，他就会得到满足。叶落心感觉到男人贴了过来，吓得不敢动。虽然成亲以来2个人的关系亲近了不少，可是他心里还是没底。萧木的手一点点向下，等他的大掌抚上叶落心的腿上时，叶落心终于不再装睡。别走了1天的山路，我帮你捏一捏，不然明天会很疼。叶落心感受着他温热的掌心带着不轻不重的力道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不知不觉的竟然睡了过去。第2天2个人没有早起赶路，等太阳升起来了，这才简单的吃了早饭，收拾东西继续出发。还行吗？没问题。萧木没再说什么，第一次爬山难免腰酸腿疼，没有个10天半个月休息不过来。他专挑平缓一些的地方走，有的时候山路太陡峭，还特意绕远了一些。这一绕远，虽说路是走得多了一些，却也有了意外的收获。就在他们转过一个不起眼的大松树的时候，一只兔子不知道怎么了，从远处玩命一样的奔过来，砰的一声就撞在了树干上，倒在了距离2个人不到2米远的地方。萧木进山这么多次，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他走过去将兔子捡起来，已经断气了，便装进了背篓里。山上的兔子也不全都这么傻，这种我也是第一次见。叶落心点了点头，兔子要是都这么玩，那恐怕早800年前就绝
肿了。两个人继续前进，晌午过后，他们终于到了第二个落脚的地方。这里比之前偏远，房子建造的就更简陋了一些。叶洛心照旧点火煮粥，热了饼。萧木则带着兔子去了河边，趁着兔肉还新鲜，他要把兔皮剥下来。完整的兔皮晾干了之后，可以拿来换钱，就算不卖，自己做个皮褥子或者皮袄也是可以的。萧木动作麻利，等叶洛心做好了饭，从屋里走出来时，就见他已经生好了火，把兔子架在火上烤。豆豆，把盐给我拿一些。萧木突然喊他的名字，叶洛心从没被人叫得这么亲切，有些不好意思，赶紧去屋里拿了盐，然后他就搬了一块木墩子坐在旁边，看萧木一边烤一边往上面涂盐，拿出锋利的匕首将烤熟的肉切一片下来，递到叶洛心嘴边。尝尝。叶洛心张开嘴，小心地咬住。水。萧木吓了一跳，赶紧进屋盛了一碗水，看着叶洛心灌下去。很难吃吗？萧木自己切下一块放进口中，立刻知道了叶洛心为什么不说话，实在是太咸了。我真没想到会这么咸，我以前舍不得放太多盐，想着今天多放一些会好吃。他有些语无伦次的解释。没事，放到粥里还是可以吃的。叶洛心轻轻一笑，安慰他。这个男人着急解释的样子有些可爱，是怎么回事啊？香喷喷的烤兔肉没有吃成，两个人老老实实回屋喝了粥，吃了饼。不过今天多了一道咸菜，兔肉咸菜也挺不错。晚上洗漱好，萧木照旧给叶洛心捏腿。有了这2天的紧密接触，今天的萧木胆子更大了一些。睡觉的时候，他故意与叶洛心挨得很近，然后借着他翻身的机会，将人轻轻地搂在怀里。怀里人十分柔软，贴得近了，那股淡淡的柑橘香味就一直往鼻子里钻。这个味道，萧木以前只在深山里闻过，想不到自己的小媳妇居然也有这么清新的果香。他一边闻着好闻的味道，一边畅想着未来的生活，很快便进入了梦乡。一夜好眠，第2天，两个人照样收拾了东西往山上走。这一次没有走多久，将近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到了目的地。这个房子比之前2个都要大，甚至有院子，有大门，院子里面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像是世外高手隐居的地方。这里也是你们的歇脚地？不，这里是我师傅原来居住的地方。果然是世外高人。那师傅他老人家在里面吗？他呀，说是有急事，半年前就下山了。叶洛心一边听着萧木说话，一边仔细打量院子里的陈设。房子比较大，一共有2间，是用石头垒起来的。院子里同样铺着青石板，院墙也是用石头垒砌，用红土浇筑过的。看得出来，修建的时候正正经经的花了大力气。萧木把东西搬进去，把粮食全都安置在厨房，然后又走出来，带着叶洛心在院子周围转了一圈。这里白天很安全，如果我不在，你也不要走得太远。迷路的时候，抬头找一下这个红色的标志就能回来。叶洛心抬头看见院子角落里竖着一个很高的杆子，杆子上边绑着一个布条，说是红色，但是现在根本看不出颜色来，应该是矗立在那里很久了。以前师傅在的时候，我1个月来看他老人家1次，现在他下山了，我也很久没来了。你进屋好好歇一下，反正晚上还要接着吃饼，也不急着做饭，我先去打几桶水回来。说完，萧木去角落里拿出水桶。山里安静得很，时不时传来的鸟鸣声就成了这会儿唯一的动静。叶洛心在屋子里转了一圈，这里果然是常年住人的地方。厨房里东西齐全，连调料都有好多。卧室一共有2间，萧木把被子放在了东屋的床上，那西屋就一定是他师傅原来住的地方。萧木总说师傅是个传统的跑山人，在叶洛心心中就把他想象成了身材结实、淳朴能干的老人。但西屋的陈设却做得非常清雅，靠窗的地方摆了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筒之外，还摆着一套茶具。再往里是一张木床，床幔洁白如雪，床上被褥也十分整洁。让叶洛心最意外的是床头挂着一张古琴，谁家真正的跑山人还精通音律啊？看起来萧木的这个师傅并没有那么简单。叶洛心没有进屋查看，东西还没有归置，他得把带来的食物都放好。他进了东屋，把床上的被褥全都换了下来，接着又把新带来的被子和褥子铺到床上。收拾完屋里，他又来到厨房，厨房里的米缸和面缸都有存粮。叶洛心找来了2个盆，把原先的米面全都倒出来，又把新带来的粮食倒了进去。这几天先吃陈粮，新粮还能多放一段时间。除了米面之外，厨房里再也找不到其他的食物了。不知道这位师傅是把菜都吃干净了才走的，还是他原本就不吃菜。还好他们带来的咸菜还剩下半罐多，点着火，先烧一盆水，借着热水把屋子里里外外都擦了一遍，直到窗明几净了，这才满意。然后他又重新给锅里添上水，拿出精米，又拿出唯一的一点地瓜干，全都放到锅里煮。这样煮出来的粥不仅有米的香味，还有地瓜的甜味。粥还没熟，萧木就从外面走了进来，他一只手拎着一只死掉的野鸡，另外一只手上的东西却是树叶包裹的严严实实的，让人看不到是什么。洛洛，看我找了什么好东西回来。萧木神色愉悦，扔掉鸡，
自己从架子上取了个碗下来，就把手中的叶子扣到了碗上。叶落心探过头去看，这才看见碗里有一块白色的东西，白色下面有黄澄澄的液体慢慢流出来。蜂蜜！他惊喜地喊道：是啊，今天运气好，一整个蜂窝都被我摘回来了。叶落心闻言赶紧抬头打量萧木，摘蜂窝可不简单，蜜蜂们报复起来那都是不要命的。萧木虽说身强力壮，叶落心还是在他的额角看到了2个红包。疼不疼啊？不疼。萧木满不在乎，从碗里掰了一小块白色的东西，上面沾满了浓稠的蜂蜜，他将这一块递到叶落心嘴边，快尝尝，甜不甜？叶落心伸出舌尖舔了一下，感觉这蜜甜得他舌尖都麻了。一会儿找个罩子把碗盖住，蜂蜜放得住，可以留着慢慢吃。你吃了吗？我不喜欢吃甜的，都给你留着。尝一块吧，很好吃的。叶落心也从碗里拿起一小块送到萧木的嘴边，2个人一起嚼着，然后相视一笑。这一笑间，不光扫走了连日的疲劳，也扫走了2个人之间还剩下的为数不多的陌生感。之前下的套里面没有捕到什么，只有一只野鸡，虽然不大，也够我们2个吃了。叶落心早就看到了，这个怎么吃啊？我只会做烤的，你若不想吃烤的，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昨天刚刚烤吐的惨状还历历在目，今天我们吃个不一样的，你把鸡收拾干净，然后生一堆火，剩下的我来做。好。萧木很高兴，媳妇都敢使唤自己了，说明他和自己的关系更近了一点。叶落心去院子外面的座树上摘了几片大叶子回屋洗净，又在厨房的调料罐子里挑挑拣拣，选了能用的调料，用酱油汁把调料调匀，然后来到外面，看见萧木已经洗完鸡回来了。萧木生火，叶落心就用一把小刷子将刚才调好的酱汁均匀地涂抹在了鸡皮和肚子里。涂好了之后，他用叶子将鸡包裹住，然后用草扎紧。这时候萧木的火已经生好了，接下去就不用管了，等这些柴烧光，下面的鸡就熟了。萧木恍然大悟，他在外面这么多年还真没有想过，原来鸡还可以这么做。这样做出来的鸡比较嫩，以后你自己出来的话也可以试试这么吃。萧木搓搓手，让叶落心去屋子里面休息，自己则趁着这会儿功夫把院子的柴又劈出来一些。你说的望风河就是院子后面的这棵树吗？叶落心来到这里之后，就一直在留意着萧木说过要守着的东西是什么，看了一大圈，也就这一棵树看起来像点样子，上面结着2个莲藕状的果实，看起来快成熟了。是，望风河十分难成活，而且必须长在溪旁林中。师傅说他也是走遍了大梁的山川，才好不容易在这里找到这么一株。正常一棵望风河10年开花，在10年结果，还好师傅找到这里的时候只剩8年的时间。叶落心的记忆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物种存在，估计是繁殖不易，后世早已绝种。那这果实一定很贵重吧？据说是一味药材，师傅要用这药救一个人。果然不是一般的东西。既然这样，他们2个就要在山上守到果实彻底成熟了才能走，怪不得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带来的粮食不多，若是只吃这些，太单一不说，每天还要算计着，不然到最后可能会断粮。叶落心可不打算这么干，他想好好开发一下附近的美食。明天我和你一起出去转转吧，看附近有没有野菜，我们带来的咸菜也没多少了。好，这个萧木赞同。叶落心身体不好，当然不能一直吃咸菜，附近虽然危险，不过有他在身边自然是没事的。又过了一会儿，火堆的光亮渐渐灭了下去，萧木拨开火堆，用木棍拨开浮面的土，把裹着鸡肉的柞树叶子拿了出来。他打开树叶，鸡肉的香味立刻从里面飘散了出来，直往鼻子里钻。萧木洗干净手，先把鸡腿、鸡翅膀卸下来，又把鸡身上的肉一块一块撕下来。先吃这个。他递了一个鸡腿给叶落心，鸡肉很鲜又很嫩，咬上一口，肉里面的汁液就流了出来，鲜美无比。好吃。他点着头示意萧木，快尝尝。野鸡体型不大，叶落心吃了一个鸡腿之后，又啃了半个翅膀，剩下的全都被萧木吃得干干净净。吃到后面，叶落心干脆盛了粥出来，2个人围着快灭掉的火堆，吃了一顿舒心的晚饭。晚风微凉，吹走了一日的燥热，树影摇晃，摇碎了点点星光。第二天，叶落心刚睁开眼，萧木就已经不见了。他起身走到外面，看见萧木围着院墙挖了一条小沟，小沟不深，这会儿已经快挖完了。这是要做什么？把防虫蛇的药埋上。萧木直起身，擦了一把头上的汗。夏天虫蛇多，埋了药它们就
就不敢进来了。叶洛心从房间找来药，按照萧木的提示，把药均匀地撒在沟里。萧木又把土重新埋回去。这次药埋得足，挺到冬天没问题。叶洛心点了点头，这样他就不用担心白天自己在家有大蛇爬进来了。你不是说要采一些野菜吗？那边山泉边上好像长了很多野芹菜，一会儿我去放地笼，你和我一起去吧。好。简单吃过早饭，两个人就收拾东西去了萧木说的山泉边。他们这个位置选得好，窝风的平地，不怕山林里的大风，离水源也不远，走个10分钟左右就到了。你看那里，萧木指着绿油油一片的野芹菜，这里芹菜不少，你就在这边摘，我往上走一走，去下地笼子。好。不用萧木说，叶洛心看着又肥又嫩的野芹菜已经挪不动步了。山里没人，野芹菜长得又高又大，叶洛心掐了一根，竟然还很嫩，这么一大片，摘不完，根本摘不完。他抬头看向远处，发现萧木也正在回头往后看。这一会儿他已经走出了几十米，看起来好像不太放心，回头查看叶洛心的情况。叶洛心朝他挥了挥手，萧木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抬起手也僵硬地摇了摇回应。怀着满心欢喜，叶洛心继续采他的野菜。除了野芹菜，西边还长着一些别的能吃的菜，灯笼花、山蕨菜。采到一颗灯笼花的时候，花的枝叶有一部分伸到水中，叶洛心轻轻一拽，一只透明的河虾竟随着枝叶一起被拉了出来。被惊扰的大虾十分愤怒，挥舞着大夹子，咔嚓咔嚓的向叶洛心示威。还有这好东西啊！叶洛心眼睛一亮，伸出2根手指捏住大虾后背，让他有力气没地方使。大虾使劲用虾尾拍打着腹部，看起来十分可怜。可叶洛心脑中闪过的是麻辣、清蒸、蒜蓉、白灼10多种虾的吃法。这会儿他也没心情抓什么野菜了，伸手拨开岸边的水草，能看到一只只河虾在水底悠闲的觅食。哎呀，本来你们可以无忧无虑长大的，结果遇到我，只能怪你们命不好了。他脱掉鞋袜，慢慢踏入水中，然后伸出手，稳准狠的将一只又一只大虾放入背篓之中。萧木下完地笼，再回身看的时候，半天都没有捕捉到人影，他吓得一个机灵，忙大步下山来查看。洛洛，你在哪儿？叶洛心抓虾抓得正起劲儿，听见萧木的声音，连忙起身招手。我在这里。萧木那颗砰砰乱跳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但走路的速度却一点都没有减慢。你怎么下水了？山泉多凉啊！还行。叶洛心伸出手，摇晃着刚刚抓到的2只虾。你看我抓到了什么？大虾还在他的手中使劲挣扎，可叶洛心毫不手软，准确地将它们投入背篓中。今天晚上我请你吃虾。这还是他到这个世界以后第一次自己找到食物，满足感让他笑得格外明媚。家里有捕虾的我。萧木本来想说，可是看叶洛心这么高兴，他也脱下鞋袜和叶洛心一起徒手抓了起来。不过抓着抓着，他就察觉出了不对。以前在山下下地笼的时候，偶尔也会捕到这种虾。这红须虾肉质爽脆，味道鲜甜，唯一的缺点就是数量少。可这会儿也不知道怎么了，整条小溪的虾就像受到了召唤一般，前赴后继的往这边奔来。一会儿一个不说，还个个都有手指那么长，难道是被什么吸引过来的？他抬头看了一眼叶洛心，见他沉浸在抓虾里无法自拔，又摇摇头笑了。哼，管他呢，反正晚上有虾吃了。昨天晚上洛洛做的烧鸡就很好吃，今天的虾不知道又会做成什么新花样。叶洛心没有让他失望，他充分利用了厨房里的调料，用干辣椒和麻椒炒了一盘香辣虾，虾肉弹牙，外面裹着一层刺激的辣劲儿，吃的萧木不停的嘶哈。好吃吗？好吃，就是有些辣。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那慢点吃，剩下的那些明天做成不辣的。好。萧木点点头，他自问活了20年，还从来没有这么贪过口腹之欲。以前在家中都是有什么吃什么。对了，师傅有好东西，我找来给你尝尝。萧木说着擦了手，出去半天之后，兴冲冲抱回一个小坛子，还有2个瓷碗。是什么？桃花醉，师傅亲手酿的。说话间，他拍开坛子上封着的泥，掀开坛子盖，一道粉红色的液体随着他的动作倾泻而出，一时间酒香四溢。我不太会喝酒。叶洛心看着碗里的酒，是甜的，你尝尝。在萧木的注视下，叶洛心端起碗，小小的品尝了一口，果然入口甘甜，回味还带着桃花香。好不好喝？叶洛心点点头，随即又喝了一口。以前身体不好，他从来没敢尝试过喝酒，没想到这山里的桃花酿竟然是这般滋味。没多一会儿，他就觉得头有些晕，两颊也浮现了红晕，看他有些醉了。原来你是半杯倒，下次少给你倒一些。谁说我倒了？醉意让叶洛心的话语里不自觉带上了撒娇的意味。他伸手抢过萧木手中的碗，仰着头将剩下的酒一饮而尽。这哪里是酒，明明就是饮料，我才不会喝醉。
什么是饮料？就是甜甜的水啊，我最喜欢喝甜甜的饮料了，特别是夏天，一杯气泡水加上冰块，再加上半片柠檬，简直太爽了。萧木不太能理解他说的那种冰爽气泡水是什么，不过看叶洛心的样子，一定是非常好喝的。你要是喜欢，等下山了我就给你买。他哄着人，单手扶着他去床上休息。喝了酒的叶洛心和平时的样子完全不同，胆子也大了很多。他一屁股坐到床上，不肯躺下休息，反倒是拉着萧木的手盯着他看。你知道吗？我一开始还挺怕你的，我怕你脾气不好，因为自己吃了亏，一巴掌拍死我。可是时间长了，觉得你这个人还挺不错的，长得好看，能赚钱，能吃苦，还知道为别人着想。猝不及防的，他开始倒斗一般，把心里的那点秘密全都说了出来。说完了，还看着萧木嘿嘿的傻笑。他实在没想到，几口酒就能让叶洛心这么大胆，便饶有兴趣的坐下来，听他接下来还要说什么。还有你到底是不是男人？怎么了？萧木懵了。你是对我这个媳妇不满意吗？没有的话，就是你对我很满意了。可是你从来都没有碰过我，为什么呢？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不是吗？我们都成亲这么久了，你一次都没有碰过我，也没有亲亲和抱抱，我觉得你应该不喜欢我。这是叶洛心比较在乎的。虽然成亲了，他还是想和两情相悦的人过日子。不过萧木要是真的不喜欢他也没什么，他现在是新手期，等时机成熟了，他赚到钱成为女富豪，还可以出去寻找新的生活。萧木自然不知道叶洛心心里的想法，在他看来，眼前这个小女人因为自己没有碰她，现在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你真的想试试我行不行？他双手搭在叶洛心的肩膀上，仿佛他只要点头，他就会直接推倒。叶洛心没有回答他的话，反倒是盯着萧木的眼睛，猝不及防的在他的唇上啄了一口，蜻蜓点水，一触即分。嗡的一声，萧木只觉得心神俱震，脑子里最后的一根弦崩断了。洛洛，你这是要我的命！他立刻俯下身去，用力加深了这个吻。两个人都没有经验，这个吻有些兵荒马乱。等一下，你刚刚喝了酒，现在是清醒的吗？明天起来会不会后悔？萧木被气笑了，这个女人到底在想什么？真该早点让她见识见识自己的本事，就是希望她不要后悔。他正准备更进一步，我想洗澡，今天还没有洗澡。萧木这下是彻底没脾气了。原来那个唯唯诺诺的小女人一定是装的，否则她怎么喝了酒胆子就变得这么大？做完晚饭后，锅里一直热着水。这会儿叶洛心要洗澡，萧木就去拿出浴桶，把水温调好。叶洛心把萧木赶了出去，自己舒舒服服地坐在浴桶里，脸色比之前更红了，心中却有些小雀跃。萧木是喜欢自己的，他真的喜欢自己。这一晚，萧木觉得自己半辈子的耐心都耗费光了。他在屋子外面等了半天，发现里面没动静。再进去的时候，那个女人已经睡着了。萧木无奈地叹了口气，见她睡得香甜，干脆将人从水中捞出，送到了床上。经过这一晚，两个人算是彻底地告别了原来的青涩感。只是苦了萧木，满腹的火气无处发泄，只好狠狠地把人拢在自己的怀里，以慰藉心中那点委屈。叶洛心睡得很累，他梦见自己在森林里到处乱晃，一棵大树突然倒下来，将他压在下面，动又动不了，喊也喊不出。直到他睁开眼睛才发现，原来自己被萧木拢在怀里，他那粗壮的胳膊横在自己的小腹上，搂得结结实实，他的脸瞬间就红了。都说醉酒误事，这回他也算是切身体会到了。要不是喝了酒，给他8个胆子，他也不敢对着萧木说他不行啊。他动了动胳膊，尽量轻地挪动身体，谁知下一秒，萧木的眼睛就睁开了。醒了？醒了。看他这副样子，萧木突然勾了勾嘴角。既然醒了，我们先把昨天的账算一算。叶洛心心里一慌，算什么账？我昨天喝多了，我都是胡说八道的。昨天喝多了没关系，今天清醒了就好。话音刚落，萧木就轻身过来，叶洛心还没来得及反应，萧木的大手已经抚了过来，一点不给他反抗的机会。极寒遇炭火，久旱逢甘霖。萧木起初还轻微克制着，可慢慢的，原始欲望被勾起，哪里还控制得住？东方既白，原本勤劳的两个人却没有出现在院中。东边的房间里，床架咯吱作响，久久没有平息，在这寂静的山中小院里不断回响。过了不知多久，萧木起身烧水，又抱着叶洛心进浴桶沐浴。他煮了粥，把昨天剩下的虾煮熟后剥皮，放到粥里一起煮，熬得软糯了，才端到床头喂给叶洛心吃。叶洛心很是疲惫，却也没到需要人伺候的地步。他现在的最大感觉是害羞，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看见萧木忙前忙后，神情又一派泰然。我自己能吃，你去忙吧。中午你再自己吃，这顿我喂你。眼见拧不过萧木，叶洛心只好张开嘴。不过刚才被折腾得很了，他没什么胃口，吃了半碗之后就摆摆手不吃了。你先休息，我去看看。不用担心我，你只管去山上采药，我自己会照顾好自己的。萧木没有说话，转身离开。叶洛心也终于陷入了昏睡之中。再次醒来时，太阳已经偏西，身上的酸痛感终于没那么明显了。叶洛心起身下床，没有看到萧木的身影，却在厨房的小炉子上看到一个砂锅，锅里正鼓鼓地冒着热气。这个小
小炉子原本是他用来熬药的，可现在锅里明显不是药，锅里是煮的奶白色的鱼汤。正在这时，萧木从外面走了进来，他解下身后的背篓，从里面拿出了一捧红色的水果。我刚从山上摘的，很甜。叶洛心接过水果，其实你不用这样的。不是我一定要怎么样，只是既然成亲了，照顾你就是我的责任。叶洛心心里一暖，既然成亲了，夫妻两个就应该互相扶持。我也不是什么娇养的大小姐，明天你去山上采药吧，我也去附近转转，找一些别的食物。萧木点了点头。晚上两个人吃着糙米饭，喝的鱼汤，又炒了一盘野芹菜。当晚两个人上床休息，叶洛心怕他还要再来，看他没有动作，这才放下心来。不过相拥而眠的感觉却很不错。第二天两个人都起得很早，简单收拾了之后，萧木就背着背篓进山了。叶洛心跟着他走到林子边缘，就停住了脚步。我在这里看看有没有菌子或者野果，一会儿我会自己回家的。山上危险，你别走得太远了。萧木叮嘱道。不用萧木嘱咐，叶洛心也不会走远，毕竟这条命来得不容易。叶洛心沿着森林的边缘寻找，没多一会儿，还真让他发现了好东西。几朵牛肝菌就那么恣意地长在树根下，又肥又大。叶洛心高兴地把这几块都收入自己的篮子里。再往周围一看，围着这一圈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牛肝菌。他只顾着低头捡蘑菇，采完了这朵，前边又出现好几朵。丰收的喜悦让人忘记了周围的危险。叶洛心自己都没有注意，自己已经离开森林边缘，越走越深，直到篮子都装满了，他才注意到已经看不到外面的房子了。糟糕，他心下一沉，拔腿就往树林外面走。还没走几步，就听见后面传来了哗啦哗啦的声音，似乎有什么东西跟在身后。是狼还是熊？他本能地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忙收紧篮子，加快脚步向外跑去，恨不得拿出100米冲刺的速度。眼见着就要冲出林子，鞋子里忽然窜出一个人来，一把将叶洛心搂入怀中。救命！露露，别怕，是我。听见熟悉的声音，叶洛心这才抬起头，看见满眼关切的萧木。有野兽追我！他将叶洛心挡在身后，自己则健步上前，从大树后面拎出了一只兔子。兔子浑身雪白，睫毛却是长长的黑色，两只毛茸茸的耳朵被萧木拎在手中，4只脚无助的乱蹬，嘴里还发出吱吱的声音。我当是什么？一只兔子都敢出来吓人了，还真当我会心慈手软吗？说着，萧木就要上手扭断他的脖子。等下！叶洛心看出来吓唬自己的是兔子后，差点跑丢的3魂7魄终于归位了。难得抓到这么活蹦乱跳的兔子，我们把它留下来养吧。是瘦了点儿，那就养肥了再杀。我不是想吃兔肉，留着它还有别的用处。闻言，萧木将兔子倒了手，用另外一只手捏住它的后颈的皮毛，道：既然你喜欢，就暂且留它一条小命，等你不喜欢了再杀。蘑菇被撒了一地，叶洛心蹲下来，重新将蘑菇都捡到筐里。你看，我捡了这么多的蘑菇呢，晚上做一个清炒蘑菇，吃不完的切片晒干，回去给爹和娘也尝一下。好。萧木接过他手中的篮子，另外一手拎着兔子，两人一起下山去了。趁叶洛心做饭的功夫，萧木把兔子五花大绑，然后去山上砍了最粗的竹子，做了一个简易的兔笼，把兔子关在里面。兔子劫后余生，一点逃跑的心思都不敢有，乖乖地窝在笼子的一角。叶洛心这边已经做好了饭菜，一盘油亮亮的炒蘑菇片，一盘炒野芹，一碗用蘑菇碎末熬成的蘑菇酱，2碗糙米饭。蘑菇滑嫩肥厚，蘑菇酱味道鲜香，十分下饭。萧木连吃了3碗。山上危险，明天开始你还是不要自己出门了，下次再来我从山下买只小狗，关键时刻也能防身。今天是被蘑菇迷了眼，明天我会注意的。萧木还是放心不下。你想出去，那就和我一起。行。叶洛心很高兴，有了萧木的陪伴，他就能在山里走得更深了，没准儿还有别的发现。第二天醒来，天气有些阴沉，两个人没有上山，趁着还没下雨，叶洛心提议去河里捉鱼。溪水里养的鱼很是好吃，要是能多抓一些就好了。上次萧木起地笼的时候捉到了3条鱼，本来以为这次也是一样，可到了溪边一看，清澈的溪水里挨得密密麻麻好多鱼。这么多啊！叶洛心睁大了眼睛，萧木也麻了，好像洛洛在场的时候，事情就会变得不正常。黑云压顶，鱼儿们也都将头伸出水面，拼命的呼吸。叶洛心想到一个词，这不就是棒打狍子瓢舀鱼的情景吗？这鱼伸手就能捉到。他兴冲冲的脱鞋下水，谁知没走2步，那些鱼受到惊吓，立刻向四处窜去，眨眼间一条都不剩了，没了。叶洛心丧气的看向萧木，萧木笑了笑，扶着叶洛心上了岸。你先在岸边等着，我把地笼先拿出来。他动作麻利，很快将地笼拖上岸。这次的收获颇丰，里面有10几条银旗鱼，还有20几只红须虾。叶洛心慌手慌脚把鱼和虾捡进背篓里，然后意犹未尽的看着水里。刚刚那些鱼得有几百条吧，要是能都抓起来就好了。这个也简单。萧木看着他，信心满满的说：真的啊？叶洛心不信，水里的鱼游得飞快，就算萧木有些身手，想捉鱼也没那么
么容易。真的，我们先把这些鱼送回家，然后拿工具过来。两个人兴冲冲地往家走，回到院子里没来得及收拾，就拿了2个空的背篓，还有1个盆出门了。你不会是想用盆把鱼盛上来吧？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萧木神秘地笑了笑。出门后，两个人没有去溪边，萧木带着人直接往后山去。喂，是不是走错了？没错，我记得这里有一棵树的。叶洛心满腹狐疑地跟在后面，看着萧木一直走到一片林子前面，才停了下来。哦，就是这个了。萧木指了指一棵并不高大的树，这棵树与其他树木比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树叶椭圆，枝叶间有一串串小花垂下来。见到这棵树的时候，叶洛心终于明白了萧木的打算。洋枫别名马柳树，胡桃科，大乔木，树皮入药能解毒，树叶捣碎了，枝叶可做杀虫剂。把这个叶子摘下来捣碎，可以让鱼昏睡一会儿，你就能抓到了。叶洛心点点头，随后在树的旁边发现了另外一样好东西，一棵八角树。树上的八角已经微微变色，用不了多久就会成熟了。你在看什么？做菜用的调料，想不到这山里还有这好玩意儿。他先摘了一小把，然后又转回头和萧木一起弄马柳枝。两个人一起动手，先是摘了满满一盆树叶，然后又找了2块平整的石头，将树叶放在石头中间，用力的砸，树叶就被捣烂，里面的汁液也流了出来。全部弄好后，两个人一起走向河边。萧木没有急着下药，先是从岸边找来石头，在溪水中间拦了一道，让水流的速度减慢，然后走到上游远一点的地方，开始把盆里的树叶和砸出来的汁液慢慢倒入水中。叶洛心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河面，没过多久，河面慢慢浮起白色的鱼肚皮，慢慢的翻出的鱼肚皮变得越来越多，白花花的，几乎铺满了水面。叶洛心再也等不下去，重新脱鞋跳入水中，伸手就抓到了一条鱼。小鱼只是昏了过去，并没有死，被人抓住的时候还扭着身体挣扎了几下。萧木也已经跳下水来，两个人相互配合，抓起一条一条的鱼就用力的甩到岸边，水面上的鱼才慢慢的不见了踪影。药效时间已过，还没有被抓到的鱼赶紧摆着尾巴逃跑了。够了，再多就拿不回去了。萧木扶着叶洛心上了岸，一看岸边一片银旗鱼在地上蹦跳，简直是掉进了鱼窝里。萧木蹲下捡鱼，2个背篓都装满了，地上还剩下7、8条。萧木抬头看了看天，天已经阴得不像话了，大雨马上就要来。他折了根柳枝，把剩下的鱼穿到一起，递给叶洛心，自己则背起一个背篓，剩下一个用手提着。我们快点走，不然要淋雨了。话音刚落，远处天边忽然闪了一下，一道惊雷在天上劈响，紧跟着黄豆大的雨滴就铺天盖地的砸了下来。两个人拔足狂奔，尽管离得不太远，可当他们到家的时候，早就浑身湿透了。萧木放下背篓，迅速脱下外衣，看叶洛心冻得牙齿打颤，赶紧推他进屋去换衣服。你先把身子擦干，我去烧水，一会儿洗个热水澡。烧柴点火没那么快，等叶洛心坐到热气腾腾的浴桶里面时，嘴唇都已经有些发紫了。他身子太虚，根本受不得寒。萧木放心不下，不肯让他一个人洗，站在桶边，又用手在他的胳膊上、身上轻轻的按摩，加速血液循环。刚刚擦干了，怎么不钻到被子里暖和？就这么傻傻的冻着？我是怕把被子弄脏了，晚上就没办法睡觉了。叶洛心嘴唇颤抖的解释。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缓了过来。好多了，你也来洗一洗吧。自从回家，萧木就一直在忙活，根本没有顾得上自己。你确定？浴桶太小，你还是等我洗完以后再洗吧。萧木嘴角勾了勾。无妨，挨得近一点即可。说着，他也脱了衣服进桶。我洗完了。叶洛心很想跑路，萧木一手揽过他的腰，任凭一抹柔软摩擦着身体。要说第一次的时候紧张多过享受，这一次他才真正觉察到叶洛心的身子到底有多软，滑嫩的肌肤吹弹可破，让他忍不住上去咬了一口。疼！叶洛心娇哼出声，委屈的泪水溢满眼眶。浴桶里地方太过狭窄，转身伸手都不方便。萧木试了几次没有成功，一伸手将叶洛心从水里捞了出来，向床上走去。外面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屋子里面却是另外一番风雨。这一次叶洛心终于得了一点乐趣，酸酸麻麻的感觉一直冲到头顶，让他推人的动作都没了力气。一直到天完全黑了下来，屋子里面的风雨才堪堪停止。叶洛心没了力气，完全不想动。萧木再次起身，燃起已经灭掉的灶火，烧水洗澡。晚上的饭又是萧木做的，他不擅长做菜，但是熬煮的鱼汤却十分好喝的，做了一碗鱼肉疙瘩汤。收拾干净后，他才进屋喊叶洛心起来吃饭。叶洛心本不想动，奈何身子消耗太大，腹中饥饿，这才从床上爬了起来。萧木并没有让他失望，第一口疙瘩汤入口，他就睁大了眼睛，实在是太鲜了。晚上吃完饭，两人又借着火光把捉来的鱼都收拾了出来。第二天是个艳阳天，早饭后，萧木收拾了一下上山用的工具。今天我去深山里找药材，你留在家里把昨天的鱼晾上吧。不用萧木嘱咐，叶洛心也知道今天的鱼必须晒起来，否则容易坏掉。正好昨天摘了八角，叶洛心用盐和八角把鱼肉简单的腌制了一下。萧木走后，他又在院子中间拉了一根绳子，在鱼头中间穿上绳子，把鱼一条一条的吊起来晾晒。绳子承受力有限，吊了一半就已经快绷不住了。叶洛心只好找来扁筐，把剩下的鱼放在扁筐里。收拾妥当后，叶
叶洛心进屋继续打扫，没多一会儿，忽然听到外面传来咕咚一声，有野兽进来了。他慌忙中拿起锅边的饭铲，跑出去查看情况，环视了一圈，也没看见有野兽的动静。低下头，这才发现一只褐色羽毛的大鸟被压在了扁筐之下，原本晒在扁筐里面的鱼干洒出来了一半，只剩下一半还留在筐里。叶洛心气恼，拎着锅铲就冲了过去，一把抓住大鸟的脚，把它倒挂起来。你们一个个的还真是欺负我力气小是吧？想吃鱼不会自己去抓吗？跑到我家里来偷。大鸟哀嚎着挣扎，奋力扇着翅膀。叶洛心这才看清，自己拎着的是一只猫头鹰。猫头鹰的左边眼睛闭着，似乎是受了伤，右边眼睛瞪得圆圆的，显得呆萌可爱。不过此刻他快要拼出老命了，那点可爱也变成了狰狞。看清来者后，叶洛心手上的力道松了松，保护动物呢，不能随便宰杀。这一犹豫间，手上的猫头鹰就已经脱了手，拍着翅膀连蹦带跳。不过他眼神不行，好死不死的正好飞进叶洛心没有关的房门里，房门直通厨房。进了厨房后再也找不到出去的门，他像无头苍蝇一样横冲直撞，直到撞翻了锅盖，一只活蹦乱跳的猫头鹰就被盖进了锅里。叶洛心从外面追进来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猫头鹰嚎叫一声，把自己盖起来了。好家伙，真会玩，直接铁锅炖猫头鹰。这头鹰对自己挺狠呐。晚上萧木回来的时候，叶洛心正在砂锅里煮鱼片粥。大锅里面是什么？你打开看看。萧木怀着一丝好奇掀开锅盖，就见一只羽毛散乱的猫头鹰蹲在里面。你怎么抓的这玩意儿？它有没有抓伤你？没有，它是嘴馋来偷鱼吃，自己把自己扣进锅里了。这只夜猫太瘦了，好像还受伤了，可能没办法觅食，闻着鱼味就过来了。早上那会儿还凶巴巴的鸟耸拉着脑袋，圆圆眼珠里竟还泪汪汪的，配上它本来就呆萌的样子，倒是有几分可爱。我看它有点可怜，不如我们喂养几天，伤好了再放走，如何？萧木点头应下，把猫头鹰扔在地上，拉着叶洛心出去。叶洛心走出房门，就看见原本的兔笼里又多了2只兔子，2只兔子都是黄灰色，比昨天的白兔子还要大上一些。昨天你不是说想要养小兔子吗？今天运气好，又抓了2只，一公一母，这下可以生小兔了。叶洛心看着新来的兔子十分高兴，这下自己的养殖大业又有新进展了。一转头就看见受伤的猫头鹰竟从房间里溜溜达达的走了出来。不准惦记我的兔子，要是敢吃它们，我就抹了你的脖子。吓得猫头鹰小跑着退到墙角缩起来。眼见着威胁见效，叶洛心心情大好，从扁筐里拿出晒着的鱼干，切成小块投喂给猫头鹰。几天后伤养好了，也没有离开的迹象。它好像不想走。我也看出来了。萧木点头，猫头鹰也点了点头。那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吧。叶洛心很是高兴，他前世曾经有一只猫，非常粘人，颜色和这只猫头鹰差不多。猫头鹰也有个猫字，他就当做前世的小伙伴又来陪自己了。那名字就由娘子来定，要不就叫虎子吧。他取了和原来的小猫一样的名字。好。萧木有些迷糊，这夜猫和老虎好像没有半点关系，不过娘子说叫虎子，那就叫做虎子好了。决定养它之后，叶洛心赏了他整整1条鱼，从野鸟晋升为宠物，那地位肯定就不一样了。结果虎子也没让他失望，第2天就给他带来了一个大惊喜。第2天是叶洛心先醒来的，他伸着懒腰出门，左脚刚踏出门口，一声惨叫就打破了早上山林里的宁静。怎么了，洛洛？老鼠啊！萧木看了看躺在地上嘴角流血的老鼠，还有站在一旁歪着头的虎子，显然这东西就是他带回来的。看来是虎子送你。他为什么要送我这玩意儿啊？或许把你当成是自己的亲人了。那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不？我不想做他亲人呀。虎子没明白眼下这个情况，见叶洛心迟迟不肯伸手，就用嘴叼起老鼠，又往他的脚边送了送。叶洛心嗷了一声，退回屋内，啪的一声关上了门。猫头鹰吃了闭门羹，好像明白了什么，他有些失落的低下头，叼起老鼠，拍拍翅膀飞走了。萧木把叶洛心护在身后，重新打开门，见猫头鹰和老鼠都不见了，这才让叶洛心出门来看。他叼走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送我老鼠了？应该是的。萧木也不确定。接下去的几天，萧木上午去山上采药，下午会早一点回来，陪着叶洛心在周围采野菜、捡蘑菇、抓鱼。几天的时间，他们已经攒了2筐鱼干、1筐蘑菇干，还有半罐子虾干。后院空着的缸里也养着几尾活鱼，另外还猎到了2只兔子和10只山鸡。猫头鹰也同样没闲着，这几天他分别给叶洛心送来了1条蛇、半只蝙蝠、2只金龟子和7只甲虫。每一次叶洛心都吓得大叫，直到萧木掐着猫头鹰的脖子警告他，再敢送东西就打折他的腿之后，他才歪着脑袋，瞪着呆萌的大眼睛，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山间的岁月静谧而美好，没有纷争，没有苦恼，日子便如流水一般的过去。萧木算着日子，5天之内望风河就会彻底成熟，到那时候师傅就该回来了。他抽了半天的时间，和叶洛心一起把师傅的房间好好打扫了一番。3天过后，他们没有等来师傅，却等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贼人是半夜跳进院子的，当时2个人早已熟睡，是以2个人都睡得有些沉。不过萧木还是第一时间听到了动静，再来
来人落在院子里的第一时间，他就睁开了眼睛，从床下拿出一把匕首，倾听外面的动静。贼人是奔着望风河来的，轻轻拉开门，闪身而出，然后快速的向后面跑去。什么人？来取药的人？哼，口气不小。我在这里能不能取走，就要看你的本事了。萧木右手伸进怀中，取出事先揣好的匕首，向对面袭去。对面的人也早有准备，右腿后撤一步，身体后仰，躲过了袭击。紧接着一个侧转身袭向萧木的后背。萧木反应极快，一招未了，手中的匕首忽然就转了方向，再次朝着来人的脖颈刺去。他动作干脆，招式更是凌厉，不知不觉间，两人走了50多个来回，竟也未见胜负。来人到底是功力深厚一些，80几个回合后就慢慢占了上风。瞅见萧木的一个漏洞，他正准备偷袭过去，却不知道从哪里飞出一只大鸟，奔着他的眼睛就啄了过来。大鸟又凶，力气又大，还专门找眼睛啄。他格挡几次都未能将鸟打落，干脆不再与萧木纠缠，反倒是奔着大树去摘树上的果子。萧木等的就是这个机会，来人刚一转身，他就从侧面跑去，跑到院子中立着的杆子下面，伸手一拉，一张巨大的网腾空而起，又立刻收紧，将来人兜在了里面。你这是耍阴招，胜之不武。一边挣扎一边高声大喊，阴招对付你这种贼人正好合适。萧木嘴角勾了勾，仔细打量来人的模样，他大概40多岁，身材健硕，脸大如盘，下巴上还留着山羊胡，嘴边一颗凸起的痣。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那逍遥老儿倒是会找地方，找了这么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隐居，怪不得我这些年都找不到他。你到底想要什么？被绑在这绳子里面好难受，不如你把我放下来，没准我高兴了会回答你。既然这么有骨气，那就不为难你了，只要你死了，就没办法威胁到师傅。一看萧木来真的，来人立刻急了，我还没说呢，你怎么就动起手来了？你再问我2句，没准我就招了呀。不必。萧木将匕首进一步推进，刀口舔上皮肤，立刻见了血。住手！住手！我有你师傅的信物。什么信物？萧木闻言停了手。你先把我放下来，我窝在这网里怎么给你拿？拿不出来，那就等能拿出来再说。更深路重，我先回去休息。萧木说完，抬腿便走。好，你等等，我试试看能不能拿出来。费了9牛2虎之力，他终于将怀中的东西取了出来。你师傅说这玩意儿只要你见到就能认识，让你目无尊长，看完之后有你后悔的。萧木伸手接过荷包，打开来看，里面是一枚通体翠绿的玉佩，还有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小木我儿为师失误缠身，特让你于明师叔带我前去取望风河，见到玉佩后可放心将望风河交予他，待为师处理好这边的麻烦再回去看你。确实是师傅的字体。萧木走到木杆边，按下机关，大网哗的一下打开，里面的人反应不及，咚的一声掉在地上。嘿，你这个臭小子，你这是想要我的命！你就这么对你的师叔？师叔小点声，不要吵到我娘子睡觉。你，我爬了2天山，吃不好睡不好，乖师侄，你快给我弄点吃的来，若是吃的好了，我就原谅你刚才的无礼。他哼哧哼哧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想找个台阶下。师叔，天快亮了，要不等天亮后再吃？你若是饿得很了，我给你盛2碗水来。于逍遥那个老家伙就是个没人情味的牛鼻子，没想到把你也养出了这种性子。你说你堂堂一个，你怎么一点悲天悯人情怀都没有？师叔说的哪里话？我一介草民，能吃饱穿暖已是奢望，悲天悯人实在无能为力。两人说话间，房屋的门突然打开，叶洛西从里面走了出来。夫君，可是师傅回来了。不是师傅，是师叔。萧木迎了上去。更深路重，娘子还是莫出门的好。师叔好。叶洛西没有回去，而是微微俯身行礼。好，侄媳妇好。随即他又感叹道：这么漂亮的姑娘，真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师叔说笑了，夫君很好，是我高攀了。你现在是不了解他，等你知道他这个臭脾气了，后悔都来不及。听说渔民饿了，让萧木生了火，用砂锅熬了一锅鱼汤，又在大锅里炒了虾仁、芹菜和麻辣兔肉，蒸了一小盆粒米饭。渔民本来就饿，闻到炒菜香味后，肚子更是咕噜咕噜响个不停。等到饭菜端上桌，他也顾不得别的，一边嚷着烫，一边大口的吃。这兔子肉也太嫩了，辣的恰到好处。这个虾仁也好吃，甚合我心。最好喝的是这个鱼汤，我在京城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鱼汤。侄媳妇儿，你做菜用的什么香料？这个味道很是特别呀。京中翠云楼的厨子恐怕都没你做的好吃。早知道山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就应该早动身，在这里多住些时日。师叔，身上食物有限，你要是常住，我们恐怕就要饿肚子了。看渔民把叶洛心辛苦做的饭菜都吃光，萧木心里很不高兴。他一个外人，凭什么能吃洛洛亲手做的饭？渔民也不是脸厚之人，从怀里掏了掏。这次来得及，也没带什么，我这儿还有3两
2碎银子，要不就当做饭钱。师叔不用了，师叔千里奔波，想来路上也吃了不少苦，这些银子留着您回城的时候吃饭住店用。于明看着叶洛心，真是越发觉得这姑娘顺眼。萧木真是走了狗屎运，都落到如今这个境地了，也娶到了这么知书达理又厨艺精湛的姑娘。也罢，今天就当师叔占了你们的大便宜。若日后你们去京城的话，师叔一定在翠云楼摆上一桌。京城，叶洛心心中一动，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去那么远的地方。吃完饭后，于明就到了师兄的房间休息。第二天，叶洛心醒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见踪影了。师叔呢？带着望风河回去了。这么急？叶洛心有些惊讶，萧木点了点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悲伤。听说那个人快不行了，希望还来得及。山上的任务既然已经完成，萧木和叶洛心就准备收拾东西回家。这一晃也来了山上1个多月，不知道家里现在怎么样了。看着这些日子攒下的东西，两个人都犯了愁。不然就先把腌的兔肉、野鸡还有3只兔子带回家里，其余的等下次我自己来的时候再带走。叶洛心看了一圈，蘑菇干和鱼干就占了3筐。这些日子萧木采的药材也有1大筐，这么多东西，就算是萧木再来一次也带不回去。你不是会编竹筐吗？正好山上的背篓也够用，你把这些背篓都编了盖子盖牢，我们一点点运回去吧。怎么运？后院有一条长绳，就用绳子做索道，我们把东西慢慢滑下去。听到这里，萧木眼睛一亮，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不仅方便，还省下了很多力气。但他还是摇了摇头，这个办法不行。为什么？这样一来，我们在山上停留的时间就会变久，而且深山里面常有野兽出没，我离开你的距离不能超过2米。萧木说的也有道理，两个人权衡了一下，还是决定先带一部分东西回去。临行前的一夜，叶洛心终于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夫君，你的师傅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萧木闻言点了点头。那你……叶洛心不知道该怎么问。这2天他一直在想于明的话，按照于明的意思，萧木将来是会去京城的，而且萧木明显认识师傅要救的人。可萧木不是在青山村长大的吗？他怎么会认识京中的人呢？莫非他不是徐正香亲生的？他觉得自己的脑洞有点大。萧木也察觉到了叶洛心的怀疑。有些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和你说，你只要知道，不管将来怎么样，你永远都是我的夫人。好，既然萧木这么说了，他就不再追问。为了回去的路上不挨饿，他学着上山时的样子，准备了很多吃食。虎子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想着他到底是生活在山中的野禽，叶洛心也没想把他带回家里。等他们离开之后，这只猫头鹰找不到人，应该就会回去过原来的生活了。第二天天刚刚亮，他们就启程了。按照原来的行程，他们依旧是在路上休息2晚。第1晚一切正常，临走时，萧木还特意在小房子里留下了5条鱼干。等到了第2个休息站的时候，却出了点意外。可当天下午他们进入木屋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片狼藉，里面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装米袋子被撕开，装盐的罐子被打碎，就连床铺上铺着的稻草都被弄得一团糟。谁这么坏，到山上来搞破坏？叶洛心看着一片狼藉抱怨：不是人。对，能做出这种事确实不是人。我不是这个意思。萧木知道他误会了，我是说这不是人做的。真的不是人？叶洛心吓了一跳，都说山上有野兽，可是他来了山上这么久，别说野兽了，就连野兽的影子都没见到一个呀。难道这临下山还有让他开眼吗？萧木警惕地把屋内检查了一下，又围着房子转了一圈，都没有发现破坏者的影子，看来已经逃走了。可等他准备生火的时候，又有了新的发现，灶堂里竟然趴着一只白毛黑纹的小老虎。萧木心中一惊，立刻拔出匕首。老虎好像睡得很死，面对危险没有任何反应，死了。萧木这才伸出手，把老虎从灶堂里面拽了出来。老虎大概3个月大，身子已经有2尺多长，它浑身沾满了草木灰，还有一些已经干涸的血迹。他伸手探了探鼻息，呼吸微弱，还是活着的，看样子是受了重伤，流了很多血。要不是锅底的草木灰止血，恐怕早就一命呜呼了。叶洛心听见这边的动静，也走了过来。他看见老虎的时候，先是吓了一跳，继而又惊喜起来。这只老虎长得真好看啊，我们把它养在身边吧。萧木嘴角抽了抽，洛洛的体质好像对林子里的动物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自上山以来，他们养了兔子，养了夜猫，这些也就算了，现在竟然要养老虎。这老虎长大以后，2个洛洛都不够他一顿吃的。这个不能养。不过老虎浑身都是宝，虎皮可以做垫子，虎胆可以入药，虎骨可以泡酒。这只老虎虽然好小，送到徐掌柜那里应该也能卖上好价钱。可是叶洛心看着小老虎毛茸茸的脑袋，有些于心不忍。它长得真的很可爱。你别被它的外表给骗了，老虎毕竟是凶兽。萧木并不松口。就在叶洛心准备放弃之际，白毛老虎仿佛是受到了上天的指点，突然睁开了眼睛。它蓝色的眼睛里泪水盈盈，下弯的眼角里透出满腹委屈。它盯着叶洛心看了几眼，嘴里忽然发出几声呜呜的叫声。这谁顶得住啊？叶洛心的心都快被这个30多斤的猛兽给教化了。他有些费力的从萧木手中接过老虎。这只老虎还小，不能吃人，养1个月，如果它不亲人，你再卖掉它好吗？那就试试，如果它伤人，我一定不会留情。好。叶洛心答应下来。萧木无奈的摇了摇头。小老虎像是听懂了2个人之间的对话，自从
醒来之后就一直趴在叶洛欣的身边，不肯离开半步。晚饭简单的吃了馅饼，叶洛欣还从中拿出了一张分给了小老虎。小老虎多日没有进食，几口就把馅饼吞了下去。叶洛欣无奈，又连着喂了它5个，这才有了吃饱的迹象。晚饭过后，叶洛欣细心的将老虎身上的草木灰洗干净，看到它的腹部和两侧有几道被野兽咬伤的伤口，应该是在兽口下面逃生出来的，伤口基本已经愈合。叶洛欣还是给它擦了金疮药，擦完药后，他乖乖地趴在2个人的脚下，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为了给老虎养伤，他们又在山上多停留了1晚。好在第3天起来，老虎已经恢复了力气，可以自由行走了。现在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回家，就一直跟在我们的后头；如果你不愿意，就自己去山里寻找食物，听懂了吗？小老虎懵懂地眨着蓝色的眼睛，根本不知道叶洛欣在说什么。不过2个人起身之后，他就一直跟在2个人的身后，有时候撒着欢儿地跑到前头，还会停下来等一等。萧木就从没见过如此狗腿的老虎，简直比村里2牛家的旺财还要狗腿。天刚刚擦黑的时候，2个人终于到了家，家里人都已经吃过了晚饭，准备休息了。只有萧景房间里还亮着煤油灯。没多一会儿，萧松披着衣服走了出来。哎呀，你们2个怎么这么晚才到家？快进来！爷娘，老2两口子回来了。很快，萧长河、徐正香都从屋里走了出来，就连杨凤和正在读书的萧景也全都迎了出来。萧松早就接过了叶洛欣背后的背篓，带着他们一起往堂屋里面去。哎呀，胖了，这次你们上山2个人都没有饿肚子。娘，我们在山上吃的还行，你们怎么样？挺好，都挺好，就是太久没有你们的消息，你娘有些担心，这些日子都睡不好觉。娘，有我在呢，我会照顾好他的。是，有儿媳妇在，以后我就不担心了。徐正香也笑了起来。萧景先是兴奋地看着哥哥和嫂嫂，见2人都平安无事，又把注意力放在了他们带回的东西上。哥，笼子里装的什么？是兔子，活的啊？活的？一家人的注意力全都被吸引过去。萧木打开背篓的盖子，3只兔子整整齐齐趴在里面。哎呀，活兔子好呀，卖到饭店里一定能给上高价。这兔子不卖，洛洛说要养起来洛欣是要养啊。娘，兔子好养活，平时只吃草，繁殖的又快。我想着好不容易捉到活的了，我们不如把它们养起来，等到下了小兔子，把小兔子养大再去卖，这样可以多赚一些。哎，好，这个方法好，1只生2只，2只生4只，4只生8只，很快咱们家就能有一群兔子了。杨凤也听得热血沸腾，娘，那能卖好多钱吧？嗨，那当然了，而且这个母兔子还不用咱们花钱买，简直是太划算了。叶洛欣也跟着笑了笑，他确实是打算养兔子，不过并没有徐正香他们那么乐观。养兔子是个技术活，也得好好谋划才行。娘，这次上山还抓到一些野鸡和野兔，不过已经死掉了，不容易存放，就被我腌制一下晒干了。哎呀，这么多！哎呦，这山上果然不是白待的，多住几日就能有这么多的收获。怎么这么香啊？娘，咱家以前腌的那个兔子可没有这个香，是一种香料。叶洛欣说着，从筐底掏出一把茴香。这种香料腌肉能去腥提香，你们闻闻。嫂子你可真厉害，有了这玩意儿，咱家以后做菜就更好吃了。对了，你不是去看药材了吗？你师傅回来把药取走了。一家人都惦记着吃，萧长河到底还是稳重一些，还记着萧木此次最重要的事。取走了，是师傅的熟人给取走的。对了，刚刚进院的时候，我看你们还带了一条狗回来，是在路上捡的狗吗？要是没主的话，家里养一只狗护院也不错。哥，那不是狗，那是一只老虎。老虎！萧木话音刚落，大家全都瞪大了眼睛。二哥，你什么时候有了驯兽的本领？你是不是看错了？老虎那是要吃人的，你捡的该不会是条野狗吧？你哥活了这么大，还能连狗和老虎都分不清？那真的是老虎吗？谁叫老虎听人的话呀？不得已，叶洛欣出门将那只老虎拎了进来，直到看清它身上一道一道褐色的纹路，还有头顶上的王字，大家终于没话说了。弟妹，你不怕吗？你还敢抱老虎啊？不怕，它乖得很，不信你摸摸。叶洛欣说着，往前送了送胳膊。杨凤吓得往萧松身后一缩，声音颤抖：不了。弟妹，要不你还是把它抱远一点吧。叶洛欣这才感受到了别人的害怕，他又看了看其他几个人的脸色，退后几步，将老虎放在了地上。萧长河与这只活的老虎对视了半天，终于缓过神来。这老虎毕竟是凶兽，你们有把握它不会伤人？父亲放心，这老虎受了伤，我们先在家里养伤一段时间，等它的伤好了，我就把它送回山上去。听见萧木这样说，大家才放下心来。好在这老虎也确实是小，没什么攻击力，看它乖乖的依偎在叶洛欣的身边，还时不时的拿头蹭蹭叶洛欣的腿，真像个狗腿子一样，也就不觉得害怕了。萧景胆子最大，适应了一会儿，走上去摸摸老虎的头，见它没什么反应，又大着胆子去老虎的屁股上摸了一把。哥，你们看，我摸老虎的屁股了，我摸它屁股了。咱们青山村，我肯定是第一个摸到老虎屁股的。有本事你等它长大了再摸一
一个试试？萧景瘪了瘪嘴，看得众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哎呀，你看我这么半天了，都没想起来你们还没吃饭呢。等着，我这就去给你们做。说着，他起身去了后屋，从葫芦里面摸出4个鸡蛋，和上面粉，一起弹了4个大大的鸡蛋饼。一顿饭4个鸡蛋，这是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待遇啊！萧景闻见鸡蛋饼的香味儿，不由吞了吞口水。我回屋看书去了，时候不早了，我们也回去了。这次的鸡蛋饼比脸还大，又香又软。叶洛心只吃了半个，另外一半喂了小老虎。老虎从来没吃过这种东西，一开始还只是低头拿鼻子闻闻，直到吃了一小口，尝了味道之后，立刻张开大嘴，把半个饼直接吞了下去。萧木看他吃的太少，又硬塞给他半个，另外一半给了老虎，他自己吃了2张饼。徐正香默默地观察小两口的互动，看见他们2个比上山前亲密了许多，心中高兴，只要他俩感情好，自己抱孙子就指日可待了。你们在山上待了这么久，这次回来就多住一段时日，正好田里的稻子也快要成熟了，老二在家里给帮帮忙。行，等收完了稻子，让哥哥陪我一起去山上，正好把村子那里的食物都取回来。第二天，叶洛心早早起床，看见小老虎依旧趴在门外，3只兔子已经被安排进了笼子里。萧长河一大早就起来盯了一个大笼子。萧木、萧松趁着天气不热去田里干活，看厨房里不用帮忙，叶洛心干脆拿起筐去外面割草。他背着筐刚出院门，就看见邻居家的赵大嫂也从里面走了出来。木根媳妇儿，你这是去割猪草啊？叶洛心点了点头。这不是巧了吗？我也要去，咱俩一起走。赵大嫂非常自来熟，靠近几步。你家木根儿最近是不是弄到好东西了？我怎么总能闻到你家里做菜有肉味呢？也没有总做肉，就是我身体不好，夫君说要给我补补。哎呦，叫的这个亲热，还夫君呢，不像我们都喊当家的。想不到木根儿还是个会疼人的。不过说起来，他疼人的功夫怎么样？厉不厉害？叶洛心哪能想到这里的人这么开放，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正好院子里传来徐正香的声音：洛心，别出去了，回来吃饭。以后出门啊，看着点儿，别和那不三不四的人靠得太近。知道了，娘。叶洛心转头往院子里走。我说萧家婶子，你这是骂谁呢？我可是正经人。徐正香没再理他。叶洛心听见身后传来切的一声，再回头看，就见赵大嫂拧着屁股一步3摇的走远了。以后出门看见那个狐狸精躲远点，别让他的骚味熏着你。哦，叶洛心还想问问为什么，见杨凤朝他眨眼睛，便闭了嘴。吃过早饭，叶洛心特意和杨凤凑在一起洗碗。那个赵婆娘是个能惹事儿的，你以后还是离她远一些。她干什么了？哎呀，说起来也是个可怜人。她家男人去年被她的房子砸断了腿，家里还有一个瞎婆婆和2个半大的孩子，是挺可怜的。哎，开始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娘看她可怜，去年还送了一袋糙米给她。那怎么又成了今天这样呢？你猜怎么着？她来还袋子的时候，趁着娘不在家，竟然想要勾着爹做爹的姘头啊！叶洛心惊掉了下巴。嘘，小声点儿。哎呀，别让娘听到了，否则爹又要倒霉了。爹也没做错啊，不是那个赵娘子的问题吗？嗨，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当初爹睡了1个月的厨房，娘才消气，所以这个事儿谁都不能提，懂了吗？叶洛心回头看了看脸色不太好的徐正香，似乎是明白了。青山村200多户人家，有1半以上都是姓萧。为了抢收成，到了收稻子的时候，村民们都是互相帮忙。萧长河家的田还有一点青，所以时间约在了5天后。这一天开始，他们先帮着李正家和萧大红家收田，帮忙割稻子都是全家一起出动。叶洛心当然也不能闲着，男人们负责割稻子，几个手法熟练的女人负责捆稻子。叶洛心和杨凤还有李正家的小女儿萧朵就跟在后面捡稻穗，并时不时的把散在一边的稻子归到一起。李正媳妇只在成婚那天见过叶洛心，这次再见就觉得这小媳妇已经变了一副模样。怪不得结婚那天都说你家老二媳妇是个小福星，看现在的模样倒是招人喜欢的紧呐。徐正香也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媳妇，什么福星不福星的，只要老实本分的过日子就是好媳妇了。众人正干得起劲儿，一辆马车从村口奔驰而来，到了村里，马车也没有减速的迹象。村子里没人买得起马，能见到马车更是个稀罕事儿。听见声音，田里干活的人全都直起腰来，朝着马车的方向看去。眼看着他在萧长水家门前停了下来。哎，到你嫂子家的，是不是他家儿媳妇和儿子回来了？嗨，回来就回来呗，1年回来一次，回来一次够他吹1年的。李正媳妇的话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回来的果然是李翠花的小儿子和儿媳妇。不过他们没有停留太久，太阳落山之前，马车就离开了青山村。晚饭过后，李翠花就穿着一身土黄色布料的新衣服出现在村子里了。哟，萧大婶子，吃晚饭了呀？吃完了。儿子买的猪肘子酱好，香的不行。这一身新衣服不错呀。儿子给买的，我说我有衣服，他非要给我买，净浪费那钱。哎，你家儿媳妇家里开油铺的，家里有钱着呢，给你买衣服才几个钱？那倒是，我儿子一个秀才，能娶她一个商户之女，他家都得烧高香，可不得对我好点。他得意洋
洋洋的绕过路口，又碰见回家的村民。小大娘遛弯呢，儿子给买的新衣服啊，儿子回来了啊，这衣服好看，那还用说，文人的眼光高着呢。他一直在村子里转悠，直到天色暗到对面看不清人了，这才往家走。走到肖长河家门口，看见院子里还闪着火光，围着几个人。你们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呢？今天正帮家里收稻子，忙得晚了点，刚吃完饭。嫂子吃了吗？瞅瞅你们这日子过的，忙了一天就吃这玩意儿啊！他指了指炉子上面烘着的红薯，撇了撇嘴，这红薯是今年新下来的，不好吃，就不给大嫂尝了。徐正香从炉子上面拿下来2个，拍了拍灰，递给2个儿媳妇。李翠花见状，切了一声：“谁稀罕这玩意儿？我儿子这次回来带了一份酱猪肘，那酱猪肘可是徐记酒楼的招牌菜，要半2银子一份，一般人可吃不起。”大嫂，你吃了什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又不分给我们吃，告诉我们干什么？你这个人就是小气，是不是看我穿的新衣服，又吃的酱猪肘，所以心里嫉妒啊？这都是命，谁让你儿子读书不行呢？他虽然只生了肖俊这1个儿子，但是1个儿子顶徐正香3个，这是他最骄傲的地方。正准备再挖苦徐正香几句，院子角落突然跑出来一条狗，火光之下，嗷呜一声就咬上了他的新裤子。李翠花吓了一跳，你们也不管管，这狗是想造反啊！元宝回来！小家伙听见喊声，乖乖回到了叶洛心的脚边。狗仗人势的东西，下次再咬我，看我不剥了你的皮！说完这番话，李翠花赶紧朝着外面走去。萧景看了看大伯娘的背影，又看了看娘的脸色。娘，等我考上秀才了，我天天给你买徐记的酱猪肘。你好好读书就行，考上了秀才，再接着考举人。娘不爱吃什么酱猪肘。萧景心中默了默，谁不爱吃肉啊？那肘子听起来就很好吃，等有钱了，他一定买了给娘吃。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全在田里忙活。小老虎养在叶洛心和萧木的房间里，很是乖顺，从来不到处乱跑。到了第5天，终于轮到自己家的稻子了。这天，他们全都起很早，虽然连干了4天活，大家都已经累得腰酸背痛了，可一想到新粮食下来，马上就能吃到香喷喷的新米了，一个个还是干劲十足。自己家的不同于帮忙，白天割稻子，晚上还得抽出一些时间把稻穗撸下来，这是个费手的活儿。稻子在田里已经晒得半干，所以这东西十分扎手，用手撸的话，用不了几下就会被扎出血。萧家人按照往年的方法，第1个晚上他们干到很晚，也才拖出10多斤的稻谷。今年预计收成有800-900斤，等割完田里的稻子，光是脱粒就得半个月的时间。今年咱们家收的本来就晚，这活儿啊得抓紧点干，趁着天气好，把稻子全都晒干，万一下起雨来就不好弄了。俺家人多，还都能干活，用不了多久的，你也别太着急。晚上洗漱好后，叶洛心觉得自己的身子就像是散了架，脱力的时候虽说是用了新办法，手上还是被磨出了几个血泡。一想接下去的半个月都要这么干，他顿时觉得乡下的生活也没那么值得向往了。萧木心疼媳妇，自己手上也出了血，还是先给叶洛心涂药。你明天少干一点吧，我哆嗦点就行了。那怎么行？大嫂他们都干着活呢，我也不能少干。这种脱力的方法又慢又累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还有什么好办法？我想想吧。说完这句话后，叶洛心便沉沉睡去了。不过梦里他也没闲着，脑子里一直都在回想着自己曾经在书上看到过的简易脱力机的构造。第2天醒来的时候，脱力机的模样已经在他的脑子里面成型了，怕忙起来会忘掉，他第一时间磨了墨，打算画出一幅简易的构造图。可他忽略了一件事儿，毛笔远没有铅笔和钢笔用起来那么简单，画不了几笔，一团墨滴下来就把一张纸全都弄脏了。换一张纸后，笔尖一会儿粗一会儿细，一张图下来根本看不出画的是什么。正在犯愁的时候，萧木从外面走了进来。英子这是干什么？快快，你来帮我画。昨天夜里有个白胡子老头托梦给我，告诉了我个可以给倒过力的器具，有了这个东西，咱们能省下很多力气。画画我不行，等着我喊人。说着他走出门，没一会儿萧景就屁颠屁颠的跑进来了。嫂子，你叫我。我想画一个东西，需要你帮忙。叶洛心说着就把自己脑中所想的图纸一点一点描述出来。萧景很聪明，听叶洛心说完就开始在纸上画。这里还有一个脚踩的东西，对，是和上面连起来的，最好后面再弄一个挡板。在叶洛心的指挥下，萧景很快就把脱力机画了出来。其实叶洛心说到一半的时候，萧景已经大概明白了他心中所想，所以2个人配合的十分默契。真厉害，还得是读书人。萧景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他挠了挠头。嫂子，这个东西要是做出来，可就解决大问题了。你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叶洛心想了想，可能是昨天太累了，在梦里抱怨了几句，就有个神仙来指点我了。真的吗？我之前在梦里抱怨过很多次四书太难背，怎么都没有神仙来指点我呀？可能读书这种事还得靠自己吧。早饭过后，大家照样去田里
里收稻子。做脱粒机的事情要等稻子全部割回来后才有时间研究。今天差不多就能把大片的地收完，剩下零碎的地就由萧木和萧松两个收尾。活干到一半的时候，萧景也来到田里来了，他脸色不太好。你不在学堂读书，跑回来干什么？夫子病了，我们今天放假。孔夫子病了，大家都吃了一惊。知道是什么病吗？这我怎么知道？上着课突然就晕倒了，李正说要送到县城医馆去。我本来想跟着一起去，可是牛车跑得太快，我追不上，就只能回来了。你也别太担心了，等一起去的人回来了，就能有消息了。收完了稻子，萧家人没有急着脱粒，萧长河带着萧景就去了李正家里。李正媳妇见有人来了，赶紧迎了出来。嫂子，李正大哥回来了吗？还没有呢。李正媳妇也是一脸愁容。哎呀，按理说也该回来了，怎么这么久了都没消息呢？几个人只好坐在院子里等，直到月上柳梢之后，外面才传来了说话的声音。听见李正的声音，院子里的人全都站了起来。李正走了进来。夫子如何了？李正摇了摇头，还没醒。医馆大夫说他是忧思过度导致的气血瘀滞，需要静养一段时间。怎会如此？萧长河愣在原地。青山村并不算富裕，村里本来没钱修学堂请先生。10年前，这位孔夫子路过青山村，说是看好了这里的风水，便带着哑奴住了下来。他不要束修，只要村里管吃管住就行。青山村的村民们没有太高的要求，自家的孩子只要能认几个字，会写个名字，就算是学成了。算起来，真真正正在夫子手下求学的，现在也就17、18个孩子。如今夫子病倒，这17、18个孩子一下子就没了主心骨，以后读书的事儿都成了难题。夫子这边看病抓药肯定要用钱，李正大哥，要是钱不够用，你尽管开口，怎么也得让夫子醒过来。哎，你放心，我已经找了县城最好的大夫给夫子诊脉，可他毕竟年事已高，能不能醒还要看他自己了。当晚，萧长河又带着萧景去看了孔夫子。孔夫子孑然一身，只有个哑奴在身边照料。如今病倒之后，院子里倒是人来人往，全都是来探望的村民，大家送什么的都有。徐正香咬了咬牙，干脆从鸡窝里掏出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交给哑奴。夫子身体不好，这个就给夫子补身体，你给多熬一会儿，上面的浮油撇去之后再给夫子喝。这些叮嘱，哑奴一一点头应下，没有疏堵。萧景也加入了秋收的行列。今天萧松和萧长河去割稻子，萧木则带着萧景去找村里的檀木匠研究脱粒机的零件。他们把图上需要的东西分解了一下，挑着比较复杂的零件一一讲给檀木匠听，说明了尺寸大小和要求。等全都做好之后，再去把东西拿回来自己组装。萧木想的比较多，只是这个东西实在太过新颖，万一真的有用，也算是大功一件。这个功劳得是洛洛的，不能让旁人抢了去。檀木匠手艺很好，3天之后零件全部做齐，连滚轮上凸起的木钉子都弄得十分结实。萧木看了十分满意，按照原来约定好的价格支付了450文钱。看着萧木把这些零件的木料收拢起来准备带走。你弄这些是干什么用的？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木匠，还从来都没见过这种东西。萧木笑了笑，我家娘子想要做个物件，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如果能成，谭叔，你以后就不愁生意了。檀木匠一头雾水，看着萧木带着东西离去。回家之后，萧木和萧景立即动手，把所有的东西一一组装起来。里面的脱力滚轮和连接用的齿轮都是檀木匠做的，下面的船型挡板则是萧木这2天自己钉出来的。你们一天天的到底在干什么？大家都在干活，你们呢？研究几个破木板子，都快研究出花来了。今天李大嫂和我说，她家的稻子都弄出来一半了，咱家这连一半的一半都没有。娘，你别急，我们这马上就快了。萧景脸上全是兴奋的神色。哎，行了，我再给你们半天的时间，要是今天下午再弄不好，就全都给我乖乖干活。等忙完这段时间，你们爱怎么研究怎么研究。杨凤对他们做的这个东西也十分好奇，碍于徐正香一直在干活，他也不好意思闲着，只能边干边看着3个人捅咕那一堆木料。第一次做这种东西，叶洛心切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动嘴容易动手难。好在萧木动手能力很强，有一些做的不对的零件他自己就能改过来。中午徐正香喊他们吃饭的时候，萧景突然发出嗷的一嗓子，成了！大中午的鬼叫什么？哎，真的成了吗？娘，好像真的成了，我们试一下。萧木把机器摆正，脚上用力，中间的滚轮真的动了起来。随着他脚上的动作，滚子越转越快。叶洛心从地上拾起一把稻谷递给萧木，萧木将稻穗的一头搭在滚轮上，随着唰啦啦一阵响声，稻粒纷飞，又被挡板拦住，落到了机器下面的地上。这一眨眼的功夫，一把稻子就被脱粒脱得干干净净。娘，成了！快再弄一次我看看。萧木再次踩动机器，只需翻个个，一把稻子就被脱得干干净净。哎呦喂，
这也太快了！这孩子的脑瓜，哎呀，是怎么长的呢？这么好用的东西是怎么想出来的呢？有了脱粒机的加持，第二天下午，徐正香家的稻子就全部脱完粒了。他们把稻草堆好，院子里全部空出来，用来晒稻粒。李正媳妇从他们门前路过时，被吓了一跳。啊，你们怎么这么快呀？前2天还比我们少一大半呢。徐正香乐呵呵的给他介绍了家里的这台脱粒机。李正媳妇听完，立刻让自己儿子过来，把这台机器借了过去。一下子，村里的人都知道了萧长河家有个能快速脱粒的好玩意儿。平时不怎么走动的村民都故意过来讨好徐正香，就是想把机器借回去用一下。来借机器的人多，萧长河也不是个小气的，干脆让他们去李正家里排号。赵娘子家里也种了2块田，去年丈夫断腿后，她把家里的薄田都卖了，给丈夫治病，就留了2亩肥田。今年收成不错，她本来想去萧家插个队，可徐正香根本就没给她好脸色，告诉她再来萧家，那脱粒机就别想用了。她悻悻地回了家，听见瞎眼婆婆又开始骂人：“你这个丧门星，占着茅坑不拉屎，这么多年连个儿子都养不出来，生2个赔钱货不说，又害得我儿子断了腿。为什么断腿的不是你呀？”赵娘子早就习惯了这种骂人的话，一边生火做饭，一边指挥2个女儿去外面敲稻穗。别以为老婆子我眼睛瞎，你做的那些龌龊事儿我就不知道了。我告诉你，你现在敢欺负到我们娘俩头上，我将来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娘，吃饭吧。说着，她又去扶起自己的男人，让他依靠着墙，把野菜团子和咸菜装进碗里递到他手上。男人腿疼得厉害，咬了2口野菜团子，又摇了摇头，放下了。娘，他看着自家男人，我看大山这腿越来越严重了，还得再找个郎中给他看一看。咱家的2块田，要不再卖1块吧？还卖田？家里的田都快被你卖光了。我赵家原来也有10几亩田地，被你卖的就剩下那么2亩肥田，你还敢惦记着？是不是把田卖光了？你要拿着钱拍拍屁股去找你的野汉子去。娘，你别血口喷人，我血口喷人。老太太我鼻子灵着呢，你的那股子骚味我隔着10里地都能闻得到。自从我家大山断了腿，你就在外面勾3搭4，我今天就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份心，这2亩田谁都别想动。田还是别卖了，卖了田你们以后吃什么？我这腿反正也治不好了。可我也不能这么眼看着你受罪，田不能卖，我儿子的腿也得治。那2个赔钱货养这么大，也到了该报答的时候了。明天你找个人牙子，2个丫头，不拘大的还是小的，卖1个出去，治病的钱不就有了，还能省下1个人的口粮来。不行，这2个孩子都能干活了，平时家里的活都是他们干，他们吃的也不多，有1口野菜就能养活，为什么要卖了受罪？留着有什么用？早晚还不得去别人家干活去？他们爹都弄成这个样子了，难道真要眼看着他们爹死了？这也是我的女儿，我说不能卖就不能卖。大花和小花在院子里把大人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姐姐，我不想被卖掉。放心吧，有娘呢，要是他们非要卖咱们，就让他们卖我。不行，我想和姐姐在一起。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孩子是我们老赵家的，还轮不到你做主。娘，你别忘了，大山瘫了这1年，你们吃的喝的都是我挣来的，我凭什么不能做主？你挣来的那都是你养汉养来的，我养汉那也是我的本事，没有我养汉，你们都得饿死。行了，都别吵了。赵娘子红着眼睛走出房子。当天半夜，叶洛心睡得正熟，就听见隔壁传来了杀猪一般的嚎叫声。儿啊，我的儿啊，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没过多久，隔壁院子里陆陆续续传来了人声，萧家正屋的门也打开了。萧长河穿好衣服起来查看，一问之下才知道是隔壁的赵大山没了。有人说赵大山走得并不安详，临死都是睁着眼睛的。实际上只有赵娘子和老太太知道赵大山是自己吃了药走的。2个孩子跪在父亲的尸体前痛哭流涕，老太太一直不停地骂儿媳妇是个丧门星，是她克死了自己的丈夫。赵娘子却像是失了魂，眼睛一直看着前方一点，眨也不眨的，对别人的问话也没有反应。李正赶来的时候，已经有好心人帮着给赵大山的尸体盖上了破布，家里没个能张罗的，李正只好亲自出面，和众人一起商议着下葬的事情。赵大山没有儿子，下葬的时候没有人给摔盆，这事儿还得找他们本家人商量。第2天就有村民去了隔壁村，把赵大山的堂哥请了过来。堂哥叫赵大和，进屋之后没有安慰瞎眼的婶婶，反倒是屋前屋后巡视了一圈，一脸满意。赵前世听说赵家来了人，仿佛是找到了主心骨。大和啊，你弟弟苦啊，年纪轻轻的就被这恶毒的妇人给克死了，你可要替你弟弟做主，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赵家去。婶娘，大山刚走，现在休妻，我怕大山会怪我。怪什么怪？要不是他，我儿根本就不会死，我恨不得他替我那可怜的儿子去死了才好。既然婶娘这么说了，这恶人就由我来做了。我弟弟已死，你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去吧，大家好聚好散，别
弄得太难看了。我走了，两个女儿怎么办？你女儿是赵家人，自然不能跟你走。一个瞎眼的老太太，两个未及笄姑娘，她们怎么过日子？谁给她们吃？谁给她们喝？你吗？当然是我了，难道还指望你不成？好，既然如此，那你说说，你每年能给她们多少银两？老太太若是生了病，你能不能拿钱给她医治？我女儿到了出嫁的年岁，你能不能给她们找个好婆家？今天乡亲们都在，就让大家给做个证，你打算如何照顾她们？赵大和正想着该怎么回答，门外又传来一阵喧闹，原来是赵大山的叔叔赵忠上门了。这位叔叔多年不曾走动，进了门来。哎，二嫂啊，白发人送黑发人，真是苦了你了。外面响起呜呜咽咽的哭声，有个孩子的哭声尤其大。这是谁家的孩子？哭得这么伤心，是专门来送咱们大山的吗？是我小孙子，今年刚满10岁。你家大山没有儿子，总得过继一个，给他摔盆扶棺。我孙子机灵，看在大山的面子上，我愿意将他过继给你们家。才10岁，那三叔，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和大山是亲兄弟，过继儿子也是先从我家里选。我小儿子14岁，过继给我弟弟正好。按理来说应该过继你家儿子，可是别人不清楚，我却清楚得很。你那个小儿子心智不全，连话都说不清楚，继承了大山的家业，不能照顾老太太不说，这点家业能不能保住都是个问题。这是我们的事儿，不需要你操心。事关赵家的家产，我怎么能不关心？大山他没有儿子，只要是赵家的人都有资格分得一份田产。平时也不见你过来走动，现在过来趁火打劫，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你不也是看上了他家的田产？要不你能来？老太太一直听着他们的话，到后面也听出不对来，合着这些人根本不关心他的死活，只想把那点田产抢走。他悲从中来，心中的那点期盼也全都化作了怒意。你们都给我闭嘴！我老太太还活着呢，你们休想分走我儿子田产！婶娘，大山没有儿子，这些田产早晚都得分出去，与其给了别人，不如就给了我家俊生，到时候让俊生住到你们家里来，我再给你搭个偏房，肯定短不了你一口吃的。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又觉得赵娘子没有那么坏了，至少她什么都听自己的，吃喝拉撒也照顾得周全。你们都给我滚出去！有我在一天，谁都别想抢走我儿子的家产！老太太状似疯癫，拿起手边的东西就往外撇，不管是谁乱打一气。没多一会儿，屋里人就全退出去了。他们又把赵娘子当成了目标，赵大和也不提休妻的事儿了。两家人围着赵娘子，非要让她选出一个继承人来。徐正香在外面看了半天热闹，对赵家这些趁火打劫的行为十分反感。青天白日的，你们还想趁火打劫呀？我们青山村的人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就是啊，你们少到我们青山村来欺负人，小心逼出人命来。出了事儿，李正肯定要将你们告到县衙去。说曹操到，李正听见这边的动静，立刻走了过来。我朝律法，寡妇要为自己的丈夫守孝3年，她婆母还在，你们这些外人也做不得主。赵前世，你若不想过继赵氏子侄，我就帮着你把这些亲戚赶出青山村去。以后的日子，你们娘几个自己研究着过。把他们都赶出去，以后谁都别想打我家田产的主意，否则你们再来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让你们全都给我偿命。眼见着事情不成，赵家来的这些人也不再哭灵，骂骂咧咧的全都离开了。3天后，赵大山下葬，赵娘子花了50文钱雇了村头赵疯子的傻孙子给摔了盆。傻孙子没见过这么多钱，下葬当天哭得相当卖力，倒像是真的死了亲爹一样。赵娘子终于用上了萧家的拖力机，干完活当天，他就背着一袋粮食去给徐正香还粮食。徐正香依然对他爱答不理，收下粮食就让他离开。赵娘子却一改往日的态度，规规矩矩给徐正香行了谢礼。小婶子，以前都是我不好，多有得罪了。那天赵家人来欺负我，多亏了婶娘帮我说话，我也没什么可报答的。婶子若是不嫌弃，以后有什么粗活，尽管找我帮忙。我家一个老头子，2个儿子，有什么活能用得上你？你就规规矩矩把你自己家2个女儿养好得了。婶娘说的是，我会的。赵娘子一改往日不羁模样，十分规矩的应了下来。娘，新米都下来了，要不咱们今天蒸个新米饭吃吧？吃，就知道吃。怎么人家洛心脑子里装的东西就和你装的不一样啊？娘，看你说的，弟妹那可是福星，我怎么比得了？我想不出那些复杂的东西，只要跟着弟妹沾点光就行了。徐正香说晚上要吃新米，萧长河就把2个多月没有用过的石缸拿出来，倒了一些稻谷进去，挥着木锤子开始敲打。萧景最近一直待在家中，看父亲要冲新米，就知道晚上又有好东西吃了，赶紧上来帮忙。爹，我来吧。你能行？怎么不行？我力气大着呢。萧景把锤子抡得如同捣蒜，冲完这一轮，2条胳膊都要抬不起来了。这活也太累人了，做农活哪有不累的？你整天叨叨读书累，那是因为没下地干活。等你像你2个哥哥一样
样，在地里干上半年，你就知道了，读书是最轻松的事情。爹，我知道了，我会好好读书的。不过这农活也不一定非得这么累，我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让舂米轻松一点。自从上次和二哥二嫂一起做了脱粒机，萧景就对改良农具这件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萧长河舂米的时候，萧景就一直拿个棍子在地上画画。等徐正香装米的时候，看见萧景偷懒，就知道玩，没看见你爹在舂米吗？这么大小子了，一点眼力劲儿也没有。娘，我正研究舂米的工具呢，你这一拍，我全都忘了。正好叶洛心从外面割草回来，萧景站起来跑到叶洛心身边，把头伸了过去。嫂子，你快来拍我一下，我这脑子都被娘给拍笨了。叶洛心觉得好笑，摸了摸他的头发。怎么会？咱们小景聪明着呢。萧景嘿嘿一笑，接过叶洛心的背篓，扯着他的袖子就往里面走。嫂子，你快来看，我刚刚画了一个舂米的工具，可是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扶手太长，往下压的时候费力气。其实这个东西不一定非得用手操作，如果能用脚踏的话，应该会更轻松。萧景恍然大悟，啪的一巴掌拍在自己的脑门上。对呀，我怎么没想起来？用脚踩不仅可以把手空出来，还能省很多力气。他迅速用手抹掉画的不对的地方，重新添加了内容。没多一会儿，一个脚踏式的舂米器就出现在了地上。舂米器前段是一个大大的圆头，被一条长杆连着，长杆中间穿过一个用作杠杆的横梁，后端是修得扁平的脚踏板，在脚踏板两端钉两个木杆，可以用作扶手。叶洛心看完，满意的点了点头。得到嫂子的肯定，萧景立刻跑到屋内，用纸笔把刚才地上的画重新画了一遍。明天就让二哥找木匠做出来，以后舂米的活都是我的，我一个人就能干。徐正香在厨房听见小儿子的豪言壮语，对着干活的杨凤道：听见没？估计是馋稀米馋的，脑子不清楚了。杨凤正往锅里下青笋，三弟聪明，没准又折腾出好东西了。叶洛心也洗好了手走进来，弟妹，快看看你锅里卤的肉怎么样了？那肉味早就冒出来了，闻着就流口水了。肉是萧木早上去县城集市上买的，特意去里面买了酱肘子。酱肘子金贵，要150文一斤，一个肘子就花了他410文钱。你这挣点钱也不容易，何必去和那个李翠花比呀？一个酱肘子而已，我就是一辈子不吃，我也不觉得李翠花她压我一头。娘，夫君也是一片孝心，不过酱肘子也没有那么好吃嘛。嫂子，这还不好吃啊？你难道吃过更好吃的肘子？吃过，真正好的酱肘子要肥而不腻，软烂适口，连外面的皮都是糯糯的，这样才好吃。萧木今天又去县城卖药材，正好买了肉回来，为了让家人吃得尽兴，他花70文买了一个肘子，又花180文买了5斤猪肉、4个猪蹄和几根大骨头。这是叶洛心第一次在萧家大展厨艺，此时的肉已经用小火煮了2个时辰，肉类独有的香味立刻散发了出来。熟了，他拿了家里最大的2个盘子，一个盘子里装满猪蹄和猪大骨，另外一个盘子里则切了半盘肘子、半盘五花肉。嫂子，张嘴。叶洛心顺手将一块边肉塞到杨凤的口中。好吃，娘，太好吃了！不就是卤肉吗？又不是没吃过。你看你那贪吃的样子，像800年没吃过肉似的，还没上桌，哪有富人家先偷嘴的？哎呀，这个味道不一样，实在太香了。徐正香想给小辈们立个规矩，叶洛心已经切好了另外一块肥瘦相间的肉，递到了他的嘴边，肉味实在太香，徐正香也睁大了眼睛。是有点好吃，娘，我就说吧，是真的好吃。下次不许这样了，饭菜做好了要去桌上再吃。这肉里放了什么？怎么吃不出腥味啊？这肉好吃，一个是因为放了糖，还有一个是放了一些山上摘的香料，这些东西都放全了，味道肯定差不了。你原来家里不是对你不好吗？那你是从哪里学的这个手艺啊？小时候我娘亲教给我的。这个借口实在好用，凡是解释不通的都可以拿原生的父母出来解释了。你原来的爹娘真好。徐正香怕叶洛心想起往事伤心，立刻打断了这个话题。咱家难得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一会儿让小景给孔先生送一些过去。萧景还在完善他画的图，得了命令，抱起装肉的碗就往孔先生的住处跑。到书院的时候，雅奴正在院子里生火，孔先生如今已经醒了，只是身子虚弱，还不能起床。萧景问候了先生的身体，又回答了孔先生提出的几个考题。耽搁一会儿之后，撒腿就往家里跑。萧家人围坐一圈，看着这么多肉，一时间都没有下手。等萧景到家了，人齐了，都吃吧。大家这才挥起筷子来。稍微凉下来的卤肉，肉质更加紧实，肉皮也变得筋道弹牙。人齐了，都吃吧。大家这才挥起筷子来。稍微凉下来的卤肉，肉质更加紧实，肉皮也变得筋道弹牙。萧长
长河吃了一口卤肉，然后看着叶洛心，这个味道确实比酒楼做的还要好，想不到咱们家洛心还是个手艺人。他这么一说，全家人都一起点了点头。对，萧景已经拿了一个猪蹄抱在手里啃边重重的点头。这个猪蹄做的实在太好吃了，又软糯又筋道，还没有怪味，简直绝了。就洛心这手艺绝对不比酒楼大厨差，咱们家要是开个酒楼，专门卖这个，生意肯定红火。开酒楼费用太高，光是租金1年就得几10两银子，更何况洛洛身子弱，厨房的活恐怕不适合他做。徐正香听见儿子这么说，摆摆手道：我就是随便说说，咱们这样的人家哪里敢奢望着开酒楼的事儿？我都去酒楼吃过饭，要真开个酒楼，那不得吓死我。我们现在开不起酒楼，倒是能研究点小吃的生意。我做这个卤肉其实也是想让大家帮我尝尝味道，刚才大家都表示这卤肉的味道还行，我觉得这个生意就可以做。咱们本钱少，就先弄一些便宜的，价格低一点，先去集市上卖，如何？那我们先做什么呀？猪肉也20文1斤呢，做好了价格是不是得翻倍？可是卖的这么贵，真的有人买吗？萧松第一个问道。对，你大哥农闲的时候常在县城做零工，他对县城里的事儿还是了解一些的，出力气干活的都舍不得花钱，要是咱们的肉做好了没人买可怎么办？别人我不知道，如果是我是不会买的。为什么？大家全都看向他。因为什么？因为我没钱呐，这1斤卤肉的价格都可以买3、4斤的粮食了，想吃肉大不了割一块自己回家做，反正是肉总比野菜好吃，剩下的钱还可以买粮食吃。那我们先定好目标群，看到底什么样的人能买我们的卤肉。这么贵的肉，那些有钱的大户人家才吃得起，我们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问吧？那肯定是不行，大户人家的门也不是那么好敲开的。再说贸然去送别人也不会吃，不如我去问问酒楼，看几家酒楼愿不愿意收我们做好的卤肉，这样一来有了固定的销路，这生意就能做起来了。老二说的对，你就找个机会带着咱们做好的卤肉去问一问。其实还有个办法。萧景啃完了一个猪蹄，我也是刚刚想到的，嫂子做的这个猪蹄这么好吃，不如我们在下个月秋闱之前去书院门口卖卤猪蹄。咋，读书人喜欢吃猪蹄？这说法真是闻所未闻呢。嫂子你不知道吗？考生在考试之前，亲友都会送猪蹄，寓意猪书提名，图个吉利。每到秋闱之际，考生们互相送猪蹄的也特别多。咱们的猪蹄这么好吃，肯定受欢迎，所以到书院门口卖准没错。萧景说的对，确实有这个习俗。那真是太好了，这种事情上大家都不会吝啬那几文钱，咱们在他们赶考前到书院门口试试去。叶洛心有了主意，晚上洗漱后，萧木破天荒地拿起了书架上一直都没有看过的书。叶洛心之前就在奇怪，萧木又不是萧景，屋子里为什么会有书架和书桌？原来萧木也是识字的，而且认识的还不少。今天怎么想着要看书了？随便看看。萧木一边答一边自然而然地拉过叶洛心的手，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发现萧木看的是一本策论，这绝不是入门级别的书，看来他还是小看了萧木。怎么看起策论来了？娘子这么能干，我总不能太过落后了，免得以后落个吃软饭的下场。萧木轻轻一笑，一只手开始不安分起来。见他不肯好好回答，叶洛心便想起身离开，萧木却突然加大手上的力度，将他更紧地搂在了怀里。夫君啊！叶洛心低低地喊了一声，这个姿势他已经明显察觉出萧木身体某个部位的变化。快点放开我！不要！元宝都看到了。萧木抬头看见小老虎趴在门口，正歪着脑袋看他们，他目光一冷，对着老虎沉声道：躲远点儿。他反应灵活，在萧木有下一步动作之前，赶紧拖着尚未痊愈的腿躲开了。萧木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可如今他仿佛是对眼前的女人上了瘾。月影婆娑，叶洛心的眉目舒展，时而紧皱。半晌之后，月亮仿佛是害了羞，扯过一丝云朵挡住了脸，屋子里彻底暗了下来。可那种细密的哼声却又持续了很久很久。你说什么？青山村的早稻全都收好了，他们今年的粮食减产了这么多。回禀老爷，小人问过李正了，说是没有减产。青山村有人研究出来个好东西，能快速脱粒，是以大大减少收稻子的时间。这个萧大生有了好东西也不知道上报，你去让他速速来见我。算了，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我和你一起去青山村看看。是。第二天，一辆马车驶进了青山村，村民们纷纷围观。只见一个身着衙役服的人上前，从里面浮出了一个身形瘦小、眉目温润的中年男人。男人身着绯色罗袍，头上戴着一顶乌纱帽，竟然是县官老爷。一群百姓哪里见过这么大的官，纷纷跪下行礼。刘县令倒也没有什么官架子，摆摆手让众人起来，简单询问了下今年的收成，便和手下一起奔着李正家而去。李正正在田里插秧，听说县令来了。县令大人怎么来了？莫非萧有才那个小子在县里犯了什么事儿？哎呀，呸！你怎么不望着你儿子好点啊？我家有才可不是那种惹是生非之人，没准是好事。哎，你快回去看看吧。李正娘子帮着自家老头子稳住了心神，才撒腿往家里跑，边跑边在心里念叨：
道：“佛祖保佑，可千万别是什么坏消息呀！”县令一路上观察着村子里的情况，果然如衙役所说，稻草都被堆成了草垛，家家户户院子里都晒着稻粒，还有人家已经晒好了，都开始装袋了。要是所有农户都能有这个速度，一定不会耽误西苗插秧了。清河县每年能种2季稻子，但有的人家因为忙不过来，会错过最好种植时间。我大哥在黄山村，昨天他和我说还差一半的稻子没有脱粒呢，这几天都在忙着脱粒，怕是下起雨来就不好晒了。说话间，走到李正家的门口，远远看见李正也从远处一瘸一拐地跑回来。小人见过县令大人，怎么不请我们进去喝杯水？请，大人里面请。李正媳妇儿这会儿也跑了回来了，张罗着烧热水煮茶，把李正珍藏了许久的白茶拿出来泡上。刘县令也不废话，在院中的石凳上坐下之后，我听说你做了个好东西，能加快求书的速度啊！原来大人是为了这个来的。我们村里确实做了个脱粒的器具，不过那不是我做的，是萧家的老二鼓捣出来的，正好村里的村民都用完了，昨天已经还回去了。大人若是想看，我这就让他们送过来，何必那么麻烦？我和你一起去他家看看，正好看看做出东西的人。闻得此言，李正赶紧让人去萧家送了消息，自己则带着县令往萧家走。你刚说这个东西是萧家的儿子做出来的，他是个木匠？不是，他是个跑山的，平时去山上采点草药补贴家用，今年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弄出这个东西来，倒是十分的好用。说话间，几人已经到了萧家门口。萧长河得到了消息，已经带着家人们从田里飞奔回来，将那台脱粒机放在了院子的中央。县令一进门就看到了，就是这个。是。萧景答道。作为家中唯一一个读书人，萧景被推出来回答县令大人的问题。这个农具是你想出来的吗？不是，是我二嫂想出来的。想出这东西的竟然是个妇人，你家二嫂何在？民妇参见大人。朝着县令微微一礼。县令看着叶落心，虽然长相清秀端庄，却也做村中农妇打扮，他略略有些失望，还以为是什么落难的大户人家小姐，看起来是他想多了。你是如何想到做这个农具的？叶落心再行一礼。其实是家夫和弟弟心疼我们干活辛苦想出来的，民妇只是提出了一个想法，图是3D 画的，农具是夫家找人打磨并且组装起来的，他们把这个功劳安到民妇头上，民妇实在不敢当。叶落心不想要这个功劳，在这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她一个弱女子若是太出挑了，反倒会引起种种不便，况且她现在还没强到要出头的时候。他说的可是真的？回大人，是的。萧景应了下来，朝着县令微微一礼。那图确实是他画的，农具也是二哥找人做的，可是主意是嫂子想的呀。可否为我演示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脱粒的？这个就有点难了，要是县令早几天来，这脱粒的方法随时可见，如今想找一把未脱粒的稻子却也不容易了。用稻子演示恐怕不行，不过我们可以用别的东西替代一下。用什么？众人一起看向他。就弄一把地里的稗草，若是这个脱粒机能将稗草上的种子脱下来，那脱起稻粒来肯定更加容易。嫂子就是聪明。萧景心中感叹一声，便要去地头拔稗草，谁知刚走出院门，已经有人将稗草送了过来。原来村民们听说了县令到了萧家，连地里的活都顾不上了，全都跑过来围观。听见里面说要用稗草，有较快的立刻就去拔了一大把。县令看着被打得纷飞的稗草种子，心中的欢喜之情越来越盛，这可是个宝贝呀！他当官这么久，还没有听说哪个县城做出了这么好的农具，若是将这个脱粒机交给知府，自己这一年的政绩岂不是就有了？李正，你可愿意将这台农具上交县衙？李正挠了挠头，区区农具能入得大人的法眼，是草民一家的荣幸。只不过这东西也是我们一家耗费心血所得，打造的时候木料工钱也耗费了不少，不知道大胆！随行衙役大喝一声：县衙大人，纡尊降贵来到这里，区区一介农户，还敢跟大人讨价还价？退下！谁准许你们如此嚣张跋扈的？说完，他又转头看着萧木，上下打量一眼后，你们好不容易做出来的农具，我当然不能说带走就带走，我不光要补偿你们的工钱和料钱，还要嘉奖你们。不如你来说说需要多少银两？我不想要银子，那你想要什么？刘县令一愣，他再次将目光投到这个年轻人的脸上。大人把脱粒机带回去，一定会在全县推广。清河县今年的夏收一定是整个州府最快的，这对整个县城的百姓都可以说是功德一件。到时候大人定会得到全县百姓的称赞。大人若是将此器具献给知府大人，相信知府大人也会为大人记上一笔功劳。有了这些功劳，他能得到的何止区区几百两白银，升迁官职、提高俸禄，全都指日可待。这么看，只给萧家100两银子确实是少了。你想要什么？村里的孔先生病了，一群孩子没有书读，希望县令大人能给村里派个教书先生，同时安排最好的大夫给孔先生治病。安排大夫是小，可给村里安排教书的先生，这个可不是小事。他辖下10多个村子，没有学堂的
的就有5、6个，单独给清河村安排教书先生，似乎有失偏颇。还有吗？若是知府大人提高今年的赋税，请县令大人为民请命，保住我们清河县3%的税，老百姓好不容易有了个好收成，让大家都缓一缓。萧长河听了萧木的话，赞同的点了点头。外面的村民听了，又佩服又惊讶，合着萧木提了2条，每条求的都是大家的利益。萧木大义呀，平时看他不怎么和大家伙接触，没想到有了好事，想的就全都是乡亲们。谁说不是呢？这要是我，肯定要向大人求100两银子，盖上2间房子，再娶上1房老婆。那幸亏不是你做出的脱力机，否则都没有我们什么事了。刘县令听了萧木的要求后，哈哈大笑2声。后生大义，若我辖下子民都如你这般，岂不是天下昌盛了？草民不敢当。萧木双手抱拳。草民之所以提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书院和税赋都与草民家的生活息息相关，并非什么大义之举。见刘县令神色犹豫，兵贵神速，大人若是有心将此物进献，还是要快一些，免得被别人抢了风头。这县令感到一丝从没有过的紧迫感。萧木说的对，青山村这么多户人家都用了这个脱力机，难保没有跟外县亲戚说的。若真的被哪个有心之人学了去，提前上报，这个功劳他可就抢不到了。都怪李正不及时上报，可现在说这个也晚了，当务之急是赶紧上报到州府去。你说的这2件事，我都会尽力去办。减税之事，若有变动，我一定会尽力争取。武正，你拿出1张银票给这位萧家的2公子，算是本官格外赏赐给他的。刘县令着急要走，便把所有的事先答应了下来。萧木接过银票，多谢大人，草民恭候大人的好消息。时间紧迫，刘知县也不顾的去县衙再调马车过来。李正帮忙叫了刘二的牛车，县令赏了刘二1两银子，由刘二拉着脱力机跟在县老爷的马车后，一路护送着把脱力机送到县衙去。送走知县后，村民们纷纷进院对萧家人贺喜。秋二哥，你家3个儿子真是一个比一个出息，老二平时看着不声不响的，没想到一下子就给乡亲们谋这么大个大福利。是啊，咱们青山村的所有乡，大家别客气，别客气。徐正香也觉得脸上有光，而且既得了钱又得了好感，这种好事儿真是难得遇到一回。见大家都在夸萧木，他将站在自己身后的叶落心一把拉到身前来。哎呀，都是我这个儿媳妇有福气。当初先生和李正不是说了吗？洛心呐是个大吉之人，本来我是不信的，可是你看这成亲还没有半年，家里就有了这么好的事儿，可不就是借了儿媳妇的光吗？隔壁的赵娘子身上带笑，还凉之后就再也没往萧家院子里来过。在院门口听见徐正香说的话，她也对着身边的妇人说道：哎呀，萧婶子说的还真是，我记得萧家老二成亲当天有大雁掉下来了是吧？如今又有县令亲自登门拜访，萧婶子这个儿媳妇儿还真是个吉利人儿。谁说不是呢？这么一看呢，萧婶子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可不是嘛。众夫人笑成一团，唯独李翠花格格不入。不就是见个县令吗？至于高兴成这样，没见识。萧家大婶，话可不能这么说的。你家儿子秀才出身，如今也住在县城里，这县令大人可是随便就能见到的。对呀对呀，你家秀才见过几次县令大人呀？其他妇人也应和道，他们早就对李翠花不满了，不就是有个秀才儿子，天天炫耀起来没完没了的。一群没见识的村妇，我才不告诉你们。李翠花被堵得没话说，气得一扭身走远了。几天后，萧家的2茶水道全部插秧完毕，叶落心的卤肉大计也终于提上了日程了。因为萧景的话，他们打算先做猪蹄，靠这些学子们宣传宣传。多方打听后，县城最大的长亭书院共有84名学子，加上院长、直学和书院里的先生，一共有100多人。所以叶落心不打算弄太多，就按照1半的人数，也就是50对猪蹄来准备。萧木走遍了整个县城的肉铺，又雇牛车去了2个隔壁的乡里，才勉强收购了50对。前几天是5文钱1斤的，今天有10文钱。不过我收上来的许多都是没有收拾干净的，和他们讲了价，给的7文钱1斤。这些一共花了260钱，260钱不到3两银子。叶落心在心中算了一下，为了让自己的猪蹄高端大气，他还得去买漂亮的食盒，把猪蹄装起来。夫君，县城有没有专门卖食盒的地方？我们还需要买50个食盒。有，城南的王记就是专门卖各种食盒的。第2天，徐正香带着杨凤几人在家刮猪蹄，萧木则带着叶落心去城中挑选食盒。食盒的款式有很多种，最贵的能买到20两银子一个。叶落心看得直砸舌，木头食盒最差也要80文钱，最后还是挑了最便宜的10文钱一个的竹编食盒。洛洛，一个食盒的价格都快赶上半个猪蹄了，会不会有些浪费了？怎么会呢？人靠衣装，马靠鞍，这送礼的东西一定要很讲究，才能卖得出高价。若是说起面子，这个竹篮的食
盒似乎也撑不起这样的作用。没关系，我有办法让它看起来高级一点。选好了篮子，又是刘二的车给他们送回家。你们一下子买了这么多篮子，是不是又要做什么大事了？要是需要用车，一定记得喊我。刘二叔，那就麻烦你了。这2日我还真要用牛车，早上走，晚上回，只拉我们家的人和货，1天30文钱，能行不？行，怎么不行呢？1天30文都用不上，你给我20文就成。那就麻烦刘二叔了。回家之后，徐正香和杨凤已经把猪蹄收拾出来了。娘，大嫂，你们辛苦了。叶洛心说着，从随身提着的食盒里拿出2盒云片糕。这2盒云片糕是给娘和大嫂的，你们快尝尝。杨凤十分欣喜，没想到叶洛心还会给自己带东西回来，把自己的那份接过来。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我要不还是不要了吧，这又得花不少钱。嫂子，我看你上次去集市的时候盯着这个东西看了很久，想着你一定会喜欢的。叶洛心没有接，又把另外1盒递给了徐正香。娘，这个很甜，你一定会喜欢的。他接过叶洛心递来的云片糕。你爹也没吃过这玩意儿，我留着晚上和他一起吃。嫂子，有我的吗？萧景一直在旁边看着。有，怎么能少了你的呢？叶洛心从篮子里又拿出1盒。你自己1盒，但是我有条件哦。不等叶洛心说条件，萧景就出手把糕点盒子抢过来。嫂子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只要是嫂子让我做的，我都去做。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叶洛心说着提起一个食盒，我想让你用朱砂在这个食盒上帮我写4个字，金榜题名。这有什么难的？写个字而已。其实我二哥的字比我还好，你怎么不让他写啊？叶洛心嫁过来这么久，就没见过萧木写字。他歪头看着萧木，你要是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写。当天晚上，叶洛心第一次看见了萧木写字，之前只见过他握刀，没想到提起笔来倒是多了一份儒雅之气。萧木先是对着食盒观察了一下，然后毫不犹豫的下笔，一个接一个，写得很快。萧景一脸崇拜的蹲在旁边看。嫂子，还得是你，我都好几年没有见过我哥握笔了，你看他写得多好看。这是叶洛心第一次想探究萧木真正的身份，没有几年的功夫是练不出这样的笔记的。不过现在还不是探究的时候，他还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做。想要提高食盒的档次，光是题字肯定还是不行。叶洛心也是从一开始就打算好了，还要在篮子上做一些小装饰。之前买的碎布有一部分用来大写底了，还有一部分一直放在那里没有用，这次正好可以用这些碎布做一些永生花的装饰。不拘是什么颜色，只要把花瓣捏出来，再配上几种颜色，就是很漂亮的一朵花了。永生花是他最喜欢的东西。杨凤眼看着叶洛心用碎布东拼西凑，没几下就做出了一朵花，简直惊呆了。他指着叶洛心手中朱红色配着湛蓝色和黄色的花朵问道：弟妹，你刚刚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只看见你翻了几下就弄出了一朵花。叶洛心拿起另外3种颜色的布，重新给杨凤展示。你看，就是这样的，这3个叠在一起，捏几个皱，然后把这条抽出来缠一下。杨凤看的眼都直了，这玩意儿看起来有点简单，可是眼睛会了，手好像没会呢。他拿起3个布条捏了一下，又一绕，立刻就散了花。不对，你刚刚这个应该这样。叶洛心又重新展示了一下，杨凤还是有些糊涂。明明是这样，怎么不对呢？婶婶，不是那样的。一个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是隔壁赵家的大花，也不知道他趴在墙头看多久了。你个小孩子，你娘没教你不要爬墙头吗？小奶奶，我不是故意爬墙头的，我到上面来捡东西，看2个婶婶在用碎布叠花，不小心就看入迷了。你刚刚说的不对，那你看明白了吗？能看懂，那你编一个给我看看。叶洛心说着来到墙边，将3根布条递到大花的手上。大花稍微想了一下，按照脑中的记忆就把刚才叶洛心的动作全都重复了出来，虽然还差那么一点点，但是稍微调整一下就成型了。你好厉害，你愿意来给我帮忙吗？大花听见夸赞，先是不好意思，听见要帮忙，她连忙点头，又回头看了看自己家屋子。没事，你回去问问你娘，看她同不同意。你就说隔壁的婶婶想要雇你帮着做花样，1天给3文钱。她听完叶洛心的话，立刻从墙头跳下去，飞快地奔回家里。没多一会儿，她就又爬了回来。婶婶，我娘说待孝没过49天不让我去你家，但是我可以坐在这边帮你干活。我娘还说不收工钱。经过上次的事儿，徐正香已经对赵娘子没有那么讨厌了。她家大花一直乖巧懂事，叶洛心想让她帮着干活，徐正香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也可以，我来教你花样，你学会了就拿回家里做，做好了就从墙头递给我。叶洛心最后定了下来，做永生花是个细致活，她自己做50个的话恐怕得2天，有了大花的帮忙，进度能快不少。天黑之后，大花把做好的10多永生花递过来，加上叶洛心自己做的，正好凑够了25个。第二天天还没亮，西屋的小两口就起床了，消木生火，叶洛心炒糖色，下猪蹄，放调料。当太阳升到树梢高的时候，猪蹄也出锅了，萧家人一齐上阵帮着装好猪蹄。叶洛心又把锅里的一块猪肉捞出来，单独放在一个盒子里。都忙活完了，
这么多猪蹄，一下子能卖完吗？天这么热，这猪蹄可放不了2天呐。娘，您别担心了，要是卖不出去，咱们可以自己吃。萧木安慰他。呸！这么多猪蹄，你得吃到什么年月去？花了那么多银子呢，这钱可不能这么糟践。徐正香越说越上火，恨不得让他们赶紧出门。正好约好的刘二赶着牛车到了院门口，叶洛心和萧木、萧松3人就一齐出发，奔着长亭书院而去了。书院门口有人看守，他们进不去。刘二把牛车停在一处树荫下，萧家兄弟把货卸下来，打发刘二先回去。3个人便一起等着，等书院中午放学的时间。午休时候，学院里的书生三三两两往外走，看到拉货的牛车，他们只看了一眼便擦身而过。叶洛心以前没有做过生意，但他知道做生意得主动招呼。猪蹄，新鲜出锅的猪蹄嘞，味道好的不得了，吃了能保佑金榜题名嘞。一开始没人往这边看，后来终于有人感了兴趣。猪蹄儿熟的吗？怎么做？看，一个食盒里面装着2个猪蹄，里面的猪蹄都是早上刚做的。说完，他把食盒的盖子掀开，把里面的东西给对面的人看。新鲜软烂，回味无穷。酒楼的酱肉都好吃，干嘛要在路边买？味道肯定不如酒楼的。我看这个食盒还挺特别的，是挺好看的，这花弄得跟真的一样，这个字写的也很好。这是你们谁写的？家中弟弟写的。原来你们家里也有读书人呢。不过你们一看就不是经常做买卖的。虽然我们在考试前也会买猪蹄送给同窗，可是我们一般不会在路边买。酒楼每到这个时候都会做猪蹄，我们都习惯去他家。买不买的无所谓，你们尝尝我家的味道，一点不比酒楼的差。叶洛心并未受影响，打开盛肉的食盒，用刀切了一块肉递给2位顾客。切下来的肉盛在洗干净的树叶上，看起来干净卫生。第一个人率先拿起一片肉来放到嘴里，好吃啊！他说着把另外一片肉也拿了过来。这个不是我的吗？你怎么也想一起吃了呀？没关系，我这里还有。说着他立刻又切下一片肉递了上去。2个人吃下肉去，这玩意儿还真他娘的好吃啊！见2个人站在这里，其他同窗也围了上来。干什么呢？你们卖猪蹄的过来看一下，猪蹄干嘛要在这里卖啊？这里好吃啊！第2个姓李的同学应道。真好吃吗？真的，我刚刚尝过了。看他们的样子，其他的学生也开始好奇起来。叶洛心带一块肉来，目的就是给大家尝尝味道。眼见着聚集的人多了，他又切出了10片肉，放在洗干净的树叶上，让萧木和萧松递给围观的学生们。萧木和萧松没干过这种事儿，个个僵硬的像块石头。可是看叶洛心应对的那么自然，他们也都学着他的样子，尽量弯起嘴角给这些学子们递肉。他们2个一个比一个高大，露出这种似笑非笑的表情，显得十分吓人。怎么样，我家的酱肉味道确实好吧？多少钱一份？终于有人问了价格，300文一盒。来之前叶洛心算了一下，2个猪蹄成本30文，做好之后按照翻倍的价格计算就是60文，加上一个食盒的价格是65文，永生花自己做的也按5文算，那就是75文。把雇佣牛车的价格也算上的话，满打满算不到75文钱，刨去人工，这就是他所有的成本。卖到100文，他就算是赚钱了。300文很便宜啊，比酒楼的便宜200文。虽然便宜，但是我们也是真材实料，而且食盒也是精心设计过的。永生花搭配金榜题名，寓意吃到的人能在考场上妙笔生花，金榜题名。好，这个寓意我喜欢，妙笔生花，我就要妙笔生花，给我来一份。我也要，给我来2份。你们都买啊？那给我也来一盒，反正就300文钱。萧木和萧松都没想到叶洛心短短几句话就能让这些人高高兴兴的掏钱。萧松更是想不明白，这些连6、7、10文都嫌贵的猪蹄竟然能卖到300文钱，这和抢钱有什么区别？可现在抢钱的是他自己的弟妹，他不仅不能说，还得帮着他一起抢，但是这种感觉还挺爽的。没多一会儿，25份猪蹄就卖剩了1份。中午出来觅食的学子们也差不多都返了回去，还有一些在书院里吃饭的人没有出来。要是等到晚上下学，这1份肯定能卖出去。不过叶洛心不打算等那么久，一会儿如果还没有人要的话，他就打算回去了。正在这时，后面传来一个声音：猪蹄是吧？给我来1份，我倒要看这农妇家里能做出什么好味道。叶洛心听见，心下一喜，看来这1份也不用带回去了。谁知他一回头，却看见了一个最不想看见的人——叶青青。叶青青也认出了叶洛心，他回过身：许公子或许不认得，这是我妹妹。既然是自家人，妹妹就送1份给许公子吧。我又不认得他，为什么要送给他？你不过是1份猪蹄而已，换作是平时，许公子看都不会看一眼，你怎么还给脸不要脸呢？伸手跟别人要东西，你才不要脸。叶洛心也没心情卖了，收拾篮子准备走。站住！叶青青伸手想要拉住叶洛心，还没等碰到他的衣角，他的胳膊就被一股大力推远了。你干什么？光天化日还敢对女子动手？是他先对我娘子动的手，你该庆幸他没有碰到我娘子，不然我不保证他还能好好的站在这里。许公子啊！叶青青朝着许昭撒娇，他们竟然敢欺负我！叶洛心以前就听说过叶青青认识了有钱人家的公子，这还是第一次见。他身材消瘦，衣着华贵，腰间还挂着3、4个翠绿色的玉佩，方方正正的脸上透着疲态，眼底
地无青，一双眼睛也是带睁不睁，透着一股肾亏的模样。和萧木比起来，他的身体太弱了。大胆刁民，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许昭是何许人也？敢欺负我的人，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吧？你是许家公子，算你有见识。哼，识相的就快给青青道歉，否则有你们的好果子吃。许公子说的哪里话？我们虽然出身农户，却也知道天下还有王法在。刚刚明明是许公子身边的姑娘想要抢我们的猪蹄，为什么是我们道歉？笑话，我堂堂许家公子会抢你们的猪蹄？不是吗？刚刚叶青青不是说让我把这份猪蹄送给许公子吗？我作为货主没有同意，他就擅自要将我的东西送人，不是抢又是什么？许昭回头看了一眼叶青青，小门小户出来的就是见识短，以他这种身份被别人知道想强行要别人的猪蹄，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叶青青察觉到了许昭的不悦，是我大意了，我都忘了妹妹嫁的是个山野村夫，家里穷的只能吃野菜，这2个猪蹄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对于他们来说可是天大的一笔银子呢。许公子啊，要不你就出钱把猪蹄买下来吧，也可怜可怜他们几个。这有什么难的？许昭说着就想要掏钱，不卖。叶落心将食盒递给萧木，品行不端的人不配吃我的猪蹄，你说谁品行不端呢？你竟敢出言污蔑我们，谁问就是说谁喽。姐姐与许公子如此亲密，不知姐姐几时成的亲？成什么亲？没成亲吗？我还以为姐姐早就嫁给许公子了呢。叶落心的一句话让2个人的表情都有些难看。姐姐当初悔婚逃跑，母亲为了贪图那50两的彩礼钱，将我卖给萧家，我还以为姐姐从此过上飞黄腾达的生活了呢，看起来也不过如此。叶青青被气得脖子都红了。对了，你看到了吗？我的夫君萧木原本是与你定亲的那个人，他一点也不比你的许公子差，至少身体上要好很多。许昭顺着叶落心的话看向萧木，萧木高大的身材给人无穷的压迫感，原来这就是当初和叶青青定亲的那个男人，怪不得叶青青总说让他注意身体，原来是有这么个人在这比着呢。眼见2个人的脸色都变了，叶落心的目的也达到了，他不再理会2人，和萧木、萧松一起离开学院门口。刘二就在不远处等着他们，见几个人过来吃了一惊，这么快就卖完了啊？没有，还剩下1份，不卖了。刘二暗暗高兴，说好了雇1天的牛车给30文钱，现在只用了大半天也给30文，萧家的人生意还真好做。回家的路上谁也没提叶青青和许昭的事，萧木倒是暗暗记下了2个人的长相，这个许公子一看就出身富贵，只怕不肯吃这个哑巴亏，他得提前做好准备，以防这个姓许的找麻烦。至于叶青青，他无比庆幸当初叶青青悔婚逃跑，怎么看他也不像是能好好过日子的人，自己要真是娶了她，萧家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闹腾呢。到家之后，其余4个人还没有回来，叶落心把大门一关，坐在屋里和萧木、萧松数起钱来。萧松去找来麻绳，数好1000个铜钱就穿成一串放好，等全都数完了，足足有7整串。叶落心数了数剩下的铜板200枚，加在一起一共7200文钱，正好是他们今天的收入，一文不差。原来做生意这么赚钱，这1天的时间都快要顶上我1年打工的收入了。这也就是碰巧赶上了，要是去市场卖卤肉，肯定没有这么高的利润。那我们卖猪蹄能赚多少钱呢？5两银子，只多不少。5两银子，5两银子，1天赚5两银子，1个月就是150两。二弟，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你能不能教我算数？我以后也想学着去经商，哪怕1个月赚5两银子也好，这有何难？明天去城里我买个算盘，慢慢的教你算数。萧木话音刚落，院子里传来小女孩的声音：姐姐，我把今天的花都做好了，你看看行不？是隔壁的大花。她走出门去，看见大花坐在墙头上，一共是25个，我都做好了，这么快？叶落心有些惊讶，让我看看你的手是怎么长的，怎么这么巧？大花纤薄的手掌上满是干裂的细纹，指头上布满老茧，摸起来十分粗糙，这根本不像是一个10几岁小姑娘的手。来萧家之前，叶落心自己的手也是这样的。你做得很好。从怀里掏出了5文钱，今天做的比昨天好，多出的2文是奖励你的，这可以吗？怎么不可以？这是你自己的双手挣来的，你的手很巧，怎么不学着去做一些绣工活？做绣工活也能养活自己的。我奶不上，做绣工活得买布料和彩线，我家没钱买，那剩的这些碎布就送你吧，你先拿这些练练手，若真能绣得好，我带你去绣庄看看，能不能接到活？真的吗？大花脸上的笑容绽放开来，就像是掉入水中的人终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姐姐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绣的。没过一会儿，徐正香几人就回来了。叶落心让萧景把剩下的1对猪蹄送去给孔先生，又把今天的收入和徐正香汇报了一下，一共卖了7200文，成掉的钱我们已经串好了。哎呀，卖猪蹄原来这么挣钱呐！要我看，以后你们都别忙家里的事儿了，专门做猪蹄去。娘，哪有那么容易？等过了秋闱，这猪蹄就不好卖了。卖完这50对，我们还得研究卖别的。是这个道理。徐正香点了点头。你放心，以后不管你想卖什么，娘都支持你。当天卖的7200文钱，叶落心想要上交，却被徐正香给拒绝了。今年老二已经交足了中公
钱，以后你们小两口挣的钱全都归你们自己。你们都大了，以后每年大房二房只要上交2两银子就行。我和你爹年纪大了，也不想管那么多了。既然这个钱归我了，叶洛心把穿好的铜钱重新打开，数了500文交给徐正香，另外500文交给了杨凤，又拿了250文给萧景。这次卖猪蹄大家都出了力，这些钱就当是给大家的工钱了。我们帮你都是应该的，都是一家人，还谈什么工钱？一家人也要明算账，咱家以后挣钱的日子在后头呢，总不能大家都帮我，最后挣钱全都落进我自己的口袋里。以后我会根据每个人的付出给钱的。杨大嫂，你们就收着吧。见叶洛心态度坚决，徐正香示意杨凤和萧景把钱收起来。自打嫁进萧家，杨凤手里还从来都没存过这么多钱。当叶洛心把500文钱交到他手上时，他连忙捧着钱交给了徐正香。娘，我们今年的中工钱还没交够2两，这些钱都给您。既然是洛心给你们的工钱，你就好好收起来。中工的钱不急，你呀也给自己添置点东西。谢谢娘。杨凤之后，萧景也把钱递给了徐正香。娘，我吃的用的都是花家里的，我这份钱就上交吧。行了，你们一个两个都没听明白我的话是吧？你大哥二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也没让他们往家里交过钱，你嫂子给的你就留着吧，攒着买你喜欢看的书。徐正香拍了板，一家人都乐呵呵的回自己屋里数钱。叶洛心和萧木则开始准备明天要用的食盒。萧木写字，叶洛心用花朵装饰。这字写的不错，练了多少年啊？5年。那5年你在哪里生活？京城。萧木终于停下写字的手，直视叶洛心。有些事情不是我想瞒你，实在是不知道要比知道好得多。又是这样，叶洛心知道萧木肯定有不能说的理由，那就等你觉得能说的时候再告诉我吧。他继续手上的活，并迅速转移话题。希望今天买到猪蹄的那些人能在学院帮着宣传一下，这样我们明天一下就能把这些食盒卖完了。萧木点点头。第二天，两个人依旧起得很早，猪蹄还没出锅，其他人也都起来帮忙了。等他们装好食盒准备出门的时候，却看见门口蹲着一个人。大花，你怎么蹲在这里？大花看见叶洛心，十分高兴地站了起来，指了指自己身边的背篓。我知道你们家里养了兔子，每天都需要割很多的草，我早上多割了1筐送给你，谢谢你。你要是有时间，每天早上都帮我割1筐草，我1个月付你10文钱好吗？不要钱。大花连忙摆手，草又不值钱，都是顺手割的。行了，你把草放在门口，等会儿萧景过来说，我这边还着急，等回来之后和你说。他们到达书院的时间比昨天早了一点，叶洛心没急着卸车，想等会儿再弄，谁知对面街上却有5个人直走了过来。走，谁允许你们在这摆摊的？赶紧把你们的东西带走。几位可是书院的管事。什么书院的管事？既然不是书院的人，为什么要管我们在书院门口摆摊？别说是书院门口，就是整个清河县，我们家主子说不让你摆，你就不能摆。谁叫你们不知道天高地厚，酒楼的生意也是你们能抢的。我们就卖个猪蹄而已，怎么能抢了酒楼的生意？酒楼生意做得那么大，总不至于连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吧？叶洛心轻蔑一笑，他实在不敢相信一个大酒楼竟会把他们这种小买卖放在眼里。和他们废什么话？不是告诉你们砸了就行吗？从刚刚5个人出来的地方，一个翩翩公子哥走了出来。他身材微胖，面若冠玉，一身的绫罗绸缎，手中还摇着一把折扇。把他们的东西都给我砸了，谁敢？5个手下刚要动手，萧木就把叶洛心拉到身后，站到几个人面前。哟，还挺硬气。你们几个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胳膊扭不过大。腿字还没说出口，萧木上去一脚踢在了他的膝盖上，他立马就跪了下去。竟敢对我们徐少爷动手！几个手下见主子吃了亏，深知自己保护不周，连忙冲了上来。萧木也不着急，一脚踢飞一个。乡下人哪见过这种场面？赶车的刘二受了惊吓，眼见着一个人朝他们冲来，他吓得一鞭子挥在牛屁股上，老牛吃痛，甩开蹄子横冲直撞，直到撞在一棵大树上才停了下来。人和牛都没什么事儿，可是一车的猪蹄却遭了难，全都洒了出来。一切变故都在一瞬间。等叶洛心反应过来的时候，食盒全都撞坏了。快去报官！几个刁民当街打伤了徐少爷，让官老爷把他们抓起来。徐公子有手下跑去报官，叶洛心几个都留在当场没有动。这种事当然要报官，他们不报，叶洛心也要去衙门讨个公道。没多一会儿，几个衙差来到现场，将在场的几位全都带到了县衙。到了县衙之后，还没等升堂，叶洛心听到有徐公子的手下对着县衙的衙差道：二哥，就是这3个人当街打伤了徐公子，快把他们捆起来，押进大牢。县令还没升堂，你们就给定罪了？当街打人，人证物证俱在，还想抵赖不成？说着，姓白的衙役就想动手拿人，碰巧同值的另外一个衙役过来，看见了叶洛心和萧木，脸上露出惊异之色。萧公子，你们怎么来了？县令大人昨天还说过要去青山村找你们，想不到这就碰上了。3位请随我来，我通报一声县令大人。李大哥，他们可是当街打人的犯人，你还想把他们引荐给县令大人？你可知道他们打的是谁？来兄弟，这可是县令大人的贵客，打人的事还是稍后再说。真的？
的？那莫不会误会一场？若真的是县令大人的贵客，徐公子也可以暂时放他们一马。这位大人，民妇要告状。状告何人？告状徐家徐公子当街抢劫，欺压百姓，并且无视我朝律法，连县令大人都不放在眼里。他家家丁放言，整个清河县的地界都是他们家徐公子说的算。李兄，你可别听一个农妇胡说，徐公子不是这样的人。对，我家主子不是这样的人，是与不是，还是听大人决断吧。来人，升堂。升堂令惊动了周围的百姓，听见声音的百姓全都聚集在堂前。叶落心和萧木萧松跪在堂中间，旁边跪着许公子和他的5个家丁。堂下何人？有何冤屈？叶落心抬头看着县令，正要把之前发生的事情细细道来，徐才却抢着开了口：徐主，是我，这3个人他们打我，大胆！大堂之上哪里来的？你说说。一旁负责记录的主簿喝道：公堂上攀附关系，这可是大忌，请大人为草民做主。萧夜氏，你来说说怎么回事？大人，民妇与夫君大哥只是在书院门口摆摊卖食盒，这位徐公子二话不说，上来就让手下砸我们的摊子。夫君想要阻拦，他们就动手打人。夫君常年混迹山林，有点身手，这才让民妇免遭毒手。民妇带来的25盒猪蹄全部被打翻，民妇几人也被他们威胁，只是这样也就罢了。最让民妇不能忍的是这位徐公子声称自己在青山县可以为所欲为，他到处这样宣扬，到底将王法置于何地，又将大人置于何地？大胆徐才，他刚才说的可是真的？大人明鉴。徐才吓得连连叩头。草民没有说那些话，草民也没有抢他们的猪蹄，都是他胡编的。那我问你，你并非书院书生，因何清早带人在书院门口出没？小人只是路过去做什么？还不说实话吗？来人，把徐才的家丁拖下去，单独审问。大人饶命！家丁吓得磕头求饶。就在这时，一个男人闯入公堂之中，对着徐才的脸就一巴掌打下去。座上的主簿连忙喝道：大胆！何人敢擅闯公堂？来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人恕罪，小人是徐子商，正是徐才的父亲。既是熟人，主簿并没有往下追究。你来干什么？徐子商赶紧叩头：犬子不懂事，纵容家奴做出此等仗势欺人之事，实在是我徐家家门不幸，小人不才，特来求这3位苦主网开一面，损失的财物，小人愿意10倍赔偿给他们，你们看如何？刘大人问叶落心3人：大人，徐才到底是纵容奴才犯错，还是指使奴才犯错？这件事草民无法分辨，草民只想提醒大人考虑清楚，像这样的事情，如果一味纵容，清河县以后的风气又当如何？是不是任何一家的奴才都可以随便扬言这清河县是自家主子的地盘？这2口子说话真是如出一辙呀，尽挑着人的软肋捏。徐才，你纵容手下欺压良民，又口出狂言，藐视律法，你可知罪？我小的知罪。那萧夜氏，你的货价值多少？回县令大人，民妇的食盒一盒售价300文，这个学院里的书生可以作证，一共25份，价值7200文。好，徐才，本官判你赔偿萧夜氏纹银76两，并罚掌嘴10下，你可认罚？好民认罚。大人，萧夜氏，你还有什么诉求？大人，叶落心向上行了一礼：民妇谢大人为民妇几人做主，不过民妇还有一句话想问徐公子。但问无妨。不知道徐公子今天为何要到书院门口找民妇几人的麻烦？我们不过是做了25盒猪蹄而已，这点体量对酒楼的生意没有任何影响，按理来说不应该引得徐公子亲自前来。那么到底是谁在背后说了什么，才引得徐公子到此呢？在叶落心说这番话之前，徐才心中全都是对萧家人满满的恨意。这一次挨了罚，他早晚要报复回去才行。可是叶落心的话就像是打开了他脑中的某个开关，让他一下子就惊醒过来。都是那个许昭，是许昭和我说你们在书院门口卖酱肉，还扬言说比酒楼的好吃，酒楼做的就像屎一样，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才决定给你们点颜色看看。许昭，他还真是小气，我昨天不过是没有卖猪蹄给他，他竟然就记恨上了。什么？你昨天没有卖猪蹄给他？是啊，他那种人根本不配吃我做的东西。可是他说你们做的猪蹄确实很好吃，不能任凭你们这样发展下去，否则早晚会影响酒楼的生意。一旁的徐父听见这话，用双手捂住脸。他自问自己这辈子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为什么这个儿子就这么不争气呀？不管怎么教，都能随便被别人利用。就他这样，以后如何把生意放心交给他？或许自己真的该续弦了。徐才还不知道自己在父亲心中已经快成了废号一个，还沉浸在对许昭的怨恨之中。等我离开这里，我要立刻去找许昭算账，我要打得他满地找牙。胡闹！回家给我好好思过，1个月不许踏出书房半步。
路。真相已明，刘县令立刻就要宣判，叶洛心却再次对着上面叩首。大人，民妇有个不情之请，又有何事？薛公子掌嘴的这10下，能不能让民妇自己来打？可以。你们要干什么？我告诉你，你打我可以，你身后2个人不行。叶洛心轻轻一笑，薛公子也是被人利用，这18掌我先记在账上，说是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我一起打。听叶洛心说先不打，徐才终于放松了下来。在县城的监督下，徐家人交了银子，几个家丁也挨了棍子，这个案子终于结案了。叶洛心几人被县令留了下来，他们随着县令来到后堂。今天的事儿让几位受惊了，来喝一杯茶压压惊。县令大人不必客气，民妇愧不敢当。有了叶洛心的应对自如，萧家兄弟全都不说话，只静静地陪在身后，倒像是叶洛心的随身护卫。当得起，你们当得起。这次本县去给知府大人进献脱粒机，受到了知府大人的赞赏。知府大人已经下了命令，立刻按照样品做出50台脱粒机，送往各个县衙，让每个县按样自行打造。咱们安昌府今年的收成肯定会比往年大大的提高，你们也是大功劳一件呐。都是大人慧眼识珠，才让脱粒机发扬光大。民妇一妇人，并不敢贪这个功劳。今天把你们留下来，是有几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第一件就是今年的税赋，宋知府已经答应了，我们清河县今年还是10税3，并且保持3年不变。这3年，县里的子民可以好好的休养生息了。对于农家人来说，这绝对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萧松听刘县令说完之后，忍不住惊呼了一声：太好了！除了这件事，我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上次你们不是说青山村缺一位先生吗？这次我去安昌，碰巧遇到了昔日的一位好友，他愿意来咱们青山村教书。您的好友是同乡吗？叶洛心没想到找先生的事这么快就办好了。非也，他是我昔日的同窗，当年院士考试中也是我们中考得最好的，只是可惜了。后来发生了什么？萧松听得认真，忍不住追问。后来他被人盯上，有人想让他在考试的时候帮忙作弊，被他拒绝了。那时候我们都没想那么多，就在成绩出来半个月后，他一次外出之时被几个蒙面人围住殴打，他一个文弱书生毫无还手之力，硬生生被打断了一条腿。当时的县令派人查了半个月，最后查出打人的是山里的土匪，那帮匪徒见财起意，所以才动的手。可周正后来和我们说，他当天出门身上只带了10枚铜板。那后来呢？萧木听到这里皱了皱眉头。那窝土匪不久之后就被朝廷剿灭了。周正养伤1年，错过了第2年的会试考试，本想3年后再考，可是考试当天有人举报他夹带。真的吗？萧松顿时傻眼了。真的，当天真的从他带来的煎饼中查出了夹带的手抄纸啊！周正虽然一直喊冤，称那东西不是自己的，可是人证物证俱全，他当场就被赶出了考场。从那以后，他就从高高在上的举人老爷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军州，就连乡下的学堂都不肯用他教书。他学问那么好，怎么会夹带呢？我们也不信。周正他为人正直，从来不屑于做这种作弊的事情，谁能想到他却栽在了自己最厌恶的事情上。真是惨啊！这个结局让叶洛心都不得不感叹一句：那个时候他上面还有60岁老母在，为了照顾母亲，他只能留在军州老家，靠抄书和帮人写信的微薄收入谋生。3年前母亲离世，他守孝期满后才离开军州，结果刚到安昌就被我碰到了。当年17岁的翩翩少年郎，蹉跎了这么多年后，已经是年近40的落魄中年人。除了会念几首酸诗，会写一手好字，这位满腹才华的读书人竟然身无长物，连谋生都成了困难，何其令人唏嘘啊！前几天我遇到他，正好想起你们村里缺一位先生，他的举人功名已经被取消，如今没有功名傍身，不知道你们村里能不能接纳？这有什么不行？对，这有什么不行？萧松也附和道：我们村里条件不好，很多孩童都目不识丁，真正在读书的也就那么10几个，束修会比较少，还希望周夫子不要嫌弃的好。既然这样，那我就把这周夫子引荐给你们。县令说完起身离开，再回来时身后就跟着一位身着素色麻布衣衫的中年男人。男人身材瘦小，两颊的肉也都凹进去了一块。他穿着朴素，但收拾得十分干净，头发用木簪挽起，一缕山羊胡修剪得十分整齐。周正平静地看着眼前3人，让叶洛心感到惊奇的是，他眼中没有被生活磨平的消沉，反倒是充满了坚定和希望。那我就随3位一起走吧。牛车带着4人回了青山村，没有
直接回萧家，而是第一时间去了李正家里。出去的时候是3个人，回来的时候车上却坐了4个人，这让看见的村民都十分好奇。他们跟着牛车一起到了李正家。李正一听这是县令新给村里寻的夫子，立刻高兴了起来。太好了，太好了！周先生一看就气宇不凡，县令大人果然说话算话。村民们一听这是村里新来的先生，也全都打量了起来。就像李正所说，这个新来的夫子气度不凡，虽然瘦了一点，但是更显得仙风道骨，肯定不是一般的人物。趁着天还没黑，我先带夫子去看一下住的地方。李正怕慢待了周正，赶紧带他往学堂里去。一路走着，一路给他讲村里学生的情况。我们村呢人口不多，之前在学堂读书的一共是60多个孩子。这些孩子呢也不天天都来上课，赶上农忙的季节就在家里帮着干活了，所以这个束修啊我们都是按月给的。孔夫子之前说过，村里有10几个孩子还是有些资质的，所以这10多个孩子一直都在跟着学，他们的水平我之后会考究一番，也好因材施教。听周夫子心中这么有成算，李正彻底放下心来。书院里如今没有学生，只有孔夫子的院子里飘出一缕青烟。走到院子门口，一股药味从院子里飘了出来。亚奴坐在泥炉前煮药，看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吃了一惊。他起身迎了上来。没事儿，没事儿，孔夫子身体怎么样了？亚奴摆了几个手势，让几人进屋。孔夫子还躺在床上，时不时传出几声虚弱的咳嗽。李正走到床边，夫子今天感觉怎么样？孔夫子点了点头，又看向其余的几个人。当他看向周夫子的时候，脸上立刻露出吃惊的表情。周正也在看见孔夫子的一瞬间，双手颤抖。他跨出几步走到床边，半跪在床前，握住了孔夫子的手。先生，我终于见到你了。叶落星和萧木几个都看傻了，这俩人认识啊？你怎么会来？随后叶落星几人都退出了房间，周正在里面待了很久才出来，慢慢的给几个人讲起了其中的缘由。原来孔先生也曾是周正的夫子，就在当年周正出事以后，身为老师的孔夫子在第一时间就多方去调查，希望能查到事情的真相。可惜当时人证物证俱在，孔夫子多方求告无门，甚至因为闹事被衙门抓进去关了3个月，出来之后连功名都没了。孔夫子一身读书人的傲骨和犟脾气，他不相信天理昭昭真的就让这么一个有才华的学生蒙受不白之冤。于是了无牵挂的孔夫子决定上京告御状。那时周正还不知道自己的老师要去京城，等他知道的时候，孔夫子已经走了10多天了。当时他无暇分身，只想等着老师回来，他就劝说老师放下此事。谁知这一等就是20多年。这次出门他也是想着要四处游历一番，寻找老师的踪迹。我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恩师。可是老师的身体，见周正露出担忧的神色。夫子前几日突然病倒，现在已经大好了，周夫子不必担心，县令大人已经答应了，会请最好的大夫来给夫子看病。周正擦了擦眼角，那就好，那就好。本来李正还有些犯愁，这学堂住宿的地方就1个院子，但是让周夫子和孔夫子一起住，怕他不愿意。有了这一层关系，这个问题也迎刃而解了。今天是个好日子，我刚才已经让婆娘准备了饭食，周夫子今晚就到寒舍用饭吧，我们给你接风洗尘。除了萧长河之外，他还请了村里几个有威望的长辈一起作陪。叶落心3人便回到家中，家里还有做好的酱肉和酱骨头。叶落心让萧景送去给他们夹菜。晚饭后，他把白天发生的事情和徐正香和杨凤几个人大概的描述了一下。他们一边听一边唏嘘，怎么也没有想到做个买卖竟然会牵扯这么多，看来这钱还真的不是好赚的。你说那个徐公子他以后不会报复咱们吧？怕什么？他要真的敢来，看我打不打断他的腿。我一条老命换他一条小命，看是谁吃亏。他应该不敢来。我看那个徐公子虽然有纨绔子弟的习气，但是他那个爹好像是个好人，应该会管住他的。我明天就可以去上学了是吗？叶落心点头。行了，今天有惊无险，又带回了教书先生，这是2件大喜事。不过呀，我这里还有件大喜事要告诉你。什么好事？咱家的兔子生小兔子了，你猜生了多少只？5只。哎呀，不对。杨凤笑着摇了摇头。7只。杨凤还是摇头。到底几只啊？17只。这么多啊！叶落心傻眼了。对呀，2只怀孕的兔子呢，1只生了8个，还有1只生了9个。半年以后，这些兔子还能再生崽，它们的崽还能生崽。这样下去的话，咱们家是不是放不下这些兔子了？叶落心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那么多的兔子，子子孙孙无穷尽，那个场面可真是有点震撼的。今天母兔生崽，有没有给他们加好吃的？加了，娘让我给他们拿个半碎玉米。隔壁的大花带着小花特意去割了2筐嫩草过来呢。
我带你去看一下。杨凤拉着叶落金的手，两个人一起来到关兔子的笼子前。2个兔笼里都有一个由兔毛围成的小窝，这些兔毛是兔妈妈在生产前从自己身上拔下来的。在小窝里，几个粉红色肉团子挤来挤去，软乎乎的睡得正香。透过它们，叶落心似乎看到未来自己的兔子养殖场，看来是时候盖新房了。娘，咱们村里还有没有合适的空地？我想买一块大点的，专门弄个养兔子的地方。有，怎么没有？我和你爹早就相中了一个地方。徐正香相中的地方就在他家后面，直接从后面的菜园子延伸出去，可以扩到300-400平的面积。我早就和你爹说好了，我养的那些鸡和鹅都长大了，原来的地方肯定不够用，直接把后面的空地全都圈起来，养上几百只兔子都够用。这么大一块地要多少钱啊？不多，你爹问过村长了，他说那块地石头多，没人爱要，只要15两银子。那太好了。叶落心盘算着兜里的钱，买地绰绰有余。趁着天还没冷，我们先把这些棚舍盖出来，兔子、鸡、鹅还有猪全都分开养。另外，给咱们家元宝安排一个单间，晚上有他守着，肯定没有贼敢来偷鸡。元宝歪着脑袋，瞪着圆溜溜的眼睛听几个人说话，完全不知道自己即将沦为看门狗。他们这边讨论扩建的事，另外一边李正家里正进行着热闹的欢迎宴。天气还热，宴席就摆在了院子里。吃过晚饭的村民都聚集在村长家门口，一边聊天一边看村里新来的先生。周父子模样周正，有一副文人气质，与村民们坐在一起立刻就显出不同来。此时宴席过半，喝了点酒的村中长辈也没有了一开始的拘谨，开始夸起人来。父子一表人才，一看就是才高八斗的能人志士，能到我们村里来，实在是让我们这个小地方蓬荜生辉呀。是啊，孩子得到周父子的教导，实在是他们的造化。这些孩子有福了。谁说不是呢？赞赏的话一句接着一句，让周正的脸有些发烫。李正媳妇见了问道，我看周夫子来的时候是一个人，那周夫子的家人还在老家吗？你几时去接他们过来呀？我现在孤身一人，没有什么家人了。哎呀，那太好了。不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夫子孤身一人来到我们这里，不如就在我们这里安定下来，寻个合适的人成个家。咱们青山村虽然穷了点儿，但是人都还挺好的。对，夫子若是不嫌弃，咱们村里有很多漂亮的姑娘媳妇儿，让张媒婆给你相看相看，以后就在这里安定下来吧。李正没有将他的事情告诉大家，但是周正觉得自己不应该隐瞒。就在大家热烈讨论时，他突然站了起来，看得在场村民全都愣住了。我知道大家对我寄予了厚望，但我曾经因为考场舞弊被取消了功名，我不是你们口中的高义之人。众人的表情仿佛被定住，空气安静的落针可闻。安静的环境让周正感到压抑，他害怕自己重新回到那种被人骂、被人瞧不起的日子。今天谢谢大家款待，天色不早，我先回去了。他仓皇而逃，留下村民们面面相觑。这个周夫子怎么死脑筋呢？当初的事情他也是被人冤枉的呀。村民们都好奇当初发生了什么，李正只好把自己听来的事情大概讲给村民们听。周夫子的事情萧母都和我说了，而且周夫子是孔夫子的学生，孔夫子当初还为了他去四处告状，这件事肯定没错。那周夫子还真可怜呢。是啊，要是我家娃读了那么多书，最后被人给害了，我得多难过呀。就是啊，怪不得周夫子到现在还是一个人，连个媳妇儿都没有。那孔夫子当年也是为了周夫子离开家乡的呀，这对师徒都挺不容易的。谁说不是呢？第二天，周正早早起床，梳洗停当后，先是去看望孔夫子，然后就走到学堂里，坐在讲席之上。他翻开了一本书，边看边等学生的到来。周夫子，李正的声音突然传来。上学的时间，李正怎么会来这里？难道那些学生都不来了吗？不知李正前来所为何事？昨天只顾着接风洗尘，也没详细和你说束修的事。咱们村里不富裕，之前孔夫子执教的时候，束修都是200文钱一个月，家里没有钱的可以拿粮食或者别的东西抵。不知道周夫子觉得这样行吗？那就按照老师原来的数额收取即可。那就好啊。李正擦了擦额角的汗，对着外面喊道：别在外面站着了，都进来吧。教室外呼啦啦进来了一大群学生，刚刚还安静祥和的教室一下子变得吵闹非常。吵闹的不光是孩子们，还有他们带来的各种生物。二蛋，你把你家的大鹅抱远一点，他刚刚啄我的
屁股了。四牛，你家鸡拉屎了，都拉在你脚上了。这是我娘新给我做的鞋，让我上学穿的，这下可怎么办啊？周夫子莫怪，咱们村里也没什么好东西，有的家里就拿这些鸡呀、鹅的抵束修，课还没有上，束修不用这么急。哎，那哪行？大家都说了，夫子远道而来，又没有家眷，我们就得多照顾点。生活方面你也不用担心，反正你也和孔夫子住在一处，以后他们给孔夫子准备那些柴火呀、粮食啊什么的，就多准备出来一份就行。李正见周夫子没有说话，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悦，立刻去唤来哑奴，让他把该收的东西全都收起来。过了一会儿之后，教室里终于恢复了平静。他退出教室，没多一会儿，听见里面传来朗朗的读书声，李正脸上露出了轻快的笑容。听了一会儿，李正走出书院，就看见前来寻他的萧长河。长河老弟，你怎么过来了？李正大哥，你弟妹想要买我们后面那块地，之前不是和你打过招呼吗？你看这个什么时候能办？萧长河道：这有什么难的？你要是着急，我这就给你办。那行，我现在就回家取银子。你家的房子不是盖了不久吗？现在买这块地又要干什么？老二家他们喜欢养一些鸡呀、鸭呀什么的，现在院子里放不下，我们想着干脆扩出一块地方来。这样啊。李正点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记得和我说。行。萧长河回家取了银子，李正也带着人来丈量，将地界划了出来。村民们看见萧家又买了一块地，纷纷过来询问：秦二哥又要盖房子呀？现在的房子不够住吗？家里又要添丁了。添丁有什么稀奇的？人家2个儿子都成婚了，也该抱孙子了。不盖房子就扩个院子，也好养一些鸡鸭。二蛋娘，你回去问一问，二蛋爹要是有时间，明天让他过来帮着打土坯。行。还有谁有时间的都过来帮忙，我这边给工钱，1天20文。萧长河又对在场的人说道。一听说有工钱，大家全都来了兴致。我家那个力气大，我让我家那个也来行不？我家孩子二蛋不会干，但是可以一边学一边干，让他也过来，1天给10文钱，可以不？行，怎么不行？萧长河应了下来。昨天晚上叶洛心用炭条画了一张图，上面明明白白的画出了兔舍、猪舍和鸡鸭鹅舍的分布。看完图，他算出大概需要2到3万块的土坯，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要光是靠着他们自己家几个人，得干到上冬去。而且叶洛心要求不低，这些鸡窝、兔窝有棚顶、有地面，还有排水用的沟渠，弄起来很费时间。徐正香是想在天冷前把这些活都干完，想赶工就只能花钱雇人，而且人越多越好。徐二哥，那明天我们的人可就过来了。来，有时间的都过来，自己带着点工具，1天20文，但是不管午饭。第二天，萧家人起得都很早，知道今天就要开始动工了。叶洛心昨天兴奋的差点没有睡着觉。早饭是1人1碗的鸡蛋水，配上新蒸的菜团子，夹着卤肉吃，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萧景尤其满意，他边吃边对萧长河道：爹，周夫子让我们每人准备一个沙盘呢。什么是沙盘？就是用木头钉一个盒子，里面放上沙子，可以用来写字，写完了还可以抹掉。要那个干什么？周夫子说大家家里都没钱，买不起笔墨纸砚，就先用沙盘练习，实在有必要了再往纸上写，这样可以省下不少。这个周夫子还挺有办法。萧长河点了点头。行，今天我找时间给你做一个。还没等他们吃完饭，院子里就来了10几个大汉。徐二哥，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这就开始干了。一共是15个人，萧长河按照他们力气的大小给他们分派活，有的挑土，有的铡草，有的负责搅拌打土坯。叶洛心也随着萧长河一起出去，给来人一人发了一个刻字的竹片，告诉他们晚上凭着竹片过来领工钱。小二哥，我家二大娘说4蛋来干活也行，所以我今天把他也带来了。4蛋和萧景一样大，小孩子没什么力气，也没有手艺，4蛋爹怕萧家嫌弃。二蛋娘昨天和我说了，村里新来了周夫子，很多孩子都去学堂了。二蛋不去读书吗？读什么书啊？他脑子和我一样笨，他将来能把地种好就行了，农闲了就出去干点零工，多攒点钱，早点把媳妇儿娶了。那行，我昨天和二蛋娘说1天给4蛋10文钱，他今天要是干好了，明天就和你们一样，都按20文钱算。谢谢小二伯。二蛋谢了一句，就赶紧跑去干活。没多一会儿，又来了5个村民。萧长河把他们一共分成了5组。第一组由萧松带着6个人，负责挑土、搅拌；第二组2个人负责铡草；第三组4个人负责在空地上扫出一块一块的平整地方。剩下的8个人，3个由萧木带着，按照图纸挖地基。图纸上有3间房子和7、8间的窝棚，房子的地基需要挖深一点。还有5个负责收集空地上的平整石头，由4蛋爹带着，把窝棚里的地面都铺上石板。按照叶洛心的说法，
兔子喜欢打洞，要是不铺上石板，以后养多了不好控制，所以这次修的鸡窝、鹅窝、猪窝、兔窝全都铺上石板，这样打理起来也方便一些。萧长河有点纳闷，自己这个二儿媳妇懂得还挺多，会做脱粒鸡，会做卤肉，现在还会养兔子，简直是无所不能，也不知道这些本事从哪里学来的。趁着休息的功夫，叶洛心晾了一大壶水拿出来给大家喝，村口就传来了马蹄声，众人纷纷停下手中的活向村口看去。叶洛心也直起腰看着远处的马车。长河叔，这马车好像是来你们家的。二蛋爹道，我看也是，这次又是什么人呢？不会又是县老爷吧？说话间，马车已经到了家门口，车夫停住马车，一个身穿官差服饰的人从车上跳了下来。萧家人在吗？在。叶洛心赶紧迎了出去。李大哥，你怎么来了？萧家弟妹，我这是奉县令的命令，把县里最好的大夫给送过来了。他说着打开轿帘，里面坐着一位仙风道骨的白胡子老头。叶洛心朝着老人施了一礼。那真是太好了，孔先生的身体迟迟没有大好，劳烦大夫去给看一下吧。白胡子老头一脸严肃，看见叶洛心施礼，只轻轻点了下头。这是裴树裴神医，裴神医常年云游四方，难得能到我们这里来一次。县令谨记当初的承诺，遇到裴神医的第一时间就让我将神医请了过来。那还真是有劳了。就你家县令能请得动我，要不是老夫自己想来，他刘勉就是给我磕头也休想请得动我。这李衙役有些尴尬。那辛苦神医，去给孔先生看一看吧。马车刚刚调转车头，迎着面又来了另外一辆马车。哼，这又是谁？众人皆惊叹，能在村里一次见到2辆马车，还真是稀奇事儿。对面的马车像是认识县衙的车，主动打马让了路，可这边李衙役却不走，将马车停了下来，横在了路中间。怎么了？对面是酒楼的马车。酒楼不就是前几天刚刚赔了银子，又欠了萧家10个巴掌的酒楼吗？难不成在县衙受了气，到萧家算账来了？徐掌柜，你寻到此处，难不成是对刘老爷的判决不满，想要寻仇吗？李衙役话音刚落，对面车上就下来一人。叶洛心定睛一看，果然是徐子商，徐掌柜。徐掌柜十分客气，走到马车前，对李衙役弯腰行了一礼。不知道关老爷在此，让关老爷的马受惊了，你为何到此？关老爷有所不知，上次与萧家这位小娘子和她的家人有了冲突之后，我一直愧疚于心，今天是特意带犬子来赔礼道歉的。车上的随从把轿帘打开，车里除了徐子商，还堆了一堆礼物，看起来真的是来道歉的。既如此，那我就不拦你了。但是你记住，若是你敢对萧家人动手，大人肯定不会放过你。关老爷说笑了，你看看我们几个，全都手无缚鸡之力，若是真的动起手来，谁吃亏不是一目了然吗？徐子商看着走过来的萧木，摊了摊手。怎么了？萧木走到叶洛心身边，挡在他身前。叶洛心刚要解释，就听见车里的神医道：还不走，慢慢腾腾，在这磨蹭什么呢？夫君，我要带陪神医去给孔夫子看病，徐掌柜这边你先招待一下吧。好，那让娘陪你一起过去。没关系，有李大哥在呢。叶洛心摇了摇头，放心，我很快就回来了。李衙役挥动长鞭，调转马头，转弯间，马车车帘掀动，车内陪神医高傲的余光突然扫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要不是他知道那个人在京城养病，几乎要以为是他来到了清河县。想不到这世上竟有长得如此相像之人。不对，你是萧木也看到车里的人。我是萧木。马车还在往前走。等一下，你是青山村人吗？你父母是谁？你在京城有没有熟悉的亲人？娘子，不如你留在家中，我陪这位神医去学堂吧。也好。叶洛心似乎看出了一些端倪，这位陪神医好像认识萧木。这边徐子商一直在等叶洛心招呼自己，见他迟迟没有回应，只好喊道：萧夫人。叶洛心这才回过头来。徐掌柜，不知徐掌柜到我们这里所谓何事？要是道歉的话，那就免了。当初徐掌柜已经赔了银子给我，况且徐公子还欠我10个巴掌，咱们一码归一码，道歉就不用了。这说起来惭愧，上次的事情多亏了萧公子和萧夫人大度，我那不成才的儿子才没有什么大事。说着，徐子商冲着马车吼了一句：还不给我滚下来！爹，不是说好了你不再骂我了吗？我倒是不想骂你，可是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徐掌柜若是想要教训
儿子，还是带回去教训吧，免得让村里人看了笑话。萧夫人说的是，让夫人看笑话了。徐掌柜这次来到底是什么事？其实我是想问问萧夫人，愿不愿意到我们店里指点一二？上次萧夫人做的酱猪蹄，我朋友曾给我送来一份，那味道确实要比我们店里的好。对不起，我没有时间。还没等叶洛心说完，徐子商就抢着道：我知道你家里肯定也有很多事情做，我愿意每个月出10两银子，只要萧夫人将手艺传下来，我愿意再出500两银子。500两！杨凤和徐正香早就凑了过来，听见徐掌柜说500两的时候，都张大了嘴巴。哎呀，我就说弟妹做的比酒楼好吃多了。那是当然了，也不看看是谁挑的儿媳妇。这边叶洛心冷笑一声：徐掌柜怕不是把我当傻子吧？这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事，换谁谁也不会同意的。那萧夫人怎么才肯让出配方？我让徐才拜你为师，1日为师，终身为母。你把手艺传给他，他保证能让你们萧家吃喝不愁，你看如何？还是别了，这么老的儿子，我可消受不起。徐才瞪圆了眼睛：徐掌柜你就别费心思了，我家将来还要靠着酱肉生活，祖传的东西概不外传。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不打扰了。徐才，你把车上的礼物搬下来，给萧夫人送进去。徐才身边的小六子闻言，立刻跳上马车，把车上的礼盒摞起来，打算搬下马车。可是礼盒太多太重，他根本抬不起来。徐才看着他的样子，骂了一句：蠢死了，便上手帮着拿了一半下来。他们抬着东西就想往萧家进，叶洛心立刻拦在路中间：无功不受禄，我们不收礼。徐正香和杨凤看见了，也帮着叶洛心将人挡了回去。我们家虽然穷了点，可也不是什么都收的。拿都拿来了，难不成还要搬回去？又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就几10两银子而已，你们不要，我就扔在地上了。那你就扔，扔了被别人捡走，和我无关。就在双方僵持之时，叶洛心突然听见一声鞭子响，紧接着是马的嘶鸣声。驾！众目睽睽之下，徐掌柜竟然丢下自己的儿子，下马车逃跑了。老爷！小六子向前追了几步，眼见着马车跑得飞快，路上只剩下一阵尘土。少爷，老爷怎么把我们给忘了？徐才看着远去的马车，再也不管什么体面不体面，把礼物盒子往地上一扔，自己也坐在了地上。他不是忘了，他就是故意丢下我们的啊！小六子呆在当场，老爷平时最心疼的就是少爷，怎么舍得把他一个人扔在这里的？少爷，我们现在怎么办？你们手里有银子吗？怎么，你不是不要我们家的钱吗？这会儿又想要银子了？我不要你的钱，你如果有银子，我可以帮您叫牛车，让刘二送你回去。我不回去，回去了他又要把我关起来，还不如在外面自在。哦，那倒也行。徐公子财大气粗，定能找到回去的办法，我这边就不送了。叶洛心说着转身要走，徐才却突然站了起来。我爹说让我拜你为师，学满1个月才能回家。叶洛心都被气笑了。拜师学艺讲究你情我愿，我不想教你，你就赖在我家，你们这叫死皮赖脸。我知道你的手艺概不外传，我也不指望能学到什么东西，你就让我在这里住满1个月就行，我交房钱。说着，徐才从腰间掏出荷包，他把整个荷包递给叶洛心。这些够不够？见叶洛心不接，他又把手上的玉扳指和腰间的玉佩解了下来。再加上这些呢？叶洛心还是不答，只是盯着徐才的脸看。这难道就是传说中人傻钱多的富二代？富二代显然误会了叶洛心的意思，一把捂住自己的脖子。不行，这个玉坠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不能给你。要是觉得不够，你说个数，我以后补给你。我不要，我怕你留在我家偷师学艺。我才不学呢，也就我爹对你的配方感兴趣，我不想做这个。我将来要走遍整个大梁，去做更大的生意。就你，到时候别被人骗的裤子都没了，回不了家。你不能这么说我们少爷。我爹给我下了令，要是不能在这里住1个月，今年就不允许我回乡去祭拜我娘。我保证不会偷学手艺，你就让我住这儿吧。说这话的时候，徐才的眼眶有些红。好家伙，情绪转折这么快，不做演员可惜了。叶洛心一边腹诽，一边又生了一丝同情之心。这些钱我收了，就让你住上1个月。不过你可别把我这当客栈，指望着我派丫鬟伺候你。在我这里，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坚持不住想要跑，我可不退钱。行，不过别的都好说，我和小六子都不会做饭，你不会连饭都让我们自己做吧？饭可以在我家吃，但是你刚刚给的只是住宿钱，想要吃饭就得用公实话。哦，徐才和小六子都傻眼了。现在家里正好在盖房子，你们可以干这个，没有工钱，管3顿饭。你这也太黑心了，我去天香楼住1个月用不了这么多钱，你可知道我那个玉扳指是多少两银子买的吗？徐才痛心疾首。那你就去天香楼住。行，知道了。1个月后，我要让我爹把这里的田都买下来，到时候看我怎么折腾你们。哦，叶洛心笑了笑。你确定你爹会听你的吗？咱们走着瞧。徐才气哼哼地朝着干活的地方去了。后院里，萧长河正在指挥大家挖一块大石头。老远看见2个年轻人朝自己走来，还以为是叶洛心刚招来干活的，他迎了上去，立刻察觉出了不对。谁干活会穿这么好的衣服啊？ 2位公子，你们要找谁？
我这里正在挖地基，别再往里走了，免得弄脏了衣服。不找谁，我们是来干活的。你是工头吗？干活？这下轮到萧长河愣住了。这两个人一看就不是差那20文钱的人，怎么会跑到他家来干活了？正纳闷时，杨凤跑了过来：“爹，弟妹来让我说一声，这两个人是过来干活的，爹看着给他们安排点能干的活。这是酒楼掌柜家的儿子和随从。弟妹说他们一看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爹给他们安排点简单的活就行，累一点也没关系。”徐才一直竖着耳朵听两个人说话，当他听见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几个字时，心中的怒气值几乎达到了顶点。这个村妇一直都瞧不起自己，我堂堂徐少爷没干过活，还没见过别人干活吗？盖房子有什么难？不就是把这些土砖摞到一起？他完好一笑，把袍子的下摆掖进腰间，弯腰就去搬地上的土砖。萧长河没有留意这两个人的动静，听完杨凤的话，他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太离谱了，怎么能让徐家公子干这些粗活呢？万一磕了碰了，那徐掌柜不得找他们麻烦？简直是胡闹！话音刚落，徐才手中的泥砖就裂成了两半，掉到地上碎成了渣渣，场面一度陷入尴尬。徐才没想到这村里的土砖会这么不结实，自己明明没有用力，怎么就碎了呢？可他真的不是在胡闹。萧长河知道对方误会了，连忙解释：“我不是说你胡闹，我是说我家孩子，你这种公子哥平时娇生惯养的，干这种活怎么行呢？”徐才生性好强，平生最不想听到的话就是别人说他不行。我怎么不行？今天这活本公子非干不可。说着他又弯腰去拿地上其他的砖块，萧长河赶紧上去拦住了。哎，停，徐公子，这个砖是我们刚刚做出来的，还没有晒干，你一拿就碎了呀。你们自己做的？要不这样吧，徐公子要真的想干活，那就去那边挖土好吧？那我和公子一组，他来挖，我来运。小六子已经看出了点门道，看见那边是两个人搭配，他们正好也是两个人。好，这里有工具，两位到那边挖就可以。咱们干活的人多，不用着急，能挖多少是多少。匆匆交代完，萧长河就到前院去找叶洛心了。他得问清楚了，这俩人到底为什么会来自己家？前院，叶洛心和徐正香正在整理徐掌柜送来的东西，这些礼物看着都挺贵，却也不是华而不实。里面有翠芳斋的点心，上好的丝绸料子，一对翠玉的手镯，还有崭新的文房四宝。看样子挑礼物的人是确确实实用了心的。徐正香见萧长河回来，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安排了2个年轻人去后面干活吗？你不给照应着点儿？我就是来问这个的。那个徐公子不是徐掌柜的儿子吗？他怎么来咱们家干活了？这是闹的哪门子？爹，是徐掌柜亲自把儿子送过来的。叶洛心说着，还拿出荷包给萧长河看，你看，给了几块碎金子呢。这个徐公子要在咱们家住1个月。住就住，怎么还让人家干活呢？咱们家粗茶淡饭，只要他能受得了，住1个月也没什么问题。哎呀，你知道什么？这徐掌柜家可是和咱们家打过官司的，洛心还能不如你知道的清楚吗？洛心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那2个人年轻力壮的，又累不坏，干点活怎么了？嘿，你那让他们干多少啊？爹，你就把他们当成是二蛋一样就行。二蛋和那个小随从差不多大吧，二蛋能干的他们就没问题，要是有不会做的，爹就叫人教教他们。那行吧。这真是活得久了什么都能看见啊！以前都是穷人到富人家打工，现在好了，这富人还到穷人家里做工了。哎呀，想不通，一点也想不通。他这边一走，徐正香立刻问道：洛心呐，我还是没明白，徐掌柜为什么要把儿子扔在咱们家呀？娘，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能想到的，可能徐掌柜是想让他儿子来我们这里偷手艺，结果他儿子不配合，宁愿干出力的活，也不愿意拖着学。那这么说起来，这个孩子还挺好的呢，人虽然笨了点儿，但至少比他爹正直。这也都是我猜的，正好这1个月咱家都要盖房子，多一个人多出点力，他要是受不住，那就偷偷跑回去，咱们也不拦着啊。我看行，看他那细皮嫩肉的，估计也待不了几天。天色将晚，叶洛心和杨凤开始准备晚饭，饭菜准备妥当，萧长河也带着人回了院子。叶洛心看见徐才的第一眼就忍不住笑出声来，之前还风流倜傥的公子哥，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没了形象，他的脸上黑一道白一道，右脸上还沾着几块泥巴。有什么好笑的？让你们去干活，没让你们跳泥坑，你干什么去了？哎，这2个小子，我说少装点，他们偏不，装得满满一筐，结果走到半路被石头绊了一下，一下子就摔到了拌好的泥浆里。徐正香看见那个漂亮的公子哥眨眼变成了这样，心生不忍。后院有冲澡的地方，这会儿没人，你们赶紧去洗一洗。我不去。为什么？徐正香诧异，这孩子都弄得这么脏了，怎么连澡都不肯洗呀？有钱人家的少爷不爱干净吗？徐才难得有说不出口的时候。我家少爷身子金贵，怎么能在四面漏风的地方洗澡？万一被别人看光了，那可怎么办？小六子说出了徐才的顾虑。那破地方洗个澡都被看光了，
本少爷就是脏死也不会洗的，谁会看你呀？那地方多好，通风凉快，洗完都不用擦，一会儿就吹干了。晾干的时候就面朝大山，还能吸天地灵气。咱家老大老二都这么习大的。吸天地灵气？你当我是人参啊？算了算了，少爷身子金贵，你们两个呀到我屋里去洗。可是我们没有换洗的衣服。徐才还是有些尴尬，来之前他真没想到自己会留下来。他爹是有这个打算没错，徐才以为只要萧家人拒绝的彻底，他爹也没有办法。谁知道他爹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直接把他给丢了下来。衣服我们倒是有，只要你们别嫌弃就好。没多一会儿，徐才和小六子两个洗漱回来，小六子穿的是萧景的旧衣服，徐才穿的是萧松的旧衣服。众人正要开饭，萧木正好回来了。回来的正好，快过来吃饭。萧木没着急过来，身子一让，却又从身后走出一个人来。这是萧长河都傻了，今天什么情况？这怎么又捡回来一个？这位是给孔夫子看病的裴大夫。裴大夫说夫子的病还需要调理一段时间，这几日他就住在我们家里。原来是给孔夫子看病的神医。神医快来坐，裴神医请上座。说是神医不嫌弃，就在这用个便饭吧。爹，神医也不是外人，大家都坐。徐才闻言一屁股又坐了下来。今天干的活比他长这么大干的所有活加在一起还要累，哎呀，实在是站不住了。那哪行，给孔夫子看病，那就是我们村里的大恩人。裴神医千万不要客气，快请上座。徐才闻言一看，合着就他自己坐下来了，萧家人是一个都没坐。没办法，他又撑着膝盖站了起来。小六子见少爷动作困难，忙上手扶了一把。少爷小心呐，这位小哥年纪轻轻就体虚成这样，怕是脾肾都亏虚的厉害，还是要多加注意。你才肾虚，你挑半天的土试试，看看还能活蹦乱跳不？就是挑一天的土，老夫也比你现在要好。小小年纪，你这样就是肾虚。裴神医，您别和他计较，他是有钱人家的少爷，今天下午也是第一次干活，所以才有些疲累。徐才，你少说两句吧，吃了饭赶紧去休息。裴神医也劳了一天了，吃过饭也早点休息吧。终于可以吃饭了，徐才看着这一桌子菜，却完全没有胃口。没别的菜了，干了一天的活就吃这个。那你想吃什么？我想吃四喜丸子、梅菜烧肉、烤鸭、酱鹅、松鼠绝鱼。我们家可没有那些东西，想吃的话，徐公子立刻坐车回家，想吃什么就能吃到什么。哼，不吃就不吃。我就说呢，这么不懂规矩，原来不是萧家的孩子呀，连家都回不去了，还挑三拣四，惯的臭毛病。都吃饭吧，不想吃的可以不吃。此话一出，刚刚还剑拔弩张的两个人全都闭了嘴。徐才夹了一筷子兔肉，勉强放进嘴里，嚼了几下之后，他眼睛突然睁大。这是什么肉？怎么这么好吃？这世上还有本少爷没吃过的肉？这就是普通的兔肉，你怎么可能没吃过？不可能，兔肉不是这种口感的。这是我们腌制过的兔肉，做之前先焯水，再用油稍微炸一下，炒出来就是这个味道了。你不怕我偷师学艺了？家常便饭而已，有什么好偷的？少见多怪。裴树终于忍不住讽刺道，同时他也夹了一块兔肉扔进嘴里。一顿饭吃的主客都很满意，除了这一老一小有些看不对眼。到了睡觉时，这种矛盾就更加突出了。萧家只有一间客房，我不和他住一间房，这种小辈根本就不配和我住一间。徐才，你别闹了，能和神医住一个房间是别人求都求不到的好事，你竟然还推脱，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暂时先这样住着吧，明天我再想办法。两个人只好气鼓鼓的同意了。客房里有2张床，3个人显然睡不下。小六子主动道，我睡地上就可以，我打个地铺，别麻烦了，我都要困死了。今天我们两个挤一挤。少爷，这怎么行？怎么不行？都这样了，还讲究那么多干什么？过来吧。徐才往里挪了挪身子。小六子知道少爷最讨厌别人和他对着干，只好扭捏着躺到床上。徐才累得很了，到这会儿才察觉出自己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跌到泥浆里的时候，他的腿上还擦破了一块皮，要是搁在以前，肯定要找医馆的大夫给看一下。可这是乡下，他翻了个身，忍不住哼唧了几声。少爷，你是不是疼得睡不着？你怎么知道？我也是，不知道明天会不会疼得更厉害。要是明天我们不能干活的话，萧夫人不会真的不给我们饭吃吧？不吃就不吃，反正也饿不死。说完，徐才就想起了刚刚吃的兔肉和鱼，觉得肚子又有些饿了。少爷，要不我们明天回去吧？老爷看见你这样肯定会心疼的。那不行，我要回乡祭拜我娘，必须在这里住够1个月。老头子向来说一不二，我要是半路跑回去，他肯定不会让我去祭拜的。那我们坚持1个月。你们两个到底睡不睡觉？太累了，不想和你吵架，我们这就睡了。徐才懒懒的道。过了一小会儿，你们不是浑身酸痛睡不着吗？我这里有药，你们吃不吃？你的药好用吗？废话，我裴树的药能不好用吗？别人想吃都吃不到，你到底要不要？刚刚在饭桌上，徐才听到了萧木说这个老头是个神医。行，我们吃。徐才坐了起来。想吃我的药可以，以后在这里你得听我的。那你药还是留着自己吃吧。行，算你
你有骨气，我老头子就是嫌弃你们太吵了，吵得我没办法睡觉，要不然我才不给你药呢。这个药内服，还有这个。他又拿出一个白色的瓷瓶，这个药涂在伤口上。吃下药丸后，小六子又给徐才处理身上的伤口。小六子一点一点帮着他涂着药。夜色沉沉，主仆二人吃完药后很快入睡，萧家院子也陷入一片沉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徐才就醒了过来。他刚睁开眼，就见一个白胡子老头正在低头看着自己，当时吓得尿意都没了。你干什么？不识好人心，我就是看看你脸上的伤怎么样了。徐才这才缓过神来，他动了动脖子和肩膀，出乎意料的身上竟然不疼了。徐才犹豫了一下，你昨天给我的药很管用，谢谢了。哦，这回知道我的药好了吧？昨天还说不想吃呢。裴树有些得意，你们这些后生啊，总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老人的话也听不进去。要不是怕你们吃亏，你以为我会留在这个地方？裴大夫，你在说什么？哎，罢了罢了，说了你也不懂。天光渐亮，村子里也恢复了生机。萧家人都起得很早，等徐才洗完脸走出房门的时候，早饭都已经做好了。徐正香看见徐才，远远招呼他：快来，正做卷肉饼呢，这个刚卷好的给你吃。徐才走了过去，徐正香把一个大大的卷饼递到他的手中：快吃吧，昨天累坏了吧？你先吃着，下一个给你的小六子做。谢谢了。从昨天到现在，他一共说了2个谢谢，这2个谢谢都是发自真心的。以前身边的人表面上都在奉承他，背地里却经常笑他傻，笑他笨。这里的人虽然说话不那么好听，还逼着他干活，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好都是真心的。徐才突然觉得未来的30天也许没那么难过了。徐才咬了一大口饼，徐大娘，你手艺真好。这算什么的？今天让老二去买肉回来了，洛心做卤肉给你们吃。大娘，他们说你家的卤肉做的好吃，到底是不是真的？怎么不是真的？你不是住在县城吗？没听书院的学生说吗？当初许昭也是书院的，他可不是这么说的。就是坑你的那个小子啊。徐正香问。他已经卷好了另外一张饼，一边递给小六，一边说：我看呐，你这个孩子倒也不像有多坏，以后啊再聪明点就好了。听着好像不是夸我。这会儿裴大夫正好走了过来。裴大夫，早上没有做别的，只有卷饼，我再给您冲一碗鸡蛋水好吧？裴树点了点头。为什么我没有鸡蛋水？你一个小娃娃总和我比什么？你干的那些活还不够吃鸡蛋。凭什么？凭什么？你可知道给我们干活的这些乡亲一天只有20文的工钱，你干的不如他们多，也不如他们勉强才能够得上20文。20文钱能吃到肉吃到饼已经很不错了，你自己想想，你花20文能买到什么？那他没干活怎么也有鸡蛋吃？徐才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竟会因为一个鸡蛋和别人斤斤计较。小六子也奇怪，少爷平时都不吃鸡蛋的，他说鸡蛋里面有一股鸡屎味儿，难吃得很，今天这是怎么了？裴树好像故意要气他，听见这话故意朝徐才呲了呲牙。叶洛心真是被这2个幼稚鬼打败了。裴神医救死扶伤，又能给孔夫子治病，就是吃山珍海味也不为过。你们也别小看了我，我虽然不懂医术，不会盖房子，论做生意你们都不如我。那你倒是说说，若让你掌管酒楼，你有办法把它做得比现在好吗？一个酒楼而撑死了1年也就几千两银子的收入，若是我掌管酒楼，我必定要把挣到的钱投在其他地方，不会死守着这一个酒楼。那你想做什么？能做的可多了，生意若想赚大钱，就不能局限在一个地方。比如说我爹现在做的这个酒楼，生意再好，客源也就是清河县和周边几个县城的，菜式花样再翻新，也引不来京城那边的客人。可若让我做吃的，我就想让全大梁的人都知道酒楼，让远在京城的人也能吃到和清河县酒楼一样口味的卤肉。叶洛心有被他这个想法惊讶到，原以为这小子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没想到他的想法还挺超前的。可现在这个年代，没有真空包装，没有飞机火车这些快速的交通工具，说什么让京城吃到和清河县一样味道的酱肉，简直是天方夜谭。叶洛心原以为只有自己才会有这样的想法，没想到这小子也有。想到这里，叶洛心仔细打量了一下徐才，这小子该不会也是穿越过来的吧？你这个想法挺好的，我觉得可以考虑。真的？你真的觉得可行？不是哄我？他再一次确认。当然了，你说的这个也是我正在想的，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研究个对策出来。不过现在先吃饭，然后起来干活。好。得到认同后，徐才有一种终于找到同道中人的感觉。原来他的同道中人不在市井，更不在京城，就在这山村农户之间。想到这儿，他觉得自己干活都有力气了。徐正香说是给裴树冲一碗鸡蛋水，实际上做的时候把徐才的也做了出来。这小孩长得好看，昨天干了半天的活，手上都划破了，也没见他怎么抱怨。徐正香觉得他还挺顺眼的。徐才接过鸡
鸡蛋水，心情更顺了。正想一口喝下去，他的裤脚突然被什么咬住了。谁啊？想抬脚踢，结果低头一看，半边身子都不会动了。这是老虎吧？救命啊！有老虎要吃人了！一院子的人都看着他。小六子本来蹲在他身边吃饼，听见少爷的声音，一下子将徐才扑倒在地。少爷别怕，我保护你。徐才猝不及防，摔得一口气差点上不来。元宝不知道这两个人在干什么，他又凑近了一些，闻了闻徐才的嘴。救命啊！元宝过来。小老虎听见自己的名字，一颠一颠的跑到叶落心身边，用头蹭了蹭叶落心的腿，又亲昵又听话。见老虎半天没有动静，徐才一把将小六子推到一边，并长长舒了口气。你可压死我了！你们怎么还养老虎啊？你们就不怕老虎咬人吗？你看他这个样子，像是能咬人吗？叶落心摸摸老虎的头。元宝自从跟着回来后，个子长了很多，站起来都快有叶落心高了。可他的性子却十分温顺，平时不吵不闹，也不到处乱跑，吃东西更是不挑，给什么吃什么，不让吃的绝对不碰。最喜欢吃的就是冲好的鸡蛋水，一次能喝一大碗。像是听懂了叶落心的话，老虎朝着徐才张大嘴巴吼了一声。裴树一直默默看着发生的一切。老虎刚出现的时候，他也眯起了眼睛，看着老虎被叶落心收拾得服服帖帖，又多看了这个女子几眼。这就是萧木的妻子，模样倒是好看，还有驯兽的本领。可是她真的适合做萧木的妻子吗？他念头还没有转完，突然感觉后背凉飕飕的，转过头去，果然看见萧木正不动声色，冷冷地盯着自己。裴树赶紧敛住神情，低头慢慢喝着碗里的鸡蛋水。早饭刚吃完，昨天干活的村民们又来到了萧家，大家不用吩咐，找到自己干活的工具，又开始劳作起来。人多力量大，经过昨天10几个人的努力，地基已经挖得差不多了。萧木今天去县城买青砖，地基不能用土砖，得用青砖才更结实。除此之外，还要买一些磨平的石板。叶落心说有别的用处。徐才和小六子今天还负责挖土运土，有了昨天的经验，他们今天已经能够熟练地挑起扁担。一旁挑土的是村里的王二牛，他看徐才两个人磕磕绊绊的干活，忍不住问道：昨天就想问你们了，你们是县城里的有钱人吧？怎么跑这里来干活了？这粗活不适合你们干，这有什么不适合的？徐才擦了擦头上的汗。我原本也以为我干不了这个，你猜怎么着？所以我现在觉得干活还挺好，累了以后吃得香，睡得也香，这可比在城里斗蛐蛐有意思多了。斗蛐蛐是什么意思？王二牛想象了一下那个场面，两个蛐蛐咬来咬去有什么看？不如看狗打架。狗打架有什么好看的？这回轮到徐才不懂了。狗咬狗一嘴毛，你听说过吗？两条狗打急眼了，能把对方咬成秃狗。王二牛不好意思的笑笑。行吧。徐才无语，还是你们村里人玩的野。今天是学堂的休沐日，萧景得了徐正香的命令，吃过早饭就陪着裴树去学堂给孔夫子看病。裴神医施针的时候不喜欢别人在一旁打扰，只留了萧景在屋里打下手。周夫子没事做，正好趁着这个时间在村里走走。当初他来青山村是萧家引荐的，来了这么久一直没有登门道谢，周正也有些过意不去。他从村民给的树修里面挑了2条干肉，准备送到萧家当做答谢礼。走到半路，迎面碰到了李正老婆。李正老婆看着周夫子一身青色长袍，端方俊朗，立刻又动了说亲的心思。周夫子这是要去哪里呀？原来是嫂夫人。周正朝着他拱了拱手。我去一趟萧家。哎呀，周夫子这身长袍穿着是很不错，不过这袍角已经破了，该补补了。周正低头一看，袍子的边缘果然破了一个洞。多谢嫂夫人提醒，我回去之后就缝补起来。哎，要我说，夫子一个人生活确实有很多不便，还是赶紧成个家吧。我身无长物，贫困潦倒，自己生活上有问题，还是不要拖累别人了。这怎么能叫拖累呢？夫子一表人才，又这么有学识，不知道有多少姑娘倾慕夫子呢。夫子若是有意，我二姑家的、表哥家的、四舅家的3姑娘，正好没有婚配，我给夫子说和说和。那姑娘长得好看，就是年轻的时候太挑剔了，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像夫子这种，他肯定能喜欢。周夫子吓了一跳，赶紧拒绝。不了，我并没有婚配的打算。没有婚配的打算？李正老婆上下打量周夫子，眼中露出一丝疑惑。周夫子知道那丝疑惑意味着什么，赶紧又拱了拱手，拎着2条肉干快步离开了。李正老婆看着周夫子匆匆离去的背影，气恼地跺了跺脚。二大娘全程听见2个人的对话，见周夫子走远了，才从墙角走了出来，和李正老婆一起看着夫子背影。嫂子，这夫子怎么跑得这么快？我看他挺害怕别人给他说亲的，该不是有什么隐疾吧？哎呀，谁知道呢？要真是这样，实在是可惜了。谁说不是呢？周正脚步匆匆，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出半个月，他就会成为青山村人人同情的对象。来到萧长河家，萧家人都在各忙各的，男人们都在后面盖房子。叶落心刚刚割了猪草回来，正在吐
笼前面喂兔子。杨凤和徐正香在院子里称粮食。昨天李正已经通知过了，知府大人将脱粒机进献给朝廷，受到了朝廷的嘉奖。知府大人高兴，已经下令清河县连续5年保持30%的税赋。这几天天气好，李正张罗着让大家把上交的粮食都准备好，一起到县衙去交税粮。见到周夫子进来，徐正香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迎了上去。周夫子怎么有时间过来了？周正赶紧把手中的肉干递了过去。来了几天了，一直没有拜会，这个是我从树绣里选出来的，还希望萧家嫂嫂不要嫌弃。夫子快别这么客气，咱们乡里乡亲可不讲究这些，更何况夫子是咱们村里的大恩人，您的礼我们可不敢收。周正闻言有些不好意思，正好看见叶落心走了过来。要说恩人，您家的儿子和儿媳妇才是我的恩人，若是没有他们引荐，我也不能到这里来。夫子才学出众，我们自然是敬仰的。不过既然是夫子的一番心意，娘您就收下吧，总不好让夫子再把东西拿回去。不过夫子也别客气，晚上就来家里用饭吧。叶落心一番话下来，周正也不好拒绝，便答应了下来。正在这时，隔壁的大花攀上墙头。姐姐，我做了一个荷包，你看看喜欢吗？叶落心于是走到墙边，接过大花的荷包，仔细端详。荷包针脚细密，做得十分精巧，上面用紫色的线绣着一朵栩栩如生的兰花，兰花上一只蜻蜓立在上面，振翅欲飞。好看，真好看！你怎么想到绣这个的？大花被夸得不好意思。我昨天出去割草，在山上休息的时候，正好看见一朵兰花，看着十分好看，便绣下来了。果然是个天才。叶落心看着荷包，爱不释手。这个荷包，姐姐若是不嫌弃，就送给姐姐吧。那怎么好意思？这可是你好不容易绣出来的。不会，只要2天就绣出来了。那行，那我就收下了。你荷包做的这么好，改天我去买几尺好一点的料子，你全都做成荷包，我帮你拿到县城去卖，好不好？真的吗？大花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正向叶落心道谢的时候，他看见萧家院子里站着一个男人，他和村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村里的人都穿短衫，但眼前这个人却穿长袍。长袍虽然有些旧了，却是将洗得十分干净。男人还在和徐正香说着话，他说话的时候十分谦和有礼，脸上还挂着淡淡的笑容，那种谦和端庄的气质是大花从来没有见过的。叶落心欣赏了会儿荷包，抬头的时候就见大花看周夫子，看得眼睛都直了，看呆了。大花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那我回去了。匆匆道别后，大花立刻从墙头爬了下去，一直走到屋里。大花的心还在砰砰直跳，仿佛一直被生活压得很苦的心突然找到了新的窗口。另外一边，和徐正香说话的周夫子完全没有注意到有个小女孩一直在盯着自己。孔夫子已经和我说过了，萧景是个聪明的孩子，自己又肯用功，学过的东西比别的孩子掌握的都要扎实一些，明年的院士肯定没有问题。夫子莫要宽待他，他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夫子尽管打骂，再不听的话就告诉我，我让他2个哥哥收拾他。读书这件事，除了天赋和努力，还要看他自己的意愿。他若是想学，自己就会下功夫；他若是不想学，别人逼着也是没用的。夫子说的是。徐正香应了下来，他觉得夫子说的有些道理，就像现在在后院干活的徐才，放着好好的书不读，非要到他们家来吃苦，这可能就是个人意愿的事儿了。萧长河听说周正来了家里，赶紧从后院回来招呼。坐在院子里刚喝了一杯茶，萧木就回来了。萧木身后背着背篓，手中还拎着一盒点心和一个纸包。他先跟周夫子和父亲打了招呼，然后把背篓和点心盒子送进厨房。送完后，他没有直接出去，而是拐了个弯，把手中的纸包送回自己的房间，这才出去招呼客人。青砖什么时候送过来？明天就送过来了，一共订了1000块。那个马老板说咱们买的多，就格外送了100块。好，那明天就能把地基打起来了。周正看了一圈萧家的院子，萧大哥，我看你家的院子也不小，怎么又想着加盖房子呢？你看我盖的这么大，其实不是用来住的，那是用来养禽兽的啊！周正吓了一跳，看见周正脸上的表情，萧长河就知道他误会了，连忙解释：禽兽就是禽和兽反正就是孩子们想养一些兔子什么的。我家老伴儿喜欢养鸡，他们都说要弄一个大一点的场地。原来是这样，也不怪他多想，主要是以前从来没见谁家养鸡养鸭的，还专门盖个房子，这也太奢侈了。他又仔细看看萧家院内的装饰，怀疑
自己是不是小看这一家人了。没多一会儿，徐正香和杨凤分好了粮食，就进屋准备晚饭。今年的粮食交完税后还能剩下不少，吃的不用那么省。徐正香就让杨凤晚上烧一锅新米饭，这还是粮食下来后他们第2次煮新米吃。杨凤把上次做好的冲米器搬进院子里，一边冲米一边和叶洛心聊天，干得游刃有余，看得周夫子心急得不得了。这个东西是你们自己做出来的？是啊，是景儿想出来的呢。这个冲米器呀，踩着非常快，比原来的省了不少力气。好办法，好办法呀！周夫子称赞他读书这么多年，书中的东西从来没有用到生活中来。萧景这孩子将来必成大才。托夫子的吉言，一会儿他回来，我就让景儿正式拜您为师，还请您不要嫌弃啊。夫子和师傅是有所不同的，夫子只是教学的老师，可是师傅却比夫子的关系更近一层。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认了师傅，两个人就有了一层亲情在。我这个身份怎么好做别人的师傅？周夫子别过谦，要我看，周夫子比一般的先生才学还要高。只要您认景儿，就是我们萧家的福气了。萧长河说的情真意切，周正便不再推脱。师傅不必认，但周某定竭尽所能，把毕生所学的都教授于他。他在别的方面可能不如别人，但若论读书，他还是有些自信的。既然自己这辈子没办法实现心中的抱负，那就把这一腔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学生身上。等学生功成名就的那一日，自己就算是死了，也能含笑九泉了。晚上，萧家做的是卤五花肉、酱肘子、豆腐丸子、凉拌黄瓜，还有大骨熬的藕片汤。这一桌子菜，连徐才都说不出不好的话来。徐正香给每个人都盛了一碗汤，招呼大家赶紧吃饭。徐才别别扭扭的夹起一块酱肉放到了裴叔碗中。谢谢裴神医昨天给我吃的药，今天身上一点都不疼了。我现在没什么感谢的，等将来回了家，我一定让我爹好好感谢你。算你小子有点良心，我老头子的药可是很贵的，不知道你爹付不付得起。我爹可是酒楼的掌柜，你去打听打听就知道了，有什么药是我爹付不起的。刚缓和了一会儿，气氛又开始变得紧张。今天有周夫子在，萧木没让他们吵起来。都吃饭吧。裴神医便不再说话，徐才也闭了嘴。晚饭后，萧景打着灯笼将周夫子送回书院休息。萧家其他人都回到自己的房间准备休息。萧木和叶洛心分别洗完澡，叶洛心坐在床边擦着头发。萧木突然把白天带回的纸袋子拿了出来。这是什么？给你买的衣服。萧木说着打开纸包，里面端端正正的包着一件鹅黄色的浅色纱衣。这叶洛心只看一眼就被这件衣服吸引住了。这件衣服料子很软，看起来像是真丝织的。这裙子很好看，可是不是太贵重了？我今天本来想给你买件细布衣服的，可是一进去就看中了这件好看，衬你。这件衣服又贵又不经脏，平日里没有机会穿呀。那你就穿给我看啊？给你看？怎么看？就在房间里穿上给我看。萧木拿着衣服上前，我想的没错，这个颜色果然很衬你，我喜欢。这个男人从来不会说情话，这还是他第一次说我喜欢。明明也不是多么动听的情话，可是叶洛心却听得心里酥酥麻麻的，好像又回到了喝酒的那个晚上，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当天晚上，元宝又一次被赶出了房间，他趴在墙角竖起耳朵，听着房间里传来呜呜咽咽的声音，总觉得女主人被欺负得很惨。15天后，萧家的养殖场已经初具规模，徐才也越来越适应这里的生活。小六子比他会的更多，现在已经会砌墙了。少爷，就是哪天你不要我了，我也可以凭着自己的手艺赚钱了。小六子一边干一边说，跟着本少爷还委屈你了，跟着我不比砌墙赚得多吗？少爷别气，我只是随便说说，我哪儿都不去，就在少爷身边伺候。看你这段日子表现得这么好，等回了家，我就让我爹给你涨工钱。谢谢少爷。小六子受宠若惊，虽然在这里的日子也挺有意思的，但是两个人还是有些想家了。徐才盘算着回到县城一定要睡上3天3夜，等休息好了，他再来这边和叶罗心研究做生意的事儿。一切都计划得挺好。这一天，县城那边却传来了消息，这还是他们两个来到青山村后，家里第一次有人来送信。来的是家里负责养蛐蛐的小五。看见徐才和小六，小五踉跄的身影立刻瘫软下来，跪在徐才面前嚎啕大哭。小五，小六子吓了一跳，你这是怎么了？少爷，少爷！小五一把抱住徐才的腿，少爷，老爷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老爷昨天晚上被几个官差抓起来了，咱们家里还有酒楼，
全都被封起来了。什么？徐才吃了一惊，到底是因为什么？奴才也不知道，只听说是犯了很大的事，老爷可能要被问斩了。听了这话，徐才一下子呆住了。父亲本本分分经营徐记几十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路边摊慢慢发展到这么大，他爹从来都是安分守己的，就连自己在外面惹了事儿，他爹都要对他狠狠训斥一番，告诫他要低调守规矩。他不信他爹能犯这么大的事儿。小六子，收拾东西，我们立刻回城里去。他心急如焚，抬脚就要往外走。少爷，咱们虽然没有什么可收拾的，可是真要回县城的话，咱们是不是得换身衣服？那还不赶紧去？等他们主仆二人换好了衣服，萧木和叶洛心已经等在了门外。听说徐才一个家仆找来了，他们也想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徐二哥，嫂子。徐才拱了拱手，多谢你们这段时间的招待，我现在必须立刻回家，就此告别了。刚刚你家家仆已经说了家里发生的事，我建议徐少爷还是别急着回去的好。那怎么行？那可是我父亲，我得回去打点一下。他老人家岁数大了，万一受点刑，我怕他受不住。徐少爷说是要回去打点，那我问你，你手头可有银子？没有。对呀，他家都被封了，他哪里来的银子？那徐少爷可有认识的朋友愿意帮忙？徐才在脑中过了一遍自己的酒肉朋友，竟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徐才的心凉了一半。无论如何，我要回去看一下。当初我就觉得奇怪，我们平日里并无交往，又刚刚发生过那样的事，徐老爷为什么要把你送到我们这里？我父亲说让我来学习卤肉的方子。按照你对你父亲的了解，他可是那种强人所难之人。不是，我爹以前就没办过这种事。依我看，你父亲把你送过来，就是想要保全你，保全我。徐才彻底傻了。现在还不确定，不过你父亲既然将你交到我们家，肯定是深思熟虑过的。你在没有了，我父亲当年就是独自一人来清河县打拼的。这件事，徐子商和徐才吹嘘过很多次，每次喝完酒，他都要给他讲述自己当年是如何白手起家，顺便教育一下，让徐才不要好高骛远。那可有走得近的朋友？走得近的，徐才想了一下，唯一走得近的可能就只有许家了。许家？你说的许家是那个骗你的许昭家里？是的。你爹平时和许家走得很近吗？听说早年徐记刚开的时候，许昭的爹是投了银子的，现在他们许家还从我家里拿分红呢。这次我爹出事，他们许家别想置之不理。等我回到县城，我就要去找许昭的爹，让他拿钱把我爹给保出来。别轻举妄动，我一会儿去县城打探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啊，你们和县老爷有交情，能不能帮我爹说几句好话？不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你爹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待我打听之后再说。一听说萧木要去城里，我也要去。你去能做什么？你放心，我去了也不露头，我只跟在你身后，听你打探情况。徐才恳求，那可是他爹，他真的没有办法心安理得的等着别人给他消息。叶洛心朝着萧木点了点头，行，那就带你去，你只管跟着，不要说话。好。萧木从仓房里拿出一些药材装进背篓，当做要去卖药材的样子。徐才则用一个大斗笠遮住脸，身上也背着一个背篓，扮作萧木的跟班。两人乘着刘二的牛车到了县城，第一站先去了医馆。医馆掌柜一见萧木来了，忙迎了上去。上次不是说要晚来几天的，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正好家里这些药材晒干了，就拿来了。萧木把徐才身上的背篓接过来，递给小二，让他去过秤。等掌柜的结了钱，萧木又状似无意地说道：娘子说想吃酒楼的酱猪肘，今日得了钱，正好去买给他。哎呀，你前几日怎么不说去买？今日去买可买不到了。怎么了？酒楼还能关门停业？可不是关门。徐掌柜凑近一点，是被查封了。萧木像是吓了一跳，怎么了？不就一个酒楼吗？怎么还被查封了？里面出人命了？没有，但是啊，这事可比出人命还要严重。那是听说呀，酒楼的徐掌柜贩卖私盐。私盐？在大梁贩卖私盐可是死罪。可查实了？查实了，据说昨天从酒楼里翻出一担细盐，全部都是私盐。不可能！站在萧木身后的徐才指尖发白，听到这里忍不住说道：他不可能贩卖私盐。徐掌柜根本没有注意萧木带来的人，还以为是他的弟弟。听见徐才说话，他这才打量起来，不过这人戴着帽子，根本看不清长相。徐掌柜心中有了怀疑。萧木知道徐掌柜是个人精，他暂时不想让徐才暴露身份。谢谢掌柜告知，既然酒楼不能卖了，那我就去别家看看吧。说着他就招呼着徐才离开。徐才紧跟在萧木身后，两个人走得很快，一直转过一个墙角，进到一条胡同里，萧木才停了下来。不是说不让你说话的吗？徐才低头没有说话，等他抬起头来，萧木才看到他的眼睛红了。对不起，我刚刚没忍住，但是我爹肯定不会贩卖私盐的，他能提前将你送走，心中肯定已经有了打算。这件事你说他完全不知情，我是不信的。徐才眼泪流了下来。我爹曾说他一个人拉扯我长大很不容易，让我要记住他的好，老了以后要好好孝敬他，到时候他也不要想什么锦衣玉食，就有一个小院，每天吃喝不愁的就很满足了。他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更不能
能贩卖私盐。行了，现在你说这些没有用，你想一想，你爹平时有没有和你透露过什么？又或者你爹隐晦的嘱咐过你什么？这些没准能帮到你。徐才擦了擦眼睛，仔细想了想。走的时候，我爹什么都没和我说，但是他曾经和我说过，历年来的账本都在书房的暗格之中。我爹要是贩卖私盐，肯定也会有账。我想回家把账本拿出来。你家现在已经被封住了，外面有官兵把守，其实你想进就能进的。我知道我家后院有一个秘密通道，那个秘密通道一定没人。如果我爹出了事，这件事一定和许家脱不开干系，我一定要找到证据才行。许家、许昭、叶青青的相好，也是在背后怂恿徐才找他们麻烦的人。既然许家也参与进来，萧木倒是想看看这里的水到底有多深。我陪你去。两个人穿过窄巷，一路尽量避开人群，走到徐家后院。在这里，萧木终于看到了徐才说的那个后门，这不就是狗洞吗？我先进去，你在后面跟着我。等徐才费了9牛2虎之力从狗洞钻进去的时候，看见萧木已经悄无声息地站在了他的面前。我操！徐才吓了一跳。你是怎么进来的？萧木指了指墙头。这么高的墙你都能爬进来？徐才对院中的路十分熟悉，两人借着树木和杂草隐藏身形，一直走到书房的后面。前面有2个人在把守，进不去怎么办？徐才不甘心，进去可能就会被发现，可如果不进去就没有办法拿到账本。我去将他们引开，暗格就在书架的花瓶下面，你拿起花瓶就能看见按钮了。你别动，还是我去吧。萧木猫着腰走到墙角，看见守卫后，他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轻轻一抛，石头正好打在其中一个人的头上。被打的看守一愣，查看一周没有见到人影，最后把目光看向了自己的同伴。你看我干什么？刚刚是不是你打的我？我打你干什么？这院子里除了你我根本就没有别人，谁知道怎么回事？难道闹鬼了不成？两个人各自转过头去，没多一会儿，萧木又扔了一块石头，还是打在刚刚那个人的头上。这次被打的人什么也不说，回过身去就打了同伴一拳。你竟敢打我！是你先打的我根本没动手，除了你还能有谁？你他妈的就是故意的，看我不打死你！两个人掐在一起，你一拳我一脚，其中一个打红了眼，抄起了腰中的挎刀，另外一个见状撒腿就跑。见他们两个的身影消失不见，萧木立刻招呼徐才向前。他们肯定是知道你家书房里有东西，不然不会派人守着。赶紧把账本找出来，我们得快点离开。不用他说，徐才也知道现在情况紧急。他跑到书案前面，轻轻一按，后面的墙就打开了一条缝隙，一个暗室露了出来。快进来！你爹是个精细之人，我爹喜欢算账，在我印象不是在记账，就是在翻以前的账本。这里账本太多，我们拿不走，以前的都不用拿。我相信我爹没有问题，早几年的账本不用看，只看这1年来的就好。按照徐掌柜的习惯，1个月1个账本，从过年到现在一共是9个月，也就是9本账本。徐才脱下外衫，将账本裹在里面，然后向后看着萧木。现在怎么办？他们会不会已经回来了？你先待着别动，我出去看一下。透过窗纸的缝隙，他看见刚刚打架的2个人已经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人。你们2个怎么回事？不是说了让你们好好守在这里，你们怎么还自己打起来了？徐老爷，都是赵武，他跟个疯子一样突然就扑上来打我，这不把我的鼻子都打出血了。徐老爷，您评评理，我们2个好好的站在这里，马三他3番5次的偷偷用小石子偷袭我，打我也就算了，4次打的都是那个地方，他这是没安好心，想让我断子绝孙呢。赵武，你别含血喷人，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打你？还打你那个地方？还不是因为豆腐西施心小娘子，她只喜欢我，不喜欢你，她都和我说了，你那玩意儿不行，我看你就是极恨我和她走的近乎，伺机报复。赵武，你他妈找死，你才找死！2个人剑拔弩张，又要打作一团。好了，我给你们银子，是让你们给我把守望风，可不是去找什么豆腐西施的。今天可有人来过这里？没有。赵武和马三齐声回答。那就好，我要进去找点东西，你们帮我望风。若是有其他人来，千万别让他们看见我。等我找到东西，银子肯定少不了你们的。徐老爷，你有什么要找的，和我们说一声不就行了？何必自己跑这一趟？就你们。许仲元鄙夷地看着2个人，2个人缩了缩脖子，都不说话了。萧木听见许仲元的话，立刻闪身寻找躲藏的地方。书房内陈设简单，除了几个书架，就只剩下一张黄花梨木的大方桌。情急之下，萧木脚尖点地，一个闪身躲到了房梁之上。在他躲好的一瞬间，一个圆滚滚的肚子先挺了进来。许仲元身材矮小，一身肥肉，进来后，然后开始在书房内翻找。几番翻找之后，他终于发现了书架上的白色瓷瓶。许仲元拿起瓷瓶，看见了压在下面的白色开关。藏的倒是挺深，伸手去按开关。就在他的手摸上开关的一瞬间，突然觉得后背一阵凉风刮过，紧跟着后颈一疼，直接晕了过去。萧木伸手抄住他的腰带，将人轻轻放到地上。饶是这样，外面还是听见了一丝动静。徐老爷，马三在外面轻轻呼唤，可有什么需要小的帮忙的？滚！财神爷发了怒，为了不招来晦气，他们连滚带爬的就离开了书房。见没人看守，萧木赶紧拿开瓷瓶，打开了
暗格的开关。拎着你的账本，快走。两个人出门后直奔后院，一路跑到狗洞边。你从这里出去，穿好衣服，在外面等我。那你呢？我还有点事，马上出来找你。出去以后，他把账册掏出来，放进自己带来的背篓中。他这里刚刚套上外衫，就听见院中忽然传出了几声呼喊：“走水了，走水了，走水了！”徐才大惊，他家里着火了，万一烧起来把房子都烧没了怎么办？徐才趴下身子，想要爬回去查看，忽然觉得眼前一花，萧木仿佛从天而降，落在了他的眼前。干什么呢？我想看看是哪里着火了。是书房的门，我放的火，放心吧，很快就会有人来救火了。你放的火？徐才十分惊讶。不放火，难道让那个徐老爷睡醒了直接回家吗？萧木说完，抬脚就走。徐才恍然大悟，徐宅的书房着火，毫无关系的徐掌柜却出现在这里，光是这一点就够那个许仲元喝一壶的了。还是萧兄想的周到，还是赶紧走吧。两个人不再管徐宅里面发生的事儿，从小路绕到街上，直接回家了。回家路上，徐才一直缠着萧木问，刚刚他是怎么出来的？我怎么感觉眼睛一花，呼的一下你就出来了？你会武功？不会，那你怎么跳得那么高？萧木不再理他，直到萧家门口，萧木都没有回答徐才的问题。徐正香在家里焦急的等待，直到他们两个走进院子，徐正香才拍了拍胸口：“哎呀，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样，东西找到了吗？”找到了，萧二哥和我还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啊！什么秘密？那个许仲元真的和这件事有牵连，他今天偷偷跑到我家书房来找账本了啊！听说许家不是京中有人吗？这事儿会不会闹得很大呀？如果徐掌柜真的贩卖私盐，徐才恐怕也难逃干系。我们知道的有限，现在也只能从账本中寻找一下蛛丝马迹了。哎呀，这个徐掌柜真是个老狐狸，这事儿和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啊？他非要把儿子送到我们这里，是想把我们家也牵连进来是吧？萧大娘，对不起，如果我爹真的出事，我立刻就走，绝对不会拖累你们的。哎，说起来，我和你还是同一个姓，没准儿啊，800年前是一家。哎，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并不是我萧家遇事没有担当，而是这件事啊和我家根本就没有关系。将来你徐家若真的犯下什么大案，我一定会将你送到衙门。徐才有点难受，但还是点了点头。可你若真的有冤屈，我们愿意倾尽全力帮你，至于结果怎么样，就只能看你的造化了。徐才红了眼睛。大娘，不管将来怎么样，萧家的大恩大德，我徐才这一辈子都铭记于心。行了，你这孩子看着也不像是个坏人，这些事情我也不懂，剩下的就让木儿和心儿他们帮你吧。徐正香摆了摆手，去厨房准备晚饭了。走进厨房，看叶落心还在烧火。哎，怎么样？我刚才说的好不？叶落心朝着他眨了眨眼。娘，你真厉害。徐正香得意的笑了。还不是你说的，要什么恩威并施？要是按我的想法，这个好人我就不做了。如果他们真的犯事，我们肯定不会沾边。但如果这对父子是冤枉的，我们趁机收拢他们，将来会有大用处。叶落心边说边在锅底添了一把柴，火光映得他脸上熠熠生辉。徐正香看了两眼，对这个儿媳妇愈加的满意。哎，真不愧是我的儿媳妇，胆子大，想得远，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晚饭过后，徐才迫不及待地拿出账本来看。徐才现在无比后悔，之前没有和老爹好好请教记账的方式，现在看着这密密麻麻的数字，竟有些无从下手。叶落心看他急得焦头烂额，随手拿起一个账本也看了起来。开始2页他还看得不大明白，越往后翻竟然看出一些门道来。徐掌柜的账记得很明白，每一笔收入都有对应的支出部分。现在的账本太多了，你一个人肯定看不过来，我让萧景过来，大家一起帮忙，看能不能从中看出问题来。为了防止出现遗漏，叶落心定了一个轮流查看的方法。徐才先看第1册，萧景看第2册，叶落心看第3册。全都看完之后，徐才把第1册传给萧景，萧景把第2册传给叶落心，叶落心再把第3册传给徐才，这样能保证每一本账本都有2个人过目，防止一个人查看出现遗漏。萧木给他们端来茶水。这么晚了，喝点茶水润润喉。这里好像不对。他伸手指向书中的一处记录，他一出声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有什么不对？这里有一项支出，我清楚记得前面几个账本上都没有这项支出。徐掌柜从来不会记这种模糊的账，他会写上买菜、买盐或者送礼，可是你看只写了景兴阁，连备注都没有。对，后厨的支出每个月金额都差不多，就这个月多出了500两。再翻一下7月份的，看有没有这笔。徐才赶紧翻了一下手中7月份的账本，没有。我爹给景兴阁500两银子干什么？难道我爹真的参与贩卖私盐了？徐才看着那一笔账，心凉了半截。不一定，现在盐的价格是200文1斤，若是500两银子全都用来买盐，
盐能买到2500斤。你们不是说官府从酒楼里面只翻出一担，那么剩下的盐又去了哪里？私盐在我朝一直控制的比较严，徐掌柜若是想要贩卖，肯定得有固定的渠道。8月之前，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营支出，那么他的经营渠道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更倾向于徐掌柜是用这笔钱买了一批私盐，也可能是在他自己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我爹肯定是不知情的，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盐已经到家了，所以他才偷偷的把我送到乡下来。这个就要看他自己怎么说了。今天许仲元到书房去寻找东西，我怀疑他要找的就是这个账本，他一定是知道什么。可是光凭这个账本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500两银子能做的事情有很多。既然这个账本说明不了问题，那许仲元要找的肯定是别的东西，那个东西一定还留在书房之内，不可能。徐才立刻否定了这个观点。贵重的东西，我爹从来都不会放在外面，而且暗室里我们也看了，里面除了账本什么都没有。难道真的是账本？几个人都陷入了沉默。叶洛心一边想着其中的可能性，一边继续翻看，想从字里行间找到蛛丝马迹。藏头诗没有，奇怪的暗示没有。若这个账本真的有问题，那徐掌柜未免藏得太深了。叶洛心有些头疼，他想把账册放到书案上，自己先休息一下。忽然间灵光一闪，他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对。他快速捡起1、2月份的账本，打开扉页，仔细对比三者的不同。怎么了？我觉得这个账册的封页好像有点不一样。账册的封页都是用牛皮纸制成，又厚又硬，可是8月份比1月份和2月份的都要厚一点。我看看，确实不同。就在众人一起看着他，等着他解惑的时候，萧木忽然伸手将封页从账册上扯了下来。这是做什么？这个封页里面夹了东西，夹了东西，真的？几个人全都看着完好无损的封页，根本看不出里面藏有东西的样子。老三，你去打一盆水过来。萧景立刻去用木盆盛了满满一盆水过来。萧木把枫叶放入水中，让它飘在水面上。泡了一会儿之后，几个人眼见着完好的牛皮纸的边缘张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牛皮纸是防水的，但是浆糊不会防水。萧木说着，把账册枫叶从水里捞了出来。他拿出一把小刀，伸到缝隙之中。其余3人大气都不敢出，看萧木细心地割开缝隙，将2张牛皮纸剥落，2张素笺露了出来。哇，还真的藏了东西啊！我爹可太会藏了。萧木并没有将素笺拿起，依然让他依附在牛皮纸上，将素笺的内容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我就说都是许仲元陷害的我爹，怪不得他要去我爹的书房找信。有了这2封信，我爹一定能洗脱冤屈。不行，我现在就要去县衙击鼓鸣冤，我要让县老爷为我爹做主。这么晚了，你怎么去啊？我爬也能爬回去。你猜县老爷现在有没有睡觉？你半夜去敲鸣冤鼓，会不会有人理你？我就是太着急了。有了这2封信，至少能证明你爹没有贩卖私盐。至于其他的，就要听县老爷定夺了。早点睡吧，明天我陪你一起去。第2天，萧木陪着徐才3人一起到了县衙。小五和小六听老爷有救，一个个都激动得不行。徐才把鸣冤鼓击得震天响，看见衙役出来，他都不肯停手。快把鼓槌放下，你还想把这县衙的鼓敲漏了不成？小爷就愿意敲，敲坏了小爷赔得起。到了公堂之上，徐才跪在中间，小五和小六跪在他的身边。他刚要拿出昨天找到的证据。徐才，本官正想找你，想不到你就自己投案来了。来人，把他们3个给我绑起来。老爷，小的是来申冤的，不是来报案的。小的有证据证明我爹是被冤枉的呀。徐才跪着向前爬行了2步。请大人明鉴，大胆！县令啪的一下拍了一下惊堂木，惊得站在外面的百姓都抖了一抖。本官亲眼看到从你们酒楼搜出的私盐，这还能有假？我爹那是被人给骗了，是许仲元，是他陷害的我爹，证据都在，你胡乱攀咬又有何用？你父亲已经收押在监，不日将送往州府，由州府大人亲自审理此案。你既已出现，就在县衙牢房里住上几天，等候发落吧。大人，小的有证据，小的有证据啊！这个小子太聒噪了，赶紧把他绑起来。2个衙役一边一个，像拎小鸡一样，把徐才双手拎到背后，把他们压下去吧。刘县令摆摆手，末了向其中一个衙役示意，用手指了指徐才的胸口的位置。衙役会意，立刻将人带了下去。身边人群散开，萧木视线轻转，突然在人群之中看见一个熟悉的大肚子身影，是许仲元。经过昨天的着火事件之后，他不仅没有被抓起来，还能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县衙门口。看见徐才被压起来，许仲元露出一个轻蔑的笑容，摇摇头，随着人群一起离开了。萧公子，李大哥，老爷知道萧公子就站在外面，特让小的来请萧公子到醉翁楼茶馆一叙。好。萧木不知道这个刘县令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还是点头答应下来。县令进门什么都没有说，直接向萧木伸出了手，手中竟是徐才揣在身上的2张信笺。萧木立刻站了起来。大人这是何意？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天徐才都是住在你们家里的。不瞒大人，徐才确实在我家住了半月有余，这事只要问一下村里人，大家都知道。可是那个徐才是他爹扔到我们家门前的，我娘心善，不想他饿死，才被迫收留。实在没想到他家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2家没有关系？若
是你不想给他们帮忙，那这个东西放在你那里也无用，还是我自己收着算了。大人等等，大人说要我帮他们，可是我是一介草民，他们犯了那么大的事，我该怎么帮？这件事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刚刚冲动了，我真不该指望你一介平民去做什么。大人，我不明白你到底在说什么？那徐才家里和你们家真的没有关系？大人是不是忘了我们上次对簿公堂也没多长时间？罢了罢了。刘县令将2张信笺收回自己的怀中。我知道你们夫妻2人都是好人，这件事我也不瞒你们，那徐家父子确实冤枉，信件都在，这个做不了假。依我看，他许仲元才是倒卖私盐的主谋。大人既然知道，怎么还将徐才抓起来了？那还不是因为他乱说话？说起这个，县令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刚刚那么拦着他了，他还一直叨叨叨。我要是真有本事把许仲元抓起来，还用等到现在吗？既然证据有了，为什么不能抓人？证据？昨天我本来已经将那个许仲元抓起来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他摇了摇头，就冷笑一声。今天早上知府大人就送来了公文，令我3天内将徐子商押解到州府府衙。许仲元举报有功，立刻放行。许仲元举报的徐子商？萧木很是意外。信上不是说他向徐子商借钱周转，低价盐也是他卖出的吗？信上什么信？今天若不是我及时将这2封信截了下来，你以为这信还会存在吗？萧木心中了然，州府衙门有一包庇许家，刘县令若是将信呈上去，恐怕立刻就会被销毁，到时候口说无凭，徐掌柜想翻身就难了。不知道县令大人刚刚将信交给我，是打算让我如何做？你与那徐家真的没有关系？你的脑子里装的是豆花吗？一句话到底要问多少遍？他喝了一口茶，压下心中情绪。确实没有关系，现在没有关系，恐怕也要变得有关系了。那徐才在你家住了那么久，青山村里所有村民都可以证明，徐子商父子若真是被判有罪，恐怕你们萧家也要受到牵连呐。大人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让我去做事，大人不妨先说说要做什么。萧木不想再和他绕圈子。县令闻言面上一喜，据说那钦差沈大人正在来安昌府的路上，若是能在他到安昌府之前将这2封信呈与沈大人，再与他说明这其中的缘由，相信沈大人一定会查明真相，还徐家父子一个清白的。沈修言，你怎么知道？县令先是吃了一惊。沈大人是朝中名臣，不徇私情，以沈大人的名声，你知道倒也没什么奇怪。萧木思考一下，行，这件事我可以试试。真的？县令大喜，只需要将信交到钦差大人手中就好，其余的我这边来应对。萧木将信纸揣下，信我一定送到，但是我有2个条件。什么条件？第一，白跑腿的事情我不干，事情之后大人得给我100两银子作为赏钱。100两？县令一听就知道萧木这是没见过大钱的，做这么危险的事儿，竟然只要100两银子。好，我答应你。还有一件呢，我们村里人不想惹麻烦，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之后若是有人问起，大人一定不能透露送信的人是我。一言为定。县令痛快应下，2人以茶代酒，碰杯以示合作的达成。喝完这一杯茶后，萧木起身离开茶楼。萧木揣着2封信走到街上，他左右看了一下方向，并没有踏上去往安昌府的路，而是转过身往长宁街的尽头走去。长宁街的尽头是一处当铺，萧木走进去。这个客官，你可是有东西要典当？有，典当什么？典当这个。萧木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客官，你莫不是在开玩笑？我们这里不当信件，你要不去问问你家掌柜？这好吧。小伙计突然想起之前掌柜交代过，只要遇到什么上面盖了章的东西，一定要拿给他过目。你等着，我进去问一下。说完，小二从柜台离开，走进了内室。不到半盏茶的时间，一个衣着不整中年男人从里面跑了出来。他一跑出来，立刻朝着柜台外面看，可是那里已经空空如也，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人呢？人哪儿去了？我让他等在这里的，怎么没了？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你来看看，外面这些人里有没有？小二赶紧跑了出去，外面行人不多，一眼就看出来根本没有刚刚的那个人在。刚刚那个人长得十分高大，有这么高？外面没有。话本误人，话本误人。他在此待了20多年，从一个小伙计干到了当铺的老板，今天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八卦符，结果却连送信的人都没有看到。罢了罢了，初一让15备马，我要出去一趟。太初门规第1条，印了八卦符的东西必须半个时辰内送到指定的驿站去。是。走出当铺的萧木此刻已经拐出胡同，走到了长乐街上。他走得很慢，边走边张望道路两旁的摊位，看到一个卖胭脂水粉的，他停下步子，选了2盒浅粉的胭脂。卖胭脂的大娘见萧木选了2盒，立刻喜笑颜开。这位相公是知道疼人的，咱们女人家最喜欢的就是这些个胭脂水粉了。2盒多少钱？2盒20文。萧木付了钱。这女人啊，一辈子什么苦吃不得，最想要的就是自家男人心中记着自己，想着
着自己，一盒胭脂它都不足1斗米的价格，但是你买回去能让女人高兴上半年呢。见萧木不搭话，这位相公年纪不大，是不是新婚不久的？新婚夫妻感情最是火热，有了这2盒胭脂啊，你以后想天天吃肉都没有问题啊。萧木还是没有搭话，揣起胭脂转身离开。前走了10几步，他才反应过来，刚那个大娘说什么？天天吃肉，这个肉她正经吗？金山村里，萧家人已经准备好了晚饭，但是谁都没有心思吃。下午萧木几个没有回来，萧长河就派萧松去县城询问了。徐家的事弄得沸沸扬扬，萧松刚一开口，就有吃瓜群众把上午的事情和他说了。那个徐家的小公子，他可真是个傻子，自己爹犯了那么大的事，他不赶紧逃跑，竟然还异想天开，想给他父亲伸冤。这下好了，一家老小全都被人抓了进去，整整齐齐，一个都别想逃。除了徐家公子，还有别人被抓吗？什么别人？徐掌柜难不成还有私生子？没有。他后来又问了几个人，大家说法都一样，徐才和他的2个随从被抓了进去，萧木没有被抓。有了准确的消息，萧松便第一时间就回家里送信。得知萧木没事，萧家人的心只放下去一半，另外一半还悬在嗓子眼。他们都在等萧木回来，好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徐正香在家里实在坐不住，便拿了一个鞋底子到大门口坐着，边纳鞋底边等着人回来。结果萧木还没回来时，李翠花却先寻了来。老儿媳妇儿，我听说前几天在你家住的那个徐家的小公子，他家好像出事了。徐正香并没有理他，李翠花却浑不在意。这有钱人啊，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攀上的。你也不想想，那有钱人要是没事，能看上你们家？当初是你那个儿媳妇儿将人留下来的吧？我早就说你这个儿媳妇儿，她就是个丧门星，你还不信？现在怎么样？惹祸上身了吧？我听说徐家那个事儿可不小呢，你们自己留的人，到时候可别连累我们。滚！什么？李翠花没有听清，我说你给我滚！你李翠花叉着腰，我是好心提醒你，你别不知好歹。徐正香，你别是被那个丧门星迷昏头了吧？非得家破人亡了你才。清醒2字还没说出口，徐正香突然站起来，抄起门口的扫帚就向李翠花的身上打去。你个老不要脸的长舌妇，我家过得怎么样不需要你操心。要说丧门星，你才是丧门星，弄得萧家一家子家宅不宁。我今天就替死去的婆婆好好教训教训你。李翠花没提防，徐正香忽然就动起手来，她转过身撒丫子就跑，到底反应的慢了，被扫帚狠狠地抽了2下。徐振香，你疯了，你疯了！他边跑边喊，徐正香边追边打，追了一段距离追不上了，拄着扫帚站在路中间，冲着李翠花的方向喊道：以后别让我看见你，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再告诉你一遍，我儿媳妇是福星，福星！赶跑李翠花，徐正香气呼呼地回到家门口，鞋底子是没心情纳了，他就坐在门口呆呆望着村口的方向。萧长河也从屋里走了出来，看见徐正香气鼓鼓的，他走上前去劝道：别担心了，一会儿老二就回来了。我不担心，就是看不上你大嫂那副幸灾乐祸的样。这么多年了，他不就那个样，不用和他计较。你总说不要计较，不要计较，多少年了，孩子都懂事了，他还是人事不通的样子。我看他就是欠教训。行，你教训得好。萧长河说着往四周看了看，见左右无人，便伸手拉住了徐正香的手。你别气坏了身子，孩子们都长大了，什么事儿让他们自己拿个主意就成。哎呀，干什么呢？大白天的。两人正低头说着话，冷不丁叶落心的声音从前面传来：爹娘，相公回来了吗？徐正香吓了一跳，赶紧缩回了手。萧长河也立刻站直了身子，掩饰性的咳嗽了一下。洛心回来了呀。叶落心身后还跟着大花小花，三个人身上都背着一筐青草。看着天马上就黑了，我们就赶紧回来了。叶落心看出了两个人的不对劲，意识到自己似乎回来的不是时候。夫君他还没回来吗？还没，也不知道他干嘛去了，是不是出事儿了？不会的，叶落心说的肯定，其实自己心里也没底。正说着，村口处一个高大的身影迎着夕阳走了回来，是萧木。叶落心扔下背篓，紧跑2步迎了上去。萧木张开双臂：你可算是回来了，爹娘都很担心。没事，只是处理一些事情。萧木声音轻柔，在他的头顶上抚摸了2下。哎呦，你看看这2个孩子，大庭广众的，太不像话了。萧长河指着不远处的小两口：哎呀，孩子的事情少管，你自己不敢做，怎么还不让别人做呢？萧木放下叶落心，拉着他朝着父母走过来。爹娘，让你们担心了。
哎，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没受伤吧？没有。萧木弯腰拿起叶落心割回来的草，咱们回家说吧。大花小花也把割回来的草也交给萧木，一家人转头往院子里走去。杨凤还在厨房里收拾，看见几个人回来了，忙到后院去招呼干活的萧松。等坐上饭桌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裴神医和萧景一起从学堂回来，看见屋子里的几个人。徐才那个小子呢？众人皆是一阵沉默。裴树一看，立刻就明白了。我一直骂他蠢笨，他还总是不服气。你们说哪有这样的？上赶着把自己往牢里送，还真是白费了他爹的一番心思。这孩子也是个仁义的，自己老子在牢里，总不能坐视不理。老二，你来讲讲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萧木于是讲述了一下白天发生的事儿，又说了县令的怀疑和打算。不过他隐瞒了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没有提县令让自己送信的事情。接下去怎么办？等吗？要是徐家真的有事，到底会不会牵连我们家人？那个沈大人他真的会管这件事吗？萧长河问出了心中最关心的问题。爹，剩下的事情只能刘大人去办，我们只要听消息就行了。可是万一……萧长河还是不放心。刘大人安民如子，一定不会让徐氏父子蒙冤的。吃晚饭后，萧长河睡不着，又趁着月光去后院转转。明天就是原定的上梁的日子了，在青山村上梁可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儿，主人家要安排宴席和彩头，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来凑个热闹，给主人送上几句吉利话。可是现在出了这码子事儿，上梁的事还能继续吗？萧长河围着准备好的梁木转了2圈，始终拿不定主意。这时萧木走了过来。爹，李正叔他们明天什么时候来？说好的吃过早饭就过来。但是老二呀，我在想咱们这上梁的日子要不要往后挪挪？爹，这不是孔夫子给算的日子吗？怎么还往后挪？不瞒你说，我这心里没底，总觉得要出什么事。爹，都是没影的事，别太担心了，况且村里人都看着呢，要是真把日子改了，他们可能以为咱家真的出什么事了。萧长河闻言点头，对，就按原计划来，我得让他们看看咱家啥事没有，都好着呢。第二天天刚见亮，萧木和萧松兄弟2个就雇了牛二的车去集市买菜。等他们回来时，正好看见李正带着一群人上门。小老弟，今天可是个好日子，我专门找来咱们村8个有福气的年轻人来给你抬大梁，以后你们家这日子呀，一定过得红红火火的。多谢李正大哥，快来，都到院子里坐，来院子里坐。萧长河将人都招呼进来，徐正香拿了一个笸箩出来，里面装满了瓜子和芝麻糖，让这些人每人先抓了一把，沾沾喜气。咱们今天这席面弄得挺隆重啊，我看俩孩子买了不少菜回来呢。准备了6个菜呢，准保让你吃了之后忘不了。那感情是好了。大家都哈哈笑了起来，闹哄哄的气氛驱散了萧家人心中的阴霾。萧长河带着3个儿子和瓦匠、木匠以及村民们一起准备上梁的事儿，徐正香则带着2个儿媳妇还有几个来帮忙的妇人们一起烧锅添水，准备今天的宴席。二大娘有做饭的好手艺，今天由她和徐正香2个人主厨。叶落心和杨凤也不闲着，他们有一道硬菜要准备。昨天晚上叶落心就和徐正香商量过了，宴席上想上一道卤肉，可10多桌席面要是全弄猪肉，那正经得不少钱。于是叶落心提议用猪下水配着猪肉一起拼一盘。猪下水不值什么钱，40文就能买一副心肝脾肺肠。徐正香对卤肉有信心，可一听猪下水啊，那玩意儿能行吗？娘，你放心吧，猪下水做得好了，比肉还香呢。行，徐正香拍板定了下来。除了这道卤肉之外，宴席的菜谱上还有回锅肉片、蘑菇炖鸡、红烧河鱼、清炒野芹、酸辣笋丁。二大娘看着这么多的肉菜，羡慕得不得了。嫂子，你看你弄这么多的肉菜多浪费啊，那个河鱼其实换个豆腐什么的就行。二大娘，咱们这是上梁的席，可不行吃豆腐啊。不是说喜宴不能上豆腐吗？怎么盖房子也不行啊？家里没盖过房子，二大娘根本就不知道这其中的规矩。那可不是，豆腐嘛，一穷二白的，肯定不吉利。再一个，这房子得结结实实的用上100年，可不能像豆腐那样一碰就碎。所以你记住，以后你家盖房子也别吃豆腐。二大娘连连点头，知道了，就是不知道我家什么年月才能盖上房子。另外一边，杨凤和2个大婶边收拾买来的下货。刘大婶以前吃过这玩意儿，见他们都不熟练，就揽下来了最难的洗肠子的活儿。这玩意儿啊，得用这个草木灰洗，使劲搓，使劲揉，多洗几遍就干净了。就是不管怎么洗，
那个味还在，做出来也不怎么好吃。大婶，你放心，我弟妹做卤菜的手艺最好了，就今天这些，保准你吃了之后还想吃。好好好，今天就让老婆子尝尝你们做的是什么味道的。小半天的时间，他们的菜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后院的祭良仪式已经开始了。叶洛心听见那边有说有唱，只觉得热闹非常。徐正香看他好奇，你也过去看看，一会儿上梁之后还要抛彩头呢，你也跟着凑凑热闹去。叶洛心闻言，拉起杨凤，风一样的朝着后院跑去。等他们到的时候，祭良仪式已经结束，李正找来了8个青年，已经站在最上面开始拉梁。嘿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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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号声不绝于耳，木匠也开始念起了上梁词。今日大吉来上梁，主动修的好华堂，华堂修在龙口上，大家齐心来上梁。上1步一品当朝，上2步双凤朝阳，上3步3元及第，上4步4季发财，上5步五谷丰登，上6步6合同春，上7步7星高照，上8步8仙飘海，上9步9子登科，10步上的全，荣华富贵万万年。随着上梁词的结束，一根大梁已经稳稳当当的被拉上屋脊。木匠敲下最后一锤后，萧长河大喝一声：“抢彩头喽！”一把一把混着铜钱和糖块的花生被他从上面抛了下来。这时，不分男女老幼，全都上去抢彩头。杨凤拉着叶洛心一路向前冲，终于在一阵鞭炮声中抢到了2块糖和一个铜板。一片热闹声中，前面的席面已经摆开，大家分别落座，喝酒的喝酒，吃饭的吃饭，全都喜气洋洋。叶洛心和杨凤陪在妇人的2张桌上，大家对今天的席面全都十分满意。还得是萧二哥家，我这1年到现在还是第一次吃这么多的肉呢。可不咋的，虽说咱们也带礼来了，可和这席面一比，咱们带的那几个鸡蛋也太寒酸了。大家今天都辛苦了，都多吃点。刘大婶吃了一口卤大肠，嚼了几下之后，眼睛都亮了。杨凤刚才和我说你家这个卤肉做的好吃，我还不信，这也太好吃了吧？到底是怎么做的呀？能不好吃吗？咱家做的卤猪蹄那可是卖100多文一个呢。这样啊？一听这话，刘大婶就知道了，人家这是挣钱的手艺，不能随便外传。可这东西是真好吃，只能趁着这个机会多吃一点了。大家都吃得十分尽兴，今天的宴席让萧家挣足了脸面。徐正香看着时间差不多了，就吩咐萧景去把我留出来的菜给裴神医和2位夫子送一些。萧景扒下最后一口饭，站起来后，他接过2个食盒，刚要出门，却见一辆马车朝着他们家门口驶了过来。马车跑得飞快，没多一会儿就到了萧家门前，在他身后还跟着另外2辆马车。中间的马车车身宽大，用料考究，前面驾着2匹漂亮的枣红马，看着比县令坐的马车还要气派。院子里的村民都顾不上吃饭，大家全都站起来向外张望。李正已经有些醉意，他看着这么多马车，长河老弟，这又是哪个大户家的马车？你小子不地道，你们家什么时候结识了这么多的有钱人呢？萧长河没有回答，自己家的事情自己最清楚，除了县令大人和徐家，他们可不认识别的有钱人。很快，前面一辆马车上跳下来6个护卫模样的人，他们快速跑向后面的2辆马车，分别站在车身2侧。中间的车夫也从马车上跳了下来，他拿出脚踏凳，规规矩矩地放好，然后打开帘子，一个圆咕隆咚的脑袋就从里面钻了出来。这谁呀？不光是村民，萧家人也全都愣住了。这人面生得很，从来没有见过，只有萧默一个人心中一惊，因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日被他打晕了的许仲元。许仲元扶着车夫的手走了下来，此时后面马车上的2人也走了下来。许昭走到许仲元身边，爹，这破地方都脏死了，叫下人来不就行了？我们干嘛要自己来啊？从衙门被放出来后，许仲元再次回到徐家的书房，这次他找到了密室，并且翻阅了所有的账册。许仲元想了想，徐子商把儿子送到这里，说不定他要找的东西早就被送到这里来了。管家走到自家老爷身前，冲着院里喊道：“谁是萧家的当家人？徐老爷大驾光临，还不赶紧出来迎接？”里面没人应声，管家气急败坏，朝前走了几步，伸头往院子里探望。好家伙，黑压压一群人站在那里看着自己，个个人高马大的，管家顿时吓了一跳。你们谁是萧家的当家人？来者不善，萧长河刚要应声，萧木先从里面走了出来。我父亲刚刚喝了酒，你们有什么事？一见萧木，许昭立刻激动起来。爹，就是他，那天就是他去卖猪蹄，他瞧不起我，还辱骂我行为不端。今天小爷让你好好尝尝我的厉害。萧木先是皱了皱眉头，然后仿佛恍然大悟。原来是你，那天就是你娘子想白要我们的猪蹄。听见娘子2个字，许仲元立即扭头盯着许昭，许昭脖子一缩，低声质问萧木：你胡说什么？不是吗？你们2个不是一起的吗？我记得那个姑娘原本是许给我的，后来因为和你勾搭成奸，才在成亲之日逃走了。许昭慌了，他爹早
早就告诉过他，不准和叶青青来往，连做外事也不行。爹，我没有，他都是胡说的。许昭连忙解释。许仲元抬眼看了看眼前的年轻人，这件事我们回去再说，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他抬眼示意了一下管家，管家叉腰站在院中。萧家人自己站出来，其余的人赶紧离开，以免伤及无辜。这时李正站了出来，我们青山村200多户人家，一半以上的都姓萧，你要找的是哪个萧家呀？自然是收留了徐才的那个萧家。萧长河也站了出来，你找我们萧家人到底要干什么？哼，干什么？管家冷哼一声，来人，把这对父子给我抓起来。是。6个护卫得令便要向前，我看谁敢动手。长河一家是我们全村的恩人，你们一介商户哪里来的权利来我们这抓人？管家闻言冷笑，一介商户，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清楚，站在你面前的是咱们景兴阁的徐掌柜，京城的齐王那是咱们掌柜的表姐夫。别说是你们了，就是清河县县令看见咱们徐老爷也得客气一番，不想惹祸上身的就赶紧滚出去，惹怒了我家老爷，你们可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你算个什么东西？李正甩开萧长河拉着他的手，迈了几步向前，他指着管家道，今天就是齐王来了，他也不能说抓人就抓人，你们这些人眼里到底还有没有王法？其他村民一齐道，对，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王法？哼，跟我们讲王法，我看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萧家窝藏私贩，我们今天就是来抓人回衙门问话的，谁敢阻拦，与萧家人同罪，一起带去衙门关起来。管家说着退后一步，右手向前一摆，招呼6个护卫上前。李正站在最前面，眼瞅着就要被抓住肩膀，这时斜刺里伸出一只手来，萧木本来站在李正身后5步远的地方，谁都没有看清他怎么一下子就滑到了李正身边，并且抬手替李正挡了那一下。护卫甲却在被碰触的一瞬间感受到了钻心一样的疼痛，他的胳膊疼得不能动，立刻侧着身子退了下来。护卫乙见他一击没有得手，抬起一脚就朝着萧木的胸口踢来。萧木轻轻抬起左手握住他踢来的脚掌，往右轻轻一拧，只听咔吧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声响彻整个小院。好呀，你们反了天了，竟然连徐老爷家的护卫都敢打！管家边说边往后退，剩下的4个侍卫见同伴吃了亏，彼此对望一眼，一起朝着萧木扑了过来。萧木不慌不忙，左手握拳，右手前探，与4个人缠斗到一起。这一切就发生在一瞬间，被踢的护卫疼得满地打滚，围观的村民全都鼓掌叫好。李正叔牛啊！没看出来李正大哥还有这本事呢。其实刚刚那一下，李正的脚趾头踢得生疼，可是看大家都在叫好，他也不好意思喊疼，只好面无表情地忍了下来。许仲元原本一直在后面看着热闹，他本来以为自己的护卫想要对付这群村民轻而易举，他要等着萧家人跪地求饶，然后再让他们乖乖地交出徐子商的账本。既然他敢瞧不起我的儿子，那就打断他的一条腿，让他以后像狗一样的活着，这样也算是替儿子出一口气了。结果半炷香没过，他带来的侍卫就被对方打得屁滚尿流。你们这是要造反呐！等我禀报了县令老爷，你们村子里的人一个都跑不了，全都抓去牢里关起来。话音刚落，另一辆马车沿着村路疾驰而来，村民们十分好奇，这又是谁来了？等马车走近，大家都看出来这是县令大人的车驾。刘勉走下马车，来到许仲元面前，大人你来得正好，我本来要替你把这些窝藏要饭的罪人抓回去，没想到你这就亲自过来了。萧家人不肯认罪，这些村民更是从中阻挠，刘大人快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李正吓得酒都醒了，他看着县令，大人您怎么过来了？真的要来抓萧老二家的人吗？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李翠花扒着人群往里挤，让开让开，让我看一下，我早就说了吧，他们家早晚都得出事，当初要是听我的，别让那个儿媳妇进门，哪有今天这么多的事。萧家院中，刘勉面无表情地听许仲元说话，直到他停下来才开口问道，说完了吗？说完了呀，来人，把人给我抓起来。他一声令下，手下衙役立刻上前，将许仲元父子和几个护卫全都抓了起来。刘大人，你这是干什么？你抓错了人。抓错人？钦差大人有令，带许仲元父子回去问话，我如何能抓错？院子外面的人听不清院子里说的话，李翠花还在和别人说，我家儿子多好，读书好，娶的媳妇儿也让人省心，这娶儿媳妇儿一定要看准了人，要不像长河家里这样的，自己倒霉不说，没准还要连累我们，到时候我们得有多冤枉。别说了，县老爷根本就不是来抓萧长河一家的，人家县老爷是来给他家做主来了。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县老爷怎么说的？
了。可是大家都在抻着脖子看里面的情况，根本没人理他。刘县令让手下将许家人全都抓起来带到一边，又偷偷给萧木递了眼神，示意他随着自己到一边说话。萧木跟着他的脚步走到房檐下。怎么回事？你怎么这么快就把信交到钦差大人手上了？萧木疑惑，做出疑惑的表情。大人，我没去啊，你昨天不是把信要回去了吗？啊！刘县令一惊，我昨天喝完茶就回去了，我什么时候把信要回去了？昨天分开后不久，有一个戴着斗笠的人说大人已经找到别人送信了，不用我去了。我虽然想赚那100两的银子，但是大人既然不信任我了，这差事我就不干了。刘县令急得一脑门子汗，此时声音再也压不住了。哎呀，你这个憨憨，你把信交出去也不看看对方到底是谁。萧木一脸无辜，刘县令想要责骂几句，可是仔细一想，这件事自己办的也不够稳妥，他就不该把信给萧木。他一个村里人，不懂世人狡诈，这才会着了别人的道。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等我忙完了这些事再来找你算账。县令整顿人马准备要走，萧木余光一扫，看见县令带来的人里有那天在徐家书房前给许仲元望风的2个。萧木对刘县令指了指那2个人，这2个人有问题。刘勉一看，这2个人平时很少在自己眼前晃，就是县衙里干杂役的，人手不够的时候才会用到他们，这就奇了。萧木怎么认识的他俩？你怎么知道有问题？都是巧合。我那天去买豆腐，正巧碰见他们2个为了那豆腐西施在打架，其中一个说另外一个拿了许仲元的好处。真的，等我回去定要好好问问他们干过的好事。许仲元被抓，马三和赵武本来就心惊胆战，现在县令的眼神看了过来，他俩立刻紧张的手都不知道怎么放了，特别是马三。县令收回眼神之后，他立刻走到路边，趁人不注意将一个什么东西扔进了附近的草丛之中。同伴们都没有发现他的动作，互相吆喝着准备上路。萧木却将一切看在眼里。县令一行走远之后，萧木走到刚刚的草丛边，从里面捡起一个布袋，布袋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有几块碎银和一本书，书的封面上写着易经2字。萧木觉得有意思，这样的人竟会去研究易经。他随手翻了2页，直到看清上面的内容，脸上的神情立刻就变了。这书里竟然画着许多男女亲密的姿势。萧木又看了2眼，看着那闻所未闻的姿势，耳朵都红了。好在四周没人。萧木举手想将书扔掉，可是手好像不听使唤，犹豫了几下后，他将书重新放回袋子里，揣进了自己怀中。乡亲们还围在萧家门前询问今天的事情，萧长河自己也一头雾水。这许家父子来得快，去得也快呀，好在县令来得及时，不然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另外一个圈子里，李正说，能不能教教我，也教教我？几个年轻人诚心求教。这有什么难的？就看准敌人的方向，腿这么一抬。李正再次踢腿，结果身子一扭，差点把他的老腰给闪了。这个东西吧，它就是当时那一刻的反应，遇到危险了自然就会了。天一点点黑下来，村民们终于都回去了。院子里已经收拾的差不多，萧长河吊着的那颗心也终于放了下来。今天这个上梁宴虽然有点波折，但是呀，结果是好的，有惊无险，咱家以后这日子差不了。徐正香点头应和。就是不知道那个徐家父子会不会有事啊？娘，谢老爷今天不是说了吗？上面派人来查徐家了，估计徐家没事，咱们再等等结果。3天后，村里又来了一辆马车。现在村里人都已经习惯了，只要村口出现马车，都默认是来萧长河家里的。有离萧家近的，直接站在萧家门口等着一会儿看热闹。马车到了萧家门口，果然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前几天被关起来的徐才。徐才下车之后，二话没说，跪在萧家门口就哇哇大哭起来。徐正香第一个从院子里跑出来，看见徐才后，立刻叫他起来。哎呀，这孩子是怎么了？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呢？徐才擦了擦眼泪，看着徐正香，声音哽咽：大娘，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呢。你这孩子，这不是出来了吗？出来就好，出来就好，怎么就你一个人呢？你爹呢？我爹的案子还没完，县令说他没事，让我来这里等他。车夫见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便对着徐正香拱了拱手，赶着马车离开。徐才在徐正香的搀扶下站了起来。肖大婶，我能继续在你家住吗？住呗，咱家新房子都盖起来了，别的没有，空房间还是够的。徐才闻言一愣，房子都盖好了，那我干什么换饭钱呢？你这个孩子，大娘家不短你一口吃的，既然县令老爷让你来，你呀就好好在这住下吧。徐才干不来田里的活，割猪草又都是妇人们在做，徐正香干脆安排他出去放鹅吃草。前段时间萧长河给家里买了10只鹅苗，小鹅不大，还没褪下绒毛。徐才手里拿根棍子，走在小鹅的后面，赶着他们到青草丰富的地方去吃，吃饱了之后再赶回家。5天之后，这些小鹅就已经和徐才混熟，不用赶，徐才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堂堂徐家公子，一席之
之间就混成了额头领。又过了10天，萧木和萧长河去了山上，两个人这次去把山上最后一批搬下来。萧家建的鸡棚、兔棚、猪棚已经全都晾干，趁着风和日丽，徐正香便带着孩子们把家里养的这些牲畜们全都换了地方。上一窝小兔已经长成半大，里面黑的、黄的、白的、花的，什么花色都有。叶洛心亲自动手，将白色的兔子关在一起，其他颜色的兔子另外关了一个棚子。嫂子，这几个有什么不同啊？白色的兔子少见，我把这些纯色的关在一起，让它们尽量生出白色的后代，这些兔子将来能卖上高价。哦，原来是这样。萧景点了点头，他现在特别喜欢和嫂子在一起。在学堂和先生学的是4书5经，学的是仁义礼智信，在家里和嫂子学的怎么能更好吃一点，怎么能挣得多一点，这2样他觉得都有用。此时徐才躺在草地上，嘴里叼着狗尾巴草，眯着眼睛看远处的大山。他回来这么久了，小5和小6竟然一次都没回来送消息，也不知道爹那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正想得入迷，一只鹅来到他的身边，对着他的头发啄了2口。徐才立刻起身，你们吃饱了？吃饱了咱们就回家吧。他背着手悠哉悠哉地往家里走，10只小鹅跟在他身后。快到徐家门口的时候，徐才突然看见前面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爹！那个人回过头来，正是徐子商。也不怪徐才看不出来，徐子商以前总是一身绫罗绸缎，头上也总戴着软金帽子，看起来温文尔雅。可如今的徐子商一身布衣，头发只用一根木簪固定，脸上满是沧桑，除了站姿仪态，完全看不出往昔的样子。徐子商看见徐才的时候，心中也是一惊。他那个往日吊儿郎当、挥金如土的儿子，如今穿着一身不合身的布衣。神奇的是，他的身后还跟着一对白鹅。爹，你回来了。回来了。院子里的徐正香听见鹅叫，知道是徐才回来了。怎么不进来说话？哎，快进来！这对父子这才走进院中。刚进院子，徐子商就让徐才跪下，感谢萧家的收留之恩。真是叨扰诸位了。哎呀，干什么这么客气？快点让孩子起来。这段时间亏了萧家人的照顾，我无缘无故将萧家卷入这次事件中，心中也是十分愧疚，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谅解。哼，既然知道这件事做得不地道，那还说什么？就多多补偿我们呗。嫂子说的对，此等恩德补偿多少都是应该的。只是徐某此番人虽然回来了，家产却已全部被没收，不如徐某写下欠条，补居多少，来日一定还给嫂子。徐正香虽然见到他一身穿着破旧，却没想到他家财产竟然全被没收了啊！怎么回事啊？你们不是被冤枉的吗？怎么还被没收家产了？徐子商叹了口气，此事说来话长。话长那就慢慢说，你先在这院子里坐一坐，我去沏茶。萧长河陪着徐子商坐在院子里，看见他这样子，萧长河不由心生感慨。上次见面的时候，徐子商还是富甲一方的富商，这次见面就成了身无分人的穷光蛋。徐才虽然之前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是听到自己父亲变成穷光蛋的时候，他心中还是一酸。完了，这下真的什么都没了。但好在父亲回来了，这勉强算得上是最好的安慰了。一杯茶水落肚，徐子商开始给萧家人讲述这些天发生的事儿。10多天前，沈大人避开安昌府巡抚的迎接，直接抄小路来到清河县，当晚就让人围了徐家的宅院和他家在城南的别院。可是找了什么？据说在徐家主宅翻出了南疆盛产的玛瑙，北疆盛产的玉石，更是在他家别院中翻出了几10担的细盐。这么多啊！萧家人都大吃一惊。这还不止呢，据说河边码头的一艘货船上全都是他家准备运出的细盐，这些细盐有上千斤。萧景眨了眨眼睛，他家不是做文玩的吗？我还去他家看过砚台，可贵了。本来大家都是这样以为的，结果事情一出，大家这才知道他家做文玩字画是假，实际上一直在背地里偷运私盐。他家的私盐曾经卖到过南疆、北疆还有西北各地，这件事情恐怕还要牵扯京中不少人呢。对了，听到这里，叶洛心好像想起什么。我听说是他举报你贩卖私盐的，他又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之间有什么仇怨？本来我也没有想明白，不过我昨天晚上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半年前那许仲元曾经找我商量过，要从我手中把酒楼买过去，我没有同意。后来他又托人问过我几次，每次都被我严词拒绝。现在想来，他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在惦记着我家的酒楼了。竟然是这样吗？萧家人一起吸了一口气，原来这一切都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早就谋算好了。据县令大人说，朝廷也在查这条私盐的买卖，前段时间刚刚抓到了一点蛛丝马迹，
里，发现卖私盐的贩子在清河县出没。徐仲元应该是得到了消息，趁机想把这件事推到我的身上，所以才故意引我上钩。叶落心了然，许仲元故意卖了一担私盐给你，然后又向上告密，说你家中藏有私盐，是故意将查案人的目光往你身上引。是。徐子商颔首，等查案人将你定为贩卖私盐的罪人后，只会用尽各种手段逼你供出同伙。如果你供不出来，就只有死路一条。徐子商默默点头。徐仲元在福州有人，就算我说出事实，福州衙门也只会当成是我借机报复。等我被处死之后，所有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他这条私盐的运输线也会暂时蛰伏下来。到时候只要他不动，朝廷就算是想继续追查，恐怕一时半刻也找不到别的线索了。唉，还真是好谋划。徐正香听得正愣愣的，这些生意人心思也太深了。萧长河听得也是一惊，这徐掌柜能逃脱这样的算计，还真是福大命大。既然已经证实了许仲元是这件事情的主谋，那和你应该就没有关系了。为什么官家把你的家产也都给查封了呀？这一点大家都很奇怪。这件事有点复杂。一来我酒楼当初就有许仲元投的钱，跟他也算有些瓜葛；二来我从他手中低价买盐，本就是犯了本朝的律法，若是深究下来，我也很难说得清楚。所以我就听从了县令大人的提议，主动将自己家的产业全都上交给朝廷，以证明我的清白。原来如此。众人纷纷点头。徐掌柜决断的如此干脆，也真的让人佩服。爹，钱没有了还可以再赚，您放心，我以后一定不会让您吃糠咽菜的。徐子商看了看自己的儿子，分别这么久，徐才黑了，也壮了一些。最主要的是，当初那种流里流气、阎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的狂傲姿态不见了，他有些欣慰。老子又没到不能动的时候，还不至于要指着你吃饭。那小五和小六他们两个怎么办了？家里的仆人该遣散的都遣散了，他们两个签的本来就不是死契。回来之前，我和刘县令借了10两银子，给众人分了分，已经打发他们回家了。徐才虽然舍不得自己从小的玩伴，可他也知道，如今他们爷俩就是连吃饭都困难，更别说养仆人了。离开他，这两个人还能过得更好也说不定。徐正香看两父子的日子，虽然一夜之间从天上掉到了地上，但是一个个还算是乐观。既然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那我晚上就好好露上一手，为徐掌柜接风洗尘。不敢当，不敢当，以后哪里还有什么徐掌柜，嫂子就叫我徐平就行。你们父子两个都是聪明的，既然当初能赚得了钱，现在自然也能赚钱。有句话怎么说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不是？洛心、阿凤，咱们3个去准备晚饭，让他们男人再好好聊聊。晚上，萧景陪着裴神医回到萧家，到了饭桌上，萧长河照例询问孔夫子身体的情况。那孔夫子年事已高，有多年愁绪淤积，身体早就被掏空了。那孔夫子他……徐正香担心起来。有本神医在，有什么好担心的？有我在，他就是2条腿都踏入鬼门关了，我也要把他给拉出来蹦跶几天。哎呀，神医果然厉害。徐才在旁边听得明白，见裴神医得意洋洋。裴神医等的就是这一句吧？都多大年纪了，做事还是要别人夸？你是小孩吗？别人夸我那是我的本事，你来这么久了，我怎么没见主人家夸你？你就是倚老卖老。徐子商哪见过儿子这个样子，赶紧呵斥道：没大没小，这位神医年纪比我都大了，你怎么这么和人家说话？见徐才低头不敢反抗，裴树笑着拍了拍手。好呀好呀，现在总算来了一个能管住你的了，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和我老头子犟嘴。犬子不懂事，刚刚言语冲撞了神医，还望神医见谅。爹，为什么要让他见谅？见谅什么见谅？一会儿吃完了饭，你好好罚一罚他，就罚他不能睡觉，或者罚他在外面跪2个时辰，给我好好晾一晾他。徐才一听这话，立刻炸了毛。你就仗着肖二哥不在家，借着我爹欺负我，等肖二哥回来，看我怎么告你的状。告状？告什么状？我又没把你怎么样。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吵到一处。徐子商刚想训斥徐才，徐正香朝他摆了摆手。哎呀，不碍事儿不碍事儿，他们2个一直都是这样的。裴神医小孩性格，吵过了就好了，他也不会往心里去的。这一吵一闹间，徐子商刚来时的那种尴尬和无措倒是被驱散了许多。萧家人口兴旺，即使萧默和萧松不在，吃饭也是满满一桌子人。相比于之前他和徐才2个人用饭的情景，实在是热闹了许多。快尝尝，咱们农家的手艺和你们酒楼还是不同的。徐才和裴树看见大家都动了筷子，顿时很有默契地停止了战斗，一起投入到干饭大军中来。徐子商先是尝了
了一口卤肉，那卤肉肥而不腻，鲜而不柴，比起他们家以前大厨做的，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卤肉放了什么材料？怎么有一种很独特的香味？爹，你别问了，这可是人家的秘密，你酒楼都没了，还想着学人家配方呢？你这个臭小子！不好意思，我就是吃到这个卤肉觉得很好吃，随口问问。没事，放的就是一些常见的调料，也有几种是我们自己从山上摘下来的。原来是这样的。徐子商不再深问，怪不得当初吃到的人都夸赞萧家人做的好吃，原来还是用了特殊香料的。晚饭后，徐正香用红果干煮了茶，给大家消食解腻。几个人坐在院子里，边看着天边的月亮，边闲谈着田里庄稼的收成。裴神医一向不懂田里的事儿，总是插不上嘴。他突然开口道：对了，你们父子如今都没了营生，不知道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呢？徐子商喝了一口茶水，羞愧道：才儿在这里叨扰了这么久，我今天过来，一来是来谢谢萧兄和嫂夫人，二来我也是来接他跟我一起回去的。你也别总是谢来谢去的，我们村里人不兴这个。徐才来了之后，也没有每天躺着白吃白喝，每顿饭都是他干活换来的。徐才听了猛点头：爹，我到了萧家之后，真的没有好吃懒做。你刚刚说接他回去，回哪儿去？再过1个月就是才儿母亲的忌日，我们2个先回乡祭奠她母亲，祭奠完后，我们就留在老家，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做的。徐掌柜不考虑在清河县重振旗鼓吗？想要重整旗鼓谈何容易？出了这件事以后，以前合作的那些商铺都对我有了戒心，回到故乡至少还有亲戚可以依靠。爹，你不是说大伯一家不欢迎我们回去吗？以前我们都是祭奠完母亲马上回来的。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别瞎说。我知道徐掌柜有鸿鹄之志，可能看不上我们这些小买卖，可是我有手艺，徐掌柜有门路，若是能够合作，何愁赚不到钱呢？姑娘实在是太客气了，以姑娘的手艺，不需要我在清河县也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只有手艺还不行，得有经营的本事才行。徐子商垂着头没有回答。叶洛心看他的样子就知道多说无用，他站起身回到自己的房间，没多一会儿又走了回来。他将2锭银子放在徐掌柜的面前，这是20两银子，给徐掌柜当盘缠用。徐子商刚要拒绝，叶洛心又拿出了一个扳指和一个玉佩，这2个都是当初徐公子放在我这里的，你们回乡之后或许要用钱，把这2个带着防身吧。徐子商看着眼前的东西，第一次因为钱感到眼眶发酸。多谢侄儿媳妇了。徐子商将东西收了过去，这些银子以后我定当加倍奉还。当晚，徐子商和徐才被安排在新盖的房子里住，裴树自己住在房间里，莫名还觉得有些孤单。这个臭小子终于滚蛋了，滚蛋了好，以后就没人跟我抢房间，也没人向我老头子打呼噜了。他躺下之后，来来回回翻了几个身，也没睡着，气得他干脆坐了起来。这臭小子回去之后，也不知道还回不回来。他回老家，别人肯定烦死他。算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说起来，还是小景这个孩子好，又懂事又勤快，这样的孩子以后才会有大出息。第二天天刚亮，徐家父子就起身告辞。走之前，徐才把大白鹅从圈里放了出来，带着他们去吃了最后一次草。鹅呀鹅，我就要走了，希望你们能晚点变成别人的盘中餐，这样没准我们还能再见到。徐才有些恋恋不舍，大白鹅围着他嘎嘎的叫着，因为吃到了鲜嫩的青草而高兴。徐正香烙了10几张饼给他们带着，路上吃，还带了卤肉和咸菜。回去以后，若是过得好了，就让人给咱们报个平安；若是过得不好了，不好就回到这边来。我们家洛心可是有大福气的，和他一起做生意，保证亏不了你们。徐子商不好意思地接过肉和饼，郑重地点了点头。两人走后，萧家的生活又一次回到了原本的节奏。3天后的傍晚，萧木和萧松也从山里回来了，他们每个人背着一个大背篓，里面装的全都是摘来的八角。除了大背篓之外，他们身上还挂着很多东西。家中男人回来，杨凤和叶洛心都迎了上去，两人把带回来的东西都放入仓房。萧松立刻从怀里掏出3个果子递给杨凤，这是我从山上摘下来的，给你和弟妹还有娘一个。什么果子啊？杨凤看着红红的果子很是稀罕。谁知道呢，反正是甜的，你尽管吃就是了。萧松语气生硬，杨凤也不计较，乐呵呵地把果子接了下来，挑了个大的递给叶洛心。叶洛心伸手接过，果子不大，样子和苹果差不多，咬上一口，酸甜生津。叶洛心一边吃着果子，一边看萧木，你呢？你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回来了呀？萧木早有准备，将挎着的布兜解下来递给叶洛心。给。叶洛心连忙接过，打开布袋，里面是一颗颗圆滚滚的栗子。山上的栗子都熟了，明天我们去山上捡一些，放进沙子里埋起来，可以吃到冬天呢。一听说山上有很多栗子，
叶洛心立刻就兴奋起来。要去山上住吗？不用，这边山上就有，村里人每年也都去，今年栗子丰收，能捡到不少。太好了，嫂子，咱们明天一起。去山上3个字没有说出口，叶洛心转过头的时候，看见大哥和大嫂蹲在一边说着什么悄悄话。大嫂一边乐一边把果子递给大哥咬了一口，萧松只咬了一小口，然后看着杨凤傻傻的笑。叶洛心看着自己啃剩的果核，有些尴尬的朝着萧木笑了笑。见叶洛心尴尬，他倒是打心眼里笑了起来。他拿起一个栗子，用手捏开，把外面的皮剥掉后塞进了叶洛心的嘴里。这个很甜的。生的栗子没有熟的那么软糯，但是嚼起来有甜甜的汁水。叶洛心觉得十分好吃，吃完之后示意自己还想再要一个。萧木于是又给他剥了一小把。叶洛心一边吃着栗子一边打量萧木。离开的这几天他好像是瘦了些，不过瘦了之后更显得强健有力。以前看着觉得害怕的粗壮臂膀，现在看起来只觉得安全感满满。他自顾自地欣赏眼前的肌肉，等缓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萧木也在盯着自己。你干嘛这样看着我？没有，只是见你刚刚有些走神，想看看你在看什么。看什么了？叶洛心有些心虚，不会刚刚看人家的肌肉被抓包了吧？没关系，凑近一点，小声说，自己家的，随便看。2对小两口诉完了中肠，又开始收拾他们带回来的东西。这里面八角最多，叶洛心找了一个大扁筐，把所有的八角都倒了进去，放在仓库里阴干保存。叶洛心把东西一点点拿出来，分类放好。当他掀开最下面2条鱼竿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弯弯曲曲的东西。怎么了？其余3人全都围了上来，萧木也一把把叶洛心搂在怀里。蛇！叶洛心坐在地上，靠在萧木怀中，指着那个东西，声音颤抖。萧木眉头一皱，走上前去，扒拉开鱼竿，果然看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蛇竿，是一条死后被晒成干的小蛇。这只该死的鸟！萧松也觉得蛇竿有点眼熟，听见萧木的话后，还真是那条蛇呀！什么蛇啊？哪条蛇啊？阿木和弟妹在山上养了只鸟，这次我们在山上住，他每天都会在屋子门口放一条蛇，二弟把蛇丢出去，第2天他又会捡回来，这一来二去的，几天之后蛇都变成蛇干了。啊，这什么鸟啊？怎么比你还犟啊？萧松无言以对。萧木拿着那条蛇走到后院，远远的扔到草丛里面。那只猫头鹰一直都不肯离开山上的房子，之前我去的几次，它有时候也会露面，这次也不知道怎么了，非要把这条小蛇送给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把蛇装进筐里的。虎子长大了吗？他的眼睛是不是彻底好了？还真有点想他了。等下次有时间，我要去山上住几天，好好看看他。萧木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点点头，了一声。晚上萧家人齐聚一堂，萧景给2个哥哥讲了徐家父子离开的事儿。他们真的可以不用走的，反正徐才哥也挺喜欢放鹅的，他在这里放鹅，我们又不会赶他走。裴树听完冷笑了一下，也就是你们，就他那样的放鹅我都不放心。徐掌柜真的不打算在清河县做事了吗？萧木觉得有些可惜，倒也不为别的，只为叶洛心以前花过的那些心思。人各有志，合作不合作也要讲究个缘分。既然徐掌柜不肯和我们合作，我们再找别的办法。对，嫂子，没有他们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反正你什么都会。嫂子，咱们家以后也开酒楼吗？叫萧记还是叫叶记？裴树闻言皱了皱眉，亏你还是个读书人，那脑子是拿来用的，不是摆在脖子上面看的。一个酒楼就非得叫什么记吗？你就不能想个更好听的名字？萧景以前听惯了裴树和徐才吵架，听的时候只觉得热闹，现在裴树这火气突然烧到自己身上了，吓得他不由缩了缩脖子。这个名字的问题，嫂子要是需要我想，那我一定好好翻书，想个好听的名字出来。萧木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徐掌柜这边破财消灾了，那许家人是怎么处置的？这徐掌柜没有说，恐怕那边一时半会儿还审不完。若是真的牵扯到京城的人，不知道会不会押到京城去审。无论如何，那许家也算是败了，弄不好还有连累许家亲人，也算是他们罪有应得了。众人又感叹一番。吃过晚饭，大家各自回去休息。萧木从山上回来，身上又是汗又是土，叶洛心便打发他先去洗澡，他自己则在屋子里整理萧木穿回来的脏衣服。没过一会儿，萧木突然在浴室里喊：洛洛，给我拿块布巾。在浴桶旁边的架子上。那锦衣呢？也在架子上。过了一会儿，洛洛，叶洛心觉得他今天很不正常。怎么了？过来帮我擦背。这个男人今天这么多事儿，他绝对是故意的。叶洛心气哄哄地走了进去，萧木背对着他，小声开口：背篓太沉了，胳膊有些酸，后背够不到。叶洛心的气
顿时就消了。他拿起软巾，在萧木背后轻轻地擦。这样会疼吗？不疼，我轻一点，哪里疼了你就说。底下有些疼。底下？叶洛心顺着他的话向下看了一眼，顿时红透了耳根，不知羞。他把软巾扔到浴桶里，抬脚就要往外走，萧木却突然伸出手，一把拉住了他，细密的吻很快落了下来。别闹了。叶洛心觉得有些痒，他伸手推拒了一下，可是他手上的力度太过微小，比起拒绝更像是一种无声的邀请。我这几天好想你。四周寂静无声，叶洛心听见自己发出一声低低的呜咽，他白皙的脖颈瞬间变得粉红。别闹了。萧木的手开始不安分起来，弄得叶洛心的衣服上全都沾上了水。我还没有洗澡。别洗了，反正一会儿还要洗。叶洛心还想说什么，萧木却从浴桶里站了起来，他大步跨出浴桶，伸手一抄，便将叶洛心打横抱在了怀中。一会儿我给夫人洗。这一晚，萧木仿佛换了一个人，比以前的每一次都要温柔。最后，他将叶洛心抱在怀里，一直贴着走到浴室。浴桶里的水荡漾不停，直到洒出来一半，屋里的动静才终于停了下来。第二天，本来是他们约好要去山上捡栗子的日子，萧松走出房间，见到萧木之后，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女嫂子昨晚为我缝补衣服弄得太晚，今天就让她多睡些时候。萧木点点头，洛心也是，不如我们明天再去。说是晚起，到了做饭的时间，两个人还是都爬了起来。叶洛心走出房间，伸了伸酸痛的身体，忽然余光一闪，在后门看见了一个可疑的东西。他带着怀疑定睛一看，心脏顿时漏跳了一拍。蛇！这次他的声音没那么大，可萧木一下子就从院子里跳了过来，眼前的蛇十分眼熟，正是他昨天扔掉的那一条。虎子，你给我滚出来！萧木对着空气喊道。他刚喊完，一只大鸟拍着翅膀扑灵灵从草丛里飞了出来，他欢快地叫着，热情地奔向叶洛心。叶洛心也十分惊喜，想不到这只大头夜猫竟然从山上飞了下来。就在猫头鹰虎子即将落到叶洛心的肩膀上时，一只巨型生物忽然腾空而起，一爪子拍在了猫头鹰的身上，将它从空中打了下来。猫头鹰发出一声惨叫，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元宝一口咬上它的翅膀，将猫头鹰叼在嘴里，炫耀似的站在叶洛心面前。元宝，快给我放下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一身伤，谁能想到第二次刚见面他又弄了一身的伤。叶洛心抱着受伤的猫头鹰，仔细给他检查身上的伤口，还好只有左边的翅膀流了一点血，其他地方都好好的。猫头鹰气息奄奄地叫了一声，把头靠近叶洛心的掌心里，一副随时都会晕过去的样子。这不会是被拍出脑震荡了吧？本来就不太聪明，要是再脑震荡，怕是一辈子都要靠人养着了。脚下元宝委屈的呜呜直叫，叶洛心蹲下身子摸了摸元宝的头，看到没？这只傻鸟以后就像家里养家禽一样，都是你的朋友，不许再打它了。元宝拿头蹭了蹭叶洛心，他一只山中猛兽，根本不需要这些朋友啊。好了，一边玩去吧。叶洛心摸摸元宝的头，虎子气息奄奄地躺在他的怀里，见他还是不动，又从柜子里面找出来一件旧衣服，叠起来围成一个窝，将他放了进去。他走出房门，刚好看到打拳回来的裴神医。神医，我有一只鸟病得很重，能不能劳烦您给看看？我可是妙手回春的神医，你让我给一只鸟看病？裴树刚想拒绝，突然感觉背后投来冷飕飕的目光，回头一看，萧木果然在看着自己。看看就看看，治死了我可不负责。裴树进到房间，看到趴着的猫头鹰，询问了一下他受伤的原因。这鸟啊，脑子本来就小，要是被摔散了脑花，成了傻鸟，留着也没什么用。余光一扫，看到鸟窝旁边放着的蛇干，这条是七星蛇呀，这蛇是从哪里来的？这只鸟找来的。这只鸟。裴树再次看着这只没什么精神的鸟，忽然觉得它好像也没那么笨。这七星蛇隐匿在深山老林，平时最是难抓，不过它浑身是宝，蛇皮蛇胆皆可入药。我这段时间正在研究一种解百毒的药粉，正需要这蛇，若是把这鸟治好，它是不是就能为我抓来几只？应该能吧，只要把它治好了，一切都有可能。裴树再次盯着眼前的鸟，他确实不擅长给鸟治病，不过为了他将来帮自己抓蛇，裴树还是回到自己的房间，从箱子里拿出了最好的补药，捏开猫头鹰的嘴巴塞了进去，让它躺2天歇歇就好了。说完后，他又拿起一旁的七星蛇，这蛇就当是他给我的枕巾，我拿走了。叶洛心总觉得神医治疗的有些敷衍，可是又没有证据，只好点了点头。裴神医收拾东西准备出门，一脚踏出门槛，见萧木不在外面，便又停下脚步。我在这儿也住了有些日子了，并没有发现姑娘身上有什么过人之处，可是你身边既有老虎相伴，又有着夜猫送礼，就连身边的男人也对你
你言听计从，不知道姑娘你使的什么手段呢？裴神医说的哪里话？鸟兽不通人语，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遵从本能。或许我运气好，救的这一虎一鸟都懂得知恩图报，所以才会愿意待在我身边。至于家中的男人，一家人过日子，不就应该是互相关心的吗？神医是觉得萧木不应该对我如此好，还是说我不值得他对我如此好？裴树没想到叶洛心如此明白，一下就听出了他想说的重点，难得的没答上来。我听说神医单身了一辈子，不懂得别人夫妻恩爱，倒也正常。裴树被噎得没了话说，他老头子潇洒了一辈子，从来都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不知道有多快活，没想到有一天就会被一个小辈嘲笑不懂夫妻恩爱，实在是可恶至极。他黑着脸回到自己的房间，连早饭都没吃，就背着药箱去了学堂。徐正香看着他的背影还有些纳闷，今天这神医是怎么了？怎么好像不太高兴呢？他老人家可能有些事情想不通，想出去静静吧。萧木察觉出叶洛心话里有话，早饭后他把叶洛心堵到房间里。裴树是不是和你说了什么？叶洛心也不隐瞒，便把两个人早上的话重复了一遍，又问萧木道：你可觉得我配不上你？萧木眼神先是一暗，听到叶洛心嘲讽裴树的时候，眼中浮现出一点笑意。他抬手揉了揉叶洛心的头，得其如此，夫复何求？裴树怎么会懂我的心意？叶洛心嘴角一翘，我也是这么告诉他的，不过你以后若是有什么想法，可千万不许瞒着我。好，不瞒你。萧木又摸了摸他的头。艳阳高照，早饭后家里的男人们全都下田干活，叶洛心和杨凤则留在家里收拾后院的畜舍。现在家里有1头猪、10只鹅、20只兔子和20多只鸡。猪是徐正香过完年就买的，现在已经长到半大，本来打算养大了就卖掉换钱，家里如今收入还可以，徐正香又改了主意，准备一直养着，留着过年自家吃。那20只兔子中2只母兔子又怀孕了，再过3个月，那窝小兔子也会继续繁殖，到时候兔子就要及时做好分窝和消毒，这样才能减少生病的可能。为此，叶洛心早就做好了准备工作，鸡、兔、鹅的棚舍每天都会清扫一遍，每隔半个月还会用草木灰煮水，将所有的畜舍都喷洒一遍消毒。叶洛心的第一个目标是在明年夏天的时候养上500只兔子，以后可能还需要更多。收拾完畜舍之后，叶洛心和杨凤又拿着镰刀和背篓去山上割草。走的时候，他们叫上了隔壁的大花和小花。之前叶洛心答应过大花，每天割猪草送过来，1个月给他10文钱。路上，大花边走边从兜里掏出自己最近绣的花样给叶洛心看，蓝色的底部上绣着2朵绽放的野花，野花迎风而立，上面还有2滴露珠。你这样的花绣几朵了？只绣了3朵，家里活多，晚上又看不清，只能白天找时间绣。那等你绣满5朵的时候，都交给我，我拿去城里帮你卖掉。以前叶洛心还说要去问一问，现在看到大花绣出来的成品，直接就不用问了。一听说能卖钱，大花立刻激动了。姐姐，真的能卖钱吗？我之前在绣庄见到过类似的花样，应该没问题。小花一听姐姐的花样能赚钱了，她也激动起来。洛心姐姐，我也会绣花，我可以和姐姐一起吗？可以，你们2个只管绣，到时候我帮你们一起卖。2姐妹十分高兴，割起草来劲头更足了。她们能赚钱了，娘是不是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昨天奶奶又和娘提卖一个丫头的事儿，娘说了，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在，就不会卖自己的姑娘。姐姐，要是我奶奶非要卖我的话，你能将我买下来吗？大花听见妹妹这么问，你胡说什么啊？姐姐都这么帮我们了，你怎么还为难她？你们怎么了？姐姐，你别管了，我们家挺好的。大花遮遮掩掩。小花见叶洛心问，姐姐，我娘病了，她说她快死了。赵家人都是吃人的狼，娘那边也没什么亲人。小花知道叶洛心可能是她能抓住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了。你娘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都是奶奶，我爹死后，我奶总是折磨我娘，半夜不是叫我娘起来端尿盆，就是让我娘给她揉腿。她那么能折腾，你们不帮着你娘吗？我们帮我娘了，可是每次奶奶都故意找茬，说我们伺候的不好，一定要我娘来才行。说着，大花红了眼圈。每次我娘不如她的意，她都要坐在屋子里骂上半天，说我娘不守妇道，故意气死了我爹。我娘怎么会气死我爹呢？我爹生病的时候，明明都是我娘在照顾的。此话一说出来，2个姐妹都掉了眼泪。叶洛心听得胸中闷闷的，她以为以赵娘子的性格，不至于被一个瞎眼的婆婆拿捏。那你娘有没有和你们说，她若是没了，你们怎么办？我娘只说让我们快跑。小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娘说，趁着她还有一口气，让我们跑得远远的，这样就算是她死了，奶奶也找不到我们，就没办法卖我们了。可是我们不能扔下娘一个人呀。大花也泣不成声。我们想多赚点钱，让娘不那么辛苦，给
给他买药，让他不要死。大花今年14岁了，再有1年就会及笄。可就算他及笄了，只要他的奶奶在，这个家里他也坐不得住。那你们回家问问你娘，她若是同意，我愿意将你们2个买下来。真的？大花小花齐声问道。杨凤在旁边也一脸惊讶，弟妹，这能行吗？在杨凤的认知里，花钱买姑娘回家，那都是买来做媳妇的。现在家里没有成亲的，就萧景一个。弟妹，你买他们2个不会是为了老三吧？老三还小呢，而且这大花小花2个姑娘，总不能都给小景做媳妇吧？这事儿是不是还得和婆婆商量一下？嫂子，我只是想帮帮他们，跟老三没关系啊。那买回来怎么办？大嫂，我们能做的可多了，我会洗衣服、做饭，还会割猪草、绣花，田里的活也全都会干。你们把我买回去，只要给我口饭吃就行。你们让我做啥我就做啥。哎，不是，小花，嫂子不是这个意思。你们都是好姑娘，实在不行，嫂子回家借点钱给你们，这日子再苦也过得下去呀。别总提什么卖不卖的。嫂子，这事儿不急，他们要回家和赵娘子商议，我也得回去问问娘的意思才行。当晚，叶洛心就在饭桌上把大花小花的事情说了，其他人听完都没有吭声。买2个下人回来，这也太超出他们的认知了。徐正香想了一下，洛心呐，娘知道你是好心，可是这赵家人你也看到了，那老太太就是个磨人精，赵娘子也未必是省油的灯啊，咱们家实在没有必要掺和到他们家的事情里去呀。叶洛心似乎早就料到了徐正香的答案。娘，我帮他们也不全是因为好心，那大花手巧，小花也聪明，我把他们2个收下来，留在身边，将来也是个助力。见徐正香还有些犹豫，娘，当初我也是被家里卖掉的，不过我命好，被娘买了下来，到了萧家之后一点苦都没吃，还处处得你们照顾，所以看见大花小花这样，我就想到了我自己，我合计着咱们女子的命也是命，凭什么要掌握在别人手中？我有能力帮他们一把的时候，就想帮一把。叶洛心这话把徐正香说的心尖尖都疼起来了。当初买叶洛心他也是不愿意的，谁能想到他们如今感情这么好。行，洛心说要买，那咱们就买。萧家这边说好了，就等着赵家那边的信。结果过了2天，赵家一点动静都没有。叶洛心问大花和小花，他们也只是摇了摇头。他以为赵娘子是舍不得卖2个女儿了。直到这天傍晚，叶洛心割草回来的时候，被迎面走来的人给喊住：小木媳妇儿，小木媳妇儿，你别害怕，我听小花说，你前2天说可以将他们2个买下来，这是真的吗？对，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那你能不能明天就把他们买下来？为什么这么急？今天早上他奶奶又说要找赵家的人过来为他主持公道，我怕他们真的来人之后，我就做不得主了。2个女儿，你打算卖多少钱？要是太贵了，我可买不起。不贵不贵，5两银子可以吗？叶洛心没有回答。赵娘子以为他嫌贵了，连忙说道：3两也可以，3两银子可不够你去看病抓药。赵娘子咧嘴苦笑：还看什么病？人都垮了，我这个病是治不好的，你可以问问神医愿不愿意帮你。不用了。赵娘子摇摇头：等签了卖身契，就让大花小花都搬到你们家里，你们萧家都是好人，2个女儿给你家做下人，我也放心。我给你10两银子，不过你要想好了，卖给我以后，你这姑娘可就是萧家的下人了，和你赵家再没有关系。赵娘子闻言，脸上终于露出了喜色，那一身晦气之色好像也消散了。她朝着叶洛心深深鞠了一躬：谢谢你，我保证赵家再也不会找他们的麻烦。以前都是我糊涂了，为了家里的口粮，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我一直都没和你娘说一句抱歉。叶洛心想起了杨凤曾经和她提起的八卦，如果真觉得抱歉的话，你应该和我娘本人说。是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自己和她说吧。当晚，赵娘子用家中所剩不多的新米煮了一锅新米饭，又洗了刚摘的野芹菜，炒了一盘。大花和小花上桌之后，看着桌上的饭和菜，迟迟都不敢动筷。娘，今天怎么吃这么好啊？咱们的新米不是都卖了换糙米了吗？剩下的这些不是说留着过年吃吗？他又开始咳嗽起来，将饭碗往2个人面前推了推：快吃吧，娘，你也吃。大花见桌子上只有2碗米饭，便把自己的1碗推给了母亲：我不吃，你们吃吧，我看你们吃就高兴。3个人还在推来推去，里屋忽然传来敲盆的声音：你们快吃，我进去看看。娘，我去吧，你别动。大花小花看着娘走进屋里，没多一会儿，屋里又传出老太太的叫骂声：你个不要脸的娼妇，我看你就是想让我死。自从我儿子死后，你就对我没安好心，有本事你弄死我，弄死我以后，让关老爷把你们3个都抓起来，一个都别想跑，你来呀！这样的叫骂每天都在发生。大花
花小花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有出声。骂了一会儿之后，屋里没了声音，赵娘子也端着尿盆从屋里走了出来。你们两个怎么还不吃饭？一会儿天黑下来，你们要是敢摔破了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娘，我们一起吃吧。小花跑出去拿了另外一个空碗进来，她把自己的饭拨了一半进去，大花也赶紧把自己的饭拨了一半进去，然后把碗推到赵娘子的面前。娘，别生气了，我们一起吃饭吧。赵娘子叹了口气，终于坐了下来。新米饭，没有杂粮的新米饭，叶芹菜里也放了一点点油，实在是太香了。他们长这么大都没吃过这么香的饭。第二天，赵娘子如约来到了萧家，她还专门找了李正和自己一起过来。她不认字，卖身契需要李正帮着写，也顺便让李正给做个见证人。卖身契的内容很简单，赵大花、赵小花以每人5两的价格卖给萧家，从此以后两人与赵家再无关系。大花、小花还有赵娘子都需要在契约上按手印。两个孩子看着母亲，一个个都红了眼睛。哭什么哭？就隔着一道墙，想见还不是天天见？以后你们就到萧家享福了。赵家老太太眼睛虽然看不见，耳朵却十分的灵光。她听见外面闹哄哄的，隔着窗子听了一会儿，就听出赵娘子把女儿卖给了萧家。天杀的妇人，丈夫刚走你就卖了女儿，打算自己去享福。这2个孩子是我赵家的姑娘，卖了银子应该归我所有。赵娘子不好意思的朝大家笑笑。我们继续，别理他。你们萧家要是把钱给这个小娼妇，等她跟着野男人跑了，我老太太一个人活不下去，我就天天坐你家门口。大花小花就算卖了，那也是我孙女，他们就得给我养老送终。李正听见这话，停下手来，有些犹豫的看向徐正香。赵娘子看出大家的犹豫，她苦笑了一下。我家老太太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你放心，我日后肯定不会让她来你家门前闹的。你能管住你家这老太太啊？怎么管不住呢？她不就是想要钱吗？我把钱给她，她还能翻出花来呀。李正摇了摇头。以后赵老太太要是敢闹事，你尽管来找我，我管不了的咱们就去县城报官，我就不信了还治不了她了。徐正香摇头。都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我倒是要看看这赵家大嫂能做成什么样子。在咱们青山村，我徐正香还没怕过谁。李正做中间人，过了手续之后，大花小花留在萧家，赵娘子则拿着10两银子回了自己的家。围观众人看着赵娘子的身影，听着赵老太太喋喋不休的叫骂，心中升起一股隐忧。这大花小花也是有福气的，离开赵家之后就不用受那个老太太的气了。谁说不是呢？那萧家大嫂也是个心善的，要是我就算有钱也不买他们家的姑娘，免得惹一身麻烦。瞅着吧，那赵家老太太以后还不定作什么妖呢，老害人精，也不给孩子积点德。两个人都摇了摇头。大花小花站在萧家的院子里，有些不知所措。以前虽然也和萧家人来往，可那时候的身份和现在的不一样。那时候是邻居，除了贫富大家没什么差别，现在两人是萧家的下人了，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干点什么。送走了李正，徐正香收拾了一下准备下地，刚想坐下穿鞋，小花立刻凑了上去。阿奶不是主子，我来给你穿吧。徐正香被吓了一跳。哎呀，小花，谁叫你这么害人的？咱们家可不兴这个，以后你们2个还是叫我阿奶吧。小花看了看大花，两个人对视一眼之后，又一起望向叶落心。叶落心点点头。你们还按照原来的习惯叫就行，我们家也没有那么多的规矩，不过家里不养闲人，想偷奸耍滑肯定混不过去。一会儿我带你们去看看住的地方，再看看院子里都有哪些活。两姐妹赶紧点头。叶落心把他们安排在西偏房，那里原本是裴神医住的地方，不过新房子建好之后，萧长河便把裴神医请到了新房子里住。姐妹俩走进自己的房间，顿时不知道该把脚往哪里放。这屋子太干净了，连窗纸都白得透亮，和他们自己家暗沉沉的屋子完全不同。你们2个不要太拘谨了，以后你们就住这里，先把院子里所有的活都熟悉一下，过几天我还有别的安排。好，那我们可以回去看我娘吗？就是把所有的活都干完之后，我抽空回去看她一眼，只要把活干好，你们随便看。两姐妹十分感激。谢谢姐姐。看完房间，叶落心又带着2个人去后面看了看畜舍，告诉他们怎么打扫、怎么消毒和应该注意的事情，都交代完。别的活可以慢慢学，割草的事你们熟，就先去干这个吧。原来家里养了这么多兔子，怪不得每天都需要那么多草。我们以后出去把筐压实一点，这样每次可以多背一些回来。这一下午，他们来来回回送了3次草。叶落心看着后院堆成一堆的草，告诉他们今天的够了。大花小花不肯闲着，自己在院子里转了一圈，
把晚上要烧的柴全都给劈了。叶洛心见两姐妹一直找活干，也没说什么，毕竟是新的身份，大家都需要适应一段时间。晚上萧家的晚饭是肉丸汤、炒野芹菜，还有一人一碗二米饭。大花和小花不肯上桌，帮着端了菜之后就躲到外面去。哎呀，吃饭就吃饭，你们两个躲什么躲呀？娘说了，我们不能和主人家一起吃饭。我们知道阿奶和姐姐对我们好，但是这一点规矩我们必须得守着。徐正香没办法，让杨凤给他们分了一些菜和汤，让他们自己在外面的桌上吃。大花和小花很久都没吃过肉了，刚刚端菜的时候看见肉丸子，他们的眼睛都瞪圆了。还有野芹菜，他们昨晚明明吃过，可是萧家炒的时候放了很多的油。杨凤看着他们两个，催道：快吃吧，快吃吧，今天的肉丸子可香了，咬一口满嘴都是肉香味儿。哎呀，不说了，我得回去继续吃饭了。大花和小花感觉像是做梦一样，他们两个是被卖了做下人的，可是这下人的生活比他们自己家的日子好了不知道多少。两姐妹心中怀着忐忑，万分幸福的吃了在萧家的第一顿饭。赵娘子白天拿了3个铜板去桂花娘那里换了2个鸡蛋，晚上蒸了一碗软乎乎的鸡蛋糕。赵娘子把蒸好的鸡蛋糕从锅里端出来，她把手伸进怀中，拿出一个小纸包，里面是一些白色的粉末。她把这些白色的粉末倒进鸡蛋糕中。赵娘子把菜团子和咸菜端进里屋，放在赵老太太吃饭的桌案上。娘，吃饭吧，爱欠刀的小娼妇，我刚才明明听见你打鸡蛋的声音了。鸡蛋呢？你想自己吃独食是吧？你有了好东西也不给我吃，你是不是诚心想要饿死我？今天收的钱呢？钱你都藏哪儿去了？卖了孩子你想跑是吧？明天我就让赵大和他们过来打折你的2条腿，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娘，你说的什么话？孩子都在村里呢，我能往哪儿跑？你想吃鸡蛋是吧？我这就去给你端。当赵娘子把鸡蛋糕端过来的时候，老太太迫不及待地端起碗，也顾不上鸡蛋糕还有些烫嘴，3口2口就吃了下去。蒸个鸡蛋糕，你放这么多盐干什么？吃着都有点苦了。现在手里不是有银子了吗？你去买2只鸡，你一天给我做1个鸡蛋糕。行。赵娘子顺从地回道：我告诉你，你别想着跟我借光，到时候偷吃我的鸡蛋。我年纪大了，得吃点好的补补，你还没到这个岁数，吃点咸菜就得了。我晓得了，你又不安好心是吧？我告诉你，我虽然看不见了，可我耳朵……灵着那3个字还没有说出口，老太太头一歪，倒在了桌案上。赵娘子看着倒下的老太太，脸上浮现出一丝古怪的笑容。娘，那10两银子可是我女儿的卖身钱，换鸡蛋你怎么吃得下去？我可是给你准备了更好的东西。说完，她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她走到厨房角落里，拿出2罐菜籽油。今天的10两银子，2两从一个游医手中买了蒙汗药，1两买了这2罐菜籽油，剩下的7两都被她埋在了后院的杨树下。他把1罐菜籽油撒在赵老太太身上，另外1罐全都撒在了自己的身上。做完这些之后，他拿出火折子，擦出火星，直接引燃了2个人身上的衣服。火势一点点蔓延起来，当火舌舔舐到头发的时候，他终于感受到了一种报复的快感。这个压在自己身上的石头终于被自己亲手解决掉了，以后大花和小花就再也不用被他折磨了。旁边睡得像死猪一样的赵老太太却疼醒了过来。哎呀，疼啊！这天杀的可是要疼死我！赵娘子吓了一跳，她使出浑身最后一点力气，爬到了赵老太太身上，用自己的身体狠狠地堵住了赵老太企图呼救的嘴。你不说我想杀了你吗？你不是说我想要你的命吗？现在我就让你如愿了。很快，火焰将2个人彻底吞没，刚才还挣扎的2个人彻底没了动静。赵家的火是下半夜着起来的，那时人们睡得正熟，要不是二蛋爹半夜起来上茅房发现了火光，估计赵家这房子就烧没了。听见隔壁传来说话的声音，萧木第一个睁开了眼睛，他仔细听了一下，外面有4个男人。看见萧木出来，隔壁院子的二蛋爹赶紧对他说：萧木，快去通知李正，赵家着火了，你先设法救人，我马上回来。他腿脚快，眨眼间跑到了李正家里。李正叔，快起来，赵家着火了。李正睡得正香。什么？他猛地坐起来，人还有些不清醒。李正叔，赵大山家着火了。这回李正听清楚了，他立刻起身下地。赵家烧成什么样了？火势大不大？他边跑边喊。萧木一见李正出来，立刻道：我刚才看了一下，火势不算大，应该能控制住。那就好。李正边说边从布袋里面掏出锣和锣锤，当当当地敲了起来。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起来，拿上家伙事到赵大山家救火。什么？着火了？快起来救火！村民们全都爬了起来，大家拿着桶和盆，有的家里人口多，盆不够的，有人甚至拿了个碗。等萧木和李正回来的时候，赵家院子里已经站了好多人，
叶洛心和徐正香正在指挥大家把村民分成几个队伍，分别从前后左右4个方向灭火。大花和小花的哭声从人群中传了出来，二蛋娘和杨凤一人搂住一个，阻止他们往房子里冲。萧木看到二蛋爹，怎么样？烟太大，根本进不去，而且我们在外面喊了很久，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估计是……萧木神色肃然，他不再问话，也加入了灭火的行列之中。萧家和赵家离得比较近，为了防止火势影响到他家的房子，萧松和萧景还有裴神医一直守在这一边，不断地把水泼到火苗上去。2个时辰之后，大火终于被扑灭，赵家的房子已经被烧得黑黢黢一片。萧木一脚踹翻门框，刚看了几眼，就在堂屋的地上看到2具烧黑的尸体。找到了吗？他觉得眼前的尸体有些奇怪，眼前的2个人比房子烧得还要严重。如果他们是死于这场大火，想要逃生却没逃出去的话，不应该是现在这种状态。小木，快过来吧，大火刚灭，没准一会儿还会塌，等明天我们再来看。李正喊完之后，萧木就从屋门口退了回来，众人全都将目光集中在他脸上。萧木看着众人，缓缓地摇了摇头，这可真是造孽呀，好好的怎么就会着火呢？是不是晚上灶台里的火忘了灭，结果着出来了？谁知道呢，没准还是他们不想活了，自己放的火呢。不知道别瞎说，火灭了，大家都辛苦了。赵家还有亲戚，一会儿我就让人去通知他们的亲戚过来，这是否要报官，还有2个人的后事该怎么办，都由他们赵家人定夺。大家都回去休息吧。听完李正的话，大家都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去。刚才情况紧急还不觉得，这会儿他们只觉得身子乏累，得赶快回去补个觉才行。这天早晨，青山村格外安静，一向忙忙碌碌的田里很少能见到几个身影。萧家人也都回到屋里补眠。叶洛心没睡，她坐在屋子里，前面站着双眼红肿的大花和小花。我知道你们因为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感到难过，2姐妹的眼泪又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但是你们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你们刚离开家里就会着火？事情真的有那么巧吗？大花擦了擦眼睛，不解地看向叶洛心。姐姐，那是怎么回事？是你们的娘在为你们以后的日子铺路。回来的时候，萧木和叶洛心说了自己看到的情况，2个人同时猜测到了一种可能性，他们是自杀的。人比房子烧得还厉害，那只能说明火是从人的身上开始烧起来的。叶洛心本来可以不把这些告诉2个女孩，可是生活残酷，她们必须坚强起来，也不能辜负他们的娘为他们做的这一切。姐姐，你是说我娘？大花说了一半就说不下去了。叶洛心点了点头，就是你想的那样，你们的母亲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她想用最后一丝力气再帮你们一把。姐姐，对不起，我们不应该哭的。回房间吧，好好哭一场，哭完了就好好生活吧。大花点了点头，拉起妹妹就走了出去。看着2个女孩的背影，叶洛心轻轻叹了口气。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赵娘子别的方面也许做得不好，但是在对2个女儿的事情上，她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的最好的。你在想些什么？我在想，他们2个还是幸运的，至少他们2个还有一个一心想着他们的娘亲。萧木走过来，坐到他旁边。萧木握住叶洛心的手，轻声说道：洛洛小时候一定也是有娘疼的。叶洛心闻言闭了闭眼。现在你有我，你可以对我撒娇发脾气，你想吃什么想玩什么都可以和我说。叶洛心闭着眼睛笑了起来。怎么，你还想做我娘不成？在我这里，你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小姑娘就好。好，那小姑娘现在要去床上睡一觉，你可以抱我过去吗？萧木二话不说，将人抱到了床上。小姑娘睡觉需要哄吗？萧木话音刚落，手掌也随着轻轻落下，拍在叶洛心的背后。叶洛心又一次睁开眼睛。你小时候，你娘就是这么哄你睡觉的？我一个大男人，哪里需要人哄我？你睡吧，等你睡着了，我再走。叶洛心重新闭上了眼睛，她感受着萧木的大掌不轻不重地拍在后腰的位置上，很快就沉入了梦乡之中。叶洛心睡熟之后，萧木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把后院的畜舍都打扫了一遍，正想给兔子和鸡鹅重新添些草，大花和小花就从屋子里面走了出来。小二叔，这些活我们来做吧。萧木抬头看了一眼，2姐妹眼睛虽然还是红的，但是面上的神情已经比刚才好了不少。可是萧二叔是什么？洛洛不是姐姐吗？他怎么是叔啊？萧木想了一下，2个女孩叫自己的母亲阿奶，叫自己二叔好像也没有问题。他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后院。刚刚走到前院之中，他听见隔壁又传来说话的声音。这房子怎么烧成这样了？烧成这样根本就不能住了。谁说不是呢？也不知道那老太太把地契藏哪儿去了。
这一把大火，恐怕地气都烧成灰了吧？烧成灰了，我们两个还来这里做什么？我告诉你，赵大河，你可不许做那给人家疏失善后的事情，别给我出头做什么好心人。今天要是能找到地契，你兄弟的事还可以管一管；要是找不到，你就赶紧跟我回家去。行了行了，知道了。李正跟在两个人的身后，听见他们的话，不由撇了撇嘴。见他们还想往里走，李正忙伸手拦住。两位，你们先别往里面走。怎么着？这屋子不能进？不是不能进，这屋子是被大火烧的。按理来说，咱们应该报个官，让官府来看一下。但是现如今你们是赵家人，你们来定要不要报官。要是报官的话，我劝你们两个还是先别进屋里，免得把里面都踩乱了。报什么官呢？算了，咱们还是别管这个事儿了。要不咱们就回去吧。这不是明摆着家里起了大火，人被火烧死了，有什么好报官的？官老爷来了，也无非是走个过场。这房子都烧成这样了，能看出什么来？就是，不用报官了，我们先进去看一下。说着，他们也不听李正的话，两个人顺着残破的门就走了进去。还没走两步，赵李氏好像踩到了什么，等他低头看见自己踩的东西时，突然嗷的一声跑了出去，站在院子里哇哇的吐了起来。夫人！赵大河跟着从后面跑出来。你跑那么快，怎么不等等我？我还等你，赵大河，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遇见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这种事情还需要我亲自来？我要是不来，能踩到这东西吗？我刚才都说要走了，是你非要进去看看。赵李氏闻言气急，一巴掌打在赵大河的脸上。你还敢怪我？都是你的错！你这个臭娘们，你是不是疯了？赵大河当着外人的面挨了打，脸上立刻挂不住了，一时怒向胆边生，一巴掌打了回去。你敢打我？有本事你就打死我！两位要找的东西找到了吗？现在咱们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两人的后事了？他们两个的后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不是他家的亲戚吗？我记得上次大山的这位兄弟还来争过赵家的田产，这次他们家没人了，连房子都可以过继过去，你们怎么还不要了呢？他们人都死了，房子田产自然都是赵家的，谁说我们不要东西了？我们就是不想管他们的后事。毕竟是一家人，这后事还是要处理一下的吧。光想着占便宜，花钱的事儿一点不管，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他们家的事情凭什么要我们管？赵李氏叉着腰看着李正，反正人死在你们村里了，你们赶紧收拾收拾，把人给埋了。收拾完，这房子我们还有用处呢。对了，我听说那对姐妹不是被她母亲卖给村里人了吗？这后事得找那对姐妹管，她俩要是管不了，就让买他们的人管，反正总会有人管的，是不是？等办完了后事，记得叫我们。走，我们先回去。这可不行啊！李正伸手想要阻拦，赵大河立刻亮出自己的拳头。你别拦着我们，不然小心我的拳头！李正一看，立刻躲开了。他在梦中可以做一个英雄，在现实中可不想冒那个险。赵大河和李氏两个人快步走到门口，迎面却走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老头鹤发童颜，穿着一身白衣，看着倒是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我看两位印堂发黑，刚才在院子里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不该碰的东西？那又怎么样？冒犯了尸体，这可是大忌。屋子里的死者被烈焰焚身，死得痛苦，怨气本来就大，如今你们两个冲撞了尸身，正好被他们赖上。要是不好好安葬，再找高僧超度749天，这股怨气恐怕会缠着你们一辈子。下半生你们两个会疾病不散，厄运缠身，就是走路都可能会平地摔倒，日日都有血光之灾。唉，惨呐！老人摇头，露出一副惋惜的模样。赵李氏一开始还有些害怕，可听到老人说让他们安葬赵娘子和赵老太太，还有找和尚诵经，赵李氏的脸色立刻就变了。我还当是哪里来的高人呢，原来是李正一伙的。我们是不会掏钱给他们花的，还找高僧念经。我爹死了都没这待遇，他们做梦。就是我们走。赵大河伸手要去推裴神医，裴神医身子一转，避开了他的手。与此同时，赵大河和赵李氏同时感到膝盖一软，身子控制不住的往前倾倒，直接往前一扑，摔在地上，一股鲜血立刻从他的鼻孔中流了出来。流血了！赵李氏看见丈夫摔破的脸，顿时露出惊恐的神情。你敢下黑手？赵大河认定是老人干的，站起来就要朝他扑去。老人退后几步，眼睛没用可以挖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动手了？你们明明是自己摔的。难道我们真的被这两个人的冤魂缠上了？赵大河不以为然。你别听他胡说，大白天的哪来的冤魂？赵李氏双腿发软，全靠着赵大河的力气才勉强站起来。谁知赵大河这时膝盖又是一疼，身子再次向下倒去。他这一倒，赵李氏也支撑不住，身子跟着往下栽，一张脸正好摔在了赵大河的后脑勺上。他感觉自己的鼻子一酸，一股热流就流了出来。血！赵李氏心中更加害怕了。大河，
大河，我们是不是被他们的冤魂缠上了？这是血光之灾啊！两个人正惊魂不定，不远处突然传出了猫头鹰的叫声。这叫声没多一会儿，一只夜猫腾空而起，落在残破的房檐之上，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直直地看向地上的两人。当家的赵理士颤抖着手指向猫头鹰，你看，是夜猫啊！夜猫出现了！赵大河双膝跪地，朝着房子的方向。婶子弟妹，你们不要缠着我呀！我和你们无冤无仇，你们就是有怨气，也应该去找大花小花啊！你们找我俩干啥呀？这是造了什么孽哦？我们老实本分了一辈子，到头来被自家人给坑了。不对，我们是被你这个李正给坑了。赵理士好像突然找到了该发泄的目标，他朝着李正要撞过去，结果还没跑2步，膝盖又是一软，再次向前扑倒，两人哭成一团。村里路过看热闹的人也越来越多，众人纷纷议论着两个人的事儿。听说是冲撞了屋子里的尸身，被冤魂给缠上了。谁让他们贪图人家的那点钱呢？谁说不是呢？当初大山刚死，他们就跑过来想霸占人家的田地，根本不顾娘几个的死活。现在好了，活着的时候赵娘子拿他们没办法，死了以后他们可就不是赵娘子的对手了。议论声中，裴神医站在人群后，眯着眼睛看着站在墙那边的萧木。他堂堂神医，萧木竟然让他来扮一个装神弄鬼的臭道士，真是忍无可忍，还得继续忍。萧木手中还捏着小石子，只要赵大河和赵理士一有动静，他就从手中弹出石子，将两个人置在当地。虎子还立在房檐上看着下面的众人，这些人在他眼中都是黑乎乎一片，不过跪着的那两个人好像更黑一些。婶弟妹，你们饶过我吧，我保证会好好安葬你们，给你们请最好的大师超度。你们饶了我们吧！赵理士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不停地磕头求饶。萧木见时机已到，虎子，一直站着纹丝不动的猫头鹰立刻拍拍翅膀，从房檐上飞了下来。大家都没留意到萧木叫的名字，他们只以为这是夜猫听懂了赵大河两个人的话，所以才离开的。还真是有冤魂啊！所以说啊，这赵家的房子以后可不能随便进。那天萧木不是也走到门口了，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那能一样吗？萧家可是帮了赵娘子大忙的，萧木的媳妇儿还做主买了大花小花呢，这是大恩德，他们家人静肯定没事儿。徐正香的这个儿媳妇儿还真是个福星啊，人又有福气，心地又善良，萧家可很是捡到宝了。谁说不是呢？这种宝啊，咱们怎么捡不到呢？赵大河和赵理士终于跌跌撞撞地走出了赵家的大门。踏出门口的那一刻，他们还心惊胆战，生怕脚掌一落地，他们又会平地摔倒。离开萧家后，他俩像是逃命一样，飞快地往村外跑。但是，一只猫头鹰却不紧不慢地跟在他们身后。他们在路上跑，猫头鹰就在天上飞；他们坐下休息，猫头鹰就停在树上，不停地咕咕叫。两个人被吓破了胆，刚刚到家就立刻从柜子里拿了钱，去棺材铺订了棺材，又去附近的小庙里找到了住持，捐了10两银子，说动庙里的和尚给赵家婆媳做一场法事。大花和小花后来听裴神医提起的时候，才明白这其中的缘由。他们看向叶落心，又看向萧家的其他人，心中深深明白，他们欠萧家的绝不止10两银子那么简单，也许是一辈子都无法偿还的人情。第二天仍旧是个好天，萧家人全都不下地，一起去山上捡栗子。萧松拉着板车，让徐正香、叶落心和杨凤3个人坐在车上，其余的人都跟在车后面走。这次上山，叶落心还特意带上了元宝，这是元宝到萧家后第一次被允许出门。车子只能拉到山脚下，把车子绑在一棵大树上后，他们就一起进了林子。秋天的山林里果实丰富，除了栗子之外，还有榛子、蘑菇、山楂和野葡萄。叶落心和杨凤一起找到了一棵大栗子树，树下掉了一层成熟的栗子。两个人一人拿个棍子，使劲地敲打几下，圆滚滚的栗子就从带刺的壳里滚了出来。大花和小花第一次进山，看见什么东西都觉得新奇。徐正香教他们认识了榛子和蘑菇，他们就遇到什么捡什么，把看到的东西全都往筐子里面扔。叶落心眼尖看到了一棵果松，松尖上结着很多松塔，这个东西可不常见，而且松塔长得太高，普通人上不去，根本就摘不到。萧木看叶落心对着松塔叹息，他二话不说，双手抱住松树，很快就爬了上去。他在树尖上把松塔一个一个摘下来扔到地上。徐正香一年到头也就到山上来几次，他最喜欢的就是捡蘑菇。大家都在用最快的速度收集大山的馈赠。元宝到了山上之后就消失了踪影。
弟妹，元宝半天都没有动静了，是不是回到大山就想回自己家，不想回来了？叶洛心摇摇头，他要是想走，早就走了，不会那么乖的待在家里。天色渐晚，萧长河招呼大家把东西归到一起，准备下山。叶洛心这才喊了一声元宝，他的声音不大，但是对元宝来说已经足够。没多一会儿，叶洛心身后的草丛里就传来响动，一只老虎从草丛后钻了出来，嘴里还叼着2只半死的兔子和1只野鸡。元宝，你这也太厉害了！萧松迎了上去，从元宝的口中接过了那2只兔子和1只野鸡。徐正香看着3只奄奄一息的动物，我的个乖乖，我还以为这只老虎不会捕猎呢。哎呀，就他这本事，咱家那些鸡和鹅都不够他一晚上霍霍的。娘，咱们家里养的这些都是和元宝一起长大的，他怎么下得去口？是不是啊，元宝？叶洛心说着摸摸元宝的头，元宝围着叶洛心转了一圈，用头蹭蹭他的掌心，呜了一声，表示对叶洛心说法的赞成。一家人看到他这样，全都哈哈大笑，就连原本害怕他的大花和小花，这会儿也觉得这只老虎变得可爱起来。我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把东西分移一下，赶紧回家吧。于是大家拿来自己的筐，找了一个平整的地方进行分装。栗子、榛子和松塔一共装了3个袋子，蘑菇、葡萄还有山楂分别放在不同的筐里面。今天的蘑菇比较多，一个筐装不下，只能分开2个筐。2只兔子和1只野鸡被放进了单独的一个袋子。下山的时候，萧松和萧木背着最重的栗子，萧长河背着榛子和松塔，大花小花一人拿了一筐蘑菇，叶洛心、徐正香和杨凤分别拿着葡萄、山楂和兔子野鸡。元宝兴奋地跑在几个人前面，这次上山收获颇丰，比去年多了许多栗子。等回去之后，就用这新栗子焖一锅米饭，这栗子又甜又糯，掺在饭里好吃的很嘞。太好了，去年吃的栗子饭我到现在还记着味道，就等着吃新的呢。这栗子不光是放在饭里好吃，和鸡炖在一起也好吃。什么？鸡和栗子能放在一起烧吗？当然能了。今天的鸡啊，我想到了一个别的吃法，等下次再捕到野鸡，咱们做一次试试。元宝跑回来的时候，正好看见叶洛心指着杨凤肩上扛着的袋子，他知道里面装的是自己捕来的猎物。见叶洛心脸上全都是笑容，他又是得意的翘起了尾巴，转头就跑进了山林之中。等萧家人快到山脚的时候，元宝终于从后面跟了上来。大家一看，好家伙，他不知道又从哪里捉来了1只野鸡。元宝把野鸡放在叶洛心的脚边，乖乖坐好，等着叶洛心表扬。哎呀，元宝，你可真是个大聪明，你是不是能听懂我们说话呀？你也想吃栗子烧鸡？弟妹，就得给元宝做一个吧。叶洛心笑了笑，咱们元宝表现得这么棒，应该奖励1只鸡。来到山脚下，萧木把绑在树上的绳子打开，把车子挪到路中间，然后大家把背着的东西全都放到车上去。这回车上没了坐人的位置，回去的路上都只能步行。萧木力气很大，拉着一车东西走，也走得十分轻松。徐正香、叶洛心几个跟在后面，追的竟然有些费劲。萧景和裴神医已经等在家里，裴叔来了萧家这么久，这还是第一次回到萧家之后，家里没人，看着空荡荡的院子，还有后院那些嗷嗷待哺的鸡鹅，他突然有点不适应。小子，你爹娘都不在家，晚上我们俩怎么办？萧景正在给鸡和兔子添草，听见裴神医的话，头也不抬地说：别急，一会儿也就回来了。喂完后院的动物，萧景又蹲在地上开始画图。他最近又在研究改良脱力机，因为叶洛心说了，那台脱力机虽然能用，但是有点笨拙，不利于挪动不说，操作起来也比较费力气。裴树看他画的认真，你画什么呢？画脱力机呢？嫂子说我们的脱力机还能再改良一下。不是，你哥听你嫂子的就算了，你怎么也听你嫂子的？裴树不解，他算是发现了，这个家当家的是萧长河2口子，说的算的是徐正香，但是最有主意的好像是那个看起来十分规矩的叶洛心。我嫂子说的都对，我为什么不听她的？而且我嫂子是我们家的福星啊，自从她来到我们家，我都能吃上鸡蛋和肉了。她身子不好，我当然得听她的，不然气到她了怎么办？什么福星啊，不过是个山里的女娃娃，就你们当成宝贝一样。裴树嘴上还是不服，心中却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好好观察一下。他倒是要看看这个叶洛心到底什么地方这么吸引人，万一学到了，没准儿还能让萧木听自己的话。萧景的图画到最后，总觉得有一个地方不对，他改了好几次都没有合适的办法，于是他抬头看了看裴树。你知道这个地方怎么改才能让转轮转得更快吗？裴树看了一眼，完全看不出他画的是什么。你这画的和刚才有什么区别吗？就知道问你也没用，等嫂子回来我还是问嫂子吧，我嫂子这点就是比别人强，你有什么不服的？萧景说完没有再理他，低头将自己刚刚画的地方擦掉。裴树还想再说什么，萧家人都从外面赶了回来，萧木拉着车子率先走了进来，车上装得满满的，
看起来每个人都很高兴。裴树本来还在生萧景的气，这会儿又不知不觉被他们吸引，走过去想看看他们得了什么好东西。萧木停好车子，和萧松一起把栗子先抬了下来，其他人也一起动手把一个个筐从车上卸下来。收获不少啊。是不少，今年年景好，连山上的野货都比往年多。这些栗子要是慢慢吃，可以吃到过年呢。这些葡萄和红果放进仓房里，那里面凉快，可以多放几天。徐正香指挥着萧景道，转过头他又招呼大花和小花，来，你们两个把蘑菇拿到这边来。咱们今天呢，先把这个鸡腿蘑菇挑一些出来炒了，剩下的明天再收拾。那我和阿松一起去河边把鸡和兔子给收拾出来。行，我把一些栗子留着煮饭，再挑一些大的，一会儿埋在火里烧着吃。裴树看着这些忙碌的身影，不知不觉地笑了，这种感觉才对味。大家全都去收拾食材，叶落心和徐正香一起走进厨房。娘，今天都累了，现在天也凉了下来，咱们晚上吃点特别的呗。吃点什么？吃火锅啊，就我前几天和你说过的那个。徐正香想起来了，半个月前叶落心去集市上的时候，特意买回了2个红泥炉和一堆木炭。当时自己问他买这个做什么，他说等天凉了做点好吃的。哦，你说的这个火锅它好吃吗？好吃，而且做起来简单，一会儿让老三把泥炉的炭烧上就行。行，那就吃那个什么火锅。大家都累了一天了，做点简单的正好可以省些力气。屋外放了一张四方桌在院子中间，2份锅底摆在桌子上，围绕着锅底是一盘盘待煮的食材，兔肉、五花肉、鸡腿膜、牛肝菌、笋干、白菜、生菜、土豆等东西全都摆好。萧家人都有些傻眼，活了这么多年，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吃法，把所有生的东西都端上桌，这怎么吃啊？叶落心看大家都愣愣的，大家洗了手就快来做吧。众人纷纷就坐，就连平时不和他们一起吃饭的大花和小花也在一个桌角坐了下来。这2份汤底里都有鸡肉，1份辣，1份不辣，你们一会儿可以试一下，要是接受不了辣的就吃不辣的锅底。一会儿我们就把这些菜放到锅里面煮，青菜很容易熟，烫一下就能吃，土豆和蘑菇可以多煮一会儿。他一边说着，一边往2个锅里倒了一些土豆和蘑菇。然后就是兔肉，这兔肉我让嫂子特意切得薄薄的，也是稍微煮一下就能熟，我们可以边吃边下。他说着夹了一块肉放进不辣的锅里涮了一会儿，直到兔肉打了卷儿，他把肉捞起来放进徐正香的碗中。娘，你尝尝。徐正香迟疑地把肉夹起来，在众人的目光中将肉放进嘴里嚼了嚼，双眼突然亮了起来。哎呀，真鲜呐！你们都尝尝，真好吃。大家一听见徐正香的话，也全都按耐不住，纷纷伸手去夹食材放进锅里。每个人在入口的前一刻都是迟疑的，可是第一口吃到嘴里之后，全都点头称赞，好吃，真好吃。裴树本来还想矜持一下，大家都尝了之后，他才慢慢的夹了一块辣锅的鸡肉放在碗里。切，不就是鸡肉吗？还能吃出花来？可当鸡肉放进嘴里，麻辣与鲜香的味道同时冲击着味蕾，还真是挺好吃的。他看了看叶落心，这个小姑娘还真是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小景，那块兔肉最肥嫩，留给你娘吃。裴神医，你别光盯着肉，吃块白菜，这个白菜特别好吃，特别是蘸点辣味，真是绝了。哎，大花小花，你俩别愣着，快点吃啊！一片烟火气中，萧家人围着炉火吃得意兴盎然，热气腾腾，食材丰富，每个人的额头上都冒出了细小的汗珠。一顿火锅吃得酣畅淋漓，吃完之后，大家才想起来问叶落心，嫂子，这个火锅太好吃了，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怎么感觉你不是第一次吃这个了？小时候我娘做过几次，我也是按照记忆中的味道随便做的。你娘可真厉害啊！我老头子走南闯北几十年，这种做法从来没有听闻过。你娘是哪里人？我娘是京城人士。你娘是从京城来的？这点裴树十分意外。不过我在京中住了好几年，也没见过这种吃法。我娘喜欢研究美食，也许这是我娘自己想出来的吧。落心呐，我刚才吃着那个白菜煮着挺好吃的，如果我想把野芹菜或者菠菜放在锅里煮，可以吗？当然可以，火锅可以煮万物，只要是娘喜欢吃的东西都可以煮。我记得小时候爹娘最喜欢煮的其实是牛肉和羊肉，切得薄薄的，再蘸上专门调配的料汁，十分鲜美。他这么一说，大家刚吃饱的肚子好像又饿了。那我们明天再吃一顿吧，就吃牛肉火锅，放好多牛肉的。牛肉，我看你长得像牛肉，家里有现成的兔肉和鸡肉，你还惦记着吃牛肉，那不得花钱买吗？我们可以拿兔子换啊，咱家现在都有86只兔子了。你嫂子养了这么多兔子，肯定是有大用处的，你少惦记。徐正香敲了一下他的脑袋，
娘，你又打我头了，再打下去我就变成傻子了。嫂子，你给我评评理。不打也没见聪明哪儿去。裴神医，你再说风凉话，明天我可就不陪着你去书院了。二蛋他们每天都等着和我一起走呢。不陪就不陪，我又不是不认识路。裴神医毫不在乎。说完，他又看着徐正香道：这脑袋呀，是不能总打，万一下手没个轻重，可就比现在还要笨了。徐正香听出来裴树这是为萧景说话知道了，裴神医，以后不打脑袋。裴树转头看向萧景，得意地摸了摸胡子。想吃牛肉火锅，等哪天你二哥去集市上让他买回来就行。至于咱们家的兔子，我养着它们确实是有用处的。要不明天晚上咱们不吃火锅，我做卤兔肉给大家吃吧。一听说要吃卤肉，萧景立刻就不再提牛肉火锅的事儿了。嫂子，卤兔肉比鸡肉更好吃吗？兔肉鲜嫩，咱们自己家养的兔子比山上打来的肉质还要细嫩一些，吃起来和鸡肉、猪肉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明天你自己尝过了就知道了。正说着话的功夫，埋在泥炉炭灰下面的栗子突然爆开，发出啪的一声。徐正香赶紧拿来夹子，把烧好的栗子夹出来，每人分上2个。萧木怕叶落心烫到手，把4个栗子全都拿到自己面前，扒掉壳，把栗子肉放在嘴边吹了吹，才递给叶落心。徐正香看到了，用胳膊肘怼了怼萧长河，萧长河把头扭到一边，假装没看见。徐正香又咳嗽了2下，萧长河终于无奈地回过身来，把栗子拿起来，仔细地剥皮，然后递给徐正香。裴树眼尖，把这老老少少4个人的互动都看在眼里，不知怎么的，他突然觉得手里的栗子不香了。天色不早了，我回去睡觉。他站起身离去。我也回去看书了。剩下几个人吃完了栗子，把院子里打扫干净之后，也都回了房间。萧木先沐了浴，等叶落心洗完澡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床上等着他了。爬了一天山，有些疲累，萧木不轻不重地帮叶落心放松着双腿，可捏着捏着，手上的动作就变了味。叶落心觉得自己就像是漂泊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没有船桨，也不知道何处是岸。不知道颠簸了多久，风浪终于停了下来。萧木抱着叶落心去重新洗了澡，回到床上后，然后将人搂在怀中。就在他将要入睡时，蜷缩在怀中的小人像是突然想明白了什么，一下子坐了起来，眼神亮亮地看向他。睡不着吗？你最近是不是认识了什么不三不四的人？我怎么会认识不三不四的人呢？叶落心认真地想了想，有好几次进城，你都回来得很晚，难不成是去了什么烟花柳巷，或者是认识了什么别的小娘子？萧木心中一惊，脑中的睡意一扫而空，他立刻睁开眼睛，也跟着坐了起来。你为什么会这么问？我没有啊。看萧木的表情也不像撒谎。那你为什么这2次好像和之前不一样？上一次叶落心就有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技术突飞猛进，好像从一个入门级学者突然变得小有所成，这很难不让人怀疑啊。叶落心本来已经释怀，觉得自己想多了，可是当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萧木的脸色突然就变了，好像被人戳穿了什么心事。你还真有事情瞒着我，你是做了什么吗？萧木犹豫了一下，然后他翻身下床，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下来。这是要让我学学3从4德。叶落心还是接过了萧木手中的书，是一本易经。为什么给我看这个？他一边问一边随手翻开，等他看清书中内容的时候，立即啪的一声把书合上，看着萧木说不出话来。这是我从路边捡的，本来想扔掉，可是我看上面的东西也许有些用处，我就……萧木见他不说话，当他还在生气，我也没看几页，明天我就把这本书扔掉，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把书上看的东西用到你身上。别扔，就放在那儿吧。那我还放在书架上了。萧木起身又把这本书放回架子上。叶落心抬头看了一眼，从外表看真的看不出如此普通的书里面竟然有这么不普通的内容。他默默记下了书的名字，打算等萧木不在的时候自己拿来看一下。2个人重新回到床上睡觉，经过这一遭，彼此好像更近了一些，没有了心事，这一觉就睡得更香了。第2天，叶落心让萧木杀了2只兔子，按照之前的方法把兔肉做成了卤味，兔皮则洗干净晾干之后，找有经验的师傅做成熟皮，这个还有别的用处。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对卤兔肉赞不绝口。嫂子，我们养的这个兔子果然比山上的野兔还要嫩。那是自然，山上的兔子只能吃草和树皮，咱们家里的兔子偶尔会喂一些玉米，所以肉质会鲜嫩一些。咱们家有这么多兔子，我们做了卤兔肉拿去卖吧，一定有很多人喜欢。萧松说道。自从上次卖卤猪蹄赚到钱，萧松一直对做生意的事情很有兴趣。大哥说的对，我养这些兔子就是想做卤兔肉的。为什么一定要做卤兔肉？卤鸡、卤鸭，还有之前做的卤猪蹄，不是都可以吗？那些当然都可以做，但是大嫂，当初咱们卖卤猪蹄赚了钱，也是正好赶在秋围前，大家图个吉利，才会愿意花大价格买。这种生意挣的都是跳钱，要想真的做大赚钱，还得有自己的招牌，有招牌就得有特色。我想着，我们不如一鼓作气，就靠着兔肉在清河县打出咱们家自己
己的招牌来。我看行。徐正香听着叶落心的话，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兔子是野味，有那些大户人家想吃的，也得提前预定，或者赶巧有猎人去卖才能吃到。咱们家就打下这个做卤兔肉的招牌，让他们一想吃兔子，就自然而然的想到咱们家。他这一巴掌拍得响，把在座的人都吓了一跳。裴树虽然不懂得这些，但是听娘几个的话确实有些道理。你家这个兔子确实做得不错，比我在京城吃到的还要好吃，只是可惜这清河县离京城太远了，不然呢，你们把店开到京城去，一定也能受欢迎。裴神医说的正是我所想的。我的想法，我们先在清河县做出自己的招牌，只要把名声打响了，慢慢的就能做到府城去。等赚到了钱，不光是京城，我要让整个大梁的人都能吃到和我们店里一模一样味道的卤肉。你这个小姑娘看起来小小一个的，怎么有这么大的野心呢？裴树惊道：做生意啊，当然是往长远了看，不过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铺得那么大，我们慢慢来。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萧松已经有些迫不及待。首先我们得有一个店面，我们现在手里的钱不多，租不起大店面。我想明天先和夫君去县城看一下，有没有便宜的铺面可以租。就按照洛心说的来吧，万事开头难，还是稳妥一些的好。行，那我明天陪着洛洛去县城看铺面。萧木说：你们一大家子这么多人，这件事这么快就定下来了，你们不再想想？这有什么好想的？我家想做这个生意都好久了。卖卤肉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下来。而这一晚，萧家很多人都没有睡好觉。萧长河种了一辈子的地，总觉得土地里刨食才是最稳妥的。虽然之前叶落心也卖过猪蹄，而且赚了钱，但那个时候没租铺面，本钱也不小，就算赔钱了也伤不到根本。这回要弄铺面，那铺面租金可不便宜，每天一睁眼就已经有钱花出去了，这要是不挣钱，那得多恼火。相比而言，徐正香要更想得开。咱家洛心脑子活，那点子一个跟着一个的，还能挣不到钱？你别在那瞎操心了，你这些话可不许当着孩子的面说，免得他们着急上火。这还用你说？你看我今天说什么了吗？好，以后也不许说，等他们店里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就多去给帮忙就行了。另外一个房间里，并拿出萧木之前送他的算盘。杨凤看见他低头拨算盘，我看你没事就拿出来用一用，现在练习的怎么样了？萧松憨厚的笑了笑，和二弟三弟比不了，但是简单的账目还是可以算一下的。人家两口子都会算账，就是做了生意也未必要你算账吧？杨凤有些担心的问。他倒不怕别的，就是萧松没读过几天书，他怕自家男人这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自信再给磨没了。这个家里老二两口子脑子好使，老三读书好，将来肯定要考个功名回来，只有他们两口子什么都不会，种地倒是行，但是家里人人都有本事，他们也不想差得太远了。第二天早饭后，叶落心和萧木早早的就坐牛车来到县城。他们沿着长宁街慢慢走，看街上哪个位置更适合做生意，只是把整条街都逛到了头，一时也没什么头绪。要不我们去牙行问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铺子。叶落心点头应下。好。长宁街上一共有2家庄宅牙行，他们一一看过去，牙行里登记的铺子要么位置不合适，要么价格有点贵。2家都看完了，叶落心也没有找到心仪的地方。要不还是刚才那一个吧。刚才他们看到一处铺子在长宁街东边的转角处，位置有一点偏，但是地方够大，价钱也相对较低。行，2人退出牙行，准备往另外一家走，不想刚出门就有一个人冲撞了过来。萧木把叶落心往身后一拉，将他挡在身后。看路。来人抬头看见萧木高大的身形，立刻后退了2步。不好意思，我走得太急了。萧木刚要让开路，身后就传来牙人的声音：哟，这不是隋公子吗？怎么着，你家那个铺子肯出手了？500两，你若是肯出500两，我就把铺子卖给你们。隋公子啊，您可真是狮子大开口，你那个铺子顶多也就值350两。你胡说，上次你还说是400两，今天怎么又变成了350两？就我那个铺子的位置，卖800两都不嫌贵。隋公子，您这是说的哪里话？蒲玉轩的那个地方，若是鼎盛的时候，您就是叫价1000两，没准也有人愿意出钱，谁不想接手个旺铺呢，是吧？可是隋家如今衰落，蒲玉轩也跟着关了门，这个铺子它不吉利，就是350两，也是我们家老板看在隋老爷子的面子上，多给了那50两呢。叶落心听见2个人的话，眼睛却亮了亮。蒲玉轩，这不就是长宁街和永顺路交汇口那一处的一个铺子吗？刚才他和萧木路过的时候，看见蒲玉轩落着锁，打听了一圈，也没人听说这个蒲玉轩有要租赁的意思。原来店铺主人在这儿呢。打扰，我想问一下， 2位是从牙行出来的，想必也有这方面的需要。
我那有个铺子，前面屋子很是宽敞，后面还有一个大院，2位可想买？500两银子有点贵，不知道能不能便宜一点。牙人听见他们双方竟然搭上了，隋公子这事儿做得不地道，怎么还到我牙行来抢人了？隋思远并不理他。你们真的要买？如果诚心要买，我也不和你们多要，给我300两银子，这个铺子立刻就是你们的了。牙人听见这话，眼睛瞪得老大。隋公子，我给你350两，你不卖，你竟然要卖他们300两？叶洛心和萧木两人也没想到转机来得这么快。300两的话，这个铺子我要了。不是，隋公子，那个铺子你卖300两的话就赔钱了呀。这样，我再给你加50两，400两，你把铺子卖给我，我出400两，这样450两，不能再多了。你把这个店铺卖给我，隋公子，你休要哄我。你现在答应的好好的，等这2个人走了，你再次把价格压低，逼着我卖给你，你别做梦了。今天你就是给我1000两银子，我也不会卖给你了。你们既然要买，就跟我一起去看看铺子。牙人还想上来纠缠，萧木转过神，冷冷地瞪了他一眼。他立刻觉得后脊一凉，站在原地不敢再向前一步。萧木和叶洛心随着隋思远来到蒲玉轩，隋思远站在门前，掏出一串钥匙，他弯腰打开门锁，推开门，请进。叶洛心两人随之进去，店铺果然宽敞，里面的柜台和其他东西全都搬走了，所以看起来空荡荡的。这个铺子以前是用来做什么的？加工售卖玉石。那怎么不干了？应该挺赚钱的吧？他在屋里走了走，看见屋内转角的包边都是用玉石打磨而成。隋思远没有说话，他总不能告诉这2个人，父亲去世后因为打理不善，工艺师傅和下面的人全都被挖跑了吧。3个人又抬脚去了后院，后院比前屋还要宽敞，而且也收拾得十分干净。这2间房之前是给下人住的，你们若是用不上，也可以拆掉。萧木点了点头，叶洛心对这处铺子真是越看越喜欢。这么大的铺子卖300两银子，实在是太划算了。他们回到主屋，叶洛心摸了摸墙上镶着的白玉。这么好的铺子，卖了不会后悔吗？你到底买不买？买。身上带了银子吗？今天身上没带银子，我们明天一早过来交易如何？那明天午时之前，若是过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卖了。好，那一言为定。回到家里之后，叶洛心将今天的事情和大家都说了一遍，然后对徐正香道：娘，我们2个这段时间只攒了150两银子，剩下的150两，您和爹先借我们，等赚了钱我们再还，好不好？徐正香立刻道：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这笔银子放在我这儿暂时也没什么用，你们有需要尽管拿去用。不过那个铺子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的话，他为什么要卖那么便宜啊？那个人不会是个骗子吧？娘，买房子我们只看地契文书，只要手续齐全，他是什么人和我们都没有关系。而且街上的铺子我们都看过了，租一个铺子1年的租金最少要60两银子，位置还没有这里好。300两银子看着是多，但是细算下来却要比租铺子便宜得多。将来就算是不做卤肉了，我们再把铺子转手卖出去，也是稳赚不赔的。好，这些细账你们自己算明白就好。只是你们记得办手续的时候千万要看清楚，咱们家比不得那大户人家，这300两来的可不容易呢。第2天，萧木和叶洛心早早去了县城，为了稳妥，徐正香非要萧松也跟着一起去，多个人就多一份力气，真要有什么事儿也能帮得上忙。好在这个隋思远真的就是个靠变卖祖业维持生活的败家子儿，这中间也没有什么波折。他们签订了交易文书，过了地契，又到县衙去过了名目，这铺子就算是过到叶洛心名下了。屋子里面的装饰当初也费了我不少心思，你们若是觉得还行就留下来。那些玉石虽然不值什么钱，可也不是谁家都能装上去的。知道了，这铺子我盘下来以后要做卤肉店，隋公子要是方便就过来赏个光，我请你尝尝我家的手艺。两边正说着话，衙门里却来了人，对萧木道：萧公子，我家老爷听闻你来了，想叫你和夫人进衙门里说话呢。叶洛心和萧木面面相觑，县令找他们干什么？两人辞别了隋公子，让萧松先去街上买东西，然后就跟着衙役来到县衙的后堂，看见刘县令穿着便服正喝茶等着他们。大人。萧木上前见礼，不知大人找我们所谓何事？来了，坐吧。草民还是不做了，请大人明示，找我们所谓何事？这里又不是公堂，两位不用客气，快坐。萧木两人只好坐在县令对面。许家贩卖私盐的案子总算有了结果，知府陆云林与许家暗中勾结，这些年贩卖私盐所得银两不计其数。5日前，他们已经全部被押解回京，等待大理寺进一步审理。这其中的细节，我就不和你们一一说了。这等大事，大人实在不必与我们这些草民说道。我本来要与你们说的，也是另外一件事情。叶
洛心很是好奇，立刻竖起耳朵倾听。新任知府大人10日前已经上任，是从京城调来的冷不言冷大人。冷大人勤政爱民，调任前又在户部任职，所以很是关心农民的粮食收成。前几日翻看卷宗，得知我们县曾经上交了一台脱粒机，冷大人十分高兴。叶洛心和萧木没有开口。冷大人说，民间有此创举，值得大力嘉奖，只是上一任知府失位素餐，并没有将此事报给朝廷。原来朝廷还有奖赏，我以为县令之前给的已经是奖赏了。原来是上任知府没有上报，我还以为是朝中大人把这份功劳都摊下了。刘勉的脸一下子就黑了，萧木的这个朝中大人也把他包含在内了吧？他刘勉就算是为官多年没有建树，也不至于他一个村民的功劳。更何况这种事情出在他管辖的县城，他的奖赏肯定也是少不了的，至少在政绩上要狠狠地记上一笔。朝廷官员又不是个个都像陆云林那样，他贩卖私盐中饱私囊，当然不会把这种民生的小事放在眼里。你们也是运气好，摊上了这位冷大人。冷大人已经和我说过了，会给你们请一个封赏，只是你们家那么多人，这个封赏要给谁？当然是给我娘子。那个脱粒机是你娘子想出来的？刘勉又一次惊讶地看着叶洛心，这样构思巧妙的东西，这么多读书人都想不出来，竟然是一个女子想出来的。这个女子到底是什么来头？我只是提了个想法，具体还是夫君和三弟两个人做出来的。叶洛心还是维持之前的说法，这件事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们都是按照娘子的想法去做的，所以如果有封赏，这个封赏一定是给我娘子的。好，那我就提前祝萧娘子能得到朝廷厚赏。县令夫人突然从屏风后走了出来，招呼叶洛心道：萧家娘子如此厉害的人物，怎么能不让我认识一下？叶洛心回头看着萧木，萧木朝他点点头，他知道这应该是县令想支走他，单独和萧木谈事情，便起身随着县令夫人一起去了后花园。县衙的后花园很大，里面有一处荷塘，此时荷花已经过了最盛的时候，但是依然开得艳丽。县令夫人将叶洛心请到荷塘中央的凉亭上，立刻有丫鬟送上糕点和茶水。她仔细地打量叶洛心，看她一脸从容，既不害怕也没有受宠若惊的表情，立刻笑了出来。我之前听徐才那个臭小子说了，说萧家二郎的娘子又凶又狠，罚他下地干活，累得他连腰都直不起来。他是这样说我的。是啊，可是后来他又改了口，说你长得好看，心又煞，主要是有远见，有成算，和他很托脾气，是个能成大事的人，还真是难为他了。叶洛心叹了口气，唉，他还能为我说两句好话，我看那个小子是佩服你佩服得紧，他个性跋扈，有时候连他爹都不服，能被你拿捏如此，实在是不易。叶洛心也笑了。夫人说笑了，我哪里拿捏得了他？只是他父亲突然将人扔到我们家，他总得按照我们的生活习惯来，不能我们一家子去适应他，您说是吧？在理，在理。县令夫人点头。我看你言谈有度，举止有礼，你真的是出身农家吗？不敢隐瞒，我生在小荡村，嫁到青山村，实实在在就是一个农妇。不过夫人为何对徐家公子如此熟悉？他之前就隐隐觉得这刘县令好像格外偏袒徐家，特别是徐家出事之后，刘县令的表现就更明显了。姑娘不知道吗？我家与徐家是递了帖子的，两家孩子3年前就定了婚姻啊！这下轮到叶洛心惊讶了，原来徐才这个小子是县令的准女婿啊！徐才在姑娘家住了这么久，竟然没提过吗？没有，也难怪。我家老爷和徐老爷交往比较好，但是2个孩子都不同意这门婚事，他要是提了，才是奇怪。听到这里，叶洛心开口：强扭的瓜不甜，若是小姐不同意，还是不要勉强的好。县令夫人点头：是啊，徐家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我之前就和老爷提过解除婚约的事，只是老爷没有应允，年底再看吧。叶洛心默默地吃着糕点，实在没想到自己来一趟县衙，还能听到这样的消息。这县令夫人看来也是快言快语，没什么城府的。2个人倒是相谈甚欢。另外一边，县令却对着萧木变了脸色：你到现在也不肯和我说实话。大人想听我说什么实话？巡抚沈大人说，徐家那2封信是有人通过特殊渠道送到他手里的。大人怀疑是我，当然是你。我把信交到你手里，然后就到了巡抚手中。我之前和大人解释过了，那封信被我弄丢了。怎么会那么巧？我之前就觉得不对劲，怎么那么巧？我们刚刚分开，就有人找你拿了信。难道这件事除了你我之外，还有别人知道？大人说这件事是我做的，那大人觉得我是什么身份？我从小在青山村长大，除了上山挖药材，几乎没有离开过村子，如何知道那个所谓的特殊渠道？萧木一句话让刘县令哑口无言，这正是他想不明白的地方。以他对萧木的了解，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乡下人，有100两的赏银就已经十分满足的那种人。可这件事如果不是萧木做的，还能有谁呢？难道真的
有人在暗中一直盯着这件事，并且对他们的动向了如指掌。你保证真的不是你？大人有这个时间问我，不如派人调查一下被什么人盯上了。萧木好意提醒，刘勉再一次陷入迷茫之中。自从沈巡抚说了那一番话，他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今天之前，他几乎认定这件事就是萧木做的了。可是对上萧木，他又动摇了。萧木太从容了，看样子完全不像撒谎。如果他真的是在撒谎，那他的心思实在太缜密，这与他的身份完全不匹配。算了，这件事我会继续去查的。如果被我发现是你干的，我绝饶不了你。萧木弯了弯嘴角，祝大人早日查到真相。事情谈完，萧木去后花园接了叶落心，两人一起离开县衙。这会儿功夫，萧松已经把要买的东西全都买回来了。回去的路上，叶落心把自己听来的八卦讲给两人听。徐子商有县令这么好的靠山，竟然不想着借势东山再起，非要回什么老家。越是这样的关系，就越是要避嫌。他这次借了刘勉的力，恐怕以后徐才和县令家的小姐就更难相处了。叶落心想了想，好像有些道理，便也没再纠结，转而问道：那刘大人找你偷偷说什么了？哪有偷偷，只是简单说了私盐案子的事。这件事说来也奇怪，他们贩卖私盐这么久，以前从来都没有被查到过，这次只是涉及了徐子商这么一个商人，竟然一下子就被人翻了老底，这其中肯定有很厉害的人做了手脚，就是不知道是谁。看叶落心一副费脑筋的表情，萧木嘴唇蠕动了一下，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萧家晚饭时，萧木主动提起了今天刘县令给的好消息。什么？朝廷会给我们封赏？会给什么？银子还是田地呀？不知道，县令说新来的冷知府会向朝廷请功。这还有这种好事呢？刘大人今天问我，这件功劳该归到谁的名下，我自己做了主。这脱力机是洛洛想出来的，功劳就应该归他。众人听完都没有异议。对，确实该归洛心。应该的。其实都是大家的功劳，图还是小景画的。嫂子，我都是按照你描述画的图，点子又不是我想的，就算我不画，别人也能画，这个功劳和我没关系。这件事我们自家人都心知肚明，若是论奖赏，肯定非你莫属。就是萧景一个男子汉，想要奖赏得自己去争取，哪能占着别人的功劳？弟妹，你也不用让来让去，反正朝廷不管赏下来银子还是田地，咱们都能跟着沾光。听见这话，徐正香立刻道：那我先说好了，虽然咱们没有分家，但是朝廷赏下来的东西都是二房的，你们都别惦记。见大家没有异议，到时候洛心和老二想分给你们什么，你们就收着什么，若是他们不给，你们也别想拿这个做文章。娘，知道了，放心吧，娘。当初贡献脱力机的时候，萧木提出了3点要求，县令都给实现了，谁也没想到这事儿还能有后续。这叫什么？是不是那个新官上任3把火？这把火现在烧到我们家了。那还是洛心的点子好，连知府大人都看上了。我就说咱们家洛心的这个脑子啊，点子真是多。叶洛心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他哪里是点子多，这些都是群众的智慧，他只是碰巧学到了一些而已。接下去的几天，叶洛心和萧木一直都是村里县城两头跑，新买的铺子需要装修一下，做卤肉用的调料还有锅灶等都需要采买。这天萧木又去县城收拾铺子，叶洛心在家里画卤肉店的装修图，调料什么的都买得差不多了，等装修好了，他们的铺子就可以开张了。在叶洛心的计划里，前面的铺子被分成2个部分，靠外面的1/3放上柜台，里面的2/3全都用来做厨房，后面的院子里还可以再搭建一个屋子，和原来的2个一起做库房以及临时居住的地方。他正画得认真，大花轻轻走近，给他端上了一碗葡萄糕。姑娘，奶奶说让你赶快尝尝，若是觉得酸了，她再放点糖呢。来到萧家之后，大花和小花的称呼变了几次，最后还是学着大户人家叫起了姑娘，觉得这样比较顺口，于是就定了下来。叶洛心不太计较这个，倒是叫什么都可以。他放下笔，拿起勺子吃了一口葡萄糕，立刻被酸得眯起了眼睛。娘，这里面放糖了吗？简直酸掉牙了。那我赶紧去告诉奶奶，不着急，等下再去。说着，他站起身来，从抽屉里面取出30文钱，交到大花手里。姑娘，这个是……大花拿着钱，
有些不知所措。我不是答应过你要把你绣的花样拿去卖吗？之前没顾得上，昨天终于去绣庄问了一下，5个绣样一共卖了30文钱。因为你用的绣线和绣布都很便宜，所以卖不上高价。谢谢姑娘，这已经很多了。大花十分感激，但是下一刻她伸手把铜钱又递了回来。我现在是姑娘家的下人，姑娘不用再给我钱了。这不一样，这个绣样是你之前就做出来的，我也答应你了，该你收的钱你就收着。不过你来萧家之后做的事，我不会再付你酬劳。我知道，姑娘买下我和小花就是救了我们的命，我们愿意给姑娘做事，我们不要酬劳，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行。行，你现在做的就很好，不过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想交给你做。仓房里有几张煮好的兔皮，我想用这个东西做几个小巧的荷包，你琢磨一下，看能不能做出来。兔皮啊？怎么不行吗？不是啊，姑娘，我是想着兔子皮毛这么贵，万一被我弄坏了可怎么办？我知道你手巧，东西交给你我放心，这个不着急，我晚些时候去把兔皮拿给你。你现在赶紧去让娘给葡萄糕里加糖，顺便把我这碗也多加一些。哎，大花立刻应了下来，她端着碗想去厨房，刚走到院子里，就听见门外有人问道：“请问这里是萧长河家吗？”大花回首打量着站在门口的2个人，一个40多岁的村妇，还有一个穿着绸缎衣服的姑娘。是长河爷爷家，你们是谁？我们是叶洛心的娘家人，洛心在家吧？2人说着就往院子里走。姑娘的娘家人？大花听见，撒腿就往厨房跑。奶奶，是姑娘的娘家人来了。徐正香一怔，一时没反应过来叶洛心的娘家人是哪个。他走到厨房门口，看见站在院子里的2个人，立刻就明白了，正是那个不要脸的邹氏和叶青青。谁家的狗在叫啊？赶紧给我滚远点儿，不然我可关门打狗了。徐正香站在门口，手里还握着一把沾了葡萄糕的勺子。亲家母，原来你在家啊，我今天是来给你们送礼来了。他说着抬了抬手中拎着的纸包。哼，呸，谁是你亲家母啊？晦不晦气？我们家洛心可是我花50两银子买回来的，和你们家一点关系也没有。亲家母这是说的哪里话？再怎么说洛心也姓叶，他就是华成辉，他也是叶家的人，对不对？我是叶家人，但不是叶大成的家人。我爹是叶怀兴，和你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叶洛心也从屋里走了出来。洛心也在呢啊，这怎么说的？你见了姐姐和娘，也不说请我们坐坐，给我们倒杯茶喝。我们家的茶只给人喝，不给狗喝。徐正香用勺子指了指2个人，对大花说：“大花，赶出去！”哎，大花已经看出来了，这2个人十分不受欢迎。他走上前：“我家姑娘和奶奶都不想看见你们，你们赶紧走吧。”邹氏2人都没挪地方。你们不走，那我只能把你们推出去了。大花说着就要上手。你个小丫头片子，你懂不懂规矩？还敢对长辈动手？邹氏说着，一把推在大花身上，将大花推倒在地。上我家来还敢动手？哼，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吧？徐正香说着就要往前上，正在这时，从后院突然冲出一把大扫帚，不，准确的说是小花扛着一把大扫帚从后院冲了出来。让你们欺负我家姑娘，让你们欺负我姐姐，我和你们拼了！小花的大扫帚挥舞的虎虎生风，邹氏和叶青青躲闪不及，全都挨了打。叶青青气急败坏地喊道：“我的衣服，我的衣服！你把我的新衣服都给刮坏了！滚出去，滚出去！”小花眼里耳里什么都看不见，也听不见，一心要把这2个人打出去才算完。邹氏和叶青青扛不住，终于退出了门外。娘，你看我的衣服都刮破了！邹氏气得跳脚：“你们萧家人就这么对待亲家吗？主动上门送礼，你们就给打出来！就你们这么蛮横无理，我看以后谁敢和你家结亲！”他故意扯着嗓门喊，引得周围的邻居都探出头来看热闹。一看有人旁观，邹氏就更来劲了：“亲家，你也不用像防贼一样的防我。当初咱们2家定亲定的是叶青青，可不是叶洛心。后来因为你家儿子和我家洛心有了肌肤之亲，没办法，这才换了洛心嫁过来。这件事我们都不计较了，你们又何必放在心上？”哟，还真是奇葩天天有，今年特别多。我见过不要脸的，就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亲家，我们今天不是来找事的，真的是来送礼的，不信你看。他说着就想显摆拎来的纸包，结果手中只剩了一段绳子。邹氏傻了眼，他抻着脖子往院子里一看，他买来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掉到了地上，这会儿里面的糕点早就被踩扁了。哎呦，这可是我花了200文买的糕点哟，就这么被你们踩扁了。他看着大花小花，刚想骂人，忽然想起今天来的目的，踩
就踩了吧，这俩闺女是你女儿吗？你可真是好福气呀，亲家。大花小花听见邹氏的话，十分不待见的道：我们是这家里的下人，你们再敢放肆，我们绝对不会饶了你们。下人？邹氏和叶青青对望了一眼，萧家都有下人了？下人好，下人好，亲家，我今天来其实是来给你贺喜来了。本来应该嫁到你们家的就是青青，现在是洛心占了青青的位置，我想着也是时候把青青和洛心换回来了。咱家青青是个福星，娶了青青，你们萧家日后一定会过得风生水起。叶洛心冷笑一声，徐正香也起笑了。你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我家萧木和洛心成亲都快半年了，谁要娶你家那没人要的东西啊？乡亲们都围在一旁看热闹。这半年萧家真是喜事坏事一件跟着一件，每一件都能刷新他们的认知，实在是太刺激了。娶了洛心也没关系，反正她们是姐妹嘛，姐妹两个共侍一夫，互相也能有个照应，不是？呵，二女共侍一夫啊，这当娘的是个狠人呐。萧木是个好福气的呀，我看叶家这个姑娘长得也不错，还行吧，我看没有叶洛心好看。就是那还是叶洛心更好看一些。不是，你看那姑娘身上穿的都是上等的绸缎呢，叶洛心刚嫁过来的时候可不穿这样。之前萧家二嫂不是说了吗？这个后娘偏心眼儿啊，这一身穿着是真好看呐，给我穿我也能变好看。哎呀，就你那胳膊比我腿还粗的身材呀，可拉倒吧，估计衣服到了你身上啊都成布条了。你这么着急把叶青青送过来，怎么徐公子被抓走了？你女儿怀孕了？啊！嚯，周围人群沸腾起来。我天哪，这事怎么越来越刺激了？二大娘，你给我站着位置，我得回家抓把瓜子儿。我看这事儿一时半会儿完不了，我看热闹就喜欢吃瓜子儿。行了，你快回去吧，记得多抓点，给我带一把。行了，知道了。桂花娘家离得近，转头就往回跑。这边邹氏和叶青青听见叶洛心的话，脸色立刻就变了。叶洛心，你胡说什么？你姐姐可是没有嫁人的黄花大闺女，你就这么往你姐姐头上泼脏水？除了这个原因，我实在想不到叶青青为什么这么着急嫁人。难不成上次看见我夫君，觉得我夫君比许公子好，他一见钟情了？我与许公子君子之交，你别含血喷人。这姑娘可不好对付，这要是娶回家里，肯定把男人拿捏得死死的。桂花娘已经回来，一边吐着瓜子壳，一边说：会说几句话就能把男人拿捏死死的啦？你看她那娇气的模样，能下田还是能做饭啊？二大娘不服，这你就不懂了吧？能干的再多有什么用？还不是个受累的命。像人家这样的，只要几句话就能把男人耍得团团转，这叫能干的不如会说的。那我家二蛋以后可不能娶这样的。你和许公子是什么交都和我没关系，但是你想嫁给我夫君，门都没有，他这辈子就只能娶我一个。叶洛心，你别不知好歹，当初和萧家定亲的可是你姐姐，现在你站的是青青的位置，他萧木这辈子只娶一个，娶的也应该是叶青青而不是你。既然是叶青青的位置，为什么现在嫁过来的是我呢？还不是因为你不知检点，和萧木有了肌肤之亲。邹氏，你是老母猪拱柴火垛，全仗着脸皮厚是吧？你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啊？当初不是叶青青跟人私奔，你们才逼着我嫁人的吗？别以为你们做的那点事大家都不知道，整个青山村谁不知道萧家当初是被人悔婚才换了个媳妇？就是，当时萧家还上门去要人来着。围观众人议论纷纷，原来这姑娘是跟人私奔了呀！真是人不可貌相，这姑娘看着溜光水滑的，想不到这里子都坏透了。我记得那时候还说把福星换成丧门星呢。萧家现在过得不知道有多好，哪里来的丧门星？没准是弄反了，把丧门星换成了福星也说不定。众人一阵哄笑，邹氏听见这话，脸上挂不住了。我女儿叶青青可是福星，这是算命大师给算出来的，你们知道什么？别瞎胡说，谁瞎胡说了？二大娘说道：你女儿真要是福星，你不得当宝贝一样供在家里，哪有这样急着往外送的？对，她这像是送烫手山芋似的，别是这女儿在家搅和的家宅不宁，送来祸害别人家吧？你们不要胡说了，叶洛心在家里的时候连话都不会说，她怎么可能是福星呢？她就是个傻子。呸！你说谁是傻子呢？你才是傻子！徐正香本来一直拿着熬葡萄糕的勺子，听见这话，怒从中来，一勺子扣在了叶青青的脑袋上。娘，他打我，他竟然敢打我！邹氏看女儿变成这样，心疼得不得了，他冲着不远处的树丛喊道：叶大成，你们几个还不出来，等什么呢？此话一出，不远处的树丛里面立刻站出了3个男人。我看看是谁打我女儿了。这个男人浓眉大眼，本来应该生得不错，不过他一脸肥肉，又挺着个肚子，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更像是个无赖。就是他打的咱们女儿。叶大成看了看徐正香，第一次见面，你好啊，亲家。不过你这见面就打人，恐怕不合规矩吧？
哼，你们自己来讨打，我要是不打，岂不是白瞎了你们的心思？呵，这话说的硬气，我喜欢。叶大成脸上带着笑，一副流里流气的样子。我告诉你，我女儿可金贵的很，我们平时那是捧在手中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你一个村妇还敢动手打我女儿？今天这事儿卖100两银子，咱们没完。哎，赶紧拿钱吧，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众人有些糊涂了，刚才还说要把女儿嫁到萧家，这会儿怎么又开始要钱了？邹氏本来想让叶大成出来稳定一下局面，没想到他张嘴就要钱，他赶紧拉住了叶大成的袖子，使劲朝他使眼色。100两？你是喝酒喝多了，烧坏了脑子吧？你这姑娘是金子做的吗？啊，碰一下会掉渣？那我就试试，看到底掉不掉。徐正香说完，手上的勺子再一次扣在了叶青青的脑门上，打得叶青青脑瓜子嗡嗡的。哼，看这也没掉渣呀！娘，你快管管啊，我都要疼死了！叶大成一看火了，朝着邹氏喊道：你看看，你看看，我就说要点钱就得了，你还非要把女儿嫁过来。他转而对着徐正香道：我再告诉你一遍，你赶紧给我拿钱，我要100两银子，否则这事儿咱们没完。呸，没完你个头啊！徐正香已经不想跟这一家人废话，一勺子扣在叶大成的脑子上。叶大成反应很快，一把抓住了勺子，他嘿嘿一笑：本来我也不想打女人，这可是你逼我的。说着，他把勺子往自己身边一带，徐正香来不及撒手，被勺子带着就往前倒，眼看着就要倒进叶大成的怀里。娘，小心！过来吧你！叶大成脸上挂着坏笑，徐正香弯腰收力，想干脆借着机会将叶大成撞倒，没想到叶大成的恶心的笑脸突然一歪，被一个拳头重重打到一边，徐正香的身体也被一个坚实的胳膊搂住。什么恶心玩意儿，还敢对我家老婆子动手，活得不耐烦了。长河兄弟回来了，这一下好了，我还正要上去帮忙。刚刚太紧张，叶洛心没注意到，这时才看见萧长河和萧松全都赶了回来，他们身后还跟着气喘吁吁的杨凤和大花小花。你们什么人敢到我家撒野？萧长河看着眼前的3男2女，都是误会了，亲家。叶大成这几年游走于清河县各大赌场，因为善于阿谀奉承，又油嘴滑舌，后来也在赌场谋了个差事，专门负责要账催债。他带来的这2位就是惯常跟着他的小弟。我们没有你这样的亲家，赶紧滚！萧长河说着就要带着徐正香转身离去。不行，我们就是要做，也得把叶洛心带走。她是我们叶家的女儿，当初是没有办法才卖给你们萧家，现在我们要把她买回来，不然怎么对得起她死去的父母？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谁知道一天早上起来，叶青青突然对着早饭干呕。自那以后，她不仅对家里的饭菜挑3拣4，还特别喜欢吃酸的。作为过来人，邹氏一看就觉得她不对劲。前几日他带着叶青青特意去很远村子找大夫给号了脉，结果不出所料，叶青青真的怀孕了。哼，这是我儿媳妇，岂是你说带走就带走的？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徐正香甩开萧长河拉着他的手，一回身用手里的勺子把邹氏的鼻子打出了血。萧家要杀人了！萧家要杀人了！邹氏大喊起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萧家要是不给我们个说法，我们就不走了。叶大成也叉腰站在门口：你们叶家人也欺人太甚了！杨凤气不过，村民们见了纷纷为萧家抱不平。我说你们叶家人怎么回事？明明都把姑娘卖了，还上门闹事，真不要脸！就是别欺负我们村里人见识少，你要是敢去大户人家这么闹，看人家不把你们送去衙门关起来。你们既然不想走，那就留在这里给我家守门吧。萧长河不愿搭理他们，想让家里人都回去。叶大成哪能让他们回去啊？趁着萧家人不备，他滋溜一下越过萧长河，站在了萧家大门口。亲家别走啊，今天我家婆子和女儿都挨了打，这事儿咱们得好好说道。我和你们没什么好说的，要是再敢打扰我家人，我就只能拳头伺候了。叶大成当惯了地痞无赖，根本就不怕这个架势。听见萧长河说要拳头伺候，他朝着自己的2个跟班使了使眼色，2个人从2侧戛然而上，准备偷袭萧长河。萧松眼明手快，立刻冲上去：爹，小心！叶洛心怎么也没想到叶大成一家会这么不要脸。我和叶家早就断绝了关系，你们如果再纠缠下去，我们就只能报官了。报官就报官，反正现在挨打的是我叶家人，我倒是要看
看看县令大老爷到底要怎么判。说曹操到，叶大成话音刚落，一辆马车就出现在村口，朝着萧家驶了过来。车刚刚停下，县令刘勉从车上走了下来，看见萧家门口站满了人，刘勉皱了皱眉头，这是在干什么？县令大人来的正好，有无赖来我家闹事。大人，请您为草民做主，这萧家人无故出手伤人，打了我们一家3口，还望大人能够为我们讨回公道。刘勉看了叶大成3人一眼，又看见了站在他们身后的另外2人，对手下说道：来人，把他们5个给我绑起来，带到一边去。大人，您抓错人了，我们才是被打的呀，把他们的嘴都给堵起来。是。手下立即上前。大人，我们冤枉啊！大人，叶大成终于没了声音，刘勉这才回身。刘勉清了清嗓子：圣旨到，萧家人跪下接旨。刘勉喊道。一听这话，在场所有人全都傻了眼，他们没听错吧？圣旨是皇帝的圣旨吗？圣旨怎么会送到他们这个小村子里来？萧家人虽然之前听到了风声，说是朝廷要给赏赐，可也没想到皇帝竟然会亲自给下了圣旨。扑通扑通，萧家人面对刘县令全都跪了下来。叶洛心跪在后面，眼看着跪在自己前面的徐正香双腿抖得十分厉害，他轻轻地拍了拍徐正香的小腿：娘，别怕。风。旁边突然又传出一声扑通的声音，人群中一个妇人站立不住，也跪了下来。紧接着扑通声响成一片，在场所有村民都跪了下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金河县有女叶洛心，秀外慧中，匠心独运，将脱力机发明于世，解百姓之愁，助国运之昌，此乃利国利民之大计。着即册封叶洛心为7品儒人，赐封号惠，赏儒人服1身，儒人冠1顶，翡翠玉器10件，玛瑙10件，锦绣10匹，纹银1000两，钦此。谢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萧家人一起叩头行礼。惠儒人接旨吧。叶洛心连忙抬头，将手举过头顶，接下了圣旨。青山村的村民都沸腾了。儒人是个什么官位？他们没听说过呀。儒人的俸银每个月朝廷都会拨下来，惠儒人可以每月15到县衙来取。看见没，人家叶洛心是吃官饷的人了。我老婆子活这么大岁数，还是第一次看见女子受封，可算是开了眼界了。这萧家的热闹可是越看越大，再这么下去咱们可就看不起了。萧家人已经全部起身，一一向县令致谢。多谢大人，大人受累了。使不得，惠儒人如今也是7品，与我可是平起平坐，这个礼我可受不起。村民们一听县令这话，看向叶洛心的眼神里全都带上了崇敬的神色。圣旨宣完，村民们一个个都跟着站了起来，然后他们就眼看着官差们把一样又一样的赏赐送到了萧家的院子里。萧家二嫂，你可真有福气啊，娶了这么个儿媳妇儿，你现在可是儒人的婆婆了。徐正香还在震惊中没有回过神来，别人说的时候她只顾着点头，等她反应过来才惊道：哎呀，我儿媳妇是儒人呐，吃官饷，有品阶，我是儒人的婆婆了。我们家出了一个有官身的。那可不是，以后走在路上碰到了，我们都得给惠儒人行礼呢。那我在家用不用天天给他行礼啊？哪用呢？你们这一家人在家里不用讲究那么多。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徐正香点了点头，他正和人说着话，萧景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娘，我听说嫂子受朝廷封赏了。可不是嘛，你看这一院子的东西都是朝廷赏赐给你嫂子的。哇，嫂子这下可发达了。他凑上去看看这个，又翻翻那个。娘，这么多东西二哥屋里能放得下吗？这不用你操心。徐正香说完，突然想起了什么。我才想起来，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不是在学堂读书吗？你这个臭小子还敢逃课！他说着又要打小景的脑袋。娘，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我能不回来看看吗？先生都准许我回来了，还说要给咱们家贺喜呢。先生允许了也不行，你赶紧给我滚回去读书！徐正香抄起一根棍子，萧景一溜烟的就跑没影了。东西陆陆续续搬完，在萧家院子里堆成了一座小山。县令看着这些东西，乐呵呵地问道：怎么样，对这些赏赐可还满意？满意，怎么敢不满意呢？多谢大人，都是大人出面，才为我家争来了这么多的赏赐。这哪里是我的功劳，都是你自己才智过人，想出来脱力机这么有用的东西。我听沈大人说，咱们这地方田少，所以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在江淮一带，
这个脱力机可是有大用处的。本来要拖拖拉拉干2个月的活，有了这东西，用不上半个月，所有的粮食就能入仓。他看着叶洛心，你想想看，这个东西省了多少劳力？原来这东西用处这么大。萧松和萧长河全都露出震惊的神情。不然上面怎么会给这么大一个赏赐？叶洛心也笑了笑，有用处就好。说完，他转身回到房间，从房里拿了一把碎银子，给衙役们每个人塞了1小块。今天辛苦了大家，这些只是给大家沾沾喜气。最后还剩2块，叶洛心把1块给了师爷，另外1块想给县令大人。不用了，不用了，这喜气我已经沾到了。大人何时沾到的？叶洛心惊讶。冷知府说我今年政绩考核优良，待明年任期满了之后，就要举荐我去京中6部做主事呢。那真是要恭喜大人了，祝大人早日高升。同喜同喜。大家正说得高兴，一个差役过来小声问道：大人，门外绑着的5个人如何处置？他们是什么人？外面一家3口，是我大伯一家，在我父母死后养了我一段时间，不过把我父母留下的产业都败光之后，又把我卖给别人。我现在和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打算如何处置？只要他们不来犯贱，我倒是懒得理会他们。去，把他们5个人的绳子解开，我倒是要看看他们想干什么。衙役得令，按照刘县令的吩咐，给几个人松了绑。叶青青刚把口中的布拿出来，立刻就跪在一旁干呕起来。你们5人因何到此处喧闹？大人，大人，你刚刚说叶洛心被封了如人，圣旨上写的明明白白，还能有假？大人，这个如人本来应该是我们家叶青青的，怎么会是叶洛心的呢？乱了，全都乱了。邹氏西行几步上前，大胆！刘县令黑下脸来。大人，本来应该嫁到萧家的是叶青青，如果嫁过来的是叶青青，这个如人就应该是青青的。你们几个可听清楚了，皇帝赏赐的是叶洛心，不是萧家的儿媳，跟你们说的这个有什么关系？可是叶洛心她嫁人之前什么都不懂，怎么可能做出脱力机呢？你们的意思是皇上识人不明，赏错了人？确实是赏错了。邹氏边说边给县令磕头。大胆刁民，你们对惠如人不敬，还敢对当今圣上提出质疑，我看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来人，这5个人每人掌嘴50。大人，大人，我们什么都没说呀。你们没说不代表你们没想，既然能跟着叶家人一起来闹事，那就是怀着和他们一样对皇上不敬的心思。给我打！一时间萧家门前的打脸声此起彼落，围观的村民光是看着就觉得自己的脸疼。等50个掌嘴打完后，这5个人的脸都已经肿成了猪头。以后还敢对惠如人不敬吗？不敢了，再也不敢了。那好，从此以后你们不许再踏入清河村半步，看到惠如人也要主动退避3舍。如果再惊扰了贵人，本县绝不轻饶。我们再也不敢了，一定不来了。谢大人饶命，谢大人饶命！几个人屁滚尿流的滚出了清河村，走到村口的时候，正好碰上赶着回家的萧木。看见萧木后，邹氏和叶青青屁都没敢放一个，灰溜溜的逃走了。而萧木看见几个鼻青脸肿的人，根本就没有认出是谁，也没往心上去。等他到家的时候，县令还坐在院子里和叶洛心和萧长河喝茶。他看着满院子的赏字，也震惊了好一会儿，直到萧松把之前发生的事情都和他讲清楚了，萧木才轻轻的点了点头。你怎么才来？错过了接圣旨的好时候，那实在是不巧了。上次我问你这件事是谁的功劳，你说一定得是你娘子的。这下好了，你娘子如今是惠如人，你却什么都没有，以后只能受你夫人的庇护了。夫人的朝廷赏赐本就是我们萧家一家的荣耀。萧木的态度倒是出乎刘勉的意料。行了，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宣读圣旨，也算是沾了你们家的光。有了这个封赏，你们家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多谢大人吉言，也祝大人官运亨通。客气完，刘勉起身离开了萧家。村民见县令的马车走远了，这才凑上来给萧家贺喜。萧家媳妇，我老太太一辈子都没见过圣旨什么样子，今天能不能让我老太太开开眼？怎么不行呢？只是这是当今圣上的东西，咱们可不敢乱碰。我举着给大家看一眼，你们可别伸手啊。不伸手，碰坏了可是要杀头的。一群妇人连连点头。徐正香于是举着装着圣旨的匣子，从每一个人面前走过。每走到一个人面前，对面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这圣旨是什么料子做的？可真是好看啊！那还用说吗？那可是皇宫里的东西，能不好看吗？还有皇上赏赐的这些物件，也都好看的不得了。老太太，我今天开了眼，就算是死了，也能瞑目了。小二婶，皇帝赏了这么些东西，还有1000两的银子，你们是不是一辈子都花不完了？
这可是皇帝赏赐下来的东西，银子可以花，但是这些物件都得好好供起来，留给子孙后代们好好瞻仰。也是，这件事可以吹几辈子了。大家说着话，李正从外面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他今天有事去了别的村子，正好错过了县令宣读圣旨。回来听说之后，他后悔不已。他来到萧长河家，与萧长河商议道：长河老弟，你看这圣旨宣完了，你放在家中也只能自己看，我合计问问能不能摆在祠堂里，让村民们没事的时候就可以瞻仰一下。这个萧长河有些犹豫，若是以前，以他的性格肯定会说没问题，但是这件事涉及了叶洛心，我进去问一下。他说着就进了里屋。叶洛心和萧木、萧松他们正在屋子里摆放皇帝赏赐的锦缎和玛瑙摆件。这个玛瑙镇纸就放在桌上吧，以后没准还用得上。萧长河不好意思地开口问道：那个洛心啊，怎么了，爹？你李正伯说要把圣旨供在祠堂里，你可有什么意见？你要不愿意，我这就去回了他。爹，既然大家都喜欢看，那就供在祠堂里，这不是萧家的祠堂吗？萧长河很是意外，也很高兴。那好。正在这时，外面又有人喊道：惠如人，能不能把你的官服穿上，给我们大家开开眼啊？喊话的又是赵家老太太。叶洛心走出门，老太太十分虔诚地说：我老婆子活了这么大岁数，从来都没有见过朝廷命妇长什么样，惠如人，你就让我们开开眼吧。其他人也附和道：是啊，让我见识一下。徐正香看着叶洛心一脸骄傲：洛心，你就把你那身穿上，让大家都看看。他自己穿不明白，他还特意叫上了杨凤帮自己。哎呀，弟妹，这如人冠好像是用银丝做成的，虽然重，但是真的太好看了。洛心，平时只觉得你生得好看，但是这一套衣服装饰穿上，我才觉得你好看的简直不像我们村里的人。叶洛心闻言扑哧一声笑了：嫂子说笑了，我不像村里人，还能像哪里的人？就像对，就像是那官宦人家的大小姐。嫂子莫要哄我。叶洛心有些不好意思：哎呀，真的，不信我们出去让大家看一看。说完，他便搀着叶洛心的胳膊，两人一起走出了房间。外面村民们都在翘首以盼。在叶洛心踏出房门的那一刹那，头上的银饰立刻被阳光晃得折射出耀眼的光芒，众人被这银光闪得几乎睁不开眼。一身蓝衣的衬托下，叶洛心原本稚嫩的脸庞显出几分金贵，头上的如人冠更是衬得她高雅大方。这副模样，哪里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叶洛心？这不就是传说中那些贵人的模样吗？这时，一群孩子从远处跑来，是周夫子和书院里的学生。原来萧景被徐正香打跑后十分不甘心，硬是缠着周夫子带着书院里的孩子们一起来看热闹。叶洛心站在人群中十分显眼。看见没，那是我嫂子，我嫂子太好看了。小景，你真幸运，有个这么厉害的嫂子。那当然了，我嫂子不仅漂亮，人还聪明。孩子们热热闹闹地跑到跟前，忽然有人高喊一句：民妇拜见惠如人。赵家老太太率先拜倒在地，受她影响，其他人也纷纷下跪。曹民拜见惠如人。孩子们见状也都不急了，跟着大人们一起下跪。徐正香和萧长河看见了，膝盖有些发软，便也想随着众人跪下去。正好叶洛心看到了，赶紧阻止道：爹娘，你们这是干什么？大家快起来！好，我受过如人的搀扶，我就是立刻死在这里也值了。哎呀，洛心，你这头冠戴着重不重？既然大家都看过了，就进屋里去把衣服换下来吧，别累着了。叶洛心也觉得这身衣服好看是好看，就是有些太重了。他应了一声好，就回去屋里更换衣服了。今天是我们家大喜的日子，家里也没什么准备，刚刚老二从城里买了一些喜糖，一会儿大家伙都到我这里来拿糖，大家都别客气，就是给大家沾沾喜气。糖是萧木买回来准备新店开业的时候在村里分的，没想到歪打正着，派上了用场。众人一听，立刻喜笑颜开。如人夫君买的糖，如人婆婆亲自送的，他们这不是也和惠如人沾上关系了吗？人群中唯有李翠花看着徐正香的笑脸，轻轻呸一声：不就是一个如人，你看把他给乐的。萧家大嫂，你这话说的，如人不高贵吗？这可是咱们村里独一份啊，这不是比你儿子还厉害？人家可是有官身的，这要是萧俊做了官，萧家大嫂恐怕得把李正的铜锣拿出来敲一敲才算完吧。李翠花看着他们两个，脸色十分难看。瞧瞧你们这没出息的样，徐正香不就给你们几块糖，你们就这么帮着他说话了？人家得的可是1000两的赏银，拿出这么点东西来，跟打发要饭花子似的，也就你们这没见识的当宝贝一样。
二大娘听完不乐意了，拔高声音道：你说谁是要饭花子呢？我告诉你李翠花，咱们都知道你处处想要和萧家二嫂比，可是在我们心里你就是不如她。这糖你不想要正好，一会儿我和二嫂说说，把你的那份一起给我得了，我怎么就不如她了？李翠花昂起脖子，像一只要战斗的公鸡。你长得不如她，脾性不如她，如今连儿子儿媳妇儿都不如她，你还拿什么和人家比？我长得不如她，好，就算我长得不如她，我儿子怎么不如他儿子了？人家儿子娶的可是个儒人，七品，你儿子有什么？我儿媳妇儿家里有钱，人家儿媳妇儿也有钱，1000两，每个月还能领月俸。李翠花有些词穷，在这之前，她一直都比徐正香强，就凭她儿子是秀才这一点，她就能狠狠地压徐正香一头。可如今叶落心成了七品儒人，大家已经不把秀才放在眼里了。我看你就老老实实服输吧，你这辈子都比不过萧家二嫂了。就是，这下可再也赶不上人家喽。李翠花的脸涨得通红，她和徐正香比了一辈子，她绝对不能输，心中主意一定。小木有本事，跟他徐正香有什么关系？小木又不是他亲生的。此言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李翠花疯了。萧大嫂，你比不过就比不过，这么说可就过分了。就是什么人啊，你真是什么都敢说。萧木不是萧二嫂亲生的，是哪儿来的？人家萧二嫂可是儒人的婆婆，你这么说，怕是要被送去治罪的。徐正香和萧长河也听见了李翠花的话，徐正香脸色瞬间就变了。萧长河一看，吓得立刻朝后看去。萧长水本来也是混在人群里看热闹，直到听见李翠花的话，他立刻穿过人群，走到李翠花面前，啪啪给了她2个嘴巴子。你这个长舌妇，你不好好在家待着，到这里给我丢什么人？赶紧给我滚回去！李翠花根本就不怕萧长水，被打之后脸色都没变，更大声地说道：既然说了，我就没什么可怕的。他萧木本来就不是徐正香生的，你们都忘了，这孩子长到7、8岁了才被领回来，说是徐正香生在老家的。我告诉你们，萧家老家早就没人了，这孩子不知道是萧长河在外面跟哪个小寡妇生的。徐正香他凭什么和我比？他唯一有出息的儿子都不是自己的。李翠花还想说下去，但是萧长水发了狠，撕下一块衣襟塞进李翠花的嘴里，拖着她就往家走。大家本来不相信，但是李翠花说的有理有据，萧木是长大后被带回来的，也确有其事。这么一来，大家看萧长河的眼神都带上了一点探究。李翠花就是个疯子，你们都别听她胡说了，大家快来领糖，这可是儒人给大家的喜气。人家儿子是不是亲生的，人家夫妻俩自己心里有数，你们见过谁对外面的人养的儿子这么好的？李翠花她就是比不过萧二嫂，在这胡说八道呢。萧二嫂把儿媳妇儿都快宠上天了，不是亲儿媳妇儿，谁能这么好呀？你们扪心问问，谁能做到？大家暗自思忖了一下，确实做不到，于是也都当李翠花是胡说八道。只有萧长河心里像是在打鼓。徐正香明明还在面色淡然的发糖，萧长河却已经连走路都走不利索了。爹，你怎么了？没事，就是突然觉得有点乏，你们先忙着，我去后面看看兔子吃饱了没。说着他就往后院走。杨凤满腹疑惑，朝着叶落心眨眨眼，爹好像有点不高兴呢。娘更不高兴，你没看出来吗？等村民们全都散去，萧家院子里终于归于平静。为了庆祝今天的喜事，徐正香拍板，晚上还吃火锅。于是家里人杀鸡的杀鸡，洗菜的洗菜，全都忙活起来。等菜全都上桌之后，叶落心发现坐在上手的萧长河面色还是有些不自然。之前叶落心有怀疑过萧木的身份，却根本没有想过萧木是萧长河的私生子，这有点离谱吧？为了应景，徐正香让萧松从后院挖出埋了好几年的桃花酒，除了萧景，每个人都倒上一点。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咱们家洛心被封了儒人，这是我们萧家荣耀，也是青山村的荣耀。话不多说，我们一起喝上一杯。大家纷纷举杯。裴神医白天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就很惊讶，不过此时他好像想明白了，也不多说什么，举杯和萧家人一起庆祝。叶洛心站了起来，今天这个儒人虽然说是封上给我的，但是大家都有功劳，我不敢贪功，晚些时候我会把皇上赏赐的东西给大家分一分。这个不着急，这也是我想和大家说的第2件事。萧家人全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今天你们应该都听见李翠花说的话了，大家不问心里也会犯嘀咕。今天我就和大家说一声，木儿确实不是我亲生的。他话音刚落，萧松和杨凤全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萧景也十分讶异地看着萧木。相比而言，萧木是最平静的。不过你们也别想歪了，木儿也不是
是你们爹在外面和别人生的。对，萧木其实是我一个友人的儿子，他家逢大难，临死之前找到我，让我一定要收养他的儿子，把他当成是亲儿子一样对待。原来是收养，那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这件事情我没有征得你娘的同意就应了下来，十分对不起他。还好你娘深明大义，真的把老二当成自己的儿子。我们约定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和老二知道，绝对不会告诉第四个人。哼，那你为什么会告诉李翠花？你是不是和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啊？没有，我怎么会和大嫂之间有什么秘密？那你告诉我，李翠花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徐正香盯着萧长河不再说话，那意思解释吧，我听听你要怎么狡辩。都是我的错，有一次和大哥喝酒，不小心说出了这件事，大哥也向我保证了，绝对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怕徐正香不信，不信我们可以找大哥对质，大哥一向说话算话，不知道为什么会把这件事告诉大嫂。人家两口子是一个被窝里爬出来的，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也就你这么没心眼儿的才会相信你大哥说的话。不过好在不是萧长河告诉李翠花的，他心中的恶气消了一点。娘，你是说二哥不是我亲哥，那二嫂也不是我亲嫂子了？萧木看了他一眼，谁说不是亲的？这些年我们不就像亲兄弟一样吗？可是萧景说了半天，到底没说出来可是什么。老三，你别纠结那个，爹娘都是把老二当成亲儿子一样的，这和亲的有什么区别？何况亲兄弟也有反目成仇的，咱们兄弟这些年相处过来，不是比亲兄弟还亲，都怪大伯娘，好好的干嘛要提这件事？他就是看不得我们家过好日子，这次我们得了赏赐，他肯定气得要死。哼，气死他才好。娘，以后大伯娘再到我们家里来，我可就不客气了，我拿着扫把立刻把人赶出去。对，不让他再踏进我们家半步，他要是再敢来，就让他像叶家人一样被打成猪头。说到这里，徐正香的气总算是消了。行了，这件事情本来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你们知道就知道，咱们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裴树听见徐正香开口的时候，本来以为这事儿有门，可是萧家人说了半天，萧长河只说萧木是一个老朋友的儿子，至于这个老朋友是谁，竟然没人追问一下。而且萧家哥俩和两个儿媳妇竟然这么平静的就接受了，他们不怕萧木留下来争家产吗？不应该将他扫地出门吗？小老弟为人善良又乐于助人，就是不知道你这个朋友是何方人士，能让你这么尽心尽力的帮他养儿子。我这个朋友以前也是一个村子长大，后来他有了大出息，还去了京城，